南荒魔域，天魔教少主请功。儿啊，这可是爹精心准备的18岁生辰礼，够不够润？伴随着一声粗犷的大笑，一个2米高的魁梧壮汉像扛麻袋一样，把肩膀上的女人顿的一声砸在了江晨的床上。来人正是天魔教教主江晨的亲爹江霸天。你没灵根，无法修炼，这事儿爹不怪你，但咱们老江家的香火不能断，今晚你必须给爹努把力，整出个大胖孙子来。江晨顺着自家老爹那豪迈的动作，看向床上的那份大礼，只一眼，他的视线就有点挪不开了。极品，这女人肌肤胜雪，五官冷艳绝伦，最要命的是那捆绑手法，绳索极其刁钻地勒过脖子，锁骨还在胸口处打了个结，硬是勾勒出了地级以上的惊心动魄。还有那盈盈一握的小蛮腰，魔界特产绳子的艺术。爹，你先冷静一下。江晨感觉头皮发麻，指着床上的女人，你知道这谁吗？太化圣女沈星宇吗？为了绑她，你爹我把他们护宗大阵都给干碎了。他屁股大，好生养，明年这会儿，老子指定能抱上大孙子。江晨两眼一黑，爹，我没记错的话，他还有个未婚夫，是地族叶家的，你把他绑来给我。胎穿过来18年，作为一个没有灵根的废柴，江晨的理想仅仅是当一条快乐的咸鱼，有爹娘护着，勾栏听曲，招猫逗狗，不仅合法还安全，不香吗？干嘛非要去招惹这种女主配置的圣女？怕个球！江霸天不屑地啐了一口唾沫，为了我江家香火，别说太化圣女，就是9天玄女下凡，老子也照绑不误。说完，他站起身，一脸语重心长地拍了拍江晨的肩膀，修为老爹已经给你封得死死的，你就放心大胆地造。不是，爹，你听我。哐当，玄铁大门在江晨面前无情合拢，紧接着1层、2层，足足7749道禁制光芒亮起，左右护法，给本座守死这门，天塌下来也不许有人打扰到少主，谨遵法旨。世界安静了，江晨叹了口气，无奈转身。床上，沈星宇正死死瞪着他，他嘴里被塞着一团红布，虽然说不了话，但那眼神恨不得把江晨千刀万剐。即便狼狈至此，他依旧美得让人窒息，尤其是此刻在床上拼命挣扎的样子，发丝凌乱，捆仙索深陷进如玉的肌肤，透着一种破碎的美感。沈星宇剧烈扭动着，江晨的目光不受控制的在他身上游走了一圈。这身材真不愧是角色榜前3，这里是魔界，自己是魔头少主，送上门的肉不吃，是不是有点不尊重反派这个职业？要不就在江晨念头刚起的瞬间，叮，检测到宿主年满18岁，多子多福系统加载成功。扫描当前目标沈星宇，体质先天健体，颜值95，三围875999，极品，恋爱史无，有名义未婚夫，综合评分95。系统，江晨眼睛一亮，好家伙，18岁才来，未成年禁止登录是吧？注：好感度每达到36090，都将发放系统奖励，母体好感度越高，诞下的子嗣越逆天，若好感度超过90，将保底诞下神级体质，并且子嗣及母体的体质或能力可与宿主共享。神级体质能力共享，这系统能处？江晨还没来得及高兴，下一秒系统的红字警告直接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沈星宇当前好感度100，不共戴天。注：本系统旨在让宿主吃上好的，同时优生优育，打造最强家族，故若在女方好感度为负时强行结合，将被判定为劣质繁衍，子嗣血脉融合受阻，宿主将遭受天道因果反噬，当场暴毙。江晨脸上的笑容僵住，裤子都脱了。你跟我说只要办事就会死，这什么阴间系统？反派不就是该霸王硬上弓吗？你让我跟一个恨我入骨的圣女谈恋爱？新手大礼包已发放，请查收。获得生活技能神级厨艺、神级按摩术，这就没了。不给个大地修为，或者给个极道地兵防身也好啊。系统直接潜水，装死不出声。江晨看着床上的绝色美人，无奈地叹了口气，没得选，小命要紧。江晨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体内的躁动，他的视线在惊心动魄的曲线上停留了0.1秒，然后迅速移开。非礼勿视，活着才最重要。别这么看着我，这是不是我的意思？真的。江晨走上前，朝沈星宇伸出了手。沈星宇瞳孔猛地收缩，娇躯紧绷，拼命往床角缩去，眼中满是惊恐与绝望。要开始了吗？我堂堂太化圣女，守身如玉18载，今日就要被这魔头玷污了吗？然而预想中的魔爪并没有落在他身上，那只手仅仅是捏住了他口中的红布，轻轻一扯，呼，布团离口。沈星宇大口喘息，刚恢复语言能力，他立刻嘶吼道：魔头，你要杀就杀，休想辱我清白，别喊，省点力气。江晨随手将红布扔在桌上，拉过一把椅子，不远不近地坐在床边，保持着一个绝对安全的绅士距离。我有洁癖，不喜欢强迫女人。江晨顿了顿，目光清澈，语气诚恳。沈星宇，他愣住了，剧本不对啊，魔头不都是大喊一声，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然后节地扑上来撕衣服吗？这魔头在玩什么把戏？魔道中人最擅长玩弄人心，他看似人畜无害，实则是想先瓦解我的心房，让我对他产生好感，然后再行禽兽之事，甚至他是想坏我道心，让我心甘情愿沦为他的魔奴。
好深的心计，好恶毒的手段。哼！沈星宇冷笑一声，眼中满是看穿一切的讥讽。魔教少主，跟我讲感情，你是觉得我3岁小孩？信不信由你。江晨无奈地耸了耸肩，我不给你解绳子，是因为你修为虽被封，但行动能力还是有的，只能委屈你先绑着了。我很惜命的，特别惜命。沈星宇他一时间竟无言以对，这魔头是在示弱？不可能，这一定是他的诡计，他在扮猪吃虎。江晨没理会他，起身走到桌边的红泥小火炉旁，提起预制茶壶，倒了一杯温水。他端着杯子回到床边，递到沈星宇嘴边，喝点水吧，嘴唇都干裂了，不好看。沈星宇倔强地别过头，紧闭双唇。行吧。江晨也不强求，这好感度100也不是一杯水能解决的。他把杯子放在床头，那我先睡了，渴了喊我。江晨果断躺下，盖被子睡觉。沈星宇，清晨，江晨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入目是一片雪白，细腻白嫩，透着淡淡的冷香，手感不错，软中带淡。江晨下意识地捏了2下，怀里那具温热的娇躯瞬间僵硬，一股强烈的杀意袭来。江晨猛地清醒，好家伙，自己整个人像只八爪鱼一样缠在沈星宇身上，一条腿压着他的腿，右手正大大咧咧地覆盖在对方胸前的伟岸之上，四目相对。沈星宇美眸圆睁，眼底布满了血丝，如果眼神能杀人，江晨已经死透了。气氛顿时僵住。可江晨立刻收回手，一脸正气地坐起身。误会，纯属误会。魔头。沈星宇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羞愤欲死。昨夜他本想彻夜不眠寻找逃跑机会，奈何修为被封，凡人之躯抵挡不住困意，竟不知何时昏睡过去。更耻辱的是，醒来时他竟不知何时被这魔头抱进了怀里。别这么看着我，睡觉这事儿有时候不受主观意志控制。江晨甩了甩被压麻的手臂，直接无视了对方杀人的目光，翻身下床。肚子适时地响了一声，饿了。江晨摸了摸肚子，不再理会床上的剩女，转身朝偏殿的小厨房走去。老爹老娘虽然疼他，但这魔教中人做的饭实在是难以下咽，所以他有一间自己的小厨房，偶尔研究一下蓝星美食，时不时还能犒劳自己的中国胃。小厨房里食材一应俱全，正好试试这神级厨艺。切肉末，切皮蛋，切葱花，开火淘米煮粥，水汽蒸腾，这粥味道闻着还不错，对得起蓝星的美食。他抓起一把普通的粗盐撒了进去，搞定。只是他并未察觉，随着他的动作，四周的灵气正疯狂地向这口破锅汇聚。卧房内，沈星宇正努力挪动着身体，试图将被子拉上来遮住自己凌乱的衣衫。忽然，一股强烈的异香顺着门缝飘了进来。这是……沈星宇神情一滞，身为太化圣女，她自幼食用的都是琼浆玉液，仙珍灵修，早已辟谷多年。但这股香味霸道的不讲道理，它不仅勾起了他腹中久违的饥饿感，更令他的剑体隐隐产生了一丝共鸣。沈星宇透过屏风的缝隙望去，只见那魔头站在灶台前，锅上方居然形成了一道白色的莲花虚影。沈星宇神色大变，那是只有炼制五品丹药才能引动的异象，怎么可能？他明明没有灵力波动，为何能以凡火引动天地异象？沈星宇的心神受到剧烈冲击。天魔教少主是人尽皆知的废柴，可现在看来，他怎么可能是个废柴？就在沈星宇胡思乱想之际，脚步声静了。江晨端着一个白瓷碗走了进来，在他看来，这只是一碗卖相极佳的皮蛋瘦肉粥，但在沈星宇眼中，这碗里升腾而起的竟是氤氲霞光。咕噜，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一声。沈星宇的脸瞬间涨红，羞愤的要把头埋进被子里。太丢人了，堂堂圣女竟然对着一碗魔头做的饭咽口水，饿了就直说，又不丢人。江晨拉过椅子坐下，舀了一勺粥，轻轻吹了吹热气，递到沈星宇嘴边。张嘴，我不吃。沈星宇紧闭双唇，倔强地偏过头。魔教之时，腥膻肮脏，我沈星宇就是饿死，死在这里也不会吃你一口东西。这饭里肯定下了毒，或者是某种控制心神的魔药，这里面没毒也没媚药。江晨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无奈道：我想害你，直接动手就行，犯得着浪费这碗灵米吗？这米很贵的。勺子又往前送了送，那股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沈星宇感觉身体深处涌起一种强烈的渴望，吃掉它。沈星宇的意志力在崩溃边缘摇摇欲坠，就一口，我就尝一口，若是下了毒，正好一死百了。沈星宇在这个自我安慰的理由下，在这魔头的淫威下，屈辱地张开了嘴。江晨顺势将勺子送入，皮蛋瘦肉粥入口的瞬间，沈星宇的眼睛猛地瞪大，鲜，极致的鲜美在舌尖炸开，咸淡适中，灵米的香甜混着肉末的咸香，葱香点缀，恰到好处。但这仅仅是开始，下一秒，一股温润磅礴的暖流顺着喉咙滑入腹中，瞬间化作精纯无比的生命精气，如同温和的春水流向四肢百骸。他体内几处因旧伤受损的经脉，在这股暖流的滋润下，竟然开始愈合。这是沈星宇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这是何等的手段，竟然能将大道法则融入食材，化腐朽为神奇。这魔头难道是什么隐世大能？味道怎么样？江晨看着他呆滞的表情，以为不合胃口，咸了。沈星宇回过神，
复杂的目光落在江晨脸上，他神色平静，仿佛刚刚喂给自己的真的只是一口普通的粥。这种举重若轻的气度，深不可测。不嫌。沈星宇别别扭扭地吐出2个字，但身体却很诚实地微微前倾，眼神不自觉地瞥向碗里。江晨心里好笑，这女人嘴上倔强，胃倒是诚实得很。再来一口。这一次沈星宇没有再抗拒，一勺接一勺。这魔头虽然可恶，但这饭确实是人间至味。而且随着暖流不断冲刷身体，他感觉整个人仿佛泡在温泉里，那种被捆绑了一夜的酸痛感消失殆尽，身上只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舒坦。很快一碗粥见底，江晨刮了刮碗底最后几粒米，喂进他嘴里。还要吗？江晨问。沈星宇下意识地点头，随即意识到自己竟然在向魔头讨食，耳根瞬间红透，慌忙摇头，饱了。定，投喂成功。沈星宇体验到了久违的满足感，对宿主厨艺产生极大认可。当前好感度50，这就是真香吗？这就降了50点仇恨值。江晨心中大喜，果然要想抓住女人的心，先要抓住女人的胃。古人诚不欺我，照这个速度再喂几顿饭，这好感度是不是就能转负为正了？那是不是就能？就在江晨畅想美好未来时，砰！寝宫那厚重的玄铁大门轰然大开。来，这是爹刚去把后院那头蛟龙宰了，特意给你熬的9天10地金枪不到至尊龙鞭汤，喝了它，爹保证你神威盖世，让他3天3夜下不来床。江晨、沈星宇寝宫内，那碗名为9天10地金枪不到至尊龙鞭汤的玩意儿，正咕嘟咕嘟冒着粉色泡泡，这色泽怎么看不像是能入口的东西？江晨指着这碗可疑液体，爹，我确认一下，我是你亲生的吗？说啥混账话？这可是你老子我亲手宰了一头3万年蛟龙，取其精华，加了9981味大补药亲手熬的。江霸天大步流星走过来，手掌直接按在江晨肩上，压低嗓音：咱们老江家可是9代单传，你要是再不争气，老子以后下去了都没脸见列祖列宗。听话，趁热一口闷，保证你今晚金枪不到，明天大孙子就能在院子里翻跟头。末了，他指着朝地上的沈星宇，再给这女娃整2口，保证他立马化作绕指柔，求着你办事儿。沈星宇死死咬着牙，金枪不到龙鞭汤这种名字也能起得出来，魔道果然名不虚传，简直下流到了骨子里。眼看着江霸天端着那碗不明液体，就准备朝着沈星宇走来。就在此时，砰！伴随一声惊天动地的闷响，原本威风八面的江霸天，整个人瞬间化作一道残影，横飞出去。最后，他结结实实地镶进了那扇厚重的玄铁大门里。谁？哪个王八羔子敢偷袭本座？江霸天狼狈地起身，刚要暴走，但在看清门口那道身影时，瞬间蔫了。嘿嘿，夫人啊，你这身法又精进了，差点给老子骨头踢散架。门口，一位身着暗红流光宫装的美妇人收回长腿，优雅地整理了一下鬓发。天魔教主母罗莎女月姬，也是江晨的母亲，丢人现眼。月姬轻移莲步走进屋内，嫌弃地斜了自家丈夫一眼。儿子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怎么能用这么粗糙的手段？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江晨感动的眼泪差点掉下来。亲娘，这才是亲娘啊！娘，你太英明了，快把这碗毒药拿走，顺便把这位圣女也送走吧。话还没说完，江晨就愣住了。只见月姬笑盈盈地走到沈星宇跟前，白皙指尖轻轻一挑，原本紧勒的捆仙索应声而落。沈星宇先是一惊，正要召唤飞剑，却绝望地发现身体封印依旧稳如泰山，除了手脚能动，他还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人。孩子受惊了吧？月姬拉起沈星宇的手，那眼神温柔的像是在看自家的儿媳。别怕，伯母也是过来人，想当年江霸天那憨货也是直接把我掳回来的，我也寻死觅活过，可后来发现这魔门的男人虽然莽了点，但他是真疼自家媳妇儿，日子嘛过着过着就甜了。沈星宇抽回手，偏过头去，一脸嫌弃，正魔不两立，不必多言，要杀要剐给个痛快，沈星宇绝不苟活。江霸天在后面气得又想撸袖子，你这女娃娃给你脸了，怎么说话呢？去，外边守着去。月姬一把推开江霸天，顺手将一本册子塞进沈星宇手里，封面上赫然写着阴阳和合大法图解，前3页的姿势简单些，不会太为难你。没等沈星宇拒绝，月姬连拖带拽的把江霸天拉出了寝宫。等出了门，月姬再悄悄在江霸天耳边道：放心，就算不喝，药效我也悄悄催出来了。江霸天立刻满意的点点头，露出一脸还是夫人技高一筹的表情。哐当，玄铁大门死锁，7749道禁制再次亮起。江晨松了一口气，还好，爹娘这么折腾下去，真得被系统制裁了。然而江晨刚想松口气，鼻尖就闻到了一股甜腻的香气，小腹瞬间腾起一股邪火。坏了，身为穿越者，江晨虽然修不了仙，但这玩意儿他熟啊，说好的不强迫呢，老娘也太坑儿子了吧。这是。身后传来一声娇吟，江晨转身，只见沈星宇的双手正死死抓着身下的床单，汗水顺着他修长的脖颈滑落，打湿了衣襟，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那张原本冷若冰霜的脸，此刻布满了不正常的潮红。
魔头。沈星宇咬破了嘴唇，试图用疼痛来保持清醒，可那声音却软得像是在撒娇，带着浓浓的鼻音和喘息。爸，解药给我。他跌跌撞撞地站起身，想要扑向江晨索要解药，却脚下一软，直接跪坐在地。江晨感觉不妙，他自己体内也是邪火乱窜，小腹处仿佛有一团火在烧，烧得他理智正在一点点崩塌。这可是圣女，角色榜前3的存在，现在这夫人君采撷的模样就在眼前，是个男人都忍不了。系统，救命！江晨在心里狂吼，再不来外挂，这书就要变成那个颜色了。叮，检测到宿主遭受高阶催情药物攻击，检测到当前攻略对象沈星宇好感度为负，若强行结合，宿主将被天道法则判定为淫贼，当场暴毙。至真纯爱保护机制启动，强制进入绝对贤者模式。刹那间，江晨眼中的燥热瞬间褪去，神智立刻恢复了清明。然而此时的沈星宇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那股药力太强，摧毁了他所有的矜持与防线。好热，他整个人贴上来，滚烫的脸颊在江晨的腿上蹭着，双手胡乱地撕扯着自己的领口，露出大片血腻的肌肤。帮我！昔日高高在上的圣女，此刻卑微得像只求欢的小兽。她甚至试图解开江晨的腰带。沈姑娘，江晨向她弯下腰。沈星宇以为她要回应自己，立刻仰起头，红唇微张，发出难耐的求索声。然而江晨只是伸出手，像扛大米一样把她扛在了肩上，走向寝宫后院。后院是一方万年寒潭，潭水幽蓝，常年散发着刺骨寒气，是他平日里杨锦里打发时间的地方，现在正好派上用场。你要干什？沈星宇在半空中手舞足蹈，滚烫的娇躯在江晨身上乱蹭，试图寻找那唯一的良缘。江晨走到寒潭边，没有任何犹豫，走你！扑通，巨大的水花直接炸起半丈高。这位在北境高高在上，号称不染凡尘的太化圣女，就这么以一个极其不优雅的姿势被无情地丢进了寒潭。咕噜噜，一串水泡冒出，沈星宇直接沉底，没了动静。呼，这下总该冷静了吧？江晨站在岸边抹了一把虚汗，还好，差点人没了。然而惊喜永远比意外来得更刺激。吃，原本平静如镜的池水突然像煮开了的水一样剧烈翻滚起来，以沈星宇沉水的位置为中心，大片白雾疯狂升腾，寒潭水竟然开始冒起诡异的粉色气泡。卧槽，这寒潭水被烫开了！江晨惊呆了，老爹，这汤到底加了什么狠活？这哪是助兴药，这是核燃料吧？啪嗒啪嗒，池子里那几条平日里横行霸道的冰灵锦鲤，此刻像疯了一样直往岸上蹦，他们宁愿在草地上干死，也不想待在水里。江晨脸色巨变，水下的沈星宇显然正处于崩溃边缘，冰火两重天的折磨让他彻底失控啊！伴随着一声娇喘声，水面猛然炸开，沈星宇整个人窜出水面，他全身湿透，薄如蝉翼的裙摆紧紧贴在身上，将那 S 型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那一双眼理智全无，完全被最原始的欲望主导。他死死盯着岸上的江晨，就像发了情的母狮子。你陪我！哗啦，他一拍水面，借力跃起，两只手扣住江晨的小腿。你疯了！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袭来，扑通！江晨连个不字都没喊全，就被硬生生拽进了池子里。冰冷的潭水瞬间倒灌进鼻腔，还没等他稳住身形，一具滚烫且柔软的身体就已经缠了上来。沈星宇手脚并用，死死箍住江晨，生怕他跑了。下一秒，两片柔软的唇瓣极其粗暴地吻上了江晨的嘴，灵巧的小舌头像是在汲取着什么，拼了命地往他嘴里钻。好舒服，给我，求你了！他呢喃着，本能地汲取着江晨身上的凉意。而在水下，两人的姿势更是暧昧到了极点，严丝合缝，甚至还在摩擦着，这真有点难顶啊。沈星宇放开他的唇，又趴在他的肩膀上，对着耳朵疯狂呢喃：凉快，太舒服了，别走！系统在他脑海里拉响警报，警告，检测到非法接触面积超过90%，警告，高能预警，好感度未达标，严禁交合，请宿主保持清醒，否则系统将执行强制电击。倒计时3、2，电击你大爷啊！没看到我也是受害者吗？江晨在水中猛然睁开眼，再不反击，今儿真得交代在这女人手里，成为史上第一个因为被女人强推而死的穿越者。没别的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吧。系统使用神级按摩术。江晨双手扣住沈星宇颤抖的香肩，双手化作残影，指尖泛起淡淡的荧光，精准地点在沈星宇颈后的一处大穴，随后一路顺着脊椎、腰窝、大腿内侧快速游走。啪啪啪，每一指落下都带着一股梳理法则的柔和暗劲，强行驱散那些粉色的药效。你这疯婆娘，真是差点被你害死了！江晨咬着牙，双手死死按住他足底，意念合一，一声暴喝：沈星宇，你清醒一点！沈星宇的体内火山喷发，燥热让他几欲疯狂，恨不得把眼前的男人拆吃入腹。就在他即将被欲望彻底吞噬的时候，两根手指点在了他周身大穴。啊！沈星宇混乱的意识忽然有了一分清明，原本在他体内横冲直撞的龙鞭汤药力，在这双指的引导下
立刻温顺下来，药力化作一股股精纯至极的元气，涌入他的四肢百骸。在沈星宇的感知中，这一指简直截断了江河，逆转了乾坤。这里面居然还隐透着大道的痕迹。沈星宇的双眼逐渐恢复清明，他呆呆地看着近在咫尺的江辰。此时的他神情专注，眉头微皱。他在干什么？他在救我。沈星宇修为被封，但眼界还在。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法，这种指尖蕴含的大道韵律，连圣地的太上长老都望尘莫及。他这是为了我吗？明明只要顺水推舟，他就能得到一具完美的顶颅，可他却选择了最耗费心神、最吃力不讨好的方式来化解药力。沈星宇的心突然乱了。更让他羞耻的是，随着药力转化为精纯灵气，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感席卷全身。这种快乐超越了肉体，是源自灵魂的升华与战力。沈星宇忍不住扬起脖颈，双手无力地搭在江辰肩上，整个人化作春水，瘫软在他怀里，任由他施为。定检测到强烈情绪波动，沈星宇对宿主的坐怀不乱感到极度震撼，世界观受到微弱冲击，好感度修正0。他真的和那些魔道中人不一样，还是说我对他没有吸引力？恭喜宿主攻略成功，好感度转负为正，放心造人吧。江辰看着瘫软在自己怀里的沈星宇，这好感度涨得挺快啊，不知道好感度30的时候，系统能给点什么奖励？许久，一套按摩术施展完毕，江辰立刻扔下沈星宇，赶忙爬上了岸。这寒潭水实在是太冷了，他这肉体凡胎的真的扛不住啊！哗啦！另一边，沈星宇钻出水面，大口喘息，神智终于获得了清明。他抹去脸上的水珠，发丝凌乱地贴在脸颊，单薄的衣衫湿透后紧紧裹在身上，曲线毕露，狼狈中透露着几分凄美。他看着岸边离去男人的背影，沈星宇愣住了，刚才自己都那样了，在这种绝对优势、绝对诱惑的局面下，他竟然选择了拒绝。为什么？难道这魔头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君子风骨？还是说……沈星宇咬住下唇，一种复杂的情绪在心底滋生。是我沈星宇不够美吗？甚至不值得他趁人之危？江辰哪里知道沈星宇在想什么，他现在只想赶忙换身干净的衣服。而水里的沈星宇还没来得及爬上岸，腰间那一枚象征着叶家与太华圣地定亲的玉佩忽然亮了起来，光芒汇聚，化作一道修长倨傲的人影。沈星宇眼中闪过错愕，随即是下意识的惊喜。这是地族叶家的秘法，神魂投影。来人竟是一凡师兄。沈星宇看到他，眼泪顿时涌出，顺着脸颊滑落。虽然他与叶一凡只见过几面，但在这个吃人的魔窟里，看到这个从小与他定亲的男人，他还是本能的想要向他寻找依靠。然而叶一凡并没有像话本里写的那样展开一场英雄救美，恰恰相反，他看到沈星宇的第一眼，脚下甚至往后退了半步，喉咙里发出了一声极不耐烦的啧。星宇，你太让我失望了。叶一凡开口第一句话就像一盆凉水，把沈星宇从头淋到脚。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衣衫不整，媚态横生，满身都是那魔头的味道。叶一凡居高临下，声音里没有半分温度，只有审犯人般的严厉。告诉我，你的原因还在吗？那魔头碰你身子没有？沈星宇如遭雷击，他刚刚才经历生死一线的驱毒，连站都站不稳。这男人见面的第一反应不是问他疼不疼，不是问他怕不怕，而是问原因还在不在。我没有。沈星宇低下头，抬手是去淋眼角的泪水。我被下了药，但是江辰他没有碰我，我的手工杀还在的。够了，我不听这些。叶一凡厉声地打断了他，脸上浮现出一抹厌恶。手工杀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在魔窟里待了1天1夜，你在世人眼里已经脏了。脏了？沈星宇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星宇，你要识大体。叶一凡背过身，负手而立，语气变得大义凛然。你是太华圣女，是我叶家未过门的媳妇，你的清白关乎2大势力的颜面，关乎正道的尊严。哪怕你真的没被碰，这风言风语传出去，我叶家的脸往哪搁？太华的脸往哪搁？沈星宇咬着牙，好不容易才开口问道：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叶一凡转过身，直视着他的眼睛。为了大局，为了2家名声，你应当在我等攻上天魔教之时，当众引爆金丹，与那江辰同归于尽。你放心，等你死后，我会为你风光大葬，为你立碑，向天下宣告你的贞烈，追封你为万古第一贞烈圣女，让你流芳百世，享万家香火。什么？沈星宇彻底傻了。让他死，让他自爆，这就是他那口声声说非他不娶的未婚夫。在他最狼狈、身中剧毒的时候，那个被骂作魔头的江辰却没有趁人之危，还为他疏通解毒。而这个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正道天骄，却为了那一块还没立起来的贞洁牌坊，逼他去死。叶一凡，沈星宇没有歇斯底里，反倒笑出了声，眼泪顺着脸颊滑落。在你眼里，我沈星宇这条命还不如一块牌坊。星宇，别闹了，你怎么这个不懂事？叶一凡眉头紧锁，语气里透着不耐烦，仿佛在教育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这不是牌坊，这是大义。一个有了污点的女人，怎么配做我的妻子？你若是真爱我，就该明白，唯有死才能成全你的名声。到时候
世人皆会歌颂你的贞烈，这对大家都好，大家都好。哈哈哈哈哈！沈星宇笑的身子都在抖。好一个大家都好，怎么你不愿意？叶一凡脸色彻底沉了下来，最后一丝耐心耗尽。属于苍天霸体的威压，虽然只是分身投影，却也如大山般压下。沈星宇修为被封，如此这般的威压下来，直接压得他双膝一软，跪在了池水里。溅起的水浑着他的眼泪滑落。沈星宇，你该不会是舍不得那个魔头吧？沈星宇擦干眼泪，眼底只剩下一片冰冷。好得很。叶一凡，我也送你一句话，去你娘的大义，冥顽不灵。既然你不肯体面，那我帮你体面。就在他准备动用秘法强行引爆沈星宇体内金丹时，咚咚咚，一阵脚步声传来。江晨换了身干爽的月白长衫，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正吹着气，准备给自己驱寒气。毕竟刚才那池水是真的凉。叶一凡立刻锁定来人，眼中杀机暴涨。魔头江晨来得正好，虽然本弟子这分身只剩1成实力，但碾死你这个废人，跟碾死只蚂蚁没区别。杀了你，再送圣女上路。叶一凡指尖金光大盛，神魂之力凝聚成一把金色光剑，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直指江晨眉心。魔头，受死！不，快跑！沈星宇下意识地惊呼出声。然而在江晨的视角里，世界是另一个样子的。他没有灵根，看不见什么剑气纵横，也感受不到什么杀机锁定。他只能依稀看到屋子中间莫名其妙飘着一团细小光点，这团光还在那嗡嗡乱叫。这南荒的生态环境也太差了，哪来的小虫子还会发光？江晨一脸嫌弃地皱起眉，本能地侧过身护住怀里的姜汤，这可是他刚熬好的，别让虫子掉进去弄脏了。哎，往哪飞呢？那是我的汤！眼看那团光就要撞过来，江晨下意识地抬起右手，手里还捏着那个喝汤用的瓷勺，勺子轻轻一挥，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一挥手，在沈星宇的眼中，这一幕简直震碎了他的三观。随着瓷勺挥动，一圈肉眼几乎不可见的透明波纹沿着勺子的边缘荡漾开来。神级厨艺，剔骨剜肉，没有灵气波动，这是凌驾于灵气之上，直指本源的道。庖丁解牛，已无后入有间。撕拉一声轻微的脆响，那柄带着煌煌天威的金色光剑，在触碰到瓷勺波纹的瞬间，甚至没能坚持住一瞬，寸寸崩裂。什么？叶一凡脸上那副掌控全局的表情瞬间僵硬，紧接着一股无法抗拒的大道规则顺着那把破碎的光剑逆流而上。他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块案板上等着被切的死肉。不，怎么可能有这种力量？我是地族叶家，遗言还没来得及读条完毕。噗！叶一凡的神魂分身瞬间炸成漫天金粉，消散在空气中，连个渣都没剩下，空气清新了。沈星宇张着嘴，呆若木鸡。他看到了什么？那可是苍天霸体的神魂分身啊！哪怕是1成实力，也足以秒杀住机器的修士。江晨就用一个喝汤的勺子？不，那绝对不是普通的勺子。沈星宇内心掀起惊涛骇浪，看向江晨的眼神彻底变了。刚才那一瞬间，那种将万物视作草芥、精准剥离生机的意境，那是斩断因果的无上剑意啊！他哪里是废柴？他分明是披着凡人外衣的绝世剑仙。江晨不知道身后女人已经将他脑补成了绝世剑仙，他只是嫌弃的甩了甩勺子，嘟囔道：“还好没掉汤里，不然这碗汤算是毁了。还愣着干嘛？上来喝口姜汤。”江晨的声音打断了沈星宇的思绪，他走回寒潭边，把手里的那碗刚熬好的姜汤递了过去，趁热喝，驱寒的。沈星宇颤抖着伸手接过碗，碗壁温热。这一刻，他心中涌起一股酸涩。那个他名义上的未婚夫，那个口口声声说爱他的正道天骄，为了所谓的家族颜面，逼他自爆金丹，逼他去死。而在他最绝望的时候，却是眼前这个被世人唾弃的魔头递给他了一碗热汤。何为正？何为魔？沈星宇感觉自己坚持了18年的道心，正在这一刻崩塌。谢谢。他低下头，声音细若蚊蝇。随后他捧起碗，轻轻抿了一口，姜汤入喉。沈星宇瞬间瞪大了眼睛，这碗汤里刚一入口，立刻化为一股热流，顺着喉咙而下，冲入丹田。吃吃吃！原本湿透紧贴在身上的衣衫，在这股体内爆发的高温下，瞬间蒸干，恢复了原本的飘逸。更让沈星宇震惊的是，刚才因叶一凡威压而受损的内腑，在这股热流的滋养下，竟然立刻恢复了。这其中蕴含的灵气，堪比5品丹药。这是……沈星宇猛地抬头，震惊地看着江晨，这哪里是一碗姜汤？这分明是用无上法力，将天地间最至刚至阳的火焰本源，强行压缩在这一碗水中，只为了给他驱寒、暖身子、烘衣服。奢侈，太奢侈了！沈星宇的脸颊有些发烫，不知道是因为姜汤的药力，还是别的什么。好点了吗？江晨看着他脸上恢复血色，满意的点点头，看来这老姜效果不错。沈星宇看着江晨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心中的敬畏更甚。他明明随手刺下了一场造化，却表现得如此稀松平常，这就是高人的境界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随心所欲，道法自然。他捧着空碗，看着江晨那张棱角分明的侧脸，之前的厌恶与恐惧
不知何时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丝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悸动。定检测到沈星宇心理防线瓦解，正在进行自我攻略，当前好感度30，有些心动。脑海中清脆的系统提示音让江晨愣了一下，这就30了，我就为了碗姜汤，这就心动了？这届圣女这么好哄的吗？还没等江晨吐槽完，系统的奖励提示紧接着跳了出来，奖励正在发放，恭喜宿主获得阶段性奖励极道地兵粗胚天蚕摩丝 X1， 注已根据宿主潜意识喜好自动拟态为巴黎世家极薄黑丝。噗！江晨被姜汤呛了一口，神他妈巴黎世家，系统你是认真的吗？这里是修仙界啊喂，你给我整出一双黑丝算怎么回事？而且还是极道地兵，你想干什么？让我穿吗？系统回应：此乃天蚕摩丝，水火不侵，万法不破。本系统为多子多福系统，一切奖励旨在增加夫妻情趣，促进繁衍大计，请宿主格局打开。格局打开个锤子啊！江晨看着手里的黑丝，又回头看了一眼身边的沈星宇。别说这系统虽然不正经，但这审美确实有点东西。江晨叹了口气，算了，反正自己是绝对不可能穿这玩意的。他转过身，板着脸，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变态，随手将那一团轻薄的黑色物件扔了过去。接着沈星宇下意识接住，这是什么？入手冰凉丝滑，轻若无物，仿佛抓着一团黑色的雾气。展开一看，竟然是2条连在一起的长筒，形状颇为奇怪。这个要怎么用？沈星宇俏脸微红，他虽然见多识广，但这等奇形怪状的法宝确实不曾见到过。穿腿上的。江晨指了指他的腿，南荒湿气重，御寒。沈星宇咬了咬下唇，转过身缓缓将黑丝套在腿上。那个江公子。沈星宇换好丝袜，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几分羞涩和局促。江晨回头，只见沈星宇依旧穿着那深白色圣女裙，在那如雪的白裙之下，一双修长笔直的腿被紧致的半透明黑色丝袜完美包裹，黑色与白色形成了最极致的视觉冲击。那薄若蝉翼的黑丝紧紧贴合着他腿部的每一寸曲线，透出肌肤原本的粉白，更增添了一种朦胧的竞技美感。圣洁与魅惑，清冷与妖娆，这2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在这一刻完美的融合在了这位太华圣女身上。这法器，沈星宇有些不自在地动了动腿，只觉得双腿被一股温和的力量紧紧包裹，轻盈的仿佛能御风而行，确实有些紧绷，但很舒服，很有安全感。他抬起头看向江晨，目光有些羞涩。多谢公子赐宝。江晨深吸一口气，系统，你是有审美的。与此同时，数万里之外，北境仙土帝都叶家迎客峰上，流觞曲水，高朋满座。作为今天的主角，叶一凡本尊正端坐在主位，手持玉杯，与各大宗门长老谈笑风生，商议着剿灭魔教的大计。诸位长老放心，区天魔教不过是土鸡挖狗。叶一凡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本弟子的一缕分身已到那魔窟，只需动动手指便能。话音未落，叶一凡脸色突然一阵惨白，五官扭曲，噗！一口本源精血从口中喷出。少主，叶弟子，你怎么了？众人吓得跳了起来，现场乱作一团。叶一凡捂着剧痛的胸口，狼狈地跌坐在地，那种被活生生剜去灵魂的感觉，毫无保留地传回了本体。那一刻，他甚至感觉自己在面对天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废柴。少主，莫非是魔尊将霸天出手了？旁边的一位护道者急忙搀扶。对，一定是那个老不死。叶一凡死死抓着桌角，绝对是那老魔头，绝对不可能是江晨那个废物。传我令，立刻集结9大宗门。叶一凡发出歇斯底里的咆哮。踏平天魔教，本弟子要将那魔崽子碎尸万段。站在一旁的太化掌教暗暗捏了个诀。事已至此，为了不至于与叶家关系闹得太难看，现下只能舍了那先天剑体。淫鬼，去吧，做干净点。夜深人静，折腾了一整天，江晨几乎是沾枕头就着，呼吸声均匀绵长。有了这好感度，他也不怕沈星宇会对他出手，这一觉可以安心睡了。床边，沈星宇看江晨睡了，便搬了个软垫趴在床边，像只小猫一样依偎在他身旁。他盯着男人毫无防备的睡颜，眼神有些迷离。明明随手就是大道法则，却偏要装成个混吃等死的废柴。沈星宇修长的指尖无意识地划过腿上那层冰凉的丝袜，喃喃自语：你在下一盘什么棋？寝宫内岁月静好，寝宫外却已是杀机暗藏。角落的阴影里，一个人影像是墨汁滴入水中，悄无声息地钻进了天魔教。淫鬼，太化圣地专门处理脏活的暗刃，元婴期大能。他瞥了一眼门口的49道禁制，发出一声极其轻蔑的嗤笑。江霸天这老莽夫，光知道堆禁制，那些足以灭杀化神期修士的雷霆禁制，对此人竟毫无反应。太化秘术移形换影，能无视空间阻隔，直接置换入场。沈星宇早在入门的时候就被中上移形换影的锚点，也就是说，只要他的师尊想，随时都可以杀了他。此时的淫鬼已然通过移形换影绕过禁制进屋，他手中握着一把匕首，目光落在床边那道倩影上。圣女，别怪师尊心狠，要怪就怪你不该脏了太化的脸。沈星宇虽然修为被封，
但多年渐修磨砺出的直觉还在。他在黑暗中猛地睁开眼，谁？感知不错，不愧是先天剑体。阴影散去，影鬼不再遮掩，一步步从黑暗中走出。元婴期的恐怖威压像潮水一般瞬间填满了狭小的寝殿。为了不惊动隔壁那个老魔头，他精准地控制了威压的范围，但这股压力还是足以让凡人窒息。沈星宇看清来人后，立刻明白了他现在的处境。没想到师尊手上的刀有一天竟然会对向自己。影鬼，是师尊让你来的吗？掌教有令。影鬼把玩着匕首，圣女身陷魔窟，名节有损。为了平息叶家怒火，为了太化千年的清誉，请圣女赴死。叶毅烦逼他自爆，他忍了。如今连那个抚养他长大的师尊也要派杀手来清理门户，为了个面子就要我去死。沈星宇怒极反笑，眼底最后那一丝对正道的眷恋彻底熄灭了。所谓的正道，所谓的师门情谊，原来不过如此。废话真多，上路吧。影鬼懒得跟个将死之人讲大道理，他身形一晃，鬼魅般出现在沈星宇面前，手中匕首直刺咽喉。太快了，元婴期打一个修为全失的弱女子，简直是杀鸡用牛刀。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沈星宇甚至能看清匕首上幽蓝的纹路。我不甘心，我还没活够。绝境之中，求生本能压倒了一切理智。沈星宇根本来不及思考，完全是下意识的抬起那条修长的右腿，那条裹着巴黎世家的右腿，狠狠地朝着影鬼踹了过去。呵，皮肤汗数。影鬼眼中满是嘲弄，这算什么？临死前的挣扎吗？这一脚踢在他的护体罡气上，恐怕连个印子都留不下。不过这腿倒是真极品，死了确实可惜。他甚至连躲都懒得躲，匕首去势不减。然而就在沈星宇那一脚踢出的瞬间，异变突生，嗡！那层薄如蝉翼的黑色丝袜突然爆发出一道妖异至极的紫芒，那是凌驾于此界之上的因果法则。沈星宇感觉自己这一脚仿佛踹进了虚空，紧接着一股恐怖的力量顺着他的动作宣泄而出。呲啦，在这看似柔弱无骨，甚至带着几分香艳的一记侧踢之下，空间竟然直接裂开了一道漆黑的缝隙。极道地冰天蚕摩丝被动触发虚空次元斩。10，影鬼脸上的嘲弄瞬间凝固，他引以为傲的元婴罡气在接触到黑丝的瞬间，甚至没能坚持一瞬，彻底破碎。噗！身为元婴大能的影鬼，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整个人直接被那道空间裂缝吞噬，湮灭成了虚无。秒杀！真正的物理超度。寝殿内众归死一般的寂静，仿佛刚才那个不可一世的杀手从来就不曾存在过。沈星宇保持着侧踢的姿势，呆呆地看着自己毫发无伤的长腿，那层黑色的布料依旧泛着淡淡幽光，神秘优雅，却又充满了致命的危险。这哪里是什么御寒的袜子，这分明是一件地冰，不，恐怕这已经是极道地冰的级别了。我一脚把元婴踢没了。巨大的冲击感让沈星宇的大脑一片空白。足足过了3息，他猛然转头看向床上那个依然在呼呼大睡的男人。江晨侧身躺着，睡得那叫一个香甜。原来公子早就料到了。沈星宇的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公子知道今晚必有杀劫，知道他有一死劫，所以才借口什么南荒湿气重，强行把这件极道地冰赐给他穿上。公子甚至算准了时间，算准了对手的实力，知道只需要这一件法宝就能解决。其实公子是在历练他，想借此斩断他对正道最后的幻想，让他破而后立。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太华要他的命，叶家要他的名声，而这个被世人唾弃的魔头却在不动声色间把足以镇压一界的地冰穿在他腿上，护他周全。这才是真正的温柔吗？公子。沈星宇缓缓收回腿，跪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江晨。从今往后，世间再无太化圣女，既然这世间正道容不下他，遁入魔道又何妨？就在这时，床上的江晨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揉了揉眼睛，半梦半醒地嘟囔了一句：大晚上的不睡觉干嘛呢？说着，他极其自然地伸出手，一把拦住了沈星宇的肩膀，往怀里一带。这动作显然是把他当成抱枕了。别闹，睡觉。沈星宇猝不及防，整个人跌进了那个温暖宽阔的怀抱，男性的气息瞬间将他包围。若是以前，他定会拼死挣扎，再骂上一句淫贼，但此刻他顺从地软了下来，将脸贴在他的胸口，听着那有力的心跳声。睡觉，晚安，公子。日上三竿，天魔教少主请功。江晨被一阵食物的香气勾醒，这床万年暖玉实在养人。江晨翻了个身，揉着惺忪睡眼坐起，视线聚焦。江晨看着眼前的画面，差点以为自己还没睡醒，又或者是穿回了现代。屋子中央，那个昨天还要死要活喊打喊杀的太化圣女沈星宇正背对着床铺，她手里拿着汤勺，正在桌前忙活，上半身是一件松垮的白色薄纱亵衣，除了这道胯骨，视线下移，那双极具现代工业美感的黑色丝袜正紧裹在她笔直的长腿上，黑色的半透明材质与原本就白皙的腿肉相互映衬，甚至勒出了一点点大腿根部的肉感。最要命的是腰间，沈星宇竟还翻出了江晨作用的小围裙，系在了盈盈一握的腰之上。前面看着是个厨娘，背后看着全是腿。江晨深吸一口气，这系统给的地冰未免太过超前，
沈星宇似乎听到了床上的动静，手里动作一顿，慌乱地整理了一下衣服，转过身来，那张昨天还清冷高傲的脸庞，此刻全是局促。沈星宇低着头，不敢直视江晨。江公子醒了，早饭做好了，我看厨房有些现成的食材，就按公子昨日煮粥的法子试了试。江晨没说话，只是盯着沈星宇看，这女人昨晚脑补了什么？怎么态度180度大转弯？沈星宇见江晨不语，心里更是忐忑。昨日江晨不计前嫌，还赐下蕴含灵气的姜汤，后又怕他修为未复被淫鬼所伤，特意让他穿上这条极道地冰。这一桩桩一件件，哪是魔头行径，分明是再造之恩。既已看清太化圣地和叶一凡的嘴脸，这条命便是江晨给的，既然没死，就得报恩，做些分内的伺候人的事，合情合理。沈星宇咬着下唇，手指绞着围裙边角，不等江晨答话，突然砰！寝宫外的7749层禁制升起。乖儿子，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床？昨天是不是累坏了呀？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紧接着，江霸天和月姬都挤进了屋。然而下一秒，江霸天的狂笑僵在脸上，目光在江晨和沈星宇之间来回扫射。儿子刚睡醒，绑来的圣女居然在给他做早饭，不愧是江家的种，还真把圣女给睡服了。这穿的是什么？是圣女该穿的衣服吗？好小子，谁说强扭的瓜不甜来着？这不挺甜的吗？月姬更是笑得眉眼弯弯，看这儿媳妇是越看越顺眼，我儿就是厉害，一晚上就把这太化圣女给驯服了。瞧瞧这小模样，哪里还有半点正道那假正经的架势？不是，你们别瞎脑补！江晨直接从床上坐起来，刚准备反驳，公子沈星宇忽然快步上前，抢先一步端起漱口水和痰盂，随后当着二老的面恭敬地站在江晨床边。他垂着眼帘，声音轻柔，却带着一种只有过来人才懂的事后感。昨夜公子确实辛苦了，为了帮星宇疏通经络，公子耗费了极大心神，直到后半夜才睡下。这4个字一出，江霸天和月姬对视一眼，眼神里写满了4个大字：疏通经络。好一个疏通经络，懂，爹都懂，不愧是我江家的种。江霸天大力拍着江晨的肩膀，差点把江晨拍散架。疏通好啊，通了才好生娃嘛，辛苦了辛苦了，回头爹再去北海杀2条蛟龙，给你搞2个万年腰子补补。江晨毁灭吧，累了。这特么是正经的按摩疏通啊，为什么从你们嘴里说出来就这么黄暴？解释不清了，连这正道圣女都魔怔了，越描越乱。月姬也是满脸慈爱，直接走到沈星宇面前，拉起他的手，上下打量。好孩子，真是委屈你了，既然已经通了，可既然已经是我江家的人了，当娘的也不能小钱。说着，他直接从自己手腕上撸下来一个赤红色的玉镯，镯子一出，周围温度骤升，隐约有凤鸣之声缭绕。这是9幽凤血镯。月姬不由分说地套在沈星宇手腕上，语气霸道，带着它能调理气血，最重要的是以后谁敢欺负你，你就亮着镯子，看谁敢欺负你。沈星宇指尖抚过那滚烫的玉镯，他虽然身在正道，但也听说过这件凶名赫赫的魔道至宝9幽凤血镯。传闻是月姬当年斩杀一头准地境的堕落魔凤，抽其精血，熔炼的星火精锻造而成，这是何等的珍贵。而在太化圣地，他那个所谓的师尊连给他一把趁手的飞剑都要权衡利弊，甚至在他被绑架后第一时间派人来杀他灭口。而在魔教，这个被称为罗刹女的恶毒女人却毫不犹豫地把护身至宝给了他。多谢夫人。沈星宇眼眶微红，没有拒绝，重行了一礼。定检测到目标，沈星宇感受到家庭温暖，心态发生质变，好感度加10，当前好感度40。既然正道容不下我，此处便是归宿。这就40了，他什么都没做啊，这好感度怎么升得这么快？系统不会坏了吧？还没等江晨吐槽完，一名魔教弟子连滚带爬的冲到门口，头盔都跑歪了，神色惊恐。报教主，大事不好了，正道联盟打上来了。叶家弟子叶一凡亲自带队，9大宗门高手进出，现在就在山门外叫嚣，说是要他平天魔教救回圣女，还要把少主碎尸万段。寝宫内的温馨气氛彻底消散。江霸天脸色一沉，刚才那副慈父模样荡然无存，别脸不要脸的东西，敢打扰老子抱孙子！江霸天眼中凶光毕露，大手一挥，一把开山魔斧凭空出现。什么狗屁弟子，老子这就去活撕了那个叶家的小崽子！等等，一道清冷的声音忽然响起。江晨还没说话，沈星宇已经慢条斯理地解下了身上的小围裙，叠好放在桌上。他转过身，轻轻抚摸着手腕上的凤血镯，眼中的羞涩与温柔尽数敛去，取而代之的是曾经那个高傲冰冷，甚至目光更加锋利的太化圣女。这群人是冲我来的，既是因我而起，自然由我去处理便是。天魔教山门之外，黑云积压，数千名正道修士悬停在半空，法剑、宝轮、玉符的光芒交错闪烁，将这片南荒魔域的山头映照得五光十色。队伍的最前方，一个男人身披黄金战甲，手持一杆盘龙长枪，立于战车之上，派头十足，正是地族叶家弟子叶一凡。他分身被灭，元气受损，此刻脸色还有几分病态的苍白，但他身后站着的
是9大宗门数千修士，今日之战必胜。江霸天、江辰，本弟子给你们3息时间，交出星宇，否则今日便将你天魔教从南荒抹去。3，声音回荡在山间，天魔教的护山大阵只是泛起几圈光晕，除此之外别无反应。2，叶一凡握着长枪的手收紧，枪身发出嗡鸣，他身后的修士们也提起了精神，握紧了各自的法宝，只等一声令下。最后一个字落下，叶一凡举起长枪，正要下令攻山。嘎吱，天魔教那扇朱红山门在此刻开启了一道缝隙，山门之后只有一个白色的身影踩着阳光从门内走了出来，是圣女。人群中有人喊出了声，数千道目光瞬间全部集中到了那道身影上。下一秒，原本喧嚣的战场突然安静了下来，只有此起彼伏压抑不住的抽泣声。走出来的人是沈星宇，却又不是他们认知中那个端庄肃穆的太化圣女。她穿着一件白色工装长裙，裙摆的开叉很高，每走一步便能看到裙下的风景。那是一双笔直修长的腿，被一层薄如蝉翼的黑色织物包裹着，黑色紧贴着肌肤，将腿部的每一寸曲线都完美呈现，甚至隐约还能看出皮肤的颜色，颇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美感。这种材质，这种款式，在场的所有修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圣洁的白裙配上这充满堕落感的黑色织物，两种完全矛盾的气质在她身上糅合成一种致命的吸引力。咕咚，一名年轻的正道弟子没忍住咽了一口唾沫，在这氛围下格外明显，成何体统，简直成何体统！圣女怎会穿此等妖物，竟让老夫一不开眼。如此这般勾魂夺魄，到底是何种妖物？快让老夫好生品鉴品鉴。叶一凡的脸色瞬间阴沉，那是他的未婚妻，是他叶一凡内定的女人，就是死也得死得清清白白。可现在这个女人居然穿着这种明显用来取悦男人的东西，站在魔教的山门口，这分明是在用行动告诉全天下，他叶一凡的头顶绿了。星宇，叶一凡极力压制着胸腔里翻滚的怒火，试图维持风度。你怎么会穿成这样？是那个魔头逼你的，对不对？别怕，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我会保全你的名声。他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只要沈星宇愿意与那魔头同归于尽，或者哭着说自己是被逼的，那他头上这片绿还能再抢救一下。然而沈星宇目光淡漠，抬眼迎上他的目光，轻轻抬起手，将一缕被风吹乱的发丝拨到耳后，手腕上那只赤红色的凤血镯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叶一凡，沈星宇开口，声音里没有半分情感。大清早的，在我家公子门前吵嚷什么？你不知道我家公子有起床气？此话一出，整个正道联盟的队伍彻底炸锅了。公子，他管那个魔崽子叫公子，还是我家公子？这语气里毫不掩饰的维护，让在场所有人都听得明明白白。你，叶一凡感觉自己的脸颊滚烫，像是被人狠狠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你叫他什么？你为了一个不能修炼的魔崽子，连脸面都不要了？废物！沈星宇的眼神一瞬间冷了下来。叶一凡，你连给我家公子提鞋的资格都没有，也配评判他？我被掳来魔教，幸得公子庇佑，并未发生什么不堪之事，而你传音而来，第一句便是逼我自尽，全你叶家的名声。沈星宇向前走了一步，他腿上的黑丝在那一步之间流转过一道常人无法察觉的紫光。既然你们都说我堕入了魔道，那我今天便堕落给你们看。听好了，从今往后，我沈星宇生是江家的人，死是江家的鬼，谁想动江辰，先问问我答不答应。这哪里还是什么被胁迫的圣女，这分明就是护食的母老虎。叶一凡所有的风度彻底维持不住了，当着天下人的面被自己的未婚妻宣告另投他人怀抱，还被骂得一文不值，这口气他咽不下去。好一个生是江家的人！叶一凡彻底疯了，手中的盘龙长枪指向沈星宇，杀气毫无保留的爆发。你这不知廉耻的女人，既然你自甘下贱，那就休怪本弟子不念旧情。所有弟子听令，结阵！这妖女已被魔气污染，不再是太化圣女，给我杀！先斩了这妖女，再屠平天魔教。今日此地鸡犬不留。他一声令下，身后的9大宗门长老与弟子们面面相觑。事情的发展和他们预想的剧本完全不一样，但叶家的威势摆在那里，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出手。霎时间，数千道兵器被祭出，飞剑化作剑雨，符箓组成法阵，宝印迎风剑掌，各种颜色的灵力洪流汇聚在一起，形成一股足以摧毁山川的力量，朝着山门前那道孤零零的白色身影轰了过去。狂风卷起沈星宇的裙摆与长发，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他没有后退，甚至连武器都没有拿出来，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冲在最前方的叶一凡，眼神中带着一丝怜悯。慢着！沈星宇淡淡吐出2个字，他单手叉腰，目光睥睨，锁定了叶一凡。叶一凡，今日之事皆因你我而起，你可敢与我立下生死状？天魔教山门前，气氛压抑，叶一凡立于青铜战车之上，金甲耀日，身后9大宗门的数千修士列阵以待，浩浩荡荡。看着那个曾经对自己唯唯诺诺，如今却为了个魔头拔刀相向的女人，真是可笑。生死状！叶一凡气急反笑，声音里全是轻蔑。沈星宇，你一个区区金丹初期，谁给你的勇气挑战我？
本弟子已是半步元婴，身负苍天霸体。既然你上赶着找死，那我便成全你，先杀你祭旗，再灭了天魔教，把江辰那个缩头乌龟碎尸万段，送你们做一对亡命鸳鸯。话音未落，风云变色，叶一凡右手虚空一握，也不藏着掖着，直接祭出杀招。嗡，一杆丈二长的暗金色长枪凭空浮现，枪身盘绕9条黑龙，枪尖吞吐的寒芒似能洞穿虚空。准地兵凌霄霸王枪，此枪一出，后方9大宗门的长老们脸色骤变，齐齐后退。司业弟子竟然直接祭出了本命神兵，这是完全不留活口啊！圣女真是糊涂啊！为了一个废柴魔头搭上性命值吗？正道众人摇头叹息，仿佛已经预见了沈星宇香消玉殒的惨状。面对这滔天威压，沈星宇却表现得平静异常。风卷起她的裙摆，那一双被黑色织物紧致包裹的长腿在阳光下泛着悠悠冷光，这一幕冲击力极强，显得格外妖异，却又莫名契合。江霸天在天魔教的主殿中看着山门外的这一幕，虽然他不怎么喜欢这个什么圣女，但到底是自己绑来的，现在也算是江家的人，他提着斧头就想往外冲。奶奶的，叶家这小兔崽子敢欺负到老子头上，这口气不能忍。月姬却拦住了江霸天，不急，先看看，镯子都给他了，死不了的。再说了，儿子都不急，你急什么？山门外，死吧！叶一凡一声暴喝，身后骤然浮现出一尊100丈高的金甲战神虚影，苍天霸体，人枪合一，那一枪刺出，仿佛一条金色狂龙咆哮出闸，裹挟着毁天灭地的气势，直指沈星宇眉心。3尺2尺，就在枪尖即将触碰到沈星宇的瞬间，他只是向前半步，腰肢带动修长的右腿，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极具美感却又快到极致的鞭腿。这一脚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只有纯粹到极致的规则碾压。枪！一声清脆的响声，正道修士们下意识闭眼，不忍看美人被捅个对穿。然而，滋啦一声怪响，就像是这一方天地被暴力撕裂的声音。所有人立刻睁开眼，下一秒，几千人的下巴差点集体脱臼。只见沈星宇那条看似柔弱无骨、裹着黑丝的小腿，精准地踢在了那势不可挡的霸王枪尖之上，一道漆黑如墨的细线顺着沈星宇踢出的轨迹骤然爆发，那是空间裂缝。那层薄薄的黑色织物在接触枪尖的刹那，爆发出了凌驾于众生之上的恐怖法则。咔嚓！叶一凡那号称坚不可摧、曾饮过无数强者鲜血的准地兵枪尖，在黑丝面前脆得像泥糊的一般，瞬间崩碎。什么东西？叶一凡瞳孔骤缩，笑容僵硬在脸上，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只见那道黑色的空间裂缝一击干碎了枪尖，迸发出无数道细小的裂缝。这还没完，裂缝顺着枪身一路蔓延，准地兵级别的长枪居然寸寸碎裂，碎裂的余波最后还结结实实地抽在了叶一凡的护体罡气上。砰！那尊100丈高的金甲战神虚影连一瞬都没撑住，直接被腰斩，化作漫天金雨。叶一凡整个人胸口塌陷，鲜血狂喷，倒飞出数百米，狠狠砸进了一座山体之中。轰隆！山石崩塌，烟尘四起，天地间一片寂静，只有沈星宇缓缓收腿，动作优雅地整理了一下有些歪的裙摆，仿佛刚才只是踢开了一条狗。那双黑丝之上流转着妖异的紫芒，不仅没有丝毫破损，反而吸收了霸王枪破碎后的灵韵，光泽愈发深邃迷人。咕咚！不知是谁先咽了一口唾沫，紧接着倒吸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是什么腿法？太化圣地的大长老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不对，是他腿上穿的那个法宝，一脚硬刚准地兵，连虚空都被踢碎了。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极道地兵？天魔教阵营，江霸天和月姬两口子看得目瞪口呆。夫人，那玩意儿也是咱家库房里的，我咋没印象咱家有这种东西？这到底是衣服还是兵器啊？有个屁，那是儿子给他的。月姬白了他一眼，儿子什么时候有这法宝了？咱当爹当娘的怎么都不知道？咱儿子不会是偶然间有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机缘吧？江霸天激动得一拍大腿，好儿子，不愧是江家道众，随手送的一件贴身情趣，可衣物竟然恐怖如斯。山石滚落的废墟之中，啊！叶一凡浑身是血，却还是强忍着身上的痛，从那堆废墟中站了起来。身体的剧痛远不及内心的屈辱，他居然败了，还败给了一个女人。最离谱的是，败得如此狼狈，9大宗门都在看着，本以为一击就能杀了那女人，结果没想到他堂堂地族叶家弟子，居然输给了一个他，而且他的准地兵霸王枪直接被一脚踢碎。如此损失，哪怕在家族中都不好交代。他叶一凡现在就是整个修仙界的笑柄。我不服，我不服，我没有说，我没有说。叶一凡双目赤红，死死盯着沈星宇腿上的黑丝，那是何等的羞辱，又是何等的嫉妒。理智彻底崩塌，叶一凡从怀中掏出一枚金光缭绕的令牌，那是号令9大宗门的金羽令，所有宗门听令，结万仙诛魔大阵，哪怕毁了这方圆千里，我也要让这魔教化为灰烬。天魔教上空，黑云压城，叶一凡踏在虚空之中，发髻散乱，嘴角挂着未干的血渍。准地兵被那个女人一脚踢碎，这等奇耻大辱让他彻底破防，理智全无。他双手疯狂结印，指尖逼出一滴金灿灿的本源精血，屈指一弹，
直射苍穹。九大宗门听令，血界起阵！轰隆隆，随着精血炸开，方圆百里的灵气瞬间被抽成真空，云层剧烈翻涌，无数金色符文如同自9天垂落的锁链，将整座天魔教主峰死死缠绕。万仙诛魔大阵，地族叶家压箱底的杀招，号称大成之下皆蝼蚁，大成之上亦可磨。江辰、沈星宇、叶一凡嘶吼着，眼底全是疯狂的红血丝。今日我看你们这对狗男女还能往哪躲？随着身后数千修士灵力灌注，天地间凝聚出一柄长达1000丈的灵力巨剑，巨剑悬于头顶，那种压迫感宛若一座太古神山即将砸下。处于阵眼中心的沈星宇脸色惨白，他没想到叶一凡居然疯狂至此。他腿上的极道地冰虽然神异，但面对这种集结了数千修士力量的大阵，他一个金丹期修士简直就是暴风雨里的一叶扁舟。退！身后就是公子的寝宫，绝不能退。沈星宇深吸一口气，哪怕是死，也要死在江辰的门前，绝不让这群伪君子踏入寝宫半步。与此同时，寝宫小厨房内，轰隆，外面的雷声震得窗户纸乱颤。江辰系着小围裙，手里掂量着一把看起来有些钝的后背菜刀。江辰抬头瞅了一眼窗外黑压压的天色，忍不住吐槽：又打起来了。算了，反正天塌下来爹娘顶着，我先弄吃的。他肉体凡胎，可不惊饿。早上虽然有沈星宇做的早饭，但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正道圣女，厨艺实在是一言难尽。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填饱肚子。既然系统给了神级厨艺，不整顿饺子简直对不起这张嘴。俗话说得好，好吃不过饺子，好玩不过。江辰掂了掂手里的菜刀，触手冰凉沉重，手感倒是不错。他左手按住五花肉，右手手腕轻轻一抖，起刀落刀，哒，声音清脆短促，平平无奇。然而就在这一刀切下的瞬间，一道肉眼不可见的透明波纹顺着刀刃与案板接触的那个点，瞬间向四周扩散开。无视空间，无视法则，小厨房外，那柄即将斩落的1000丈灵力巨剑，就像是全息投影接触不良一样，毫无征兆地抽搐了一下。哒，江辰切下了第二刀。外界，叶一凡只觉得胸口猛地一闷，心脏像是被任重重锤了一下，而原本流畅运转的大阵灵力竟然出现了一瞬间的卡顿。怎么回事？叶一凡惊恐地瞪大眼睛，刚才那是错觉。哒哒哒，江辰找到了手感，刀速开始加快，那富有节奏的切肉声穿透了寝宫的墙壁，甚至穿透了那摇摇欲坠的护山大阵，清晰无比的响彻在天地之间，每一声哒都像是重锤，直接敲击在天地的大道脉搏上，大道吸音，大象无形。在江辰的第一视角里，他在剁肉馅，但在外界众人眼里，这是一位不可名状的无上大能，正以天地为案板，以众生为鱼肉，挥动着裁决因果的法刀。噗！一名主持阵眼的太化长老率先顶不住了，这种诡异的律动直接引发了他体内灵力的共振，一口老血狂喷而出，手中的阵盘当场炸成碎片。这声音里有大恐怖！我的灵气不受控制了！他在跟着那声音在震荡。啊呀呀！停下！快停下！随着江辰剁线进入最后，刀刃在空中化作残影，声音连成一片密集的雨点，哒哒哒哒哒哒。这密集的声浪对于依靠精密配合的万仙诛魔大阵来说，简直就是毁灭性的降维打击。天空中的灵力巨剑开始疯狂鬼畜，表面的金色符文大块大块的崩解玻璃，那些连接众人的灵力锁链竟然直接寸寸断裂。不可能，这是什么妖法？叶一凡感觉自己的灵魂都要被这剁肉的声音给震碎了。他披头散发，整个人像是风中残烛，他疯狂的想要切断与大阵的联系，但这股吸力却像是有生命一样，死死咬住他不放，疯狂抽取他的生机。厨房里，江辰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正剁得起劲，额头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眼神专注。最后几下，搞定收工。江辰手腕猛地发力，重重地剁下了最后收尾的一刀。砰！这一声如同定音之锤，终结一切。外界，轰！那柄悬在天空的1000丈巨剑，在那一声脆响中彻底崩碎，漫天金光炸开，如同绚烂的烟花。啊！九大宗门的数千修士齐齐发出一声惨叫，下饺子一般从半空中噼里啪啦的往下掉。叶一凡更是不堪，作为主阵者，所有的反噬之力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他整个人七窍流血，连那身骚包的黄金战甲都碎成了渣。烟尘散去，天空放晴，乌云散尽，阳光重新洒在天魔教的山头上，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幻觉。厨房里，江辰放下菜刀，心满意足地擦了擦手，他看着案板上细腻均匀、红白相间的肉馅，满意的点点头。这神级厨艺能处，这才剁了几下就能剁地这么碎，给个5星好评。寝宫外，死一般的寂静。沈星宇呆立原地，看着满地的正道哀鸿，大脑一片空白。这难道说是公子出手了？另一边，躲在暗处偷看战况的江霸天，手里的开山魔斧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夫人！江霸天难以置信地看向少主寝宫的方向。如果不是我感知错，刚才破了这大阵的是咱儿子。月姬眼中的震撼渐渐化作狂喜。我就知道我儿有大帝之资。江霸天若有所思，莫不是因为开了荤，儿子觉醒了什么神级体质？
天魔教山门外，刚才还叫嚣着要踏平魔域的正道联盟，此刻已如丧家之犬。叶一凡满脸是血，那张原本自诩英俊的脸现在狼狈不堪。他死死盯着那座安静的寝宫，那个方向没有任何灵力波动，没看见半个影子，仅仅是一阵切菜剁肉的声响，居然就硬生生震碎了集结9宗之力的万仙阵。这是什么概念？大成准帝，还是说传说中的大地亲临？别说大成境的江霸天了，就算是把天魔教翻个底朝天，也找不出这么一尊大神啊！撤，快撤！叶一凡声音嘶哑，破音破到了天际，哪还有半点弟子的逼格？魔教有老怪物，快撤！这甚至不需要他下令，那些被震得体内灵气乱冲的长老们早就吓破了胆，一个个卷起自家弟子，化作流光，没命的往天边窜，生怕晚跑1秒就成了那砧板上的肉。来时气势汹汹，去时如丧家之犬，屁滚尿流。不过眨眼功夫，热闹喧嚣的山门外连只苍蝇都没剩下。咯吱，寝宫门大开，江晨手里端着2大盘热气腾腾的饺子，一脸惬意地走了出来。白胖胖的2盘饺子，皮薄馅大，晶莹剔透，透过面皮，甚至能隐约看见里面鲜嫩多汁的肉馅。腾起的热气里不带一丝油腻，反而透着一股能勾起人灵魂深处食欲的香味。哎，奇了怪了！江晨茫然地看着空荡荡的院子，又瞅了瞅远处那是碎了一地的山门，挠了挠头。刚才不还挺热闹吗？怎么一下子全没人了？应该是爹娘出手了吧？此时沈星宇还保持着刚才那副视死如归的防御姿势，直到那鲜香钻进鼻腔，他才猛地回过神。刚才那震碎阵法的大道之音，原来是公子在剁肉。星宇，发什么呆呢？快过来接一下，烫手！江晨招呼了一声，语气自然的就像是在喊媳妇吃饭。刚出锅的饺子，趁热吃，还没吃早饭呢，又吹了半天风，怪冷的，吃点热乎的补补身子。沈星宇缓缓转过身，阳光洒在江晨身上，那身白衣胜雪，笑容温和。在沈星宇的视野里，他甚至看到公子身后仿佛有一轮看不见的大道光轮在缓缓转动，神圣不可侵犯。公子这是为了给我出气，不惜暴露实力震退强敌，战后竟还亲手用无上法则烹制这等逆天神物，只为给我补补身子，这分明是一份沉甸甸的爱意啊！公子，沈星宇眼眶瞬间红了，鼻头微酸，这般深情，这般宠溺，他沈星宇何德何能？来了！他快步上前，双手小心翼翼地接过盘子，那动作虔诚的仿佛捧着的不是饺子，而是传世珍宝。两人在院中的石桌旁坐下，江晨顺手递给他一双筷子，眼神期待。尝尝，这是我秘制的馅料，外头那些5星级外头那些酒楼可做不出这个味儿。沈星宇颤抖着夹起一个白胖的饺子，这食物他甚至不曾见过，公子竟然还有此等巧思，能将食材做成这般形状。他朱唇轻启，轻轻咬了半个饺子，鲜美的肉汁在口腔中炸开，一股磅礴浩荡的灵力瞬间涌向他全身。这不是普通的灵力，这是经过神级厨艺提炼，剔除了天地间所有杂质，甚至带着混沌初开的本源之力。沈星宇猛地瞪大了眼睛，体内那道卡了他足足3年的金丹初期瓶颈，在这股力量的降维打击下，突然就破了。金丹中期势头未减，一路狂飙，金丹后期直到冲到金丹大圆满，那股恐怖的力量才意犹未尽地平息下来，转而温柔地温养着他的经脉。仅仅一个饺子抵得上他10年苦修，这就是公子的手段吗？怎么了？不好吃？江晨见他咬着筷子半天不动，不由得有点心虚，不会没熟吧？沈星宇回过神，抬起头，眼中波光粼粼，满是柔情蜜意。不，很好吃，这是星宇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此生唯美食与公子不可辜负。定，检测到目标，沈星宇深受感动，且修为突破，身心获得极致满足。当前好感度60，情根深种。奖励发放特殊道具蜡烛 X1，注：哪怕燃烧到尽头，也不会烫伤娇嫩肌肤。燃烧时释放悟道香，可大幅度增加受孕几率，亦可精进修为。不仅能用来照明，还能用来嘿嘿嘿。注：顶宿主自行探索，格局打开。江晨手一抖，筷子差点掉地上。系统你大爷的，谁家正经系统？奖励一个蜡烛，还神特么低温不伤肌肤，能不能正经一点？公子。沈星宇见江晨表情古怪，不由关切道：怎么了？没什么。江晨摆摆手，抓起旁边的茶杯猛灌了一口，硬生生把那口饺子咽了下去。他看了一眼沈星宇，这姑娘正一脸关切地看着他，那双穿着黑丝的长腿并在桌下显得格外乖巧。再联想到刚才系统给的那个道具，江晨赶紧移开视线，默念了机变清心咒。罪过，这饭没法吃了。远处江霸天和月姬2口子全程目睹了沈星宇吃个饺子就立地突破的神迹，两人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老江，你看见没？月姬激动地抓着江霸天的胳膊，那丫头连升3级就吃了个饺子，连升3级啊！看见了。江霸天搓着手，一脸兴奋。我就说这臭小子以前是在藏拙，以前他给咱包的饺子肉都还是生的，怎么不见有这效果？看来咱儿子已经觉醒了某种神级体质，已经不需要我们操心了。月姬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随即话锋一转，
神色变得无比严肃。不过什么？儿子是因为开了婚才觉醒的体质？你说？月姬瞥了一眼正在吃饺子，气氛甜到拉丝的小两口，语重心长，光靠一个沈星宇会不会满足不了咱儿子的体质？咱们当爹娘的得未雨绸缪啊！江霸天深以为然的点点头，一拍大腿：夫人言之有理，一个哪够？为了咱老江家的香火，必须扩充后宫。另一边，跑，必须赶快跑！此时的叶一凡哪还有半点弟子的逼格？他疯狂的燃烧本源精血，化作一道血色流光，朝着天魔教势力范围外狂飙，脑海里全是那个女人踢碎准地兵的一脚，还有那仿佛天威浩荡的剁肉声。破防了，彻底破防了！叶一凡嘴角挂着血沫，眼底全是怨毒。江辰、沈星宇，带我回到家族，请出太上老祖，定要将你们这对狗男女碎尸万段。前方地貌开始变化，蓝荒特有的血色瘴气淡去，渐渐变为正道仙山的清灵之气。就是那里，正魔两道的缓冲地带，只要越过去，就是正道盟的控制范围，就安全了。叶一凡眼中爆发出求生的光，一步就差一步。天空突然暗了，一只黑红色的大手凭空出现，笼罩了这片天地。跑什么啊，贤侄！一个声音从头顶传来，带着几分戏谑的懒散。这股威压是大成期。叶一凡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噗！他连惨叫的声音都没发出，整个人就被这只散发着魔气的大手狠狠拍进了地底。大地龟裂，烟尘四起，砸出了一个深坑。下一秒，一只穿着黑色战靴的大脚重重踩在了叶一凡的脸上。叶一凡拼命挣扎，可这只脚却根本没有挪动半分。他的脸和泥土混在一起，牙齿都磕掉半颗，想骂人却只能发出呜呜声。他艰难地转动眼珠，视线顺着那条大腿向上看去。来人满脸横肉，眼神戏谑，手里还提着一把标志性的开山魔斧。天魔教魔尊江霸天。哟，这不是那个谁叶大弟子吗？江霸天咧嘴一笑，笑得让人心里发毛。跑这么快，赶着回家吃饭吗？江魔尊。叶一凡被踩得脸骨变形，但还是努力维持着体面，嘴里含糊不清地威胁道：我是地族叶家弟子，我有魂牌在家族，你敢动我，叶家百万大军必踏平！啊！咔嚓！江霸天脚尖稍微用力碾了一下，叶一凡的下巴直接骨折。地族！哎呦喂，吓死老子了！老子的小心肝扑通扑通的呢！江霸天装模作样地拍了拍胸口，随即脸色一变，蹲下身抓着叶一凡的头发，将他整个人提到了半空。你带这么多人来天魔教闹事，那我这个当老大的要是不表示，显得我很没面子啊！你叶一凡想说什么，可下巴碎了，他只能发出几个模糊的音。我听说你们正道那帮伪君子最讲究个名节，最喜欢冰清玉洁。来人！江霸天大手一挥，空气扭曲，两名身穿黑袍的魔教长老从阴影中走出，躬身行礼，把他扔进欢喜窟。江霸天嘿嘿一笑，指了指远处那座阴森森的山头，记得把那12个老家伙都给我叫醒，一个都不能少。两名长老闻言，看向叶一凡的眼神瞬间充满了同情。太惨了，真的太惨了！欢喜窟，南荒魔域最让人畏惧的地方，别称诈之圣地。而所谓的12金钗，那是12位体重300斤起步，因修行采补邪术走火入魔，导致面容极度扭曲，重量级老魔女。不，叶一凡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但看到长老们那种一路走好的眼神，本能的感到了一阵恶寒，疯狂挣扎。杀哥，我死了多没意思，活着才能复仇啊！格局小了不是？江霸天笑嘻嘻的从怀里掏出几块极品流影石，扔给执法长老，拿着这个给我全程录下来，务必把叶弟子那种沉醉其中欲罢不能的表情给老子拍得清清楚楚。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正道弟子与魔教12金钗，连夜刻录10万份，明天天一亮，我要在整个修仙界的黑市上看到他。遵命，教主英明。这一夜，欢喜窟内传出的惨叫声比杀猪还要凄惨，甚至把方圆10里的鬼都吓跑了。第二日，南荒鬼市麦片，年度巨制，叶家弟子倾情出演，第一视角沉浸式体验，只要998块下品零食，看看我们叶弟子独特的品味。正道的光照在了欢喜窟，道友来一份，批判一下这种靡靡之音。北境某仙城，伤风败俗，简直是有辱斯文。一个仙风道骨的老道长吹胡子瞪眼，对着小贩一通怒斥。骂完之后，老道长迅速用神识传音，这种魔道污秽之物岂能流传于世？给老夫来20份典藏版，老夫要带回宗门，组织弟子们一同批判，坚决抵制。道长说的是，我也要批判。别急，给贫道留一份。随着流影石的扩散，整个修仙界不论正魔都陷入了狂欢。画面中，那个曾经光芒万丈的叶家弟子被一群体型不可描述的肉山围着，他的表情，他的声音，他的挣扎都清晰地记录在内。什么天骄风范，什么地族颜面，在这一刻被碾得粉碎。社会性死亡大概就是如此。而此时，天魔教山门外的一处臭水沟旁，啪嗒，一道浑身青紫不着寸缕的身影像倒垃圾一样被扔了出来。叶一凡并没有死，但他现在的样子比死还要难看1万倍，道心已经彻底崩碎，就连他最引以为傲的苍天霸体也在那12位老卑鄙一整晚的疼爱下
本源被榨干，神性被磨灭，从苍天霸体退化成了软脚虾。恐怕这后半生看见女人都会生理性不适，连子嗣传承都会成为问题。我要回家，父亲救我！叶一凡艰难地在逆地里爬行着，回家的信念支撑着他。只要回到家族，只要动用家族无上底蕴，他就能重塑肉身，洗刷今日之耻辱。等着吧，江霸天、江辰、沈星宇，此仇不报，我叶一凡誓不为人。北域地族叶家，巍峨神山直插云霄，灵雾缭绕，仙鹤齐飞，好一派不染尘埃的仙家气象。然而此刻山门紧闭，砰砰砰，叶一凡沾满血污的手掌一次次拍打在青铜门环上，留下刺眼的血印。他拖着像破麻袋一样的身躯，好不容易爬上数千级台阶，这才来到了叶家门口。父亲，开门啊！我是凡儿，我死里逃生回来了。嘎吱，侧门开了一条缝，叶一凡浑浊的眼里迸发出一抹光亮，但走出来的不是父亲，不是师傅，甚至连家族的长老都不是。只见出来的是几个戴着面具的黑甲死士，手里还拖着一个同样狼狈的中年妇人。娘！叶一凡如遭雷击，那是他的生母，父亲的一位贵妾，可母亲现在却披头散发，妆容尽毁。凡儿！妇人一见到叶一凡，立马扑过来，死死抱住他，哭声凄厉。他们把你从叶家除名了，说你是野种，为娘的能不知道你是不是野种吗？还没等叶一凡的大脑处理完这个信息，青铜大门上方传来一道冷漠至极的声音：叶一凡，血脉驳杂，经查实，并非我叶家嫡系血脉。叶家家主，那个被叶一凡喊了20多年父亲的男人，此刻负手而立，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狼狈的母子俩。当年你母亲产下死胎，为保荣华富贵，抱来农户之子，混淆我叶家血脉，罪不容诛。念在养育多年的情分，今日饶你们不死。滚吧！从此以后，我不许你在外提半个叶子，否则杀无赦。这一刻，叶一凡觉得天都塌了。什么血脉不纯？他觉醒的苍天霸体难道是假的？家族祠堂的魂灯难道是假的？但很快他明白了，哪里是什么血脉问题，分明是嫌他丢了脸面，着急撇清关系。因为那个传遍修仙界的刘颖石，让他在全天下人面前丢尽了叶家的脸，沦为了彻头彻尾的笑柄。极度爱惜羽毛的地族叶家，为了及时止损，选择了最高效的方式切割。只要他不承认叶一凡是亲生的，那丢人的就不是叶家弟子，而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叶种。叶家永远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地族，至于他叶一凡是死是活，谁在乎？更讽刺的是，类似的话他刚对沈星宇说过。好狠的心，这就是所谓的正道地族。叶一凡怒极攻心，一口黑血喷出3尺高，两眼一翻，当场昏了过去。与此同时，南荒天魔教，此时的天魔教内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喜气洋洋的仿佛在过节。议事大厅内，江霸天坐在铺着虎皮的主位上，手里捏着那块叶一凡特供版刘颖石，津津有味地回放着，一边看还一边啧啧称奇，这表情绝了，还得是三长老，这角度太刁钻了。啪！行了，还没看够啊？也不怕长针眼。月姬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说正是。哦，正是。江霸天立马坐直身体，清了清嗓子，扫视下方一众魔头。那个，今天的议题是怎么让少主的早日神功大成？众长老神色一凛，纷纷掏出小本本。这可是天魔教目前的头等大事，比抢地盘重要多了。月姬敲了敲桌子，分析道：“我看出来了，晨儿那是开了荤才觉醒的体质。为了晨儿能早日神功大成，也为了我江家开枝散叶，必须扩充后宫。夫人英明，可是抢谁呢？”江霸天立刻拍马屁，但随即挠了挠头，有点苦恼。一般的庸脂俗粉肯定配不上咱儿子。这时，负责情报的三长老从袖子里掏出一幅画卷，在众人面前缓缓展开。教主、夫人，请看。画像之上是一个身穿凤袍的女子，虽然只是笔墨丹青，却透着一股不可侵犯的威仪，眉宇间带着与生俱来的贵气，而且那身段极其丰腴，尤其是腰臀曲线，简直是完美的生育机器。此乃大周皇朝长公主姬清月。三长老指着画像介绍道：“此女身负黄道龙气，而且是紫气东来体，虽不是神级体质，但最擅长滋养他人。最重要的是，教主您看这身段，比那圣女也不遑多让啊！”大周皇朝，江霸天眉头一皱，他们新帝好像刚登基。正是新帝登基，所以现在大周内忧外患，乱成了一锅粥。三长老嘿嘿一笑，眼里闪烁着算计的光芒。中州灵气虽不比南荒和北域，但中州的其他藩王和朝廷都在盯着这块肥肉，甚至想趁乱把这位长公主抓回去当炉鼎呢。岂有此理！江霸天猛地一拍桌子，豁然起身，竟然有了几分正道大侠的气势。这么好的姑娘，怎么能让那帮老帮菜糟蹋？简直是暴殄天物！与其便宜别人，不如便宜咱儿子。江霸天大手一挥，豪情万丈，传令下去，点齐兵马，带上最快的飞舟，直接去大周皇宫抢亲。教主威武！中州、大周皇朝、未央宫殿外喊杀声震天。姬清月平退左右，独自坐在龙椅下方的台阶上，手里死死抓着那枚传国玉玺。父皇驾崩，皇兄战死，藩王作乱，强敌环伺，她一个女人
不得已女扮男装，以皇兄姬清廷的身份登基，镇压藩王。可惜还是挡不住伺机篡位的藩王。皇姐屏风后探出一个小脑袋，那是只有6岁的幼弟，外面好多怪声，我怕。姬清月把幼弟搂进怀里，轻声安慰：别怕，皇姐保护你。话是这么说，可叛军已经攻破了午门，那几道强横的气息就在宫墙外，毫无掩饰其中的贪婪与阴邪。他们要这大周江山，更要她这个长公主的身子。姬清月拔出腰间短剑，若是被擒，受辱还不如一死。轰隆！未央宫那扇加持了阵法的朱红大门突然被人蛮狠的一脚踹开，木屑横飞，一股黑红色的妖风灌入大殿，吹得他分明是看我刚刚突破，境界未稳，才不惜耗费这等逆天神物，只为助我稳固根基。但他怕我有心理负担，才故意说是随便点的。公子，沈星宇几步冲上前护住那点烛火，生怕将陈真的一口气给吹灭了。星宇很喜欢这个味道，太喜欢了。他深吸一口气，贪婪地将那粉色的烟雾吸入体内。暴殄天物啊！这要是漏掉一丝，都是对这蜡烛的亵渎。烟气入体，瞬间化作了最纯粹的灵力洪流，直冲丹田。他体内那颗刚刚圆满的金丹，在这股力量的冲击，瞬间布满裂纹。咔嚓咔嚓，这是沈星宇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的内视己身。碎丹成阴，这可是无数金丹修士穷极一生都无法跨越的天堑。没有九死一生的雷劫，没有100年的心魔历练，就在这一口香气中，水到渠成。嗡！沈星宇头顶的虚空突然荡起涟漪，一柄通体晶莹、散发着剑意的长剑虚影缓缓在他上方凝聚。这是碎丹成阴，引发了天地异象。随后，那长剑虚影化作一道流光，没入他的眉心。他境界一路狂飙，直到完全突破元婴，才堪堪停下。桌对面，江晨端着茶杯的手僵在半空，一脸懵逼的看着面前的沈星宇。不是点个蜡烛而已，你至于这么激动吗？这怎么还自带光效了？江晨还没反应过来，沈星宇已经睁开了眼。这一刻，他的气息变了，宛若一柄藏于匣中的绝世神剑。定，检测到目标，沈星宇深受感动，借道具之力突破元婴，对宿主崇拜达到顶峰，好感度暴涨结算中，当前好感度90，至死不渝。江晨，好家伙，这就满级了，这好感度刷的也太容易了点吧？沈星宇缓缓起身，看着那已经燃了一半的蜡烛，眼中满是爱意。公子待我如至宝，我又怎能辜负这良辰美景？他一步步走向江晨，道袍的领口微敞，露出一抹惊心动魄的雪白。公子，他的声音变得软糯沙哑，如此厚爱，星宇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江晨，定，恭喜宿主攻略成功，奖励发放图纸：先天灵孕育房，介绍在此房养胎可缩短孕期，大幅提升母体修为，子嗣必带半生异象。注：居及其极阳之木及阴之时方可建造。系统提示音叮响个不停，江晨却根本没空去看，因为此时的沈星宇已然欺身而上。他单膝跪在床榻上，那条包裹着巴黎世家的长腿在烛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如同一条美女蛇。他俯下身，双手撑在江晨身体两侧，将他牢牢圈在自己的领地里。那双迷离的眸子里，哪里还有半点正道圣女的高冷？那眼中的爱意，恨不得把眼前的男人吃干抹净。若是能为公子诞下子嗣，便是星宇此生最大的幸运。沈星宇趴在江晨身上，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脖颈间。公子也不想江家断了香火吧？这句台词怎么感觉哪里不对劲？如今还是从这位清冷的圣女嘴里说出来，简直是绝杀。江晨感觉自己的理智正在迅速瓦解。也是，反正迟早都要走这一步，既然无法反抗生活，那就躺平享受吧。格局打开，这可是你自找的。江晨不再犹豫，伸手揽住那盈盈一握的腰肢。沈星宇发出一声低吟，却并未退缩，反而拿起那根蜡烛递到江晨手里。公子，请怜惜星宇，少主请功。那支蜡烛的火光轻轻跳动，融化的蜡油滴滴落下，非但不烫，反而带着灵力，巩固着沈星宇刚刚突破的元阴境。帷幔落下，遮住了一世春光。定，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生命大和谐运动，这是神圣的繁衍仪式，系统已自动开启辅助模式，锁定 buff 一发入魂。江晨，这破系统，这种时候还出来刷存再赶，不过这触感真不错。窗外夜凉如水，屋内春意盎然。沈星宇出惊人世，虽是元婴大能，此刻却也只是个娇柔的小女人。在系统的加持以及那古怪蜡烛的催化下，这一夜注定漫长。就在两人灵肉完全交融的那一瞬间，江晨感觉到体内好似有个枷锁忽然被打破了，玄之又玄的力量从少主寝宫升起，直冲云霄。轰隆隆，原本寂静的夜空突然响起了一道雷声。江晨抬头看了一眼窗户，隐约看到外面紫光大盛。怎么打雷了？他嘟囔了一句。沈星宇却紧紧抱住他的脖子。公子，专心点。江晨深吸一口气，将所有的杂念抛诸脑后，管他天崩地裂，今晚造人最大。寝宫内是温柔乡，寝宫外却是惊涛骇浪。天魔教上空，原本漆黑的夜空此刻竟被映照得如同白昼，紫气东来3万里，滚滚如潮。云层翻涌间，一只身长1000丈的金色巨龙虚影与一只燃烧着涅槃之火的凤凰虚影凭空浮现。龙凤呈祥，
两者在寝宫正上方的天空中盘旋，交颈长啸啊立，那龙吟凤会之声不仅响彻了整个南荒魔域，甚至传到了数千里外的北境边界。更离谱的是，天空中开始飘落金色的灵雨，这些雨滴落在天魔教的草木上，枯木逢春；落在弟子的身上，暗伤禁欲。此时，天魔教后山小径，魔尊江霸天和夫人月姬正一前一后的走着。江霸天肩上扛着一个巨大的麻袋，麻袋里还在不停的扭动，显然装着个大活人。我说夫人，这次咱们是不是有点太急了？江霸天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儿子那边还没搞定那个圣女呢，咱们这就把大周的长公主给绑回来了，儿子身体吃得消吗？你懂个屁！月姬白了他一眼，那种地还嫌得多，咱们儿子那体格，我看。话音未落，两人同时停下脚步，目瞪口呆地看着天空中的异象。那龙凤虚影盘旋的位置，分明就是江晨的寝宫。娘嘞！江霸天手一抖，肩上的麻袋扑通一声掉在地上，里面传来一声闷哼，显然摔得不轻，但他根本顾不上，指着天空的手都在哆嗦。这是造人造出大道异象来了。月姬更是激动的老泪纵横，双手合十，祖宗保佑，祖宗保佑啊！这动静，这声势，肯定是怀上了，而且怀的绝对是绝世妖孽。不行，我得去看看。江霸天提起斧头就要冲，站住！月姬一把揪住他的耳朵，你个老不正经的去干嘛？听墙根啊！别打扰儿子发挥，万一吓着我乖孙子怎么办？对，不能打扰，不能打扰。江霸天嘿嘿傻笑，搓着手在原地转圈。那咱们就在这守着，谁敢靠近寝宫一步，老子劈了他！这一夜，天魔教上下数万弟子对着少主寝宫的方向集体跪拜。少主威武，少主真乃神人也！大长老捋着胡须，看着漫天金雨，感叹道：少主虽然无法修炼，但这繁衍大道已然走到了极致啊！这位出世的小少主，怕是有大帝之资。次日清晨，阳光洒在凌乱的大床上，江晨神清气爽地睁开眼，伸了个懒腰，身旁沈星宇像只小猫一般蜷缩在他怀里，还在熟睡。他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痕，脸上带着一抹尚未褪去的红晕，嘴角却挂着艳足的笑意。哪怕已经突破到了元婴期，昨晚那一战也彻底耗尽了他的体力。定，恭喜宿主，昨夜奋战卓有成效，胚胎资质判定中融合先天剑体与神级血脉，第一胎确认为混沌剑胎，为觉醒版。由于母体修为提升，且受到道具加持，胚胎发育极好，建议宿主尽快建造先天灵孕育房，以免浪费这等绝世天赋。混沌剑胎听起来就很猛的样子，为了孩子，这房子必须得建。他看了一眼系统面板，建造孕育房的核心材料是极阳之木，这玩意儿去哪找呢？江晨一边想着，一边轻手轻脚的起身穿衣。他替沈星宇掖好被角，推开房门走了出去，准备去给自己弄点早饭。刚一推开门，他就愣住了。只见院子里，江霸天和月姬正一脸慈祥且猥琐地盯着他笑，而在二老身后的地上还放着一个解开了口的麻袋，一个身穿淡黄色宫装、气质雍容华贵的绝美女子正被五花大绑地塞在里面。看到江晨出来，江霸天立刻凑上来，冲着那个女子努了努嘴，压低声音道：儿子，昨晚辛苦了，爹看你那圣女媳妇儿一个人怕是忙不过来，特意去大周皇城给你进了点新货。这是大周长公主姬清月，听说身上带着黄级龙气，也是个好生养的。江晨，姬清月死死盯着江晨，美眸中几乎要喷出火来。魔头，你敢碰本宫一下，无宁死不从！江晨，爹娘，你们是不是太着急了点？哥，这下家里更热闹了。但他突然想起一件事，大周皇室好像有一棵传承万年的扶桑神树，那不正是他急需的极阳之木吗？江晨看着面前满脸怒容的长公主，眼神逐渐变得微妙起来。这哪里是肉票，这分明是送上门的装修材料啊！江霸天留下姬清月，麻溜离开，还贴心的给儿子带上了门，并且开启了隔音阵法。寝宫内只剩下一脸懵逼的江晨和刚从麻袋里钻出来杀气腾腾的大周长公主。就在两人二目相对的时候，系统立刻贴心的送上提示音：定，扫描当前目标姬清月，体质紫气东来体，颜值93，三围9969103，极品，建议宿主必须拿下。恋爱史无，一心搞事业的单身狗，综合评分94，当前好感度100，无宁死也不从魔头。江晨又是100，老爹你能不能给我找点难度低一点的？此时的姬清月很狼狈，发髻散乱，那身象征皇权至尊的明黄凤袍，因为在麻袋里挤了一夜，已经皱皱巴巴，领口微敞，露出一片雪腻的肌肤，怎么看怎么不正经。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昂着脖颈，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魔头，姬清月声音里带着皇室最后的尊严，你若想用强，本宫即便咬舌自尽，燃尽三魂七魄，也绝不会让你得逞。我大周皇室只有战死的鬼，没有受辱的奴。这一嗓子中气十足，自带悲壮感，而且这话好耳熟啊，上一个这么说的，昨晚刚哭着求饶，现在还在床上下不来呢。江晨眼神里满是无奈，我说长公主殿下，收收神通吧，大早上的扰民了。你，姬清月一口气堵在胸口。江晨坐到姬清月面前，整理了一下衣服，这才慢条斯理地说道：长公主，咱们讲讲道理。首先，
我对你的身子暂时没兴趣。姬清月愣住了，没兴趣？她乃中州第一美人，身负紫气东来体，更是大周的长公主殿下，这魔头居然说没兴趣，这一定是欲擒故纵，少在本宫面前装模作样。姬清月冷笑一声，眼中讥讽拉满，费尽周折将我掳来魔域。你说你没图谋，你把本宫当3岁小孩哄呢？图谋当然有。江晨放下茶杯，竖起一根手指，我要你们大周皇室一只木头啊！姬清月彻底整不会了，大脑宕机了1秒。只要一只木头？对，只要木头。江晨一脸诚恳，那表情就像是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只要你答应送我一只扶桑神木，我马上派专车派非洲送你回去，如何？姬清月眉头紧锁，扶桑神木虽是大周国宝，也就是个象征意义，实际上并无何用处，而且他竟只要一只。如果能用一根木头换回自由，这简直是血赚。但是这怎么可能？如果是真的，那只有一个解释，你在羞辱我。姬清月脸色铁青，你想告诉本宫，本宫的清白，甚至整个大周的江山，在你眼里还不如一根木头？好狠毒的心思，好无耻的手段，杀人诛心，不过如此。江晨，这女人的脑回路什么情况？还是说搞政治的人心脏看什么都脏？就在这时，寝宫的门被轻轻推开了。吱呀，公子，早茶泡好了。一道温柔的女子声音传来。沈星宇端着茶托缓缓走出，她身上穿着一件宽松不合体的道袍，长发随意的用一根木簪挽起，几缕发丝垂在耳鬓，虽未施粉黛，却透着一股刚被雨露滋润过的妩媚与慵懒。最关键的是，她周身那股不经意间散发出的威压，那是货真价实的元婴气。姬清月看清来人，顿时惊讶的张大嘴巴。太化圣女沈星宇，作为中州皇族，她自然见过这位北境圣女的画像，那可是高居云端，俯瞰众生的存在，连大周先帝都要礼让3分的人物。可现在，这位传说中的冰山圣女，竟然像个凡间的小媳妇一样，一脸娇羞的端着茶水，眼神里全是这个魔头，还穿着魔头的衣服。圣女，你……姬清月感觉世界观崩塌了，指着沈星宇的手都在抖。你被夺舍了。沈星宇这才转过头，淡淡的瞥了他一眼，那一瞬间，原本温柔似水的眼神顿时冷了下来。长公主慎言。沈星宇声音清冷，哪还有半点刚才的小意温柔？能服侍公子，是星宇几世修来的福分。至于你，既然公子说只要木头，那是公子仁慈，是大发慈悲。他顿了顿，眼神中闪过一抹凌厉的剑意。若你再不知好歹，胡乱揣测公子的深意，我不介意在大周版图上抹掉未央宫。姬清月人傻了，圣女这眼神透露着警告、杀意，甚至好像还有些醋意。这不是夺舍，也不是邪术，这分明是彻底的臣服，甚至是崇拜。莲心高气傲的太化圣女，原来所谓的只要木头，不是羞辱，而是大发慈悲，是在给自己一个活命的台阶。如果自己再不识好歹，哪怕是大周皇朝，在这个男人眼里，恐怕也不过是弹指可灭的尘埃。巨大的恐惧与落差瞬间击碎了姬清月的心理防线。好，姬清月整理了一下情绪，咬牙道：只要江公子能送我回大周禁地的扶桑神木，本宫双手奉上。江晨接过沈星宇递来的茶水，满意的点点头。这就对了吗？成交。不过姬清月还是忍不住心中的好奇，扶桑神木乃大周立国根本，公子要它究竟是为了炼制和种金氏神器，一定是绝世杀器，或者是逆天阵眼，否则怎值得如此兴师动众？江晨站起身，理了理衣袖，也没什么。他回头看了一眼内侍，脸上露出一抹老父亲般的慈祥微笑。听说扶桑神木阳气足，拿来打个产房正合适。沈星宇，他小脸一红，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小腹。公子待他果然是极好的。姬清月拿国宝打产房。这一刻，大周长公主听到了自己道心破碎的声音。天魔教议事大殿，大殿门被推开，江晨走了进来。爹娘，江晨开门见山，给我背艘快点的非洲，我要去趟大周。江霸天和月姬对视一眼，两人的眼睛瞬间亮了。儿子，你想通了？江霸天激动地搓着手，两眼放光，你这是要直接接管大周？什么乱七八糟的？江晨无语的摆摆手，我和姬清月谈好了，我去大周拿根扶桑木就回来，给我安排个低调点的交通工具，别搞那么大阵仗，我不喜欢张扬。说完，江晨转身就走，只留下一个背影。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门口，月姬突然一拍大腿，激动地站了起来。老江，你听懂了吗？儿子这是顿悟了呀。江霸天一连懵逼挠挠头，听懂啥？儿子不就说要根木头，还要低调点吗？糊涂，你个榆木脑袋！月姬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儿子那是不仅要人，还要诛心。你想想，大周现在正乱着呢，各路藩王造反，皇室岌岌可危。儿子这时候只身前往，谈笑间平定叛乱，然后只取一木而返，这叫什么？众长老齐刷刷伸长了脖子，要什么？这分明是想接管大周，在中州建立魔域势力啊！儿子嘴上说只要木头，那是为了不让我们插手，他想向我们证明他已经能独当一面，只手遮天了。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江霸天恍然大悟，随即感动的鼻涕一把泪一把。原来儿子说的低调，是指低调的展示绝对实力。既然儿子想装，哦不，想历练，那咱们当爹娘的必须全力配合，牌面必须给他撑足了。江霸天大手一挥，
豪气干云，传令下去，把九龙镇豫州拖出来，让三长老那个老沙才带队，挑3000金丹期以上的精锐魔卫随行。记住，少主是去游玩的，一定要低调，懂吗？低调。半个时辰后，天魔教山门广场，姬清月站在那里，整个人都在发抖，不仅仅是因为冷，而是因为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在他面前的虚空中，悬停着一艘足以遮蔽苍穹、吞噬日月的黑色巨舰。那舰身长达万丈，通体由北海玄铁浇铸，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太古沙阵，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幽光。更恐怖的是，舰首处9条散发着元婴期气息的深渊蛟龙，正被粗大的云铁锁链拴着，充当拉船的脚力。甲板上数千名身穿黑甲的魔修肃穆而立，而站在船头的那个驼背老者，虽然笑眯眯的一脸和善，但姬清月一眼就认出那是天魔教凶名赫赫的三长老，炼虚境大能。300年前，一人屠灭中州3宗18派，把人皮包下来做灯笼的血手人屠。这种配置，别说去拿根木头，就是去把大周推平都够了。这就是江辰口中的低调出行。江辰，老爹老娘对低调这2个字是不是有什么误解？算了，先走吧，还愣着干嘛？上船啊，赶时间呢。江辰牵着沈星宇悠哉悠哉地上了巨舰，姬清月僵硬地迈动双腿跟了上去。轰隆，浮舟启动，9条蛟龙同时仰天长啸，巨大的身躯搅动风云，拉动巨舰直接撕裂虚空，那种速度快到让姬清月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他缩在甲板的角落里，看着江辰毫无形象地躺在沈星宇那双令人艳羡的长腿上，张嘴接着沈星宇包好的葡萄，一边吃还一边皱眉抱怨：三长老，我说你这船技不行啊，太颠了，能不能稳点？有点晕。这位血手人徒脸上立刻堆满了讨好的笑：少主恕罪，老奴这就调整阵法，这就让蛟龙飞慢点。您看这个速度还满意吗？姬清月看着这一幕，眼神呆滞，荒谬，太他妈荒谬了！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竟然能随意使唤一位炼虚大能。这一刻，他之前所有的骄傲，所有的皇族尊严，都被这无情的现实碾得粉碎。他引以为傲的皇权，在这个男人那朴实无华且他为了大周江山日夜操劳，哪怕觉醒紫气东来体，也不敢有1日懈怠。可在这个男人面前，所谓的皇权霸业，所谓的千秋万代，连个屁都不是。只要他愿意，这艘船稍微往下一压，大周就没了。中州，大周皇城，未央宫。此时的皇都已是一片修罗地狱，曾经辉煌的护城大阵早已破碎，叛军潮水般涌入，烧杀抢掠，火光冲天。皇宫大殿，一名身穿重甲的虬髯大汉重重踩在象征无上皇权的龙翼扶手上，他是此次叛乱的首领镇北王。在他脚下的大殿广场上，数千名忠于皇室的禁军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汉白玉台阶。那个只有6岁的小皇子正被几个叛军将领像提小鸡一样提在手里，吓得哇哇大哭，声音凄厉：哭什么哭？再哭老子把你扔油锅里炸了！镇北王狂笑一声，刀尖指天，嚣张至极，哈哈哈哈！姬清月那个娘们肯定早就跑了，大周气数已尽，从今日起，这大周改姓王，还有谁？我就问还有谁？我不服！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臣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指着镇北王怒骂：乱臣贼子，人人得诛之！长公主定会带回救兵，将尔等碎尸万段。救兵？哈哈哈哈！笑死老子了！镇北王嗤笑一声，眼中满是轻蔑。他能请来谁？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这大周也得改姓王。我说的话音未落，原本正午高悬的烈日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吞噬了，整个皇城瞬间陷入了一片黑暗。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战栗让广场上数万叛军同时停止了呼吸，战马跪伏在地，口吐白沫。镇北王走出宫殿，缓缓抬起头，数万人保持着同一个姿势仰望苍穹。只见云层之上，那个原本属于太阳的位置亮起了18盏猩红的灯笼，那是龙眼。紧接着，那艘足以碾碎一切认知的黑色巨舰缓缓破开云层，咔嚓！镇北王手中的长刀掉在了地上，发出一声脆响。那种如同天塌一般的压迫感，让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数万叛军两股战战，机遇先走。这是天罚吗？而在那巨舰的船头，一个懒洋洋的声音经过灵力扩音，响彻了整个皇城。那什么，打扰一下呀，你们继续打，不用管我们，我就来拿根木头。巨舰悬停，九龙俯瞰，那股属于深渊的恐怖威压，直接让整座皇城的空气都凝固了。镇北王看着那几颗比宫殿还大的龙头，两眼一翻，嘎的一声抽了过去。拿根木头？你管这阵仗叫拿根木头？可，镇北王毕竟是金丹后期的枭雄，在中州是可以横着走的，他还是掐着人中，强行让自己醒过来。天魔教南荒的霸主怎么会跨越而来？难道是来抢地盘的？这谁顶得住啊？想到这里，镇北王也顾不上什么王爷的尊严了，仰着脖子扯着嗓子喊道：敢问是天魔教哪位前辈驾临？在下大周镇北王，今日大周易主，若前辈也是来分一杯羹的，本王愿献出大周一半，不，全部国库，只求与前辈交个朋友。九龙镇豫州之上，江辰正张嘴接住沈星宇包好的一颗葡萄，甜美的汁水在口腔炸开。听到下面的喊话，他眉头微微一皱，好吵！
江晨嫌弃地揉了揉耳朵，不耐烦地翻了个身。一旁的姬清月早已扑到了栏杆边，他看到了下方那如地狱般的惨状，看到了那些战死在大殿前的忠臣尸骨，也看到了被叛军像拎小鸡一样拎在手里的幼帝。皇帝！姬清月自知自己的力量有限，猛地转过身，扑通一声跪在江晨面前，泪水决堤。江公子，求你救救本宫幼帝！只要你肯出手，别说扶丧墓，我就算是做牛做马，为奴为婢。嘘！江晨手指竖在唇边，我不喜欢做生意的时候被人讨价还价，说了还你自由就是还你自由。姬清月，啥意思？这种蝼蚁也配污了夫君的耳？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沈星宇缓缓站起身。此时的他哪里还有半点刚才剥葡萄时的温柔？一股凌厉的剑意从他单薄的身体里爆发而出，瞬间冲散了高空的云层。夫君稍歇，我去救来。沈星宇对着江晨微微俯身，目光温柔。转过身的瞬间，眼神秒变冰冷，一步踏出，直接从万丈高空跃下。那背影如神女凌晨。姬清月跪在地上，愣愣地看着那道白色的身影。江晨说的自由，难道说还包括助他平乱？皇宫上空，镇北王还没等到回应，就看到一道白光如流星坠下，光芒散去，一名女子悬浮在半空，白衣，黑发如瀑，奋意杯羹。沈星宇俯视着镇北王，你也配？镇北王感受到对方身上那恐怖的元婴气威压，吓得肝胆剧烈，膝盖一软，直接跪了。元婴大能，前辈饶命！我聒噪。沈星宇根本不想听废话，他缓缓抬起右手，将那只纤纤玉手伸向了自己高耸的胸口。这一幕妖冶神圣，又充满了致命的危险。枪！一声清越的剑鸣，仿佛来自混沌初开的太古，震得所有人灵魂颤抖。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沈星宇竟从自己的心口处缓缓拔出了一柄缭绕着紫金色剑气的长剑，那是他作为先天剑体的本命星剑。剑身出世的一瞬间，天地变色，空间仿佛都承受不住这股锋芒，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远在非洲上的三长老看着这一幕，也不由惊叹，短短几日竟然能让圣女修为精进至此，不愧是少主威武。非洲上的江晨看到这一幕，想起了系统的功能，但下子嗣后能力共享，那是不是等沈星宇生下孩子，他也可以感受一下从沈星宇心口拔剑的快乐了？这系统能出这一剑，名为清净。非洲之下，沈星宇朱唇轻启，没有华丽的招式，右手看似随意的一挥，只见一道横亘天地的紫金剑光从他的手中的长剑猛然挥出。不！镇北王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下一秒光芒闪过，世界安静了。镇北王连同他身后那数万名叛军精锐，动作瞬间静止。风一吹，哗啦，数千人连人带甲化作了漫天晶莹的齑粉，随风飘散。而在他们身后的皇宫广场上，大地被劈开了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那沟壑切口平滑，恰好将皇宫大殿与外面的叛军彻底隔绝。一剑清场，一剑画地为牢。所有幸存的人都张大了嘴巴，仿佛忘记了呼吸。这就是元婴大能，这就是那个男人的侍女。福州之上，姬清月看着这一幕，早已忘了哭泣。如此这般强大的圣女，居然愿意贴身服侍江晨一个毫无修为的普通人。那这个普通人还是普通人吗？定检测到姬清月心理防线瓦解，当前好感度0，恭喜宿主，目标好感度转负为正。片刻后，危机解除，非洲降落。江晨缓缓走下非洲，沈星宇手中长剑化为一道流光，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体。然后他像一个求表扬的小姑娘一样凑到江晨跟前，公子，都解决了，乖。江晨揽住他的腰，不过下次别这么大阵仗了，你有孕在身，别动了胎气。姬清月看着两人的亲密，心头忽然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感。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叛军早已吓破了胆，跪在地上疯狂磕头，脑门都磕出血了，也浑然不觉。而那个刚才被吓得大哭6岁小皇子姬前，此刻正呆呆地站在那里，鼻涕泡还挂在脸上。姬清月再也忍不住，冲过去想要抱住弟弟。皇帝，没事了，皇姐回来了，皇姐。然而小皇子却像个泥鳅一样，灵活的一个闪身，避开了皇姐的怀抱。他迈着小短腿，噔噔噔地冲到了江晨面前，整个人像个树袋熊一样，死死抱住了他的大腿。小家伙抬起头，眼睛里全是亮晶晶的小星星，一脸崇拜地喊道：“哥哥，你是皇姐找来的皇姐夫吗？”姬清月的手僵在半空，脸色瞬间爆红，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姬前，你胡乱叫什么呢？那是。江晨低头看着腿部挂件，这小子有前途啊，挺会察言观色，这大腿抱得稳准狠。小朋友，饭可以乱吃，亲戚不能乱认啊。江晨无奈的想把腿拔出来，结果发现这小子力气还挺大。我是来拆你家神木的，不是来当你姐夫的。皇宫地底3000丈，禁地，这里的热浪扑面而来，空气扭曲变形，视线所及皆是虚妄。姬清月停下脚步，身形摇晃，即便身为紫气东来体，在这股能把金丹修士烤成肉干的太阳真火面前，他也必须调动全身灵力抵抗。汗水刚渗出毛孔，瞬间蒸发，只留下一层细密的盐霜。反观身旁，江晨手里甚至还拿着半串没吃完的葡萄。沈星宇寸步不离，
这位元婴期的大剑修调动自身剑意，化作一道冰蓝色光照，将江辰护在其中，甚至他还用几缕寒气凝聚成一只晶莹剔透的小冰山，帮江辰扇风。这地方不错。江辰吞下一颗葡萄，随口评价：南荒湿气重，这里可以蒸桑拿。姬清月没有接话，也没力气接话，他指着前方那扇被烧得通红的青铜巨门，掐动法诀，闸，巨门开启一线，金色火浪如决堤江水咆哮而出，那不是凡火，而是连灵魂都能点燃的太阳金火。禁地中央，岩浆池沸腾翻滚，一株100丈高的金色古树扎根其中，这便是大周皇朝最后的底蕴扶桑神木。而在神木四周，数不清的阵纹锁链穿梭虚空，密密麻麻，将其死死囚禁。每一道锁链上都刻满了太古符文。到了，姬清月从袖中摸出一柄匕首，此乃先祖布下的9天10地锁灵阵。姬清月撸起袖管，露出雪白手腕，非姬家直系血脉心头血，不可触碰阵盘，否则杀阵暴动，整个大周都得陪葬。他没有犹豫，匕首倒转，正要对着自己的手腕狠狠划下。这阵看着也不怎么有杀气啊。江辰有些好奇，径直走向那金色光照。公子，沈星宇下意识阻拦：无妨。江辰有种隐隐的感觉，这神木还有这阵法，似乎和他灵魂有种莫名的共鸣感。回来！姬清月吓得尖叫出声，那是死阵，连大成期大能都是触知己死啊！完了，全完了！这魔头虽然神秘，但终究不是仙，若是触怒了先祖留下的杀阵，恐怕大家都得死在这里。然而晚了，江辰已经站在了光照前，面对那流转着毁灭气息的符文，他抬起手，食指伸出，触碰光照。嗡！指尖触碰到光照的瞬间，发出一阵低吟，岩浆停止翻滚，空气停止流动。那株沉睡了万年的扶桑神木突然剧烈一震，哗啦啦，满树燃烧的火焰树叶疯狂乱颤。完了！姬清月双腿一软，瘫坐在滚烫的地面上，面如死灰。阵法反噬，神木暴怒，没想到他姬清月一世英名，最后竟然是被这个莽撞的男人害死的，这就是亵渎神物的代价。咔嚓一声脆响，打断了姬清月的绝望。只见那株高傲的神木此刻竟然在抽风，粗大的树干疯狂扭动，那满树的火焰并非为了攻击，反而在极力收敛温度，生怕烫到了什么人。他感应到了那个男人身上有大道本源的味道，而那个该死的9天10地锁灵阵，那个该死的破笼子竟然挡住了他亲近大道的路。滚开！嘣嘣嘣，一连串爆鸣声炸响。姬清月呆滞地抬起头，只见那株扶桑神木竟然调动起无数根系，从内部狠狠抽向压制他的大阵。可惜阵法压制，神木刚触碰到光照就开始燃烧，见破阵不成，神木竟然主动生出无数枝桠，哪怕被阵法灼烧也要往外钻。最后竟真有一支枝干，虽表面都被烧焦，还是从阵中钻了出来。枝干化作一道金光，飘过岩浆池，小心翼翼地悬停在江辰面前。他甚至还在空中抖了2下，把表面的高温抖散，只留下温润的暖意，然后讨好似的蹭了蹭江辰的手背，蹭一下又蹭一下，这姿态分明就是一条求主人摸摸头的哈巴狗。除了岩浆偶尔爆裂的声响，整个境地鸦切无声。姬清月大脑一片空白，这还是那个暴虐无道的神木吗？他在干什么？他在撒娇。江辰看着眼前这根主动送上门的木头，伸手摸了摸，手感不错，温润如玉，自带恒温。只是江辰挑剔的咂嘴，这树皮都烧焦了，会不会影响效果啊？悬浮的枝干似乎听懂了一般，下一秒它疯狂分泌出金色的汁液，不过眨眼间，表面胶痕被修复得光洁如新。做完这一切，木头又往前凑了凑，仿佛在问大佬您看线在满意了吗？行吧，凑合用。江辰这才勉为其难的点点头，他大袖一挥，转身看向已经震惊的说不出话来的姬清月。走了，长公主还要留下来过年。姬清月三观碎了一地，这就是魔教少主？不，这哪里是魔头，能让天地灵根如此卑微臣服？这分明是行走在人间的草木之神，是万木共主。定，检测到姬清月世界观崩塌重组，好感度修正中，当前好感度20，极度震撼与好奇。就在3人准备离开之际，等等，沈星宇忽然开口，身后的扶桑神木本体突然又是一阵剧烈摇晃，哗啦啦，巨大的树冠深处裂开一道缝隙，一颗拳头大小散发着七彩琉璃光晕的种子缓缓飘出，周围缭绕着混沌雾气，仿佛孕育着一个小世界。还没等众人看清，那种子如同离弦之箭，化作流光直冲江辰而来，速度快到连沈星宇都没看清。他精准地钻进了江辰的手掌中，还在里面拱了拱，找了个舒服的姿势不动了。啊！姬清月终于回过神，他指着江辰的手掌，扶桑树心，那是扶桑神木10万年才结一颗的种子啊，是历代先祖做梦都想得到，却连看一眼资格都没有的圣物。他竟然把自己当成了赠品，强行钻进了他的手心，甚至是白给。定，检测到姬清月世界观再次崩塌重组，好感度修正中，当前好感度30，开始崇拜，但算计居多。获得道具极道地冰粗胚踏云仙丝，已根据宿主喜好自动拟态为纯玉白丝。未央宫偏殿
三人从地下回来后，姬清月立刻给二人安排了房间，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微妙的焦灼感。沈星宇弯着腰，正在整理床铺，他动作很慢，手指一点点抚平颈背上的褶皱，背对着身后两人。那件宽大的道袍遮不住他玲珑的曲线，特别是弯腰时，绷紧的布料勒出一道惊心动魄的弧度。他在示威，而江晨却暂时没空管这些。他正看着手里这双薄如蝉翼，在光线下还泛着淡淡珠光的白色长筒袜，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上一次是黑丝，这一次是白丝。系统，你不对劲，你这根本不是去幼儿园的车。就在此时，这个搞事的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叮！恭喜宿主获得先天灵运预防材料宜阳之木，系统贴心服务，缺德导航上线，已为您自动定位方圆100里内的极阴之石，检测到大洲皇陵中有镇木兽，镇木兽口中咸珠为弱水沉石，完美符合条件，建议作。江晨刚拿了人家的神木，又要去刨人家祖坟，系统，你是懂搞事情的。可，那个长公主啊！江晨清了清嗓子，尽量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尴尬。此时的姬清月正处于一种三观重组的宕机状态，他看着江晨的眼神已经从最初的羞愤变成了现在的敬畏，甚至还夹杂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爱意，连高傲的扶桑神木都要主动倒贴，这男人深不可测。公子有何吩咐？姬清月下意识挺直了脊背，声音都不自觉地加了起来。江晨有些不好意思，语气尽量显得诚恳，咱们还得再谈笔生意。听说你们家皇陵里有个镇木兽，他嘴里是不是含着一块石头？姬清月有些意外，皇陵镇木兽，那可是大周开国太祖以天地龙脉炼制的镇国之基。镇木兽口中的咸珠名为弱水沉石，重于万钧，且阴寒无比，镇压着整个皇陵的气运，动了它可是等于挖大周的祖坟。这看着姬清月面色为难，江晨没等他开口就先说道，我知道，挖人祖坟是不厚道，我这人最讲究等价交换。说着，他将手里那双还带着温度的纯玉白丝递到了姬清月面前。系统说这是极道地冰，应该够换吧？诺，这东西给你，算作交换。姬清月愣住了，这是2只袜子，那什么，你要不穿上试试再决定？江晨试探性地问道。姬清月没有说话，他死死盯着那团白丝，呼吸逐渐急促。他在犹豫，不是因为觉得亏，而是因为不敢接。就在刚才，当江晨把那东西递过来的瞬间，他的神识扫过，竟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息，那气息比他见过的任何法宝都要纯粹，甚至比那扶桑神木还要古老。这绝不是普通的袜子，公子，此物真的给我？姬清月声音发颤，像是害怕自己是在做梦。给你，拿着吧。江晨直接塞进他手里，换上试试。虽然看着薄，但这料子壳应该不错。姬清月捧着那团圣物，咬了咬牙，最后像是做出了什么违背祖宗的决定，转身走进了屏风后。片刻后，屏风后传来窸窸窣窣的衣物摩擦声，听得江晨心里痒痒的，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开始脑补一些少儿不宜的画面。突然，轰！屏风后爆发出一阵璀璨的白光，一股恐怖的灵力波动冲天而起，直接掀翻了屏风。倒下的屏风后，姬清月立在半空中，那一双修长笔直的大长腿被无瑕的白丝紧紧包裹，那白丝仿佛有生命一般，流转着圣洁而又妖冶的光辉，将她原本就完美的腿部线条勾勒得更加完美。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她一身凤袍，在这双腿的映衬下，竟显出一种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无上霸气。姬清月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腿，满脸震撼。这看似薄如蝉翼的丝袜，竟然能自动牵引天地灵气，甚至能与大周地下的龙脉产生共鸣。哪怕他站着不动，周围的灵气也在源源不断地朝着他涌来。这是袜子吗？这分明是能镇压国运、逆天改命的极道地冰。江晨看着眼前这一幕，喉结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这腿，这线条，这白丝，这就是传说中的纯玉天花板吗？爱了，多谢公子赐宝。姬清月快步上前，竟直接单膝跪地，行了一个标准的臣子礼。他抬起头，眼中满是狂热与感激，哪还有半点长公主的架子？那区陈实本就是只阴邪物，公子取走是为大周除害。清月哪怕背负千古骂名，也要为公子取来。江晨，搞政治的都这么会做阅读理解吗？既然交易达成，那公子放心。姬清月豁然起身，长腿一迈，身上爆发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帝王之气。传朕旨意，祭天祭地祭祖，开皇陵。这几个字说的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江晨，这大周皇室的人脑回路是不是多少都有点大病？为了双袜子，连祖宗都不要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哄堂大笑吗？不过姬清月话锋一转，脸上露出几分难色。开皇陵乃是大事，需沐浴斋戒，祭拜天地，恐怕要耽个几日。这几日还请公子在宫中暂住。他又不傻，已经尝到了甜头。若是能让江公子多留几日，何愁诸侯不退，大周朝堂不稳？甚至若是能如那太化圣女一般得到他的子嗣。姬清月看了一眼旁边那位正在铺床的沈星宇，心中暗自较劲。虽然你先我一步跟了公子，但这大周毕竟是我的主场。江晨哪里知道姬清月在算计什么，反正只要拿到石头就行，再拿躺平不是躺。行吧，
那就住2天。他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正好我也累了。沈星宇立刻走上前来，我来帮公子宽衣。沈星宇路过姬清月时，看着他微微挑了挑眉。虽然你能得到公子自保，但想跟我抢人，做梦。未央宫偏殿，日头爬上盘龙窗棂，金丝楠木大床上，一只手从被窝里探出，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江晨坐起身，伸了个懒腰。这万恶的封建地址，他拍了拍身下软得陷进去的床垫，堕落。沈星宇立在榻前，递过锦帕，动作熟稔的像个伺候了丈夫10年的法器。长公主呢？江晨抹了把脸，温热湿气扑面，不是要去挖开皇陵了？陛下在早朝。沈星宇接过用过的帕子，扔进水盆，说是要处理叛乱余波，安抚宗室，下朝便来。话音未落，陛下驾到，大门洞开，光影交错间，一道身影跨过门槛，身后工人提着几个食盒进屋放下后，便立刻退了出去，殿门重重合拢。江晨抬头，只见姬清月头顶12流平天冠，珠帘轻晃，遮住大半面容，身上那件明黄色九龙云纹滚服，宽大肃穆。他每迈出一步，沉重的登云靴踏在地砖上，发出闷响。随着步伐交替，滚服下摆高开叉处，尽是2道莹润的白光，若隐若现。那白丝紧紧裹着双腿，将腿部线条勾勒得更加清晰。这是女扮男装，龙袍底下还穿白丝。好家伙，上面是统御万里的95之尊，下面是纯欲撩人的绝对领域。感受到江晨的目光，姬清月步伐一顿，虽然面色维持着帝王该有的冷硬，但耳根处那一抹绯红已经顺着脖颈蔓延到了领口深处。但他是大周皇帝，这是他的主场。姬清月深吸气，几步走到桌案前，双袖交叠，躬身一礼。这一躬身，后腰布料绷紧，臀线毕露。公子，早朝已毕，我吩咐御膳房备了些吃食。大袖一挥，桌案上几个食盒盖子自行飞起，热气蒸腾。沈星宇定睛一看，这些是何物？桌子正中央的食盒里是一碗乳白色的浆液，旁边堆着几根还在滴油的长条面食，还有一笼看起来和公子做的饺子很像的食物。沈星宇指着那一桌子没见过的食物，这就是大周皇室的待客之道。在他认知里，凡俗五谷皆是浊气，这种在油锅里滚过的东西，吃一口都要闭关半日排毒。姬清月身形微僵，内乱初定，物资匮乏，这已是卧槽！油条！一声惊呼打断两人的对峙。江晨几乎是从床上弹射起步，冲到桌边，他抓起一根金黄长条，咔嚓，油条断成2截，直接摁进那碗热腾腾的豆浆，白色浆液瞬间浸透金黄表皮，吸饱了汁水。江晨张大嘴，一口咬下，江晨向后仰倒在椅背上，一脸享受的表情。对味了，就是这个味儿，这才叫饭。沈星宇、姬清月看着江晨那副陶醉模样，藏在袖中的拳头松开，掌心全是汗。赌对了。他撩起滚服后摆，缓缓落座，因为坐姿，龙袍侧面彻底裂开，那双裹着白丝的长腿交叠在一起，在桌案下格外刺眼。公子喜欢就好。看来公子虽身具大神通，却更爱着尘世烟火。什么神通不神通？江晨又拿起一个灌汤包，塞进嘴里，含糊不清道：“这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长公主有心了，那双腿真白，这油条真香。”沈星宇却如遭雷击，烟火气抚凡人心。他看着那盆在他看来充满污浊的豆浆，又看了看江晨在那大块朵颐，难道是我境界太低，大道至简，返璞归真？公子明明无敌，却总是自称凡人。正如这食物看似油腻，实则是将天地五谷精气经烈火烹油淬炼，锁住那一口先天混沌气。所谓红尘炼心，便是要在最污浊处品出最纯净的道。我竟如此浅薄。沈星宇咬唇，脸上火辣辣的疼，差点因为表象错过一场悟道机缘。我也要吃。沈星宇一步跨到桌边，抓起一根油条，学着江晨的样子狠狠咬下，满嘴油腥，那股腻人的味道惹得他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咕嘟，沈星宇只得强行咽下，元婴之力疯狂运转，镇压胃部的不适。果然，沈星宇脸色煞白，却硬生生挤出一个笑，别有一番风味。公子所言极是。星宇悟了。江晨夹包子的手一顿，看了一眼沈星宇，这姑娘吃个早饭都能悟到，脑子怕不是修仙修坏了，悟了多吃点。江晨夹了个包子放进他碗里，转头看向姬清月，皇陵那边已安排妥当。姬清月正襟危坐，桌下的腿悄悄换了个姿势，把最完美的线条展示在江晨视线范围内。只是1日祭天，4日祭地，3日祭祖，正午阳气最盛，方可开灵，还请公子多住几日。当然这是借口，这双踏云仙丝每时每刻都在吞吐龙脉之气，反哺自身，随手就能送出这般宝物的大能。只要在大周多待1天，这大周的国运就能多稳定1天。好说好说，江晨早就吃腻了魔教那种只撒一把盐就吃的烤肉，巴不得多躺几天。还有什么好吃的？中午再多做几个菜。好，我这就吩咐御膳房。姬清月展颜，这一笑，原本冷硬的帝王气瞬间消融，看向沈星宇的眼神带上了一种得逞的妩媚。不必了。一声轻喝，桌上的筷子被震得跳起。沈星宇豁然起身，他盯着姬清月，危机感再起。
这个女人穿着龙袍卖弄风骚也就罢了，现在竟然还想用这些凡俗食物腐蚀公子的胃。若再这样下去，自己在公子心中地位何在？绝不能输。沈星宇深吸一口气，周身剑意涌动，竟比昨日斩杀镇北王时还要凌厉。公子既喜凡俗美食，何须假手那些庸才？他大袖一挥，杀气腾腾转身，直奔店门而去，留下一句掷地有声的宣言：区区烹饪小道，我看一眼便会。今日的膳食我包了。江晨看着沈星宇离开的背影，又看了看满脸温柔笑意的姬清月，星宇这是吃醋了。大周皇宫御膳房，几十个御厨跪伏在地，脑门死贴青砖，冷汗直流。灶台前，沈星宇白衣胜雪，他手中并未握着菜刀，而是凝聚出一抹剑气，剑身清明，杀意四溢。案板中央摆着一颗土豆，还带着泥。沈星宇盯着这颗土豆，怎么这颗土豆带来的压迫感比妖兽还要强？刚才还夸下海口说烹饪小道一眼便会，真站在这里才发现，这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圣女殿下，地上那名须发皆白的总管实在受不了这恐怖的威压，要不还是老奴来。不必。沈星宇收敛心神，拿起土豆轻轻一抛，一剑霜寒，铮剑鸣声传开，半空中那颗土豆停滞，刷刷刷刷，千万道细若游丝的剑气瞬间将土豆包裹，泥土崩飞，表皮化作齑粉。下一瞬，整颗土豆在空中解体，直接散开，化作千万根晶莹剔透的长丝，每一根长短一致，粗细均匀，切口平滑，甚至透着玉石般的光泽。偷偷抬头的御厨吓傻了，这特么是切菜？火！沈星宇左手虚抓，噗，一团幽蓝火焰在掌心跳跃，元婴真火。这火一出，金铁打造的大锅瞬间通红，连空气都被烧得扭曲变形。油入锅，滋啦爆响，土豆丝入锅，剑气翻涌。沈星宇手中剑气化作锅铲，在锅中上下翻飞，完美。直到他拿起那本祖传大周食谱，目光定格在最后一行，调味盐少许。沈星宇那股一往无前的无敌剑意顿时卡住了。少许？何为少许？沈星宇手腕微颤，一勺白盐悬在锅上，迟迟不敢落下。偏殿，江晨手里盘着那颗核桃大小的扶桑树心，这玩意麻麻赖赖，手感一般。长公主，找个花盆，再弄点土。江晨把玩着种子，盘着不顺手，种出来看看。姬清月正襟危坐，龙袍下的丝袜长腿有些不自在地动了动。公子是要种神木？不然呢？这可是扶桑树心，生于地心熔岩，凡土怕是。话音未落，沈星宇端着一只白玉盘，大步迈入。他发髻微乱，那张绝美的脸上甚至沾了一抹黑灰，却掩不住眼底的兴奋。玉盘落桌，发出一声脆响。江晨探头，好家伙，每一根土豆丝都散发着淡淡荧光，晶莹剔透，其间甚至有剑意流转。土豆丝？江晨有些不确定。是。沈星宇声音紧绷，星宇以剑意切丝，引真火爆炒。最后他顿了顿，声音带着几分忐忑，融入了对少许二字的理解。这卖相确实比上次那碗粥强100倍。辛苦。江晨也不客气，抄起筷子夹起一大簇。旁边姬清月探头，满脸好奇，太化圣女亲手做的菜能吃？两双美目死死盯着江晨，入口咀嚼。江晨动作一致，咸苦，酷得舌头瞬间失去知觉。这哪里是少许，这是把一罐盐都倒进去了。谋杀亲夫啊！公子。沈星宇有些紧张地抓着衣角。如何？沈星宇那双眼睛里全是希冀，甚至隐隐还有泪光闪动。算了，星宇怀孕了，不过是一口土豆丝。江晨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才把这口致死量的土豆丝咽了下去，胃部一阵痉挛。他强行控制着面部肌肉，硬是从牙缝里挤出一丝笑。不错。放下筷子，端起茶杯，仰头灌下一大杯水下肚，舌头终于恢复了一点知觉。星宇，这道菜很有想法。真的？沈星宇喜色上涌。真的。江晨一脸深沉。只不过什么？江晨指着盘子，语重心长，烹饪及修行，这盐少许，讲究的是中庸。你这一少许，用力过猛，大道至简，要在浓烈与平淡间寻那平衡。太咸则苦，太淡则寡，唯有恰到好处，方得真味。江晨发誓，他只想委婉表达，下次少放点盐，会死人的。但这话落在沈星宇耳中，却如惊雷乍现。过犹不及，浓烈与平淡，太咸则苦。原来如此。他的剑向来锐利刚猛，宁折不弯，正如这盘咸得发苦的菜，伤敌1000自损800。公子不惜亲身试菜，也要借菜喻道，点化他刚柔并济。一股玄奥的气息从他体内爆发，原本锋芒毕露的剑意瞬间收敛，变得圆融如意，仿佛归入鞘中的绝世神兵，虽不显山露水，却更加危险。星宇，误了！沈星宇眼眶通红，声音哽咽：“公子大恩，星宇唯有，别唯有了，倒水，快！”江晨觉得自己嗓子要冒烟了。一旁姬清月看得呆滞，他又不是瞎子，江晨刚才那瞬间痛苦扭曲的表情，他看清了。正因为看清了，才更震撼。若是大周那些妃嫔给夫君做出这等东西，早就被脱去了冷宫。可这个拥有毁灭天地力量的男人，为了不伤那女子的心，硬生生吞了下去。
甚至还能编出一套大道理论来安慰他，这就是偏爱。姬清月看着忙前忙后给江晨倒水的沈星宇，心中泛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涩。最是无情帝王家，若是自己也能得到这般。定检测到姬清月心境变化，好感度刷新，当前好感度60，本宫竟然在渴望没有算计的爱情，获得奖励神级书法。江晨哥就吃个土豆丝，你怎么还爱上了？大周西部西陵王府，你说什么？身着蟒袍的中年男人猛地转身，盯着跪在脚边的黑衣探子。他是大周硕果仅存的异姓王，手握30万重兵的西陵王。镇北王那个蠢货被人一剑斩了。是王爷。探子浑身颤抖。据传出手者是太化圣女沈星宇。沈星宇，西陵王脸色铁青。北域正道从不插手中州皇权更迭，太化圣地疯了吗？王爷。阴暗角落里传来一阵轮椅滚动的声音，一个全身裹在黑袍里的人影被推了出来，正是从天魔教那个欢喜窟里爬出来，一路逃到中州的叶一凡。那不是太化圣地的意思。叶一凡嗓子早毁了，声音刺耳难听，那是那个魔头的私心。樊公子。西陵王眯起眼，你说会助本王登基，可如今连元婴大修都下场了，你让本王拿什么去打？中州皇帝皆有地气护体，若不是皇朝更迭，便是化神器大能，也破不开防御。若是以前，确实如此。叶一凡发出一声阴冷的怪笑。但我埋在大周皇宫100年的暗桩，拼死送出了一条情报。他枯瘦如柴的手指从黑袍下探出，指着皇都方向。龙椅上那位根本不是皇子，那个所谓的皇帝其实是当今长公主姬清月。西陵王手中玉胆被生生捏碎，眼中爆出贪婪。当真？千真万确。既然是女人，便是假帝。假帝之身不受龙气庇护，只要王爷敢做，那龙椅，那龙袍下的身子就都是你的。未央宫偏殿，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洒在案几上。江晨手握一支狼毫大笔，神情专注，笔尖饱蘸浓墨，悬而不落。系统刚奖励了个神级书法，也不介绍有什么效果。这破系统给的技能是越来越偏了。江晨心里吐槽了一句，他叹了口气，手腕微动，准备随便写几个字看看效果。一旁沈星宇正端着一盘新切的水果，像个乖巧的小媳妇一样候着。天道酬勤，静一马当先。江晨一口气写了3幅字，可这字胎穿18年，江晨最拿不出手的就是这毛笔字了。本以为有了这神级书法的加持，写的字能好看一些，可惜提笔落字，每个字还是跟以前一样，歪歪扭扭，宛如狗爬，没有半点进步。系统你出来，这就是你说的神级？系统装死中。算了，江晨不耐烦地收了笔墨。便在此时，姬清月的贴身女官神色慌张地冲了进来，求江公子救长公主殿下。江晨和沈星宇对视一眼，沈星宇便开口问道：怎么了？你说吧。是西陵王，他说要以30万大军为聘，求娶长公主殿下。可公子您是知道的，长公主殿下其实就是陛下呀。长公主可万不能嫁去西陵，求公子救救殿下。江晨若有所思，这姬清月的好感度已经60了，再刷点都可以当孩子他妈了。这西陵王从哪里冒出来的？我的女人也敢抢，更何况极阴之时还没拿到呢，这个工具人还有用。星宇，走，看看去。另一边，太极殿气氛压抑，文武百官低垂着头，如同鹌鹑般瑟瑟发抖。大殿中央站着一个身穿4爪蟒袍的中年男人，这位便是除了镇北王之外，大周的另一位异姓王西陵王赵恒。他并未下跪，反而一手按在腰间剑柄上，目光肆无忌惮地打量着龙椅上的皇帝。陛下。赵恒声音浑厚，带着不加掩饰的挑衅。如今大周风雨飘摇，北有叛乱余孽，外有强敌环伺，臣的一片赤胆忠心，天地可见。龙椅之上，姬清月死死扣住扶手。王爷既然忠心，为何带兵上殿？姬清月声音冰冷，这就是西陵的臣子之道，臣是来提亲的。赵恒上前一步，咄咄逼人，臣心宜长公主殿下已久，愿以西陵30万铁骑为聘，求娶长公主姬清月。只要陛下下旨赐婚，西陵铁骑即刻入京擒王，保陛下江山永固。若朕不允呢？姬清月咬牙不允。赵恒冷笑一声，身上金丹大圆满的威压轰然爆发。陛下年幼，恐怕看不清局势。这长公主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臣这都是为了大周江山社稷，否则让西陵30万大军归心大周，臣恐难以服众。文武百官面面相觑，若是牺牲一个长公主换来西陵的归顺，这简直百利而无一害啊！陛下，这还犹豫什么？还是说……赵恒眯起眼，目光阴毒，长公主殿下不便出嫁。姬清月心脏猛地一停，他知道了，放肆！姬清月怒不可遏，却掩饰不住眼底的慌乱，吵死了！就在这时，一道慵懒的声音突兀的在偏殿方向响起，这3个字打断了西陵王赵恒的逼宫。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向偏殿门口，那里站着一个年轻人，他衣衫有些不整，头发随意披散，手里还捏着一支沾了墨的毛笔。沈星宇跟在他身后，眼神警惕，剑意含而不露。哪来的野小子？赵恒眉头紧锁，上下打量着江晨，毫无灵气波动，脚步虚浮，这分明就是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小白脸。
赵恒看向龙椅上面色慌乱的姬清月，嘴角勾起一抹淫笑，想不到陛下还有龙阳之好，这莫不是陛下养在深宫的面首，养的小白脸都敢带到太极殿来？赵恒，你住口！姬清月羞愤欲绝，猛地站起，此乃朕的贵客，贵客！赵恒哈哈大笑，朕的大殿横梁上的灰尘簌簌落下，一个凡人也配在金丹圆满面前称贵客？臣看陛下是昏了头。他向前踏出一步，轰！一股属于金丹大圆满且久经沙场的煞气瞬间充满整个大殿，那些文官直接被震得瘫软在地，瑟瑟发抖。赵恒盯着江晨，眼中杀机毕露：小子，本王不管你是谁，今日正好杀你立威！聒噪！江晨掏了掏耳朵，转头看向身后的沈星宇，一脸嫌弃：这大叔谁啊？嗓门这么大，是专门请来唱大戏的吗？沈星宇冷冷地瞥了赵恒一眼，淡淡道：大周西陵王想抢公子的人，公子的人。龙椅上的姬清月脸一红，却出奇的没有反驳。那星宇交给你了。江晨柔声道：别动了胎气。沈星宇点点头，原本看向江晨时那如水的温柔，在转头看向西陵王时瞬间凝结成冰。他甚至没有拔剑，只是往前迈了一步，轰！那股独属于元婴期的恐怖威压毫无保留地倾泻在金銮殿上，并没有花哨的剑招，仅仅是气息的外放。咔嚓！西陵王赵恒的嚣张跋扈瞬间僵硬在脸上，膝盖发出一声脆响，整个人被这股无形巨力硬生生压得跪倒在地，甚至连大殿的地砖都被他的膝盖砸得粉碎。元婴！赵恒满脸涨红，脖子上青筋暴起，死死撑着不让自己趴下。他的眼中全是惊骇，这便是樊公子说的那位太化圣女元婴大能，你也配站着跟公子说话？沈星宇居高临下，眼神淡漠，就像是在看蝼蚁。他素手轻抬，瞬间凝聚成一柄透明的3尺器剑，悬停在赵恒眉心之前1寸，寒芒刺骨。赵恒眉心的皮肤裂开，鲜血顺着鼻梁流下。我是大周异姓王，我手握30万。聒噪！沈星宇并指如剑，微微下压。就在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出声打断：且慢，求上先停手！沈星宇刚要动手，一道视线让他停了下来。他回头看去，江晨眉毛一挑，懒洋洋地摆了摆手，做了个且慢的手势，那意思很明显：别急着秒，先让子弹飞一会儿，我想吃个瓜。就在这时，百官之首的位置颤颤巍巍挪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一身紫袍，路都走不利索了，但那双浑浊的老眼里却透着精明算计的贼光。当朝太傅刘若虚。龙椅上，姬清月看到这老头，顿时有了几分紧张。他可是3朝元老，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在朝堂上，这老头咳嗽一声，有时候比他这个皇帝的圣旨还管用。扑通！刘若虚直挺挺跪在殿前，对着姬清月就是一个响头。陛下呀，太化圣女是方外之人，不懂咱们朝堂之事，今日若真斩了西陵王，那就是彻底逼反西陵30万大军啊！大周危矣，那依太傅高见，朕该如何？姬清月顺着他的话问道。刘若虚猛地抬头，一脸的为了大局好，既然西陵王求娶，不如顺水推舟，只要陛下下旨赐婚，这就是亲上加亲。若有西陵30万铁骑归心，大周江山可保百年无忧啊！这话一出，原本低着头道官员不少都跟着附和起来。太傅老成谋国，此言有理，牺牲长公主一人，换取天下太平，这是无量功德。若能与西陵王结为秦晋之好，那就是一家人了，大周可高枕无忧。陛下！刘若虚见姬清月不说话，更是步步紧逼。您要为天下苍生考虑啊！若是动了刀兵，生灵涂炭，您就是大周的千古罪人，道德绑架，教科书级别的道德绑架。姬清月死死抓着龙椅扶手，一言不发。他想杀人，这满朝文武皆言可嫁。且先不说西陵王都一把年纪了，就算是他真的愿意嫁，等他去了西陵，那这皇位又该谁来做？扑哧一声极不合时宜的嗤笑突兀响起，声泪俱下的气氛一下子全没了。所有人都转头怒视，只见那个站在圣女身边的江晨正一脸关爱智障的表情看着刘若虚。你笑什么？刘若虚怒喝，感觉威严受到了挑衅。这是国家大事，岂容你我像你们这群老狗活了一大把年纪，脑子全秀逗了？江晨打断了他，他甚至懒得正眼看刘若虚，而是转头看向姬清月。陛下，这就是你们大周的脊梁，一群大老爷们平日里吃着民脂民膏，想着高官厚禄，满嘴的知乎者也，真遇到事了，不想着怎么提刀上马去干仗，反倒是一窝蜂的逼着一个女人去岔开腿，替你们挡灾。刘若虚这话太糙了，还糙的让人有些不知该怎么反驳。龙椅上，姬清月看着江晨，视线瞬间模糊。这么多年，她女扮男装，独自扛着这摇摇欲坠的江山，所有人都告诉她要忍，要顾全大局，要牺牲，从来没有人敢站在满朝文武的对立面替她说一句去你妈的大局，放肆，有辱斯文，简直有辱斯文。刘若虚气得胡子乱颤，手指哆嗦地指着江晨，你这粗鄙之徒，懂什么治国之道？这叫和亲？这是为了百姓和亲？江晨冷笑一声，一步步走向刘若虚。他每走一步，身上的气息就冷一分。虽然没有灵力波动，但他身上那种上位者的蔑视
竟让刘若虚下意识的后退，妄想用一个女人换取和平。你们也配谈治国？江辰站定在刘若虚面前，居高临下。如果一个国家的太平要靠牺牲女人来换取，那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敢言，就连一直在旁看戏的沈星宇，此刻看着江辰的背影，眼中也泛起前所未有的光芒。他从未听过如此离经叛道的言论，不管是在中州还是北域，弱肉强食，利益交换是常态。可公子这番话却掀翻了他固有的认知，哪怕没有修为，公子这身傲骨也胜过世间无数哪，这就是真男人。定检测到沈星宇好感度突破临界值，当前95，死心塌地。定检测到姬清月好感度大幅波动，当前80，情之所起。哼，牙尖嘴利。跪在地上的赵恒终于缓过一口气，他强忍着膝盖的剧痛，眼神阴毒地盯着江辰。虽然刚才被沈星宇压制，但眼前这小子身上毫无灵力波动，纯纯一个废柴，只要绕过那个圣女。小子，你把自己说的这么高尚？赵恒吐出一口血沫，阴阳怪气的冷笑道：你不也是躲在一个女人背后狐假虎威吗？若没有太化圣女护着，你算个什么东西？怕是连本王一根手指头都接不住，只会躲在女人裙摆下大放厥词。你算什么男人？在整个中州，男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被骂吃软饭，被骂躲在女人身后。只要这小子受不了激将法，为了面子主动走出来。然而江辰听了这话，不仅没生气，反而露出了一个像是在看傻子一样的笑容。他转过身，当着所有人的面，一把搂住沈星宇的纤腰，然后把头靠在沈星宇的肩膀上，一脸陶醉的蹭了蹭，那模样要多贱有多贱，简直把不要脸3个字刻在了脑门上。哎呀，被你发现了！江辰理直气壮，甚至还带着几分炫耀，大声说道：我就是喜欢吃软饭，怎么了？我老婆长得漂亮，身材好，修为高，又能打又能胜，我凭本事找的老婆，为什么要努力？全场石化，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赵恒更是被噎的一口气差点没上来。不仅如此，江辰抬起头看着一脸懵逼的赵恒，咧嘴一笑，他伸出食指指了指天空的方向，眼神戏谑：我不仅喜欢躲在老婆背后，我还特别喜欢躲在我爹背后。啪！江辰对着天空很随意地打了个响指，下一秒，未央宫穹顶之上的蓝天瞬间变成了猩红色，厚重的血云瞬间遮蔽了烈日，原本金碧辉煌的大殿顿时陷入一片阴森的暗红之中。空气里的温度骤降，一股浓郁到令人作呕的血腥味精准地钻进每一个人的鼻腔。这是什么？西陵王赵恒猛地抬头，瞳孔剧烈收缩，只见一道干枯瘦削的身影鬼魅一般出现在金銮殿正中央，但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大气不敢溢出。来人身披一件暗红的长袍，身形佝偻，食指指甲漆黑弯曲，宛如鬼爪。他缓缓抬起头，露出一张枯树皮般的老脸，浑浊的眼珠里没有眼白，只有一片漆黑。啊！太傅刘若虚发出一声惨叫，双眼翻白，胯下瞬间湿了一大片，直接吓昏了过去。血手人图！赵恒牙齿疯狂打颤，整个人如同筛糠般抖动。如果不认识这张脸，都不配在中州混。300年前，血手人图力无涯，单枪匹马杀入中州3宗18派，将上下3000人剥皮抽筋，制成人皮灯笼挂满山头，而后不知所踪。这种传说中的老怪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少主！厉无涯看都没看周围一眼，转身对着江辰微微躬身：老奴来迟，有何吩咐？在所有人惊恐欲绝的目光中，江辰伸出手，像拍邻居二大爷一样拍了拍厉无涯的肩膀，介绍一下。江辰笑眯眯地看着赵恒：这是我厉叔，老人家脾气不太好，杀心有点重，不过特别听我爹的话。赵王爷，刚才咱们聊到哪了？扑通！赵恒再也支撑不住，膝盖重重砸在地面上。在炼虚境大能面前，他那个金丹大圆满的修为，拿什么跟人家叫板？厉无涯只是微微侧头，浑浊的目光落在赵恒身上。噗！赵恒张口喷出一道黑血，体内金丹瞬间布满裂纹。误会！赵恒趴在地上，额头死死贴着地面，鲜血混合着冷汗流了一地。本王不，小人有眼无珠，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啊！刚才还叫嚣着要逼宫的满朝文武，此刻齐刷刷跪了一地，头都不敢抬，生怕呼吸声大了引起那位杀神的注意。这就是绝对的力量，什么权谋，什么兵法，什么30万大军，在炼虚大能面前全是笑话。江辰看着这群刚才还满口仁义道德，现在却卑微如狗的大臣，无趣的撇嘴，没劲。江辰一步一步走到姬清月面前，直视他的眼睛：陛下，这帮老东西不是说大周现在风雨飘摇，需要找个靠山吗？他们不是逼着长公主嫁人，换个天下太平吗？既然都要嫁，那为什么不嫁给我？姬清月呼吸一滞，心脏狂跳。你看啊，咱们讲道理。江辰开始掰着手指头算账，语气理直气壮。论打架，那个姓赵的废物连我厉叔一个眼神都接不住。论背景，他一个破落异姓王，只有30万凡人军队。我天魔教南荒一霸，随便露点指缝都够买下你这大周皇朝。再论长相，江辰摸了摸自己的脸，凑近姬清月，我这玉树临风的脸不比那个一脸褶子的老梆子强。所以江辰一拍大腿，得出结论：这软饭
这靠山怎么看都该轮到我来当吧。全场死寂，无一人敢再出声。南荒天魔教虽是魔教，但那可是能与北域仙门叫板的存在啊！大周何时惹上这等存在的？别说娶长公主了，只要人家愿意把陛下一起娶了，也未尝不可啊。龙椅上，姬清月看着江晨那双玩世不恭的眼睛。江公子明明可以抢的，以天魔教的实力，以那位炼虚大能的手段，江公子完全可以直接将大周收入囊中，将他变为痉挛。但公子没有，公子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用最霸道的方式狠狠打了所有人的脸，却又给了他最大的体面。求娶，甚至为了不让他有心理负担，公子故意装出一副贪图美色、只会拼爹的纨绔模样。公子，你何苦这般温柔？而在台下，沈星宇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并没有想象中的嫉妒，反而轻轻叹了口气。果然，公子还是太心善了。公子本可以直接抢，但他没有，而是选择了这种体面的方式入侵中州，抢占势力，既有智慧又有手段，不愧是公子。罢了，既然公子都做到这一步，我若是此时吃醋，岂不是显得太不懂事？这后院我替公子守着便是。江晨说完，下意识地回头瞄了一眼沈星宇，只见沈星宇对着他露出了一个温柔、理解，甚至带着几分鼓励的微笑。江晨，不是，这都不生气？这届圣女的觉悟这么高的吗？那个闲杂人等，清理一下。江晨有些心虚地对着厉无涯挥了挥手。是。厉无涯大手一挥，一股腥风卷过，赵恒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直接被一股巨力卷起，像扔垃圾一样被扔出了大殿。大殿顿时清静了。江晨转过头，重新看向姬清月。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突兀地在他脑海中炸响。叮！检测到姬清月好感度突破临界值，当前好感度90，矢志不渝。恭喜宿主获得奖励特殊道具帝女专享润肤身体乳。道具说明看似是一瓶顶级的助性用品，涂抹全身后不仅能极大增加体验，可有助于怀孕，确保一发入魂，更能助帝女掌握黄道龙气。注：必须由宿主亲手涂抹方可生效。江晨，系统，你是真的骚？就在江晨还在吐槽系统的不正经时，姬清月缓缓站起身。她虽然还穿着那身宽大的男士龙袍，一副威严帝王模样，但此时此刻看向江晨的眼中却是一片化不开的水雾。她整理了一下情绪，当着满朝文武道：“朕允了，来人，下旨赐婚。”赐婚？这就赐了？没有三书六礼，没有纳采问名，堂堂大周长公主就这样许给了南荒魔教。太傅刘若虚听见这话，小心翼翼地说道：“陛下，此事太过草率。”草率？阴冷的声音贴着刘若虚的耳根响起。厉无涯那张枯树皮脸不知何时凑到他面前，咧开嘴，一口黄牙：“老东西，你有意见？”刘若虚一个机灵，求生欲爆发到极致，扑通跪下：“没意见。臣的意思是，择日不如撞日，今日一嫁娶，一入洞房，臣祝长公主与江少主百年好合，早生贵子。”满朝文武鸦雀无声。这变脸速度不愧是三朝元老。龙椅之上，姬清月掌心全是汗，太羞耻了，自己给自己赐婚，还得自己去洞房。最关键是那个人就在台下看着，那双眼仿佛早就看穿了这层龙袍下藏着怎样的慌乱。既无意义，你只退朝。姬清月起身，不敢再看江晨一眼，转身就走。再待下去，他怕自己当场冒烟。江晨看着姬清月那略带慌乱背影，笑着说道：“既然是一家人，不用搞虚头巴脑的仪式，我现在就要去后宫见见我那位过门的老婆。”姬清月脚步一踉跄，现在这……姬清月转过身，强绷着帝王脸：“江公子，长公主深居简出，乍闻婚讯，恐怕羞于见人。”害羞？江晨眉梢一挑：“没事，我脸皮厚，定能让长公主满意。”可既然如此，姬清月一口气说完：“长公主还需沐浴更衣，江公子且去偏殿稍后，朕去安排一下。”话音刚落，大周皇帝卷起龙袍，逃命似的冲向后殿，那背影狼狈不堪。沈星宇看着离开的姬清月，心底到底还是泛起一抹酸味。公子何时如此急色了？未央宫偏殿，江晨百无聊赖，手里把玩着那个粉色琉璃瓶，瓶身流线，里面的液体晶莹剔透，偶有金色涟漪泛起，怎么看都不正经。公子，沈星宇凑了过来，目光落在那个瓶子上，神情凝重。这是何物？在他灵觉中，这小瓶子里隐有龙吟，仿佛蕴含着大道法则的气运本源。哦，这个呀！江晨随口胡诌，这是魔教的土特产，送给长公主当新婚礼吧。土特产？此等能重塑根骨的无上至宝，在公子嘴里只是土特产，公子的底蕴到底还有多深？沈星宇想了想，随即恍然，懂了。公子在布局，长公主虽是紫气东来体，但毕竟是女儿身，无法掌控地气护体。公子这是为了助她彻底觉醒，掌控大周，届时整个大周都将成天魔教的后花园。原来如此，沈星宇眼底的醋意散去，换上深深的敬佩。公子深谋远虑，星宇佩服。护法之事便交给我，我绝不让任何人打扰公子办正事。江晨，与此同时，长乐宫，快都给本宫退下！姬清月一脚踹上殿门，将所有宫人赶了出去。他背靠门板，
大口喘气，心脏扑通狂跳，刚想伸手去解那沉重的九龙滚符，门外却传来太监尖细的声音：“江公子到，怎么来得这么快？”姬清月正准备解下腰间的玉带，此时进退两难，换衣服是绝对来不及了。若是现在衣衫不整被他撞见，岂不是更显得自己心急火燎？他咬着下唇，只能硬着头皮快步走到凤榻边，正襟危坐，强行摆出一副正在闭目养神的威严模样。嘎吱，店门被推开，江晨迈步而入，他一眼便看见了榻上的女子。此刻的姬清月虽然没有戴那副12流冕冠，但身上还穿着明黄的九龙滚符，烛光下那一身象征着至高皇权的龙袍熠熠生辉，衬得他面容清冷孤傲，不可侵犯。然而那双微微颤抖的眼睫和耳根处漫上的一抹绯红，却彻底出卖了他。江晨反手关门，目光在他身上肆意打量。长公主这是打算以这副君临天下的模样来见我？姬清月紧张地抓着膝上的龙袍布料，强撑着冷硬的声线：“本宫刚下朝，未及更衣。怎么，公子不喜欢？”“没有，我很喜欢。”江晨慢条斯理地走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不得不承认，姬清月现在这种高高在上的威严感很有味道。姬清月脸颊瞬间滚烫，还没来得及反驳，江晨已然坐到了他身侧。他直接拿出系统奖励的粉色玉瓶，也不废话，命令道：“脱了上衣，趴好。”姬清月迟疑了一下，这粉色的瓶子怎么看都不像是正经物件啊。可这是公子的吩咐，若是今晚能得到公子的子嗣，这不也是他这几日的愿望吗？最后他乖乖脱下上衣，上半身的九龙滚符挂在腰间，在床上铺散开来。可是为了扮成男子，他这上半身还裹着厚厚的裹胸部。江晨眉头微挑，陛下对自己还真是狠心，勒得这么紧，气运如何能顺？呲啦一声脆响，江晨直接掏出匕首，从背后划开了那裹胸部。姬清月身子猛地一颤，被压抑多年的山峦在龙袍下骤然释放，那一瞬间的轻松与羞耻感同时涌上心头。还不等他适应，江晨已经拔开瓶塞，直接将那乳液倒在掌心，紧接着滚烫的大手贴了他的后背，唰！随着江晨的推拿，一股热流顺着皮肤疯狂冲入了他的四肢百骸。因为穿着龙袍，体内的黄道龙气似乎与这一身帝王象征产生了更强烈的共鸣，可能会有些热，忍着点啊！姬清月死死咬着嘴唇，将头埋进枕头里，尽量不让自己发出羞耻的声音。隔着那层象征权力的明黄衣料，那只大手的每一次游走，都仿佛在将他作为大周皇帝的威严一点点揉碎。太烫了！这个神奇的乳液加上江晨的神级按摩术，让那些姬清月本来无法调动的黄道龙气开始疯狂地向着他的丹田汇聚。最后江晨一掌拍在他被龙袍包裹的腰际，轰隆隆！大周皇宫上空风云变色，一条金色真龙虚影在长乐宫顶端盘旋咆哮。寝殿内，姬清月猛地仰起头，他惊讶地发现体内那颗金丹在龙气冲刷下竟然瞬间破碎，碎丹成鹰。在他丹田内缓缓睁眼的金色元婴，竟然与他此刻的装束一般无二。头戴平天冠，身穿缩小版的九龙滚符，散发着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恐怖地威。姬清月内侍几身，他居然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拥有了元婴修为。公子竟然助他至此！江晨只觉得房间里越来越热，这系统也不给个使用方法，这么涂到底对不对？背面涂差不多了，正面要不要也来点？不等江晨反应，姬清月已经转过身，他伸着胳膊一把搂着江晨的脖子，眼含春水：“公子，前面也涂。祭祀的紫金炉要是有一粒灰，咱家扒了你的皮。”一道尖细可薄的嗓音刺破清晨，那是负责管理下等杂役的首领太监，正翘着兰花指使唤小太监。是，公公息怒。被他使唤的小太监捏着嗓子应道：“昔日他是叶家地族的天骄，是受万人敬仰的弟子，如今他却要对着一个没把儿的阉人卑躬屈膝。”叶一凡佝偻着背，强压下眼底的杀意。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只要能混进祭祀队伍，只要到了那处隔绝天地灵气的禁灵之地，江晨身边没了那个练虚期的老怪物护法，也不过是个只会吃软饭的弱鸡。还有沈星宇、姬清月，到时候新仇旧恨一起算。长乐宫暖阁内，晨光透过焦纱帐幔，暧昧地洒在凌乱不堪的龙榻上。江晨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手掌习惯性地往旁边一捞，入手温软滑腻如脂。身边人发出一声慵懒至极的鼻音，像是被撸舒服了的猫。江晨睁眼，入目便是姬清月那张绝美的侧颜，经过昨夜帝女专享润滑身体乳的深度滋养，再加上一整晚高强度的疏通按摩，此刻的姬清月肌肤白里透红，正坐在窗边准备穿上那身明黄色的龙袍。可惜她尝试了好几次，想要把腰上的玉带扣上，双手却酸软地根本提不上劲。现在的她那身威严的明黄滚符半退不退，倒是颇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怎么起这么早？江晨懒洋洋的声音从他背后响起。姬清月闻声，耳根瞬间红透，他强撑着帝王的架子，没敢回头。今日开皇陵，祭祖是大典，不可误了时辰，也不差这一会儿。江晨轻笑一声，长臂一伸，直接揽住他纤细的腰肢，稍一用力，呀！姬清月惊呼一声，
整个人重心失衡，重新跌回了江晨温暖宽厚的怀抱里。这是白天。姬清月慌乱的想要起身，双手抵在江晨胸口，羞愤欲绝。外面全是工人，若是被听见又如何？江晨单手支着脑袋，另一只手极其自然地搭在了他的小腹上，眼神玩味。昨晚喊的时候怎么不怕被听见？你……姬清月羞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昨晚那是他想喊吗？要不是他怎会那般失态？就在两人打情骂俏之时，一道清脆的电子音忽然响起，叮！恭喜宿主一发入魂，检测到母体姬清月受孕成功，胚胎资质预估神级紫微地心胎，未觉醒。叮！宿主连续令2位天之娇女受孕，效率惊人。奖励被动神技父爱如山，技能说明当宿主身处子嗣或怀孕母体方圆100米内时，可无视等级，无视规则，强制无伤抵挡一次必死伤害，每日限一次。系统备注：没有什么能击穿一位老父亲的护盾。这个奖励无敌护盾倒是个不错的保命底牌。此时怀里的姬清月还在像条泥鳅一样挣扎，放开阵，真的要耽误时辰了。别动！江晨突然收敛了脸上的嬉皮笑脸，他的手掌轻轻覆盖在姬清月平坦的小腹上，眼神也变得温柔且凝重。怎么了？姬清月疑惑。江晨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道：动作轻点，别动了胎气。姬清月呆呆地看着江晨，大脑一片空白。胎气。他下意识地调动神识，内视己身，只见丹田子府之中，那尊刚刚凝聚的金色元婴旁，竟真的有一团微弱的生命光团正在缓缓律动。咚咚咚，那是血脉相连的心跳声。姬清月眼眶瞬间红了。父皇驾崩，皇兄战死，他孤身一人，女扮男装，扛着这摇摇欲坠的大周江山，在群狼环寺中苦苦支撑。这世上所有人都想算计他，举目无亲，满朝皆敌。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要在那张冰冷的龙椅上孤独终老，最后为了这江山殉葬。如今他有公子了，也有孩子了，真的是我们的。姬清月抓着江晨的手，激动得微微发颤。当然，江晨反握住他的手，所以以后那些打打杀杀的事交给我就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照顾好自己，听懂没？一句交给我就行，彻底击溃了姬清月最后的心理防线。姬清月不再挣扎，甚至卸下了所有的伪装，她像只温顺的小猫一样，软软地靠在江晨肩头，将脸埋进他的颈窝，眼泪无声滑落。好，都听公子的。半个时辰后，未央宫外，皇家广场，旌旗蔽日，禁军林立，满朝文武身着朝服，贵服在御道两侧。队伍最末尾，杂役太监的队列里，叶一凡捧着一只沉重的紫金香炉，眼神阴冷地盯着那扇朱红的宫门。日上3竿了，怎么还不出来？难道那对狗男女还在？江晨那个废物，有了沈星宇不说，还娶了姬清月，这3人莫不是？一想到那个可能，叶一凡心里的嫉妒之火再次燃起，疯狂烧着他的理智。陛下驾到！随着太监总管一声高唱，沉重的宫门缓缓开启，8匹神骏的龙鳞白马拉着一辆巨大的黄金玉辇缓缓驶出，玉辇四周垂着焦纱，随风轻舞，隐约可见其中的人影。叶一凡死死盯着那玉辇，神识透过纱帘，试图看清里面的状况。下一秒，他差点气得一口血直接喷进香炉里。只见宽敞奢华的玉辇内，江晨那个废物居然直接躺在了沈星宇的大腿上。曾经那个清冷的太华圣女，此刻正温柔地帮江晨按着太阳穴，眼神里全是宠溺。而那位大周皇帝姬清月正跪坐在一旁，手里包着一颗葡萄，小心翼翼地喂到江晨嘴边。江晨咬了一口，却又吐了出来。这颗不够甜，换一颗。姬清月拿出手帕接住江晨吐出来的葡萄，还宠溺地点了点头。好，这个废柴居然还能享其人之福，这世界还有天理吗？咔嚓，叶一凡的手指深深嵌入紫金香炉的铜壁之中，留下了几道深深的指印。忍，一定要忍！前方30里便是大周皇陵，那里布有上古禁灵大阵，乃是绝地天通之所，就算是元婴大能进去，也会被瞬间压制成凡人。而他叶一凡已经提前服下修罗血丹，肉身力量暴涨10倍，在那种禁灵的环境下，江晨还能拿什么跟他斗？起驾！随着一声长喝，浩浩荡荡的队伍缓缓向着城外皇陵进发。叶一凡冷笑一声：江晨，看你还能得意几时？厉叔，门口你守着，别让苍蝇飞进来。是，少主。厉无涯点头答应。江晨站在皇陵入口，入口处是一块万斤重的断龙石，石后便是上古禁灵大阵。走着，江晨也不磨叽，抬脚就跨了进去。跨过界碑的瞬间，一种霸道无比的规则之力蛮横地切断了人体与天地灵气的联系。沈星宇娇躯猛地一颤，俏脸瞬间煞白。他感觉体内的元婴被死压制，灵力瞬间干涸，一丝一毫都调动不了。身旁姬清月更是不堪，他本就刚刚碎丹成婴，境界还稳固，再加上刚刚怀上身孕，此时双腿一软，整个人就要往地上滑，一双大手稳稳拖住了两女的细腰。小心点！江晨皱着眉，有些奇怪地看着两女，这就禁灵了？我怎么感觉没啥变化啊？除了空气稍微有点潮湿，呼吸有点闷，跟在外面没有任何区别，甚至这里比外面凉快，还挺舒服的。
姬清月软软地靠在江辰怀里，看着自家公子这红润的面色和轻松的步伐，心中早已掀起惊涛骇浪。这可是连化神期大能进来都要压制成凡人的上古禁灵大阵啊！在大道规则面前，众生平等。可公子他竟然能无视规则？不对！姬清月脑中灵光一闪，不是公子无视规则，而是公子的层次太高，高到这方天地的规则根本不敢束缚他，就像是真龙游浅水，水虽浅，却困不住龙。公子，清月没事。姬清月望向江辰的眼中满是崇拜。沈星宇也在一旁补充，星宇也无妨。好，早点拿完东西回家吃饭。江辰一手扶着一个像是个带着家眷出来郊游的土财主，大摇大摆地往地宫深处走去。地宫深邃悠长，四周墙壁上点着长明灯，烛火的光芒将几人的影子拉得老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味，越往里走，那股血腥味就越重。忽然，一阵阴冷刺耳的笑声在空旷的甬道中回荡。江辰，你还真敢进来啊！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沈星宇和姬清月脸色大变，下意识的就要将江辰护在身后。只见前方的阴影中缓缓走出一道人影，老熟人叶一凡。只是此刻的他早已没了平日里那副光风霁月的模样。怪兽大嘴一张，咬合叶一凡的半截身子直接消失，鲜血四溅，喷了一地。刚刚还不可一世，叫嚣着要全场乱杀的正道天骄叶一凡，连个大招都没放出来，就这么草率的变成了这头怪兽的点心。哦，怪兽似是嫌弃这点心味道太差，一反胃，吐出了咬下的那半截身子，爪子里那半截也嫌弃的扔到一旁。沈星宇和姬清月脸色惨白，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差点当场吐出来。这难道说就是皇陵里的镇墓兽？镇墓兽不应该是一座石雕吗？这是阴虚灵血兽。姬清月强忍着恶心，认出了这头凶兽的身份。可是这等恐怖的凶兽为何会在大周的皇陵之中？难道说皇陵中的禁灵大阵其实就是在压制这头凶兽？在两女惊恐的注视下，江辰往前走了一步，对着那头还在咂嘴的巨兽一脸不爽的开口：喂，大家伙，吃就吃了，吐出来干嘛？好！腥风裹挟着令人窒息的恶臭瞬间弥漫在皇陵密不透风的空间里。那头阴虚灵血兽仰天咆哮，庞大的身躯带着要把一切碾碎的气势轰然扑来。这一扑并无灵力，这是纯粹的肉身力量。公子小心！姬清月本能的想推开江辰，可他现在腿软的站都站不住，根本使不上劲。一旁的沈星宇此刻眼中闪过一抹决绝，灵力全失又如何？手中无剑又怎样？他一步跨出，死死挡在了江辰身前，张开双臂准备用身体护住江辰。孽障，休伤我夫君！江辰愣了一下，他本来都准备硬扛下这一击，正好测试一下系统那个被动效果，父爱如山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结果这傻丫头真当自己是肉盾啊！可还没等江辰反应，那只巨兽已经逼近，利爪直扑向沈星宇。江辰瞳孔骤缩，立刻伸手将沈星宇往自己的怀里拉。他是喜欢吃软饭，可他不想看着老婆眼睁睁的死在自己面前啊！更何况老婆肚子里还有他的崽呢！呲啦，巨兽的利爪瞬间撕开了沈星宇胸前的衣服，要不是江辰拉的这一把，沈星宇恐怕已经成了叶一凡同款了。星宇，你是不是傻？江辰气得直接骂道。沈星宇一愣，这还是江辰第一次骂他，怎么感觉有点爽呢？公子，我……沈星宇低头，俏脸微红。就在这时，沈星宇被撕开的衣服中，一张皱巴巴的宣纸突然掉了出来，那是他之前在未央宫偷偷捡起来贴身藏在胸口的公子的墨宝。江辰嫌弃写的丑的字，却被他贴身珍藏，因为被他贴身放着，纸上甚至还带着他的体温和淡淡的幽香。宣纸在半空中缓缓展开，纸上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字，那是江辰为了试笔随手写下的。静！凶兽的声音戛然而止，地宫里漂浮的尘埃，墙壁上摇曳的烛火，甚至连空气本身的流动都在这一刻被强行静止，整个世界真的安静了。紧接着，纸上的那个静字迸发出皓白的光华，每一个笔画都化作一条纯粹由墨色构成的法则锁链，从纸上呼啸而出，瞬间缠绕在那头阴虚灵血兽身上。这不是灵力波动，也不是阵法光芒，这是一种更本质的东西，是道，是理，是来自更高维度的降维打击。嗷！前一秒还凶焰滔天，仿佛要把众人生吞活剥的阴虚灵血兽，在被墨色锁链捆住的瞬间，庞大的身躯顿时被牢牢锁住，甚至还保持着扑向众人的姿势。那双猩红暴虐的眸子里，疯狂之色光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招式，只有一个字：静。让你静，你就不得不静，这是命令，是天条，是言出法随。扑通！这头凶兽此刻竟然四肢一软，重重地趴在地上，他把巨大的脑袋埋在前爪之间，浑身瑟瑟发抖，嘴里甚至还发出了委屈的呜呜声。别说攻击了，他现在连大气都不敢喘。整个地宫真的彻底静了下来。沈星宇保持着张开双臂的姿势，呆呆地看着飘在空中的那张纸，将天地大道法则融入笔墨，一字镇万古，一言定乾坤。这分明是
言出法随的儒道圣人手段。这是沈星宇猛地回头看向身后的江辰，公子，这就是你说的练字？一旁的姬清月也捂着嘴，眼中满是震撼与痴迷。原来公子早就算到了这一节，他再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们，天塌下来有他在，静心即可。被两双崇拜到拉丝的目光盯着，江辰淡定摸了摸鼻子，表面上云淡风轻，心里却不淡定了。卧槽，这系统给的神级书法这么猛，这特么直接成概念级武器了。还有，江辰瞥了一眼沈星宇的胸口，心里有些古怪。那天写完字，他嫌丑，随手揉了揉就给扔了。沈星宇是什么时候藏进去的？难道这丫头有收集他垃圾的癖好？可江辰干咳一声，负手而立，一点小手段罢了，这畜生太吵了，扰了我们的雅兴。就在两女感动的眼泪汪汪，轰隆，地宫入口处又传来一声巨响。少主挺住，老奴来。冲进来的正是三长老厉无涯，他感知到了地宫深处的变化，深知少主毫无修为，恐难以应对，第一时间冲进来救场。然而因为近邻大阵的影响，他都是费了些功夫才赶到的。结果少主不但没事，两个女娃娃也没事，正在一脸崇拜地望着少主。地上还有半截那个姓叶的小子的尸体，死得挺惨，拼都拼不起来。而那头阴虚灵血兽此刻正趴在地上装孙子，乖巧的像只家猫。厉无涯懵了，这不是生死局吗？这凶兽怎么这么老实乖巧？他的目光下意识落在了那头怪兽身上，然而下一秒，他的目光就被凶兽脖子上那个生锈的铜铃铛彻底吸引了过去。铃铛上依稀刻着一个娟秀的小字：庆。叮当，怪兽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缓缓抬起头，带动着脖子上的铃铛也响了一声。虽然被镜子镇压，动弹不得，但他的眼睛还能动。那双原本浑浊嗜血的兽瞳，此刻在那墨字的净化下，竟然恢复了一丝清明。他看着厉无涯那张狰狞恐怖的兽脸上，竟然流露出了一种极其人性化的委屈和依恋。但很快，那凶兽忽然像是害怕被发现一般，竟不顾身上锁链的捆绑，想要寻个地方躲藏起来。可惜锁链捆得太紧，他无处可躲。一滴浑浊的清泪顺着满是红毛的脸颊滑落，砸在地上。啪嗒，厉无涯那双杀人如麻、早已干枯成鬼爪的手，此刻竟然剧烈颤抖起来，仿佛看到了这世间最不可思议的事。这铃铛！厉无涯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也不管地上的血污，手脚并用地向那头怪兽爬去。他老泪纵横，声音沙哑破碎，喊出了一个藏在心底500年的名字：切儿，是你吗？切儿！叮当，一声铃铛的叮铃声在地宫中回响，这一声像是穿越了500年的光阴，砸在了厉无涯那颗早已干枯的心脏上。那头原本凶焰滔天的阴虚灵血兽，此刻正极其别扭地趴伏在地，墨色的镜子锁链缠绕在他庞大的身躯上，让他动弹不得。他听到了那声切儿，巨大的兽躯僵硬了片刻，他下意识地想后退，想把那颗狰狞丑陋的脑袋深深埋进2只巨爪之间。他在躲，他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现在这妇人不人、鬼不鬼、妖不妖的样子。切儿！厉无涯西行向前，那双曾在中州掀起腥风血雨手颤抖着伸向眼前的巨兽。呜！巨兽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悲鸣，那双猩红兽瞳里此时竟流露出一丝属于人类的痛苦神色。他认得他，哪怕过了500年，哪怕他已经被炼成了只知杀戮的凶兽，他依然认得这个声音。是你，真的是你！厉无涯握住那枚生锈的铜铃铛，满眼泪光地望着眼前的巨兽。500年前，中州3宗18派广开山门，说是要在凡间招收仙苗。他的妹妹厉庆因是阴年阴月阴时出生，被仙师一眼相中，说是天生灵体。那天妹妹扎着羊角辫，哭着不想走，是他硬把妹妹推上了仙车，告诉她要去享福，去成仙。谁知这一去就是永别。10年后，他去探亲，却被告知妹妹早已走火入魔而亡。他不幸，最终在后山禁地里发现了那令人作呕的真相，根本不是什么享福成仙，3宗18派要的只是阴年阴月出生的活体容器。他们将抓来的幼童剥皮抽魂，强行与妖兽精血熔炼，只为炼制出不知疼痛、绝对忠诚的护宗神兽。那天他堕入了魔道，200年的苦修后，他以一把血刀杀得3宗18派鸡犬不留，世人都叫他血手人屠。可谁又知道，那个魔头原本只是个疼爱妹妹的哥哥。原来他在这里，他被炼成了凶兽，被锁在这暗无天日的皇陵里，当了500年的镇墓兽。他们骗我说待妻儿成仙，却把他炼成了这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包活人皮，炼生人魂，这就是你们口中的正道。他猛地转头，死死盯着一旁的姬清月。老夫杀了3宗18派3248人，现在看来似乎还漏了一家。姬清月脸色煞白，踉跄着后退一步。不，这不可能。他想反驳，可眼前的一切做不得假。他在古籍禁书中看到过，阴虚灵血兽非阴年阴月阴时之童男童女不可炼，这是他姬家的皇陵。也就是说，他姬家的列祖列宗一直都在享用着这份沾满血腥的安宁。哦，沈星宇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真正的魔披着人皮，坐在大殿之上受万人香火，而所谓的人却被逼成了魔。厉老，对不起。姬清月想要安慰，
却发现任何语言在这一刻都苍白得像个笑话。待我为公子担下的嗣，清月这条命，任凭厉老处置。厉无涯看了他一眼，冷声道：“女娃，你应该庆幸跟了少主，否则今日必屠尽你大周皇室。”好！就在这时，巨兽痛苦的嘶吼一声，眼中刚恢复的一丝清明正迅速消退。不，妻儿，别睡，看着哥！厉无涯慌了，立刻调动所有的灵力，想要维持住妹妹眼中的清明。此地有禁灵大阵压制，他没有半点犹豫，不惜燃烧自己的本源，将灵力全部渡给妹妹。然而500年过去了，妹妹的灵魂早已和妖兽彻底融合，如今只剩下这最后一点执念。今日妹妹见到了他，最后的执念想来也已经放下了。只要这一抹清明消失，妹妹就会彻底成为一头没有丝毫感情的阴虚灵血兽。这是死局，神仙难救啊！厉无涯双手重重地捶在满是血污的地上，直到指骨碎裂，鲜血淋漓。贼老天，你为何如此待我？地宫内只有厉无涯撕心裂肺的哭嚎。就在这令人窒息的绝望中，一阵轻缓的脚步声响起。江晨走到厉无涯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无奈地叹了口气：“三长老，你信我吗？”厉无涯猛地回头，满脸血泪地看着江晨，眼中突然迸发出一丝希冀的光。对，少主，少主一字便能镇压阴虚灵血兽，区区一字便蕴含大道规则，少主一定有办法的。少主，求您，求您救救气儿！厉无涯对着江晨疯狂磕头，磕得砰砰作响。只要能救气儿，老奴愿永世为奴，为少主做牛做马。行了行了，别磕傻了。江晨有些嫌弃道：“厉叔，咱们是魔道，讲究的是流血不流泪，你这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很影响我天魔教的逼格呀。”说完，他越过厉无涯，径直走到那头巨兽面前。阴虚灵血兽眼中的红光已快要彻底吞噬理智，喉咙里发出警告的低吼声。江晨却像是没看见一样，抬起手：“小心！”厉无涯惊呼。嘣！一个清脆的脑瓜崩弹在了巨兽那狰狞的脑门上。吼！呜！巨兽被打懵了，他这辈子没受过这种委屈，不是被刀砍，就是被火烧。什么时候被人弹过脑瓜崩？叫唤什么？江晨瞪了他一眼，语气像在训斥家里的宠物。再吵不管你了。说着，江晨转过身，随手从系统空间里掏出一支毛笔。那笔看起来极为普通，笔杆斑驳，跟普通毛笔没有任何区别。磨墨铺纸。沈星宇和姬清月对视一眼，虽然不明所以，但身体已经本能地动了起来。大周女帝和太华圣女此刻却像两个乖巧的小书童，一人取出灵泉水细细研墨，一人小心翼翼地铺开宣纸。厉无涯跪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紧紧地盯着少主的动作。江晨站在石板前，手中的毛笔蘸饱了浓墨，他看着那头还在挣扎的巨兽，眼中闪过一丝认真。江晨手腕悬空，笔锋虽突，气势却突然变得巍峨如山。神级书法，笔落法随。他淡淡开口，声音在地宫中回荡：“这个剧本我不喜欢。公子，这凶兽已被污浊侵蚀入骨，真的能救吗？”姬清月有些担忧。江晨没说话，他提起笔，饱蘸浓墨。既然笔落法随，一个劲字就能锁住凶兽，那写点别的，或许真能给这小姑娘救回来。试试看吧。他深吸一口气，提笔在宣纸上写下2个大字：镇压。哪怕在这禁灵之地，众人也明显感觉到周围的气流变得狂暴起来。那镇压2字虽然歪歪扭扭，形似狗爬，却似乎蕴含着非比寻常的法则之力。去！江晨2根手指夹起那张纸，直接往那凶兽的脑门上一拍。呼！纸张贴上的瞬间，那巨兽浑身剧颤，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体表的红毛竟被法则之力烧得焦黑卷曲。嗷！我去！江晨吓了一跳，赶紧后退2步，劲儿使大了。厉无涯看得心惊肉跳，差点就要扑上去了，却见那怪兽虽然疼得打滚，但眼中的清明竟然真的恢复了几分。果然有效！沈星宇满脸惊叹，穿着黑色的双腿交叠。公子，这是在以法则强行逆转天道因果。可既然镇压不行，那就换个温和点的。逆转、回溯、治疗。江晨一连又试了好几个词，结果贴到阴虚灵血兽的脑门上都没有任何效果，甚至有几个词力量过于霸道，差点给兽把毛发点着了，疼得嗷嗷乱叫。可是眼看着他眼中最后的清明即将消失，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江晨再次提笔，这一次他没有急着落笔，他在想，这姑娘变成这富贵样子，本质上是脏了。她被剥皮炼魂，身为人的灵魂强行与兽血熔炼，那如果笔走龙蛇，一气呵成，进化。最后一笔落下，整张宣纸竟直接悬浮而起，不需要江晨动手，便自动飘向了那头巨兽。嗡！一声宏大的嗡鸣声在地宫深处响起，宣纸上的2个墨字瞬间崩解，化作无数光点。那些光点白得圣洁，白得刺眼，如下雪一般，纷纷扬扬地洒落在阴虚灵血兽的身躯上。这是什么力量？姬清月捂着嘴，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公子虽无修为，却能做到笔落法随。在众人震撼的目光中，那场光雨落下的瞬间，阴虚灵血兽身上的红毛硬甲开始迅速退化，原本腐臭刺鼻的血腥味被一股淡淡的清香所取代。巨兽庞大的身躯开始缩小，骨骼发出噼里啪啦的爆响，
连兽爪都退化成了人类的手掌。厉无涯趴在地上，死死盯着那一团光茧。10息之后，光芒散去，阴虚灵血兽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道蜷缩着的瘦弱身体。那是一个约莫15、16岁的少女，她一头红发随意地铺开，遮住了身上最关键的地方。虽然已经恢复了部分人形，但她的头顶依旧保留着一对黑色的兽耳，脸上还有些许鳞甲，身后那条长长的尾巴也还在不安地摆动着。她双目紧闭，似乎并没有醒来的意思。妻儿，厉无涯手脚并用地爬过去，小心翼翼地探了探少女的鼻息，微弱但平稳。活着，妻儿真的还活着。少主大怒，厉无涯，万死难报。厉无涯转过身，对着江晨就要把脑袋磕烂。没等江晨回答，脑海中突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扫描当前目标厉气儿，体质阴虚灵血体，目前状态还未完全进化，暂不能苏醒，颜值93，三围795283。萝莉怎么了？恋爱史无，综合评分96。江晨，系统，这算是萝莉兽娘？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叮，警告宿主，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兽娘，可姑娘还没醒，是因为普通毛笔宣纸承载力有限，无法彻底根除因果。温馨提示：要想完全恢复，需集其3样神物，以通天剑木为笔杆，以真龙之躯为笔毫，以地落鲜血为墨，再写一遍即可。简单吧？江晨嘴角一抽，简单个屁！他叹了口气，扶起厉无涯，人是救回来了，但只是暂时压制，想彻底根除，还得找3样东西。厉无涯眼中充满希望，目光坚定：少主请说，哪怕是要那天上的星星，老奴也去摘下来。没那么夸张。江晨把系统说的那3样东西复述了一遍。厉无涯听完，眼中不但没有绝望，反而燃起前所未有的光亮。老奴记下了。他深深看了一眼地上的少女，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枚储物戒指，双手递给江晨。少主，这是老奴这些年搜刮的宝库钥匙，妻儿现在这样跟着老奴只会受苦，老奴想将妻儿托付给少主，老奴这就去寻找这3样神物，哪怕上穷碧落下黄泉，找不到，老奴绝不回来见少主。这就要走？江晨有些意外，但看这老头的架势，估计9头牛都拉不回来。行吧。江晨接过储物戒指，我会照顾好他的，你放心去吧。多谢少主。厉无涯最后看了一眼沉睡的少女，眼中满是不舍，但最终还是狠心转过头，化作一道残影冲出了地宫。他怕再多看一眼就舍不得走了。地宫里重新恢复了安静。姬清月看着地上的少女，赶忙脱下身上的龙袍外袍，裹住她地身体。好可怜的小妹妹。沈星宇取下发簪，为少女弯发，眼神温柔。公子，我们现在带她出去吗？不急。江晨的目光越过了兽耳娘，落在了她脑袋下枕着的一块石头上。那是一块漆黑如墨的石头，明明周围点着长明灯，但这块石头黑得深邃，一点光都反射不出来，只有纯粹的黑。这难道就是弱水沉石？就这东西还号称能镇压整个皇陵的气运，这怎么看着就是块垫脚石啊！而且少女的口水正顺着嘴角滴落到石头上。那个，江晨指着那块石头，对正在给少女擦脸的姬清月说道：如果我没看错的话，那块被这丫头枕着流口水的石头，是不是就是我要找的弱水沉石？姬清月伸手想要把弱水沉石从妻儿的脑袋下拿出来，然而她的手刚触碰到石头，躺在上面的红发少女突然就睁开了眼。虽然少女已经被江晨用进化2字强行洗回了人形，但500年的兽性本能显然不是一时半会能消退的。只见她只起身，像动物一样趴伏，将那块弱水沉石牢牢护在怀里。她身上裹着姬清月宽大的明黄龙袍，头顶那对毛茸茸的黑色兽耳正紧张地向后折贴，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低吼声。妻儿乖，把那个石头给姐姐看看。沈星宇试探着向前半步，声音温柔的像是在哄小孩。嗷！厉气儿猛地抬头，那双还残留着几分猩红的树瞳瞬间收缩，对着沈星宇就是一口空咬。他的速度很快，若非沈星宇本身是剑修，反应极快的缩回手，这只手腕上怕是要多2排牙印。呜嘶！厉气儿把石头抱得更紧了，整个人往角落里又缩了缩，尾巴炸毛般竖起，像极了一只护食的小野猫。沈星宇无奈的回头，公子，他神智未开，这弱水沉石被他当成了护身符，恐怕硬抢肯定不行。这丫头虽然退化了，但那身板还是实打实的半神兽体质，真要在这里动起手来，两女虽是元婴，但都被禁灵大阵压制着，未必打得过这丫头。麻烦。江晨叹了口气，揉了揉手腕，径直走了过去。公子小心！姬清月惊呼。江晨置若罔闻，他走到距离厉气儿只有1步之遥的地方，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厉气儿弓着背，一双可怜兮兮又凶狠的眼睛紧紧瞪着江晨。给我！江晨伸出手，厉气儿拼命摇头，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这块石头凉凉的，枕着睡觉特别舒服，才不给！不给是吧？江晨眉梢一挑，右手食指弯曲，对着少女光洁饱满的脑门，嘣！一个清脆至极的脑瓜崩。嗷！厉气儿吃痛，两只手下意识的想要捂住额头，但又舍不得放下石头，只能眼泪汪汪的看着江晨，委屈的不行，连头顶的兽耳都耷拉下来了。叮！检测到目标，厉气儿
产生畏惧与依赖混合情绪。当前好感度30，他是主人。恭喜宿主获得奖励护颈记忆乳胶枕。江晨嘴角一抽，系统你也是够了，给个枕头是什么鬼？让我在这皇陵里睡个回笼觉吗？不过江晨看了看紧紧抱着石头的妻儿，好像有点搞头。这样吧，拿这个和你换。江晨手腕一翻，一个洁白的散发着淡淡奶香味的长方形物体凭空出现在他手中。他还拿着枕头在厉气儿面前晃了晃，这是何物？沈星宇虽然修为被禁灵大阵压制，但感知还在，此物竟无一丝灵气波动，却蕴含着让人神魂安定的气息。姬清月更是震惊道，而且此物柔软异常，似乎能随着外力改变形状，包容万物，莫不是9天之上的极乐云母？极乐云母传说生于9天之上，万年才凝聚一朵，拥有温养仙魂的逆天功效。公子竟然随手拿出来当枕头，这就是大能的世界吗？江晨自然不知道身后两女的脑补，他正拿着枕头逗小丫头呢。换不换？江晨把枕头往前递了递，厉气儿的鼻子耸动了2下，秀秀，好香。厉气儿的眼睛直了，他怀里的黑石头虽然能压住体内煞气，但又硬又个人，跟眼前这个散发着奶香味的云朵比起来，简直就是垃圾。啪嗒，被人视若珍宝的弱水沉石就这样被厉气儿随手丢在了地上，然后他整个人跃起，扑向那个乳胶枕，入手绵软，回弹有力。厉气儿把脸深深地埋进枕头里，深深吸了一口气，呼噜呼噜，刚才还龇牙咧嘴的凶兽少女，此刻竟然眯起了眼睛，发出了舒服至极的呼噜声，身后的那条长尾巴更是像是螺旋桨一样疯狂摇摆，这也太舒服了吧！看来这买卖成了。江晨弯腰捡起地上那块黑色石头，石头入手沉重无比，明明只有拳头大小，却仿佛有着千钧之重，确实是弱水沉石无疑。走了，江晨将石头收入系统空间，拍了拍手，转身就走，回家吃饭。厉气儿听到声音，耳朵动了动，他睁开眼，看见主人走了，本能告诉他，跟着这个人以后这种好东西多的是。于是大周皇陵里出现了极其诡异的一幕，前面一个白衣胜雪的贵公子负手而行，身后跟着2位倾国倾城的美人，一位穿着宽松道袍配黑丝，一位穿着龙袍配白丝，最后面跟着一个光着脚丫的红发瘦耳少女，她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白色的枕头，一边走一边还时不时把脸在枕头上蹭一蹭，脸上洋溢着傻乎乎的幸福笑容。走出地宫的那一刻，呼，沈星宇和姬清月同时长出了一口气，跨过那道界碑，压制体内灵力的力量终于消失，那种重新掌控灵力的感觉让2人都安心了不少。只是当他们看向前面的江晨时，眼中的敬畏却比之前更甚。在禁灵之地，凡人如蝼蚁，唯有公子是绝地如后花园，是凶兽如家猫，是地兵如草芥，这才是真正的无敌。公子，接下来我们去哪？沈星宇轻声问道，语气恭顺的像个小媳妇。江晨还没来得及回答，脑海中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提示音，叮，检测到核心任务道具以及其极阳之物扶桑神木已拥有，极阴之物弱水沉石已拥有，阴阳调和大道自生，是否立即消耗这2样神物？开启系统特殊功能建筑先天灵孕育房。初级注：此洞天福地拥有孕育加速与滋养神魂属性，且环境宜人，自带温泉软榻，且隔音效果极佳，乃是宿主与夫人们探讨人生哲理、培养感情的不二之选。是。定，检测到核心材料已就位，先天灵孕育房初级开始构建，完成倒计时10、9、8。未央宫请功，扶桑神木极阳扣除，弱水沉石极阴扣除，阴阳交汇，造化自生。装修方案确认，主题极乐汤，祝您生活愉快。江晨对着面前的空间随手一划，嗡，原本平静的虚空陡然泛起剧烈涟漪。就在江晨面前3尺处，空间像是一块被裁纸刀划开的幕布，悄无声息地裂开了一道1人高的缝隙，缝隙边缘流转着淡粉色的光晕，隐约可见内部雾气氤氲，撕裂虚空，开辟洞天。沈星宇美眸圆睁，这可是炼虚境巅峰，甚至合体期大能才能做到的，而且寻常大能开辟洞天，哪个不是小心翼翼，需耗费数年稳固空间？公子竟然随手就划开了。姬清月更是呼吸急促，死死抓着袖口。他虽然知道江晨深不可测，但这般手段还是再一次刷新了他的认知上限。这就是他肚子里孩子的爹吗？这就是他姬清月的男人吗？强得令人发指！愣着干嘛？进来吧！江晨率先跨入光门，2女对视一眼，压下心头震撼，紧随其后。厉气儿懵懵懂懂的左右望了望，见江晨的身影消失在那入口，旋即也抬脚跟了过去，一步跨入，天地大变。映入眼帘的是一间看起来似乎有些不正经的房间，四壁镶嵌散发粉色光芒的萤石，将整个空间烘托得旖旎无比。地面铺着不知名兽皮制成的长毛地毯，踩上去柔软细腻。最中间是一张占据了半个房间的巨大圆形床，床的上方悬挂着一面水晶镜，正好能将床上的一切尽收眼底。四周垂落着红色的轻纱帐幔，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甜腻的异香。角落里
甚至还有一个红温泉水正冒着袅袅热气。这姬清月身为大周女帝，哪怕在书上见过无数房中术的记载，也从未见过如此直白且羞耻的陈设。她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连说话都结巴了。公子，这空间这也太那个了吧！就连一向清冷的沈星宇，此刻也是俏脸滚烫，目光在那张巨大的圆床上游移，根本不敢看头顶那面镜子。这种环境下，若是雨琦，那岂不是羞死人了？江晨看着眼前这标准的情趣酒店原床房配置，嘴角也是一抽。系统你大爷的，这就是你说的探讨人生哲理的最佳场所。江晨干咳一声，强行解释，面部红心不跳，此乃先天灵孕浴房。别看装修风格前卫了点，但实用性很强。实用。姬清月看着那角落的温泉，脑海里已经浮现出某些不可描述的画面，腿都软了。这分明是为了……可就在这时，沈星宇忽然发出一声惊疑，他闭上眼，眉心剑印闪烁，几息之后猛然睁开，原本的羞愤被狂热的震撼所取代。我懂了。沈星宇激动的娇躯微颤，这哪里是床，这分明是一座阴阳两仪大阵。他指着水床，斩钉截铁：公子以无上神通，将极阴的弱水封印其中，化作阵眼，躺在上面，阴气洗髓伐毛，却不伤神魂。还有这光，这是扶桑神木的至阳真火所化，在此修炼1日，可抵100年苦功。他的视线最后落在那面镜子上，脸上浮现出一种悟道般的狂热。这更不是什么镜子，这是红尘炼心镜，能映照本我，斩却心魔。公子是想让我们看破虚妄，直达本心。姬清月听得一愣一愣的，他再次看向这房间，不愧是北域太化圣女，果然比他更见多识广些。那甜腻的香气吸入体内后，丹田内的元婴竟然在欢呼雀跃。那晃动的水床仿佛蕴含着某种水系法则的韵律，就连那红温泉此刻看起来也像是一个巨灵的阵眼。原来如此。姬清月满脸羞愧，清月愚钝，竟以世俗那等污秽眼光曲解了公子的良苦用心。公子大才，清月羞愧难当。江晨他张了张嘴，看着这两人自我攻略的模样，最终选择把实话咽回肚子里。行吧，你们说是大道，那就是大道吧，反正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们。嗷！就在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利契尔动了。他才不管什么羞耻不羞耻，他只感觉那个床看起来比怀里的枕头还软。利契尔直接蹦了上去，四仰八叉的躺在水床上，还打了个滚，呼噜呼噜，舒服，太舒服了。利契尔脑袋顶上的兽儿欢快地抖动着，尾巴甩得啪啪作响。看到这一幕，姬清月和沈星宇也不再犹豫，两人也小心翼翼地爬上了那张巨大的圆床。躺下的瞬间，一股极其精纯的灵力竟顺着背脊疯狂涌入四肢百骸。姬清月忍不住发出一声轻哼，她感觉到腹中的胎儿在这股灵力的滋养下，竟然发出了一道欢愉的意念。原本因为强行突破元婴而有些虚浮的境界，在这阴阳二气的冲刷下，仅仅几个呼吸间便彻底稳固，甚至还在缓缓攀升。这也太……姬清月美眸迷离，侧头看向身边的江晨，眼中满是爱意与依赖。在这里睡一觉，抵得上外界苦修10年。另一边，沈星宇盘膝坐在水床上，周身剑气原本凌厉刺人，此刻在这粉红色的灯光下，竟然变得圆融如意。公子，沈星宇睁开眼，波光流转，公子竟为了我们专门开辟空间。他面色绯红，却大胆地往江晨身边蹭了蹭。江晨还没反应过来，左手已经被沈星宇抱住。姬清月见状，立刻会意，他一把捞起还在打滚的利契尔，转身就扔出了洞天。你还小，在外面玩。利契尔。江晨看着天花板上的镜子，长叹一口气。穿越者的生活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就在江晨享受着枯燥生活的同时，北域地族叶家家主查到了天魔教内魔崽子，此刻就在中州。粉色的暖光充盈着整个洞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腻到令人面红耳赤的香气。巨大的圆形水床上，红纱轻摇。公子轻点，那里不行。一声极力压抑却依旧婉转娇媚的低吟从姬清月口中溢出。她此刻毫无大周女帝的威严，整个人如一滩春水般瘫软在水床上，紧咬红唇，眼角甚至都渗出了泪花。江晨满头大汗，手指在他背后的几处大穴上飞速点按。忍着点，你经脉淤堵太久，疼是正常的。江晨语气严肃，仿佛并没有被他的娇吟声影响。随着江晨每一次手指落下，姬清月只觉得一股暖流如同烈火般钻入体内，霸道地冲刷着他的经脉。那原本有些虚浮的元婴，在这股力量的滋养下，竟然开始吞吐金色的霞光，变得愈发凝实。一旁的沈星宇泡在温泉水里，俏脸通红。虽然还没轮到他，但光是吸入这空气中游离的道韵，他体内的剑意就在疯狂颤鸣。好了，翻个身。江晨拍了一下姬清月的后腰。啊！姬清月惊呼一声，羞耻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身体却无比诚实地顺从了。半个时辰后，两女并排躺在水床上，呼吸均匀，已然沉沉睡去。江晨甩了甩酸痛的手腕，长出了一口气。这神级按摩术什么都好，就是太费力气了。他坐在床边，看着熟睡的两人，特别是看着两人的小腹，眼神变得柔和起来。定。
检测到宿主在先天领域预防内辛勤耕耘，触发特殊 buff 孕育加速效果。此时空流速与外界不同，且具备生命本源催化功能。元需10月怀胎，在此洞天内仅需外界时间7日，即可诞下健康的神级子嗣。注：该过程对母体无损，甚至可借助胎儿先天之气反哺母体，延年益寿，美容养颜，无痛产子。江晨7天。系统，你这是生孩子吗？你这是3D 打印吧？不过吐槽归吐槽，这确实解决了大问题。毕竟这修仙界危机四伏，怀胎10个月太容易出岔子。7天速成，安全高效，好好睡吧。江晨帮两女耶好被脚，转身走出了这方温柔乡。未央宫寝殿，江晨刚跨出空间，脚下就踢到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低头一看，是利切儿。小姑娘此刻正抱着那个乳胶枕，眼巴巴地望着他，那对黑色的兽耳耷拉着，看起来无精打采。下一秒，咕噜噜，利切尔小脸一红，连忙用枕头捂住肚子，但那双猩红的树瞳却更加直勾勾地盯着江晨。饿了，等着。江晨揉了揉他的小脑袋，被他那副可怜样逗笑了，也懒得去御膳房，他直接从储物戒指里掏出炊具，就地开火。厉无涯留给他的储物戒指里倒是有不少好东西，一条通体晶莹的太虚灵鱼被取出，菜刀在江晨的手中化作残影，去鳞、开膛、切块，起锅烧油煎鱼，就是最普通的反火，将锅里的油烧得滋滋作响。当腌制好的鱼块滑入油锅，一股霸道绝伦的香气瞬间炸开，香味浓郁的几乎快要化为实质。哦，利切尔的眼睛瞬间瞪圆，口水顺着嘴角滑落，滴在了心爱的枕头上。他像只被香味勾了魂的小兽，伸着2只小手就要往滚烫的油锅扑去。啪！江晨手里的筷子精准地敲在他脑门上。别急，利切尔吃痛，委屈地缩回小手，揉了揉被敲红的额头，但他的身体却更诚实地凑近，身后的尾巴焦急地拍打着地面，发出啪啪的声响。江晨没再理他，专注地控制着火候。就在鱼汤熬至奶白，香气达到顶峰的瞬间，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从皇宫午门的方向传来，整个未央宫的地面都随之微微一颤。江晨盛汤的动作一顿，他盛了一碗奶白的鱼汤放到桌上，又慢条斯理地拿过一个汤匙，吹了吹热气。张嘴，利切尔哪里还管得了外面有什么动静，全部心神都被眼前的鱼汤吸引。他乖乖张开嘴，露出2颗尖尖的小虎牙，一勺温热的鱼汤喂入，鲜美到极致的暖流顺着喉咙滑入腹中。利切尔舒服地眯起了眼，头顶的兽儿软软地塌了下去，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呼噜声。就在江晨准备喂第2勺时，杀呀！清君侧，诛魔道！远处传来的厮杀声与惨叫声已经清晰可闻，一支身披金甲的修士队伍正撕开皇宫的防线，朝着未央宫寝殿的方向而来。指挥的竟是太傅刘若虚。陛下实乃长公主殿下女扮男装，如今殿下已被魔头染指，大周皇室已被魔道蛊惑，吾等当清君侧，诛魔道！寝殿内，江晨仿佛毫无所觉，他只是又舀起一勺鱼汤，再次递到利切尔嘴边。啊呜！利切尔又是一口吞下，幸福的尾巴都快摇成了螺旋桨。然而，就在他准备迎接第3口时，轰！一声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剧烈的爆炸在未央宫外响起，狂暴的气浪将寝殿的大门直接掀飞，木屑与烟尘四散。一对金甲修士已经杀到了殿外，江晨手中盛着鱼汤的碗瞬间碎裂。他望向窗外的天空，那只金甲修士已然杀至殿门口。定睛一看，那些修士盔甲上的暗纹分明是出自地族叶家。哟，还请了老熟人啊！江晨若有所思，怪不得那老东西敢逼宫。桌边，利切尔正要张嘴迎接的第3口没了，他的脸上明显浮现出了不悦。这么多年了，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结果还没吃几口，啪，他的快乐没了。他依依不舍地望了一眼洒了一桌子的鱼汤，随即将目光对向窗外。吼！低沉的咆哮声在他喉咙深处滚动。那个刚才还乖巧的像只家猫的少女，此刻呲起了獠牙，指甲暴长3寸，寒光森森。动我的好吃的，那便死！可惜了，这么好的鱼。江晨看着手中盛鱼汤的碗碎裂，轻叹了一口气。只是他这声叹息未落，身旁便卷起了一阵风。好！原本蹲在地上等着投喂的红发少女，此刻树瞳瞬间收缩成针芒，原本呆萌的面容此刻只剩下凶狠。轰！便在此时，未央宫残破的大门彻底崩碎，烟尘滚滚中，太傅刘若虚身穿紫袍，手持天子剑，身后跟着上百名身披金甲的精锐修士。这些金甲卫并非大周禁军，而是叶家培养的修士，清一色金丹中期修为，结成战阵，甚至可斩元婴。魔头江晨，妖言惑主，秽乱宫闱！刘若虚此时意气风发，剑指端坐在宫中的白衣青年，厉声咆哮：今日幸得北域地族叶家相助，老夫便要替天行道，清君侧，诛！他的话音未落，只觉眼前红光一闪，一道瘦小的身影如同红色的闪电，直接撞入了金甲修士的战阵之中。没有灵力波动，没有神通光华，有的只是最为原始的撕碎。扑哧！一名金丹修士甚至没看清来的是什么，护体罡气便如薄纸般破碎，一只指甲长达3寸的利爪直接洞穿了他的喉咙，顺势一扯，头颅飞起，
鲜血如喷泉般冲了1丈高。什么东西？结阵！快结阵！金甲修士大乱。然而那道红影太快了，利切尔四肢着地，在人群中疯狂弹射，每一次起落都伴随着一声惨叫。啊！我的手！救命！这是什么怪物？一名金丹圆满的队长怒吼一声，挥动玄阶战刀，狠狠劈在利切尔背上。当！火星四溅，利切尔毫发无伤，甚至连层皮都没破。他缓缓转过头，沾满鲜血的小脸上挂着一个瘆人的笑。吼！他不会言语，只能发出野兽般的咆哮声。下一秒，那队长连人带刀被生生撕成了2半。3个呼吸，仅仅3个呼吸，那只足以横扫大洲的金甲修士战阵，此刻已经变成了一地断胳膊断腿。浓郁的血腥味冲天而起，令人作呕。未央宫前，太傅刘若虚脸上的笑意僵住了，他握剑的手在剧烈颤抖，双腿止不住地发软。而在这一片修罗场中，江晨依旧坐在桌边，他轻轻拂去衣袖上沾染的鱼汤，神情淡漠，甚至还给自己重新倒一杯茶。太傅大人，江晨吹了吹茶沫，这么大阵仗，就是为了来打翻我一碗汤。魔鬼！刘若虚看着那遍地残尸，再看那云淡风轻的江晨，叶家不是说那魔头就是个毫无修为的废柴吗？保护他的携手人徒已离开，他身边怎么还会有这么强的存在？仅仅是一双手就撕了整整300金丹修士。好，杀光了金甲修士，利切尔眼中的红光却并未消退，嗜血的本能一旦开启，便难以停下。他转过身，盯上了刘若虚身后那数千名大洲禁军。这些中州的凡人禁军大多只是筑基甚至炼气期，此时被那凶兽盯上，一个个吓得手抖，连手中的长戟都快拿不住了。死！利切尔弓起身子，后腿肌肉紧绷，地面寸寸皲裂，他要屠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回来！江晨对着利切尔的方向招了招手，再闹晚饭也没了。叶家来的人杀了就足够了，若是杀了这些大洲的军士，等清月出来，估计要心疼了。呜！听到江晨的喊话，刚刚还准备大开杀戒的利切尔眼神瞬间清明，他连忙收起了利爪，扑回到江晨身边，可怜兮兮地缩成了一团，喉咙里发出委屈的呜咽声。江晨拿着帕子为利切尔擦去脸上的血，一个眼神都没有给刘若虚。老狗，带着你的人滚吧！不行！刘若虚低声盘算着，他不甘心，如今好不容易搭上地族叶家，若是就此撤兵，恐怕余生再无机会荣登大宝。他一只手探入袖中，捏碎叶家给他留的玉简。叶家长老言，若金甲军不敌，则捏碎玉简，他自会前来相助。便在此时，虚空震荡，一道粉色的光幕突然出现在天空中。慢着！一道略带慵懒却威仪天成的女子声音从光门后传出，随后一只穿着白丝玉足迈出了虚空。叶家长老还没来，姬清月倒是现身了。他一出现，天地间的血腥气似乎都被一股浩荡的黄道紫气冲散。他身着明黄色的九龙滚服，那原本象征着至高皇权的宽大龙袍，胸口处被他撑满，露出傲人的沟壑。更令人震撼的是，在那龙袍之下，他的小腹有着明显的隆起，因为孕育房的加速效果，他此时的腹部已然隆起一个弧度。清月，你怎么出来了？江晨望着姬清月问道。姬清月回望向他，眼神温柔如水。大周自己的家务事，自然不敢劳烦公子。这是……刘若虚瞪大了眼睛，长公主居然真敢以女人身，还穿着龙袍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而且还怀了孕。刘若虚看着他，像是抓住了什么惊天把柄，兴奋地大笑道：大家看到了吗？都看到了吗？大周如今的皇帝竟然是长公主扮的，她大着个肚子，穿着那么种白色的袜子，真是不知廉耻的荡妇。刘若虚深知，只要抓住这一点，便是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大周也不是谁的拳头硬就能当皇帝的，只要他得了民心，得到黄道龙气护体，他就是大周的主人。更何况他还有叶家相助，只要叶家长老来了，哪怕血手人屠回来，也奈何他不得。他转身面向数千禁军，振臂高呼：众将士，随我杀妖后，保大周正统！禁军们开始骚动。在这个封建礼教森严的中州，女子称帝本就是大忌，更何况还是怀了魔头之子的不洁之身。长戟调转，杀机再起。姬清月面对千夫所指，却没有退半步，他只是抚摸着自己隆起的小腹，冷眼扫视全场。正统！姬清月一步踏出，元婴中期修为毫无保留的爆发。啊！紧接着一声震碎苍穹的龙吟在未央宫上空炸响，只见姬清月体内涌出无尽的金光，那金光并非虚幻，而是大周3000年的国运龙气。元婴，黄道龙气化形！刘若虚吓得直接瘫倒在地。这怎么可能？历代大周皇帝最多也只是能借用龙气护体，何曾有人能让龙气化形？此时的姬清月沐浴在万丈金光之中，宛如9天玄女凌晨，威严不可直视。刘太傅，他冷冷俯视着刘若虚，威严的声音响彻整个皇城。朕忍你很久了，朕的江山，朕的男人，朕的皇子，哪个轮得到你这老狗智慧？真龙！原本杀气腾腾的禁军们，此刻只觉得一股源自血脉深处的威压轰然降临，那是臣子对君王天然的恐惧与臣服。这不可能！
历代先皇都做不到龙气化形。一名老将军双目圆睁，手中的兵器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跪下。姬清月淡淡开口，只是这简单的2个字，扑通扑通。那数千名原本还要清君侧的禁军，身体根本不受大脑控制，膝盖一软，齐刷刷的跪倒一片。就连那些拥有筑基修为的将领，也被这股恐怖的皇威压得抬不起头，额头重重刻在石板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山呼海啸般的参拜声瞬间压过了所有的质疑。什么女子不得干政，什么怀有身孕，在绝对的真龙天子意象面前，一切礼法皆是狗屁。天道认可，国运加深，他就是大周唯一的天。全场唯有一人还站着，刘若虚。他身上泛起一层淡淡的青光，那是叶家赐予他的护身法宝，死死抵御着龙气的镇压。妖术，这绝对是魔教的妖术。刘若虚双眼赤红，状若疯癫。我不信，我不信一个女子能引动国运。他还在挣扎，姬清月却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他挺着孕肚，神色冷漠，甚至没有动用一丝灵力。他扬起手，啪一声清脆至极的耳光声，显得格外刺耳。刘若虚被打懵了，他是当朝太傅，是3朝元老，是金丹圆满的大修士，如今却被一个孕妇在大庭广众之下扇了一巴掌。你啪，反手又是一巴掌。这一掌力道之大，直接将刘若虚的黄牙抽飞了3颗，半边脸瞬间肿成了猪头。这2掌打你数典忘祖。姬清月一脚踩在刘若虚的胸口，这一脚踩你卖国求荣。姬清月指着远处那一堆金甲修士的碎尸，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这些人是大周的兵吗？禁军们战战兢兢地抬头，透过弥漫的烟尘，他们清晰地看到那些破碎的金甲之上赫然刻着一个暗文：叶，北域地族叶家。哪怕是大头兵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所谓的太傅，所谓的清君侧，不过是勾结外敌，企图颠覆大周江山。太傅竟然真的卖国，我们差点犯了谋逆之罪。愤怒的情绪在禁军中蔓延，原本对女帝的恐惧，此刻全部转化为了对刘若虚的恨意。太傅大人，姬清月居高临下，眼神轻蔑。你说朕怀的是孽种，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刘若虚躺在泥泞中，望着天空中的金龙，心中充满了怨毒。就在这时，一道苍老而阴冷的声音直接在他耳边中响起：废物，给了你这么多资源，连个女人都搞不定。既然如此，那便用你的命发挥最后一点余热吧。嗡，一道诡异的幽紫色光柱如同天罚一般，无视了皇宫的防御大阵，直直灌入刘若虚的身体。呀呀呀！刘若虚发出凄厉的惨叫，他的身体突然急速膨胀，华贵的紫袍瞬间崩裂，皮肤寸寸撕裂，流出的不是鲜血，而是紫黑色的粘液，骨骼暴涨，经脉逆行。短短一个呼吸间，刘若虚的气息竟然强行突破了金丹期的桎梏，冲破元婴，甚至还在疯狂攀升，直逼化神。这是什么邪术？姬清月脸色骤变，这种力量太过邪恶狂暴，根本不是正道该有的手段。叶家，他瞬间反应过来，碍于正道盟约，北境势力不能直接屠戮凡俗皇权，所以他选择了这种方式，强行献祭刘若虚的生命和灵魂，制造出一个只知杀戮的怪物。好，此时的刘若虚已经彻底没了人形，他变成了一个身高3丈的紫色巨人，浑身长满肉瘤，双眼翻白，只剩下最原始的杀戮欲望。他残留的最后一丝执念，死死锁定了一个方向，不是姬清月，而是那个还在品茶的白衣少年江辰。苦心经营32载，若不是这个魔崽子横插一脚，他刘若虚早已登基称帝。一切的屈辱皆源于此人。魔头死！紫色巨人发出一声咆哮，恐怖的音浪直接震飞了周围数百名禁军。他无视了眼前的姬清月，巨大的双腿在地面狠狠一蹬，越过众人，携带着毁天灭地力量的化神期一掌直扑江辰。这一掌之下，虚空都在震颤扭曲。这一掌下去，就是整个未央宫寝殿都会被拍成齑粉。公子！姬清月抬脚就冲向江辰的方向，他想救，但他元婴的修为根本追不上这化神级别的一击。嗷哦！正在趴在江辰身边的利气儿本能的呲起獠牙，想要扑上去，却被江辰按住脑袋。不急，江辰依旧坐在那里，他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可惜的看了一眼手里被震碎的茶杯，轻叹了口气。可惜了，刚泡好的茶。紫色巨掌遮天蔽日，带着令人窒息的恶臭，距离江辰的头顶仅剩3寸。就在这一刹那，被动父爱如山发动，江辰周身突然升起一个巨大的金色光罩，光罩似乎带着不属于这片天的法则之力，以江辰为中心迅速扩散。当那只布满恶心肉瘤的紫色巨手触碰到江辰头顶那层薄薄的金色光罩时，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嗡！只有空气轻微震颤了一下，在所有人呆滞的目光中，刘若虚那高达3丈的怪物身躯从接触光罩的掌心开始，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消失，没有灰烬，没有残渣，是彻底的虚无，连同那漫天的腥臭气息都在这一瞬间被那层看似柔弱的金光霸道的抹去。天地间仿佛从未出现过那个怪物。定，检测到对胎儿父亲产生的致死级恶意，系统判定被动级父爱如山触发，目标已从分子层面物理超度，今日被动触发次数剩余0、1。可江辰挥了挥手，
驱散了面前飘来的尘埃。这一天天闹的，未央宫外漫天紫雾散尽，未央宫前的废墟之上，死一般的寂静。这种极致的安静，比刚才的喧嚣更让人胆寒。数千禁军跪伏在地，额头紧贴着冰冷的石板，连呼吸都刻意压低，生怕惊扰了那位坐在废墟中品茶的白衣公子。可惜了。江晨看着手中碎裂的茶杯，轻轻摇了摇头，随手将瓷片扔在一旁。姬清月站在他身旁，一身九龙滚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缓缓收敛了漫天的黄道龙气，转过身，视线扫过跪了一地的禁军，最终定格在江晨身上。他没有丝毫犹豫，当着全天下人的面伸出手臂，霸道地挽住了江晨的胳膊。这一动作亲密自然，却又带着宣誓的意味。传朕旨意，今日起，大周再无长公主，只有女帝姬清月。他抚摸着微微隆起的小腹，目光变得柔和却坚定。而江晨江公子乃朕唯一的皇夫，亦是这副钟龙寺的生父。见他如见朕，吾皇万岁，皇夫千岁！山呼海啸般的参拜声直冲云霄。在这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未央宫侧方一道粉色的空间裂缝缓缓愈合。沈星宇腿上裹着黑丝，站在不远处。他看着那对接受万众朝拜的璧人，原本想要迈出的脚步僵在了半空。姬清月是执掌万里江山的女帝，是名正言顺的皇夫正妻，而自己呢？如今的她是被宗门抛弃的联姻工具，是名声尽毁的魔教俘虏。一股从未有过的酸楚与自卑在沈星宇心里疯长。我算什么呢？沈星宇垂下眼帘，手指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角。就在这时，天穹之上忽然裂开一道金色的缝隙，一朵祥云缓缓降下，云头之上立着一名身着白底经文长衫的青年。他手持一柄折扇，面如冠玉，气质儒雅随和，周身缭绕着淡淡的清香，与刚才此地的血腥气息格格不入。叶家大公子，北域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叶无言。他的目光精准而深情地落在了沈星宇的身上。星宇，叶无言收起折扇，踏云而下，竟直落在沈星宇面前3丈处。他对着沈星宇深深一揖，语气更是诚恳至极：“师兄来迟，让你受惊了。”沈星宇抬头看向他，眼中的落寞瞬间化为警惕，指尖立刻萦绕起一股金色剑气。叶无言仿佛没看到他的敌意，只是长叹一声，满眼痛惜：“舍弟一凡行事乖张，竟做出此等让圣女受委屈之事，实乃我叶家之过。”沈星宇，星宇，我知道你受了委屈。叶无言上前一步，声音温柔：“跟我回去吧。以我叶家之事，只要你肯回去，你依旧是高高在上的太化圣女，没人敢议论半句。”沈星宇的手微微颤抖。回去，若是换作半个月前，这或许是他梦寐以求的救赎。可现在听在耳里，却只觉得讽刺。见沈星宇不说话，叶无言更加自信地朝他走了一步。他太了解这些所谓的正道仙子了，名节大过天，没人能拒绝这种机会。他还抛出了最后的杀手锏，而且，星宇，你不想知道你父母的下落了吗？沈星宇瞳孔猛地一缩：“你说什么？你自幼被太化圣地收养，一直以为自己是锅。”叶无言观察着他的神色，缓缓道：“但我叶家最近在北海极寒之地发现了一些关于你身世的线索，若是你跟我走，我便带你去寻亲。名誉、地位、亲情3重枷锁，足以让任何一个女子乖乖就范。”叶无言自信满满的伸出手，掌心向上，做出了一个邀请的姿势：“来，把手给我，师兄带你离开这个魔窟，回家。”回家。沈星宇喃喃自语：“对，回家。”叶无言脸上的笑容愈发温润。就在叶无言伸手要去拉沈星宇的时候，他突然后退了一步：“叶师兄，你口中的家是指那个为了攀附你们叶家就把我打包送人的太化圣地吗？”沈星宇的声音很轻，却字字诛心：“还是指那个随时可以像丢垃圾一样把我牺牲掉的叶家？星宇，你莫要被魔头洗脑了，跟我走，我会助你打掉魔胎，还可帮你恢复手工煞。”叶无言脸上的笑容有些挂不住了，身上的元婴后期威压隐隐释放，锁定了沈星宇。名为劝说，实为逼迫，打掉我的孩子。沈星宇笑了，这人居然还想拿掉公子的子嗣。铮一声清越的剑鸣骤然响彻未央宫。叶无言，你给我听好了。沈星宇一步踏出，如同绝世女剑仙凌晨，所谓的太化圣女狗都不当。唰，一道剑光快若惊鸿，直接斩向叶无言那只伸出来的手。叶无言大惊失色，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向来逆来顺受的女人竟然真敢动手，而且短短半月不见，实力竟然暴涨到了如此地步。撕拉，因为轻敌，叶无言还未来得及反应，袖袍就被整齐切断，半截袖子随风飘落。若非他退得快，这一剑断的便是他的手腕。叶无言狼狈地退后数步，死死盯着那一截断袖，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你疯了！沈星宇持剑而立，剑尖直指叶无言的鼻尖：“我双亲的线索，为何你们叶家偏偏此时告诉我？真当我傻吗？不管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做梦！星宇不稀罕当什么圣女，也不想回什么正道。我沈星宇，生是公子的人，死是公子的鬼。”他顿了顿，瞥了一眼那高高在上的叶无言，嘴角勾起一抹讥讽：“哪怕只是给公子做一个端茶倒水的通房丫鬟，也比当什么劳什子圣女强上10000倍。”叶无言人傻了，堂堂正道第一美人，先天健体，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说宁愿给魔头当通房丫鬟，也不愿回归正道。就在这时，一只温热的大手搂住了沈星宇盈盈一握的细腰，他低头还在沈星宇的额上轻轻一吻。唉，纠正一下。江晨另一只手揽着姬清月，左拥右抱，看着气得浑身发抖的叶无言，慢悠悠地补了一刀。在我们家没有什么通房丫鬟，只有老婆。哼！叶无言深吸一口气，收起折扇，对着江晨和沈星宇拱手一礼，声音里带着几分歉意与无奈。江少主说笑了，既然师妹心意已决，那便是在下堂突了。江晨看着眼前这位叶家弟子，倒是觉得他与之前的叶一凡有所不同，此人倒是没有那么浮夸，还挺有礼貌的。看来叶家也不全是那种浮夸哥。沈星宇眼神微动，手中的剑意稍稍收敛，但身体依旧紧绷，护在江晨身侧。不过叶无言话锋一转，从怀中摸索片刻，取出了一枚巴掌大小的玉佩。那玉佩通体呈墨绿色，其上雕刻着繁复晦涩的纹路，隐隐有流光转动。哪怕是在正午的阳光下，这玉佩也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幽寒之气。虽然你与我叶家结亲不成，但相识一场。叶无言拖着玉佩，神情恳切。这枚玉佩乃是我族人在北海偶然所得，其上气息与你体内的先天健体之气同源，这或许是你寻找亲生父母唯一的线索。拿着吧，就当是叶家送给你的赔罪礼。说罢，他轻轻一送，那枚墨绿玉佩轻飘飘地飞向沈星宇，悬停在他面前。沈星宇看着眼前的玉佩，亲生父母吗？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接住了那枚冰凉的玉佩。叶无言看着这一幕，眼底深处闪过一抹阴狠。这是叶家禁器噬心千魂玉的子扣，只要沈星宇贴身佩戴，只需3日，玉中的噬心骨便会无声无息地钻入他的识海，种下奴印。到时候拥有母扣的他，就能让这位太化圣女成为听话的母狗。让他杀江晨，他就会杀江晨；让他自荐枕席，他就会乖乖爬上床。这就是得罪叶家的下场。叶无言心中冷笑，面上却是一脸的关切与不舍。山高路远，好自为之。叶家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说完，他向江晨和沈星宇作揖，潇洒离去。然而，公子，只见沈星宇根本没有如叶无言预想那般将玉佩贴身收好，相反，他转过身，直接将玉佩递到了江晨面前。公子，这东西来路不明，我不放心。沈星宇眼神坚定，虽然我想知道父母是谁，但在星宇心中，公子胜过一切，请公子替我处置。若是觉得不妥，毁了便是。一旁的姬清月闻言，抚摸孕肚的手微微一顿，她看着沈星宇那毫无保留的依赖，心中竟涌起一丝羡慕。身为女帝，她肩挑大周江山，即便爱极了江晨，也无法做到这般洒脱，将一切都置于公子之后。而沈星宇却做到了。若以后不能与公子长久相伴，只要知道公子身边还有个贴心人，也便能放心了。这玩意儿看着确实有点邪性。江晨并不知道姬清月在想什么，他把玩着那玉佩，随口点评道：“这上面这绿光看着就不吉利。”那毁了？沈星宇问道。别啊，万一真是线索呢？江晨摩挲着下巴，想了想，这种事还是得交给老爹。老爹见多识广，是不是好东西？让他过眼就知道了。在此之前，江晨随手一抛，嗖，那枚绿色的玉佩就这样凭空消失，被扔进了系统的储物空间。然而，江晨不知道的是，系统空间并不在此间。与修仙界那种依托于空间法则的储物界不同，系统的储物空间是基于另一个维度的数据化存储。简单来说，放进去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就等于不存在。时间静止，因果切断，法则隔绝，哪怕是大地清零，也感应不到分毫。就在这一瞬间，噬心千魂玉的子母扣联系瞬间切断。此时，万米高空，叶无言正负手而立，衣袂飘飘，宛如谪仙。他在等噬心千魂玉传回的第一缕神魂反馈。算算时间，应该已经开始渗透气息了吧？沈星宇啊，沈星宇，你很快就会明白，什么叫做求生不得，求死不。话音未落，嘣，一声犹如琴弦崩断的脆响，突兀的在他的识海深处响起。叶无言只觉得仿佛有一柄无形的大锤狠狠砸在了他的灵魂本源上。噗！叶无言那张原本俊朗的脸瞬间惨白，紧接着张嘴喷出一大口黑血，那是因果法则被强行斩断时产生的剧烈反噬。他双手抱头，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眼球暴突，布满血丝，体内原本运转流畅的灵力在这一刻彻底失控，在经脉中疯狂乱窜。不可能！叶无言惊恐地发现自己与那枚玉佩的联系不是被屏蔽了，也不是被封印了，而是凭空消失了，就像是那枚玉佩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世间一样。那可是准地境界，就算是炼虚老怪也不可能瞬间抹除因果。这呼呼呼，耳边的风声越来越急，失去了灵力支撑的叶无言如同断翅之鸟，从万米高空笔直地坠落下去。救命啊！轰隆！叶无言从天上砸下来，直接在地面砸出了一个深达数丈的大坑，泥土翻飞，树木断折。良久，一只颤颤巍巍的手从坑底伸了出来。叶无言披头散发，满脸是血，
原本那身嵌尘不染的白底经纹长衫，此刻已经破烂不堪，挂满了枯枝烂叶。若非他身上穿着一件护体宝甲，这一下高空坠落，足以把他摔成肉泥。咳，叶无言一边咳血，一边挣扎着爬出土坑。他回过头，看向遥远的大周皇宫方向，眼中只剩下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那个江辰根本不是什么废柴，他是个怪物，是个隐藏修为的绝世老魔头。叶无言越想越怕，越想越觉得一切都解释得通了。为什么太化圣女仅仅几天就会对他死心塌地？为什么连大周女帝都会心甘情愿为他生孩子？为什么他能一动不动直接秒杀化神期的刘若虚？因为他强，还强得离谱，自己居然还想用玉佩去阴他，简直就是在找死！跑，必须跑！回家族，请老祖出山！星宇、清月，收拾一下，我们回南荒。回南荒？可是大周这边，姬清月刚刚恢复女儿身，又以雷霆手段镇压了太傅叛乱，正是重整朝纲的关键时刻。若是此时离去，朝堂恐怕会乱。那些老家伙还没死绝呢，让他们先顶着。江辰指了指那几位跪在地上的老臣，这里是非太多，不如自己的地盘清静。公子说的对。姬清月转过身，威严的扫视下方，传旨：丞相舅舅暂代朝政，朕要闭死关。这就是所谓的闭关，实则是带球跑路。沈星宇站在一旁，他倒不在意在哪，只要在公子的身边足矣。来，事不宜迟。江辰对着空中高喝一声，只见那九龙镇玉舟从云层高处缓缓降下，数百天魔教子弟在甲板上整整待命。你们一般人留下帮清月守着。江辰吩咐道：有人作乱，死！谨遵少主之命。只见那300魔教子弟齐刷刷从非洲上跃下，每一人都至少有筑基巅峰实力。那些还有小心思的朝臣吓得立刻磕头，哪里还敢有别的想法？吾皇万岁，万万岁！吼！一声欢快的兽吼声打破了凝重的气氛。只见利切尔抱着那个乳胶枕头，第一个窜上了停在殿外的九龙镇玉舟。他占据了最舒服的角落，然后警惕地看着其他人，仿佛在说：这地盘归我了。江辰无奈一笑，带着姬清月和沈星宇上了非洲。巨大的非洲腾空而起，9条金龙虚影拉动车辇，化作一道流光，直奔南荒而去。北域叶家，砰！大殿的门被重重撞开，一个浑身是血、衣衫褴褛的人影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老祖，救命！老祖救我！几位老者眉头微皱。坐在首位的叶家大长老缓缓睁眼，看着地上的青年，声音冷冽：无言，你怎么搞成这副德行？难道是那江霸天出手了？在他看来，叶无言身上带着家族重宝，除非江霸天出手，否则谁能把他伤成这样？不是江霸天，是江辰，是那个江辰。叶无言趴在地上，眼中满是惊恐。长老，那个江辰根本不是什么废柴，他一定是披着废柴皮的绝世老魔。胡言乱语！叶道虚冷哼一声，情报早已确认，那江辰毫无修为，身上没有半分灵气波动，情报是假的。叶无言惊恐地尖叫起来：我刚把噬心千魂玉的子扣给沈星宇，结果不知道江辰做了什么，我手中母扣与子扣的因果联系瞬间就被抹除了，我被那法则反噬，这才成了这副样子。这抹除因果，这可是传说中只有大帝甚至仙人才能触及的领域。几个叶家的老怪物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惊骇。叶道虚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叶无言身前，他枯瘦的手指按在叶无言的天灵盖上，神识探入。片刻后，叶道虚脸色惨白地收回手，踉跄后退了2步，神魂受损，因果反噬。叶道虚喃喃自语：这绝非人力可为。难道那天魔教的少主竟是某位上古大能转世重修，而且已经觉醒了前世道果？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可怕了。一个平时装作人畜无害，实则能随手切断因果的怪物，叶家竟然还想去惹他。大长老，现在怎么办？一位长老声音有些发颤。慌什么？叶道虚强行镇定下来，眼中闪烁着阴狠与算计。这种大能转世往往受限于肉身，轻易不会出手。他既然放你回来，说明他或许不想沾染太多因果，硬拼肯定不行，那就换个法子。叶道虚停下脚步，若有所思。情报上说，这江辰极好女色，不仅绑了圣女，连那大周的长公主都搞到手了。是。叶无言点头，那就好办了。叶道虚冷笑，既然他喜欢女人，那就送他一个。可是他抢了圣女，又纳了女帝，一般的庸脂俗粉，他怎么可能看得上？那就找一个绝色的，而且必须是那种容易让人放下戒备的。叶道虚目光投向大殿之外，望向偏院的方向。我记得老三那一脉有个庶出的丫头，叫叶婉婉。叶婉婉，她先天灵脉闭塞，毫无修为，身体却自带凡尘之所，一旦与她交合，就会……大长老，你是想就让她去吧？叶家偏院，寒风刺骨，这里是家族的边缘地带，连下人都不愿意来。一口结了冰的水井旁，一个穿着单薄粗布麻衣的少女正蹲在地上洗衣服。少女约莫18、19岁，小脸冻得通红，手上全是冻疮。她长得很美，是那种让人看一眼就心生怜惜的小家碧玉。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粗布衣衫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的傲人身材。明明腰肢纤细得仿佛一折就断，胸前的宏伟
却足以让那些所谓的天之娇女自惭形秽。每一次搓洗衣服的动作都会引起一阵惊心动魄的颤动。叶婉婉，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叶婉婉吓得一激灵，慌忙站起身，低着头，双手局促地抓着衣角。管事大人。黑衣执事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他，眼神在他身上耐极不协调的曲线上停留了一瞬，随即将一个单瓶扔到他脚边。你娘的续命丹！叶婉婉吓得一抖，想去捡又不敢。一个任务。执事的声音不带丝毫温度。去南荒，接近天魔教少主江辰，用你的身体，用你的一切，留在他身边，成为他的女人。南荒，天魔教。叶婉婉愣住了。去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做好了，你娘后半辈子丹要管够。执事看穿了他的恐惧，补充道：至于做不好，叶家不允许任何的做不好。看着雪地里那瓶能救母亲性命的丹药，又想到那个恐怖的去处，叶婉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最终还是被他硬生生憋了回去。他缓缓跪下，伸出那双满是冻疮的手，捡起了地上的丹瓶。我去南荒，天魔教。10万大山如利剑一般刺破苍穹，滚滚魔气化作黑龙，盘踞主峰，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肃杀。但今天这南荒魔域第一宗门的画风有点歪，漫山遍野挂满了喜庆的红绸，联手山大阵的阵眼都被贴上了喜字。门口那2尊石狮子脖子上还被系了2朵大红花，看起来既滑稽又诡异。回来了，回来了，少主的非洲到了。随着一阵敲锣打鼓的欢呼声，九龙镇玉舟破开云层，稳稳降落在演武广场上。爹娘，江辰刚下非洲就被江霸天一个熊抱。儿啊，爹爹想死你了。行了老鬼，别把晨儿勒坏了。月姬一巴掌拍在丈夫背上，心疼的把江辰拉过来上下打量。瘦了，肯定累着了。江辰无奈苦笑，这有一种受教亲妈觉得你瘦，果然是诸天万界通用的法则。此时2道倩影从舱内缓步走出。儿媳见过公婆。姬清月与沈星宇一左一右，一人穿黑丝，一人着白丝，虽风尘仆仆，却难掩绝色风华。最要命的是，他们那微微隆起的小腹显得格外显眼。江霸天看看沈星宇的肚子，又看看姬清月的肚子，3秒后，卧槽，都怀了，真是老天开眼啊！月姬更是激动的浑身发抖，连忙冲上去，一手扶一个，生怕这2个宝贝儿媳被风吹倒了。这肚子里的气息，江霸天神识扫过2女，神级血脉。儿子，你这什么运气？咳，江辰摸了摸鼻子，鸡操。江霸天虽然听不懂什么鸡操，但他大受震撼。这种子嗣一旦出世，岂不就是神体？好，我天魔教后继有人，而且一来就是俩。爹，他们身子重，需要静养。江辰打断了老爹的大笑声。对，静养。天大地大，孕妇最大。江霸天大手一挥，传令下去，开启护交大阵最高级别，谁敢打扰我儿媳妇养胎，老子把他全家练成魂幡。倒不必那么麻烦，我自有安排。江辰摆摆手，还有比孕育房更好的地方吗？沈星宇和姬清月对视一眼，想到那孕育房中的陈设，不由得红了脸，乖巧地点头。江霸天一看2女这反应，儿子厉害啊，这才多久就把这2位极品说服的如此死心塌地。他露出一副懂了的表情，竖起大拇指，不愧是我儿子，想我纵横南荒数百年，自诩风流，没想到在玉女之道上还不如儿子。嗷呜！就在这时，利切尔也欢天喜地地从非洲上跳了下来，毛茸茸的耳朵熟练地蹭了蹭江辰的手掌心。江霸天，儿子还好这口。江辰立马解释，老爹，不是你想的那样，这是3长老的妹妹。江霸天这一趟还给老力找回妹妹了。如此多的喜事，当大宴3日。星宇、清月，你们在这里好好养胎吧，这是咱自己的地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你们放心在此处休养，待孩子出生再出来吧。好，公子。是，公子。孕育房中2女盘腿而坐，都开始闭目打坐，安顿好2位老婆。江辰神清气爽地走出了孕育房，只要7天就能当爹了，也不知道在系统的加持下能生出个什么逆天的子嗣。少主！便在此时，一名守山弟子匆匆跑来，山门外出点状况，有个受了伤的姑娘趴在门口，说是求尊上收留。尊上喝醉了，还请少主定夺。江辰眉头微挑，去看看。寒风呼啸，山门前一片狼藉。山门外几丈远的血泊中趴着一个少女，少女身穿粗布麻衣，早已被鲜血染红，衣衫破烂处露出的肌肤白得晃眼，尤其是她在地上爬行的姿势，巧妙地将那一身夸张的曲线展露无遗。童颜、GX、战损版这几个词组合在一起，简直就是为了收割男人同情心而存在的。救命！少女听到动静，艰难地抬起头，那是一张清纯至极的小脸，挂满了泪痕和血污，楚楚可怜的眼神足以让任何直男瞬间破防。公子，小女子名为穆婉婉，家中遭仇人屠戮，一路逃亡，误入宝地，求公子救救我！少女声音微弱，伸出一只满是冻疮的手，似乎想要抓住江辰的衣角，却又无力地垂下。周围的一众魔教弟子见到如此柔弱且有料的尤物受此重创，一个个也不禁有些动容，喉结滚动。少主看着怪可怜的。是啊，好像也没灵力波动，就是个凡人，
应该没危险。江晨站在原地，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的少女，他的目光在少女的伤口上扫过，伤口切面整齐，避开了所有大动脉和关键经脉，看着血呼啦叉，实则连轻伤都算不上，怎么感觉有点茶味？被追杀？江晨打了个哈欠，天魔教又不是做慈善的，扔下山吧。啊！地上的少女显然愣了一下，甚至忘了继续哭。这不对啊，不是说这魔头极好女色吗？甚至不惜干碎太华圣地的护宗大阵，也要将角色榜上的圣女抢回来。自己这身材，这脸蛋，再加上这该死的破碎感，他不应该立刻冲上来嘘寒问暖吗？南荒这地界，每天死的人没有1000也有800，你要死远点，别脏了我家大门口。眼看江晨真的要走，叶婉婉慌了。如果进不去天魔教，完不成任务，他娘就彻底没救了。公子！叶婉婉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猛地向前爬了几步，齐声喊道：“小女子愿为奴为婢，只要公子救我一命，婉婉，婉婉什么都愿意做。”她可以挺起胸膛，让那惊心动魄的弧度在寒风中显得更加具有视觉冲击力。江晨脚步微顿，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扫描当前目标叶婉婉，体质身负凡尘所，颜值95，三围1026199，童颜巨 X， 恋爱史无，不受家族重视的边缘人，连联姻都不配，综合评分93。江晨，叶婉婉，地族叶家来的，这可就很有意思了。看到没？少主的眼神都直了。废话，这可是童颜巨，可这种极品战损，谁顶得住？还得是少主啊，这身体素质。啧。地上的叶婉婉被江晨的目光盯得浑身发抖，那目光太炙热，太赤裸，仿佛已经透过了他那层单薄的麻衣，将他从里到外看了一遍。果然是淫魔。叶婉婉死咬着下唇，心中悲凉。为了娘亲的续命丹，哪怕是被当作玩物，被肆意凌辱，他也认了。把人带下去。江晨收回目光，语气平淡：“洗干净，换身干净衣服，半个时辰后送到我房里。”叶婉婉瘫软在地，最后的一丝侥幸彻底粉碎。这就开始了，连个过场都不走，这就是传说中的魔道作风吗？甚至不问以此女身世，不问来历，直接就洗干净送房里。是，少主放心，保证洗得香喷喷的。两个身材壮硕的魔教嬷嬷满脸堆笑的冲上前，一把将叶婉婉架了起来。走吧，姑娘，这可是天大的福气。叶婉婉绝望的闭上了眼。福气？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半刻钟后，叶婉婉被放进了幻玉阁的浴池中，店内温暖如春，粉色的纱幔层层叠叠，巨大的白玉浴池中饮的是地脉温泉，水面上还漂浮着不知名的灵花花瓣，香气扑鼻。姑娘别怕，老婆子手轻。刚才那个看起来凶神恶煞的胖嬷嬷，此刻却笑眯眯地拿着一块柔软的云棉巾，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叶婉婉背上的伤口，温热的灵泉水划过肌肤，带走了寒冷与刺痛。另一位瘦嬷嬷则打开一个精致的玉盒，挑出一抹晶莹剔透的膏药，轻轻涂抹在她的冻疮和伤口上。嘶！叶婉婉本能地瑟缩了一下，以为是某种酷刑，但预想中的剧痛没有传来，反而是一股清凉感瞬间扩散，伤口的刺痛竟消失了。叶婉婉愣住了，这种效果至少是4品灵药，就为了治这种皮外伤，在叶家，她的娘亲哪怕病得快死了，也求不来一颗3品的丹药。我不信，这肯定是手段。叶婉婉在心中疯狂告诫自己，这叫先给个甜枣，让我放松警惕，好在采补的时候更顺畅。魔教妖人最擅长蛊惑人心，姑娘这身段真是绝了。胖嬷嬷一边帮她搓背，一边由衷赞叹，眼神在她胸前停留许久，怪不得少主一眼就相中了。咱们少主啊，虽然看着冷淡，其实是个最疼人的。是啊，我看比那太华圣女也不遑多让啊。瘦嬷嬷附和道。又过了半刻，好了，姑娘起身吧。一番折腾后，叶婉婉被扶出了浴池。此时的她洗去了脸上的血污与尘土，露出了一张清纯的脸庞，皮肤因为热气熏蒸而透着粉红，那双如小鹿般湿漉漉的眼睛足以激起任何男人的保护欲。嬷嬷们拿来了一套淡紫色的冰丝流仙裙，这裙子布料极少，且质地轻薄透光，穿在身上若是平胸女子倒也显得仙气飘飘，可穿在叶婉婉身上，那原本宽松的胸口设计被撑得满满当当，甚至勒出了一道深邃的沟壑，腰身被束带收紧，盈盈一握。这种极致的纯与玉的结合，连阅人无数的嬷嬷们都看呆了。这要是送进去，少主怕是今晚不用睡了。胖嬷嬷暧昧一笑，叶婉婉看着镜中的自己，脸色煞白。魔窟果然都是这种不知廉耻的衣服，她现在分明就是一件被精心包装的礼物。为了娘亲拼了，哪怕被那魔头折腾得不成人形，她也认了。姑娘请吧，少主还在等着呢。通往少主寝殿的路很长，叶婉婉低着头跟在侍女身后，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各种恐怖的画面，满地的骷髅头，挂在墙上的人皮，还有那魔头手持皮鞭狞笑着等待猎物上门。砰！突然一声巨响从旁边的广场传来，叶婉婉浑身一抖，差点尖叫出声。杀人了吗？是有人被处决了吗？糊了，清一色一条龙。给钱！我不服，你肯定出千了，怎么可能把把都是你赢？愿赌服输，别赖账。这可是少主发明的麻将，
你自己悟性不够怪谁？紧接着是一阵嘈杂的哄笑声和玉石碰撞的脆响。叶婉婉僵硬地转过头，只见不远处的演武广场上没有操练阵法，也没有血腥杀戮，几十个光着膀子的魔教大汉正围着几张方桌，一个个面红耳赤，手里搓着某种刻着花纹的方块，甚至还有人在旁边架起了烤炉，浓郁的烤肉香味伴随着孜然味随风飘来。这是魔教，怎么看着还有些其乐融融？叶婉婉感觉自己的世界观碎了一地，她茫然地看向带路的侍女，侍女似乎早已见怪不怪，甚至还偷偷咽了口水。那是咱们护法堂的几位大人，正在参悟，参悟少主传下的国粹大道，一定是幻术，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的幻术。她强行收摄心神，不敢再看，低头继续赶路。终于，一座巍峨的黑色宫殿出现在眼前，沉重的大门紧闭，透着一股肃杀与压抑。门口的2尊石兽在此刻阴沉的天色下显得格外狰狞。姑娘到了。侍女停下脚步，少主就在里面，你自己进去吧。风停了，叶婉婉站在台阶下，仰望着那扇紧闭的大门，单薄的身子在冷风中瑟瑟发抖。她颤抖着伸出手，推向那扇沉重的大门。吱呀，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响起，大门缓缓洞开。殿内没有点灯，一片昏暗，隐约可见，在那深处的软榻之上，一个白衣身影正慵懒地倚靠着。既然来了，还站在门口做什么？那道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带着几分漫不经心。进来，把门关上。叶婉婉迈过门槛，回身用颤抖的双手关上了沉重的大门，整个世界的光都被隔绝在了门外。黑暗中，她听到那个男人起身的声音，一步一步朝她逼近。叶婉婉闭上眼，2行清泪滑落。娘，女儿尽孝了。哗啦哗啦，一阵令人牙酸的碰撞声从黑暗深处传来，声音清脆密集，像是无数块细小的骨头在相互摩擦撞击。叶婉婉背靠着冰冷的门板，双腿发软，几乎快要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他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各种画面：剔骨的钢刀，穿琵琶骨的弯钩，还有那种专门夹断手指的刑具。那声音是在挑拣用的道具吗？叶婉婉咬紧了下唇，她胸前那惊人的弧度随着急促的呼吸剧烈起伏。一道慵懒的男声突兀地响起。完了，果然连前戏都没有，就要开始了吗？叶婉婉绝望地闭上眼，2行清泪滑落。她颤抖着伸出手，指尖触碰到腰间那根细带，为了娘亲，呲啦，细带解开，那本就摇摇欲坠的布料瞬间松散，大片雪白的肩头暴露在空气中。把衣服穿好。江晨的声音再次传来，带着一丝无语，别走光了，影响大家打牌的心情。叶婉婉动作一僵，一颗夜明珠骤然亮起，柔和的光芒瞬间驱散了黑暗，照亮了大殿中央的景象。叶婉婉呆立当场，手中还抓着一截细带，没有刑具，没有血池。大殿中央摆着一张方方正正的玉石桌子，江晨一袭白衣走到桌边，慵懒地靠在软椅上，而在他对面和左侧分别坐着2个凶神恶煞的老者。左边那个独眼龙浑身魔气森森，一看就是杀人如麻的魔头；右边那个眼神阴鸷，手里还盘着2颗玉核桃。只是此刻，这2位能指小儿夜啼的魔道巨擘正正襟危坐，盯着桌上那一堆雕刻着花纹的玉块，愣着干嘛？江晨指了指自己右手的空位，3缺1，就等你了。叶婉婉大脑一片空白，机械地把衣服拉好，同手同脚地走了过去。这是何种刑罚？她颤声问道。刑罚？独眼龙左护法咧嘴一笑，小女娃，这叫雀神大道，入局者赌的是身家性命，拼的是气运机缘。赌身家性命？叶婉婉小脸煞白，果然还是逃不过一死吗？她只能在空位上坐下，小心翼翼地看着其余3人。规矩很简单。江晨随手推倒面前的玉牌麻将，介绍道：2-2相同为对，3-3相连为顺，3-3相同为克，凑齐4组加1对，便是胡了。听懂了吗？叶婉婉茫然地摇头，又慌乱地点头，懂了。开始。随着江晨一声令下，那个缺耳朵的右护法眼神瞬间变得犀利，抓起一张牌狠狠拍在桌上，9条。叶婉婉被这一声吼吓得一激灵，她颤巍巍地伸出手，从牌墙上摸了一张，那玉牌入手冰凉，像是某种灵兽的骨头。啪！她太紧张了，那张牌脱手而出，重重摔在桌面上，是一张5筒。左护法疑惑，七手不打妖姬，竟然直接打中张5筒。右护法大喜，遇到新人了，老左，今晚好好打，把以前输给少主的都赢回来。叶婉婉则是带着哭腔，我不是故意的，没事，按你自己的想法来。江晨冲他露出一个安慰的眼神，但是我是不是糊了？叶婉婉弱弱地推倒面前的牌，左右护法。江晨探头一看，清一色，碰碰胡。左护法手中的牌吧嗒一声掉在地上，右护法捂着胸口，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这运气也太好了吧！给钱！江晨敲着桌子，你们2个老头子可不能赖人家小姑娘的账。2大护法面如土色，颤颤巍巍地掏出了几块上品灵石。叶婉婉看着推到自己面前的灵石，眼睛瞪得老大。这是赢了，不用死，不用受刑，还能赚灵石。半个时辰后，糊了，自摸。1个时辰后，杠，再杠，杠上开花，哈哈，我赢了！少女清脆的声音响彻大殿。原本那个唯唯诺诺、
一碰就碎的战损板小可怜不见了。此刻的叶婉婉小脸兴奋的通红，双眼放光，她一只脚踩在凳子上，那宽松的冰丝裙下，白皙修长的大腿若隐若现。她现在的状态简直就是赌场里的女战神。她那枚下品储物戒指从未放过如此多的零食，还都是上品零食，这些零食甚至已经足够母亲吃5年药了。若是每天都能这般打牌，那该有多好。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天光微亮，左护法将最后一块极品零食拍在桌上，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瘫软在椅子上，输光了。这丫头简直像是有气运加持，她和老右姬攒了100年的棺材本，今晚全输给这个小丫头了。少主，右护法姐下腰间的空荡荡的储物袋，那个老夫家中那头3品灵珠今日产后护理，老夫的回去照看1、2，告辞。老夫也想起来了。左护法一拍大腿，教中茅厕3日未扫，老夫身为护法，当以身作则，告辞。嗖嗖，2道黑影如同见了鬼一般，瞬间消失在大殿门口，跑得比兔子还快。大殿内重新恢复了安静。叶婉婉看着面前堆成小山的零食，那种银牌的亢奋感逐渐潮水般退去，巨大的空虚和恐慌重新占据了高地。人走了，现在只剩下他和这个魔头了。江晨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许久没打牌了，一不小心打了个通宵，甚是疲倦。哈欠累了，江晨站起身，径直走到那张宽大的软榻前，身子一歪，便倒了下去。睡觉。呼吸声很快变得平稳绵长。叶婉婉转过头，看向软榻上的江晨，晨光透过窗棂洒在他脸上，那张脸哪怕是放在北域也是一等一的长相。睡着的时候更是毫无防备，完全看不出半点魔头的戾气。叶婉婉咬紧了牙关，她知道自己身负凡尘锁，只要与男子交合，就能锁住对方的修为，这便是他此行的主要任务。魔头，虽然你看起来不像坏人，你我之间也并无仇怨，但是对不起了。叶婉婉深吸一口气，试图压下剧烈的心跳。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叶婉婉，你没有退路，只要解开这条腰带，只要肌肤相亲，凡尘锁就会发动。娘还在等着丹药救命。他在心中一遍遍地催眠自己，眼角的泪痕未干，眼神却逐渐变得决绝。那双小手终于落在了那根墨色的束带之上，指尖触碰到了布料，温热的体温透过衣衫传来，烫得他指尖一缩。得罪了。叶婉婉闭上眼，狠心一转，咕噜。就在束带即将解开的刹那，一道低沉的喉音突兀的在房间的角落中响起。这声音并不大，却带着一股毛骨悚然的穿透力，一股实质般的杀意死死锁定了他。叶婉婉浑身僵硬，那种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只小白兔，已经被某种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掠食者盯上。只要他敢动一下手指，下一秒喉咙就会被无情撕碎。他艰难地朝那个方向望去，黑暗中2点猩红如血的幽光骤然亮起，那不是人类的眼睛，那是野兽的树瞳，不带一丝一毫的情感。那是什么？叶婉婉后背冷汗直冒。从进到这个房间起，他一直未注意到房间中还有此等存在。好，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时间，那道潜伏在阴影中的黑影突然朝他扑了过来。黑影快到了极致，叶婉婉甚至连残影都未看清，只觉得一股巨力撞击在胸口，砰一声闷响，叶婉婉整个人直接从软榻上被掀飞出去，重重地砸在那厚实的长毛地毯上。剧烈的疼痛让他蜷缩成一团，五脏六腑仿佛都移了位。他惊恐地抬起头，看向软榻的方向，借着月光，他终于看清了那个怪物的真面目。那是一个少女，红发瘦耳，一个身形娇小却散发着滔天杀意的红发少女。她四肢着地，蹲伏在江晨的枕边，尾巴高高竖起，她头顶的兽耳向后压低，露出2颗虎牙，喉咙里不断发出威慑的低吼声。正是利气儿，妖兽化形。冷汗瞬间浸透了叶婉婉那一身单薄的冰丝裙。作为叶家子弟，她虽不受宠，但也读过家族典籍，这种气息，这种纯粹的凶戾之气，绝非寻常妖宠，这是沾染了无数因果与杀孽，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凶物。而且这等存在的凶物居然已经能做到化形。原来如此，怪不得这魔头敢毫无防备的大睡特睡，怪不得他连任何禁制都不设，就敢让自己这个来路不明的女子近身，这根本就是一个陷阱。他早就看穿了一切，所以故意装睡，让这头半生凶兽守在暗处，只要我敢有一丝异动，这凶兽就会瞬间将我撕成碎片。叶婉婉看着那双猩红的树瞳，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他在等死，面对这种级别的凶物，他那点微末的伎俩简直就是笑话。然而预想中的血腥撕咬并没有降临，利切尔在将入侵者驱逐之后并没有乘胜追击，他依旧保持着那个极具攻击性的姿势，警惕地盯着叶婉婉看了3细，确认这个弱小的两脚兽已经离开了属于他的领地范围后，利切尔那竖起的尾巴才缓缓放了下来。紧接着，只见利切尔皱了皱鼻子，凑到刚才叶婉婉坐过的位置，仔细地嗅了嗅，仿佛是在检查有没有留下什么异味。嗅完之后，他还不放心，那条长长的尾巴像是扫帚一样，在床单上用力扫了几下。做完这一套领地净化工作后，他才满意的哼了一声，转过身
动作轻盈地钻进了江晨的怀抱。他熟练地找到了江晨的臂弯，像是一只寻找热源的小猫，蜷缩成一团，甚至还将江晨的手掌拉过来，盖在自己的脑袋上。叶婉婉看傻了，这是刚才那个要把他生吞活剥的凶兽，这是何等的驯兽手段！叶婉婉不仅没有松一口气，反而感到了更深层次的恐惧。在修仙界，越是强大的妖兽，尊严越强，越难驯服。能将一头拥有如此恐怖杀意的凶兽驯化得如家猫般乖顺，甚至能与其同榻而眠，这个魔教少主到底隐藏了多少实力？或许是被怀里钻进来的毛茸茸弄得有些痒。睡梦中的江晨眉头微微皱了皱，叶婉婉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他要醒了，是要降罪了吗？然而江晨并没有睁眼，他只是下意识地收拢手臂，将怀里的利器儿抱得更紧了些，大手顺势在那对毛茸茸的兽耳上揉了一把，嘟囔了一句梦话：别闹，乖，明天给你做鱼吃。那一瞬间，叶婉婉清晰地看到，原本在江晨怀里还有些紧绷的利器儿，在听到这句话后彻底软化了。他闭上那双猩红的眼睛，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愉悦震动声，甚至还用脑袋在江晨的胸口蹭了蹭，寻找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一人一兽在这清冷的月光下，竟然构成了一幅诡异却又和谐至极的画面。叶婉婉支撑身体的手臂一软，彻底瘫在了地上。她输了，输得彻彻底底。这就是南荒第一魔子的底蕴吗？他在睡梦中都能凭借本能镇压如此凶物，我竟然还妄想去算计他。天魔教山门外，几道鬼鬼祟祟的身影正潜伏在远处的密林之中。千机盘有反应吗？为首的一名黑衣人压低声音问道。还没，那丫头进去一晚上了。另一名探子低声道。按理说，只要他那凡尘锁发动，江晨的修为就会被瞬间压制，千机盘也会有反应，那时候就是我们动手劫人的最佳时机。那便再等等。那江晨号称好色如命，面对叶婉婉那种极品，不可能忍得住，只要他动了叶婉婉，哪怕他有通天手段，也得变成废人。清晨，江晨是被胸口的一阵鬼压床给弄醒的，他费劲地睁开眼，入目是一团乱糟糟的红头发，利器儿正像抱枕一样抱着他睡觉，那条不安分的尾巴还在无意识地扫着他的鼻尖。小丫头嘴角挂着晶莹的口水，睡得那叫一个昏天黑地，这睡姿也是没谁了。江晨无奈叹气，把这只粘人的兽耳娘从身上扒拉下来，刚坐起身伸了个懒腰，侧头却见床榻边跪着一个人。叶婉婉依旧穿着那件随时可能走光的冰丝流仙裙，脑袋低垂，双手高高举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是一碗还冒着热气的灵米粥，配着几碟精致小菜。不知道她跪了多久，膝盖处的裙摆已经压出了褶皱，双眼下还挂着2个黑眼圈。见江晨醒来，叶婉婉立刻正了正姿势。公子早膳。江晨看了一眼那碗粥，可没打算喝。这姑娘可是叶家的人，她做的东西能是随便吃的吗？空气突然安静，这种沉默对于叶婉婉来说简直就是酷刑。昨晚那只恐怖的化形妖兽，还有江晨那仿佛能看穿一切的眼神，在她脑子里循环了一整夜。扑通，叶婉婉放下托盘，脑门狠狠磕在冰冷的地板上，那动静听着都疼。公子，婉婉知错了，其实我不叫穆婉婉，我来自地族叶家，我叫叶婉婉。婉婉此行不是有意要害公子，实乃家族逼迫。我娘病重，如果不完成任务，他们就要断了我娘的药。因为我身负凡尘锁，只要与男子结合，便会锁死对方一身修为。原本我是想趁公子熟睡，用身子锁住公子的灵力，但我求公子明鉴，给婉婉10个胆，婉婉也不敢。叶婉婉一边磕头，一边把叶家所有的计划全招了。与其担惊受怕，不如死个痛快。江晨听得一愣一愣的，锁修为，这么个凡尘之所体质啊！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哭得梨花带雨的叶婉婉。不过这叶家的人是啥情报出问题了吗？老子本来就是个没有修为的废柴啊！我就算让你锁，你能锁什么？锁个寂寞吗？江晨有些无奈，一脸真诚地看着叶婉婉，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大实话：其实你锁不了我的。叶婉婉，他抬起头，满脸骇然，锁不了。凡尘锁乃是上古10大恶毒体质之一，号称连准地强者如果不慎中招，都能被强行压制修为3天3夜。可到了江公子嘴里，竟然是轻描淡写的一句锁不了。是了，这样来看，就只有一种可能，他已经不是凡人，而是踏入了传说中的真仙领域。双方实力差距悬殊到公子已经可以无视法则之力。是婉婉坐井观天了。叶婉婉眼中的光彻底熄灭，只剩下深深的敬畏与绝望。在公子这等通天大能眼中，叶家这点微末伎俩恐怕就像是蝼蚁一样可笑吧。江晨张了张嘴，他想解释说，姑娘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是个弱鸡，没修为给你锁。但看着叶婉婉那副大是我误了的表情，这是脑补了个啥？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吗？既然计谋已经被识破，叶婉婉深吸一口气，眼中闪过一抹决绝。砰砰砰，他再次重重磕头，额头上已经渗出了血迹，一滴血顺着他的额头滑落到鼻梁上。求公子救救我母亲，只要公子能救我娘，婉婉这条命就是公子的。为奴为婢，做炉鼎，哪怕是死，婉婉也绝无二话。江晨眉头微皱，
这剧本不对啊！明明是你来算计我，怎么现在反倒成了你求我办事了？这是什么新型的道德绑架吗？好，江辰刚想吐槽一句好算计，结果话才刚出口一个字：谢公子大恩。叶婉婉喜极而泣，再次重重磕头。公子金口玉言，答应救我娘。婉婉纵死无悔。江辰，不是，姑娘，你听人把话说完行不行？我那个好字后面还有一大段转折没说出来啊！就在江辰刚想继续解释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响起了系统提示音，叮！检测到攻略对象叶婉婉好感度突破30，心生感激，愿为牛马。恭喜宿主触发阶段性奖励，获得道具粉色爱心手铐。道具说明至真纯爱系列限定款，可将被拘束者体内的所有负面状态，如诅咒、封印、恶毒体质具象化并强行剥离。江辰的手里凭空出现了一个物件，毛茸茸的，粉嫩嫩的，还特么挂着2个爱心吊坠。江辰看着手里的玩意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系统，你正经点会死吗？但在叶婉婉眼里，江辰此时的沉默就是一种无声的威压，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他在等待最后的判决罢了。江辰叹了口气，提着那副看起来极度不正经的粉色手铐，缓缓从床榻上站起身，走到了叶婉婉面前。既然话都赶到这份上了，这姑娘看着也确实挺可怜的，反正奖励也是薅她的好感度才得到的，顺手帮一把也不是不行。至于这个充满那种意味的手铐，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把手伸出来。江辰垂眸看着他，晃了晃手里那副手铐，语气尽量保持着严肃感。叶婉婉抬起头，当他看清江辰手中的东西时，整个人都懵了。粉色的刑具，难道说公子是想惩罚他吗？也对，一开始他就是带着目的接近公子的，公子若是想要惩罚他，合情合理。至于这个东西，传闻果然是真的，这位魔教少主在那种事情上有着异于常人的癖好，虽然不知道接下来会遭受怎样令人面红耳赤的对待，但既然公子答应了救娘亲，是。叶婉婉咬着下唇，俏脸长得通红，她颤抖着伸出双手，手腕并拢在一起，然后认命般的闭上了眼睛，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公子是要惩罚婉婉吗？只要公子愿意，婉婉受得住。咔嚓，清脆的金属咬合声在寂静的大殿内显得格外刺耳。那副透着一股子不正经气息的粉色手铐就这么扣在了叶婉婉纤细的手腕上。叶婉婉本能的并拢双腿，牙齿轻轻咬住下唇，她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某种可能会让她痛不欲生，又或者羞耻度爆表的禁锢感。然而预想中的一切并没有降临，反倒是一股霸道的力量顺着手铐的接触点瞬间冲刷全身。叶婉婉没忍住，喉咙里溢出一声甜腻的闷哼。紧接着，只见那看似玩具的粉色手铐骤然爆发出璀璨的粉金神芒，光芒之下，他感觉体内那道如复古之躯的凡尘锁竟然开始剧烈震颤，哗啦啦，身体里仿佛有无数锁链在根根崩断，一道道灰色的枷锁虚影被强行从他灵魂深处生生拽了出来。那灰色的枷锁在粉色光芒的吞噬下，连1秒钟都没撑住，碎成漫天光点，消散得无影无踪。那一瞬间，叶婉婉只觉得身体一轻，那种时刻压在心头让她喘不过气来的沉重感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天地间源源不断的灵气，如同找到了宣泄口的洪水，疯狂地倒灌入她的体内。炼气3层，炼气5层，炼气大圆满，她的修为势如破竹，直接冲到了筑基期才堪堪停下。这是叶婉婉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感受着丹田中奔涌的灵力。凡尘锁解了，这个连叶家都无能为力的绝世凶体，就这样被公子用一个粉色小手镯随手给破了。而且那粉色手镯承载了凡尘锁的力量，已成为了他的本命法宝。公子，叶婉婉泪眼朦胧地看向江辰，眼神狂热，就好他看到了这世间的唯一真神。定目标叶婉婉自我攻略，好感度暴涨至90，至死不渝。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奖励1神级种植术，概念级技能，只要埋进土里，万物皆可种。奖励2极道地冰，纯玉粉色围裙，说明这真的只是一件普通的围裙，穿戴者真空穿戴做家务时，修炼速度提升1000%。下一秒，江辰手里凭空多出了一条粉色蕾丝围裙。江辰，系统，你他妈是不是对粉色有什么执念？但这边的叶婉婉已经彻底沦陷了。砰砰砰！叶婉婉朝着江辰重磕了3个响头。公子大恩，婉婉粉身碎骨，难以为报。如今婉婉枷锁已去，救母之事不敢再劳烦公子亲自动手。叶婉婉站起身，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婉婉这便回叶家，接回母亲。待私事了结，婉婉便与母亲一起生生世世伺候公子，做牛做马，绝无二话。说完，他转身就走，背影决绝而飒爽，居然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要杀人的气势。江辰手里的围裙这就走了，算了，这丫头现在应该吃不了亏。江辰摇了摇头，随手把围裙扔回系统空间。闲来无事，他突然想起了刚才系统的另一个奖励神级种植术，正好上次那个什么扶桑树心埋土里这么久了都没动静，再种一种试试。江辰摸出那枚树心，来到了后院的灵田旁，这里原本种着几棵用来蘸酱的大葱。
江晨也不讲究，随手在葱地旁边扒拉个坑，把那棵树心埋了进去。神级种植树自动激活 buff。江晨随手舀了一盆水，哗啦一下泼了上去。下一秒，轰！原本平平无奇的土坑突然爆发出刺目的金光，一股恐怖的热浪瞬间席卷了整个天魔教后山，连空气都被炙烤的扭曲起来。周围的大葱瞬间变成了烤葱。只见那泥土翻涌，一株金灿灿的幼苗破土而出。这幼苗生长的速度快得不讲道理，几乎是一个呼吸窜一节，很快就长到了半人高。而且它的每一片叶子都像是由纯粹的黄金铸造而成，脉络中流淌着滚烫的岩浆，散发着太阳般的光芒。这不是在种树，这特么是在种太阳啊！这光夜里能自动熄灯吗？江晨被这光芒晃得眼晕，下意识抬手遮了遮眼睛。就在这时，一道红色的残影闻着味儿就窜了过来。刚才还在屋里睡懒觉的利气儿，此刻却精神抖擞地蹲在那株小树苗旁。他那双红色的树瞳死死盯着那金灿灿的树枝，嘴角流下了不争气的泪水。香。作为阴虚灵血兽，身体本就极度阴寒，常年还生活不见天日的大周皇陵，这种至阳至刚的东西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还没等江晨反应过来，利气儿露出2颗锋利的小虎牙，2只手抱住一截刚刚长出来树枝，一口咬了下去。咔嚓！扶桑神木枝丫竟然被他像啃甘蔗一样硬生生咬下来了一大截。利气儿抱着那一截还在冒着太阳真火的树枝，啃得嘎嘎香。我去，这玩意是你能吃的吗？江晨人都麻了，你就算是妖兽也不该啃木头啊，这能消化吗？然而已经晚了，利气儿喉咙一动，3两口就把那截蕴含着无上阳气的树枝生生咽了下去。紧接着，他打了一个悠长的饱嗝，一朵金色的火焰随着那个饱嗝从他嘴里噗地喷了出来，甚至点燃了前面的草地。下一秒，利气儿的小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酱紫色，头顶开始呼呼往外冒白烟，就像个烧开的水壶。他整个人更是像喝了2斤假酒一样，眼神迷离，身子摇摇晃晃。关键是他居然还在傻乐，嘿嘿。江晨赶忙上前，一把接住快要栽倒的利气儿，这一接2手被烫的差点下意识就把他丢出去。这哪里是抱了个兽耳娘，这分明是抱了个小火炉。卧槽，你可别整出毛病来啊！3长老回来跟我拼命可咋整？利气儿缩在江晨怀里疯狂乱蹭，原本冷白瓷般的皮肤此刻红得像只刚煮熟的大虾。更要命的是，他皮肤表面开始崩出一道道金色裂纹，仿佛体内塞进了一座活火山，下一秒就要原地爆炸。那可是扶桑神木啊，蕴含着最纯粹的太阳真火，别说这小丫头，就是大成期的老怪物敢这么生吞也得当场火化，而且连骨灰盒都能省了。这傻丫头真当自己是铁卫啊！江晨也不敢耽搁，一把抄起利气儿，脚底抹油直奔后院寒潭。物理降温，走你！扑通，冰冷刺骨的潭水瞬间溅起数丈高的水花，2人直接砸进了潭底。吃，就像把一块烧红的烙铁扔进了冰水里，白茫茫的水蒸气瞬间炸开，原本常年冰封的寒潭甚至开始咕嘟咕嘟冒泡。岸边那一寒潭的冰灵锦鲤们再次跳上了岸，扑腾的锦鲤们就好像在骂第2次了，有完没完？可惜寒潭水收效甚微。江晨低头看了一眼怀里还在痛苦哼唧的利气儿，看来光靠泡澡不行，得上手了。神级按摩术启动，江晨双手如电，带着某种玄妙的韵律，精准按在利气儿背后的几处大穴上。他的每一指落下都引动着大道法则，强行把那股狂暴的扶桑神木之力按头跟利气儿体内的阴虚寒气混合。忍一下，马上就好。江晨低喝一声，指尖发力啊！利气儿扬起脖颈，发出一声高亢的尖叫，整个人紧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极阴撞上极阳，2股死对头般的力量在江晨的搓揉下，竟然在他丹田处搓出了一个完美的太极漩涡。旋转之下，相生相克，那股狂暴的力量居然真的在逐渐减弱。利气儿皮肤上那些裂开的金色纹路也在慢慢愈合。许久，雾气渐渐散去，江晨正准备把利气儿抱上岸，然而当他的手触碰到怀里人的瞬间，突然感觉这手感好像有点不对劲。原本那种一手能掌握的感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惊人的饱满与丰润。很沉。江晨低头一看，只见原本那个看起来只有15、16岁的兽耳萝莉，在阴阳之力的催化下，像是打了激素一样，强行拔高了身形。现在的利气儿目测足有18、19岁，而且这身材极其火辣。之前宽松的小衣服，此刻正死得勒在他身上，不料发出了绝望的哀鸣。尤其是胸前那颗盘扣，因为他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嘣！那颗坚强的盘扣终于坚持不住，瞬间崩裂。江晨看着眼前这具堪称完美的成熟胴体，他依旧在昏睡，只有偶尔发出几声无意识哼哼。这就是所谓的女大18变，这也变得太彻底了吧，完全不讲基本法呀！江晨还没来得及从这波视觉冲击里缓过神来，定检测到利气儿因祸得福，阴阳调和，血脉进阶中，当前好感度60，亲密依赖。恭喜宿主获得奖励授予精通满级。江晨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长出了一口气，呼，
总算是把这条小命捞回来了呀！就在这时，一声嘹亮至极的啼鸣猛地撕裂了长空。江晨下意识抬头，只见后院那株扶桑树在这短短几刻钟的时间里，竟然跟吃了金克拉一样，疯长成了参天巨木。巨大的树冠遮天蔽日，把整个天魔教都染成了一片金黄。而在那树冠的最顶端，不知何时蹲着一只浑身燃烧着金色火焰、长着3条腿的金乌。那只3足金乌歪着脑袋，一双金色的眸子死死盯着下方的扶桑神木，嘴角似乎流下了类似口水的东西。因为有了系统奖励的兽语精通，江晨清晰地听懂了那金乌的话，好香，好香的味道，是没有封印的扶桑神木。另一边，天魔教山门外，密林深处，2个穿着夜行衣的叶家探子正盯着手里的千机盘，一脸疑惑的表情。真是见了鬼了，这盘子怎么突然一点反应都没有了？难不成叶婉婉那个废物连魔头的床边都没摸到？就在2人怀疑法宝是不是坏了的时候，一道清冷的声音悠悠的在他们身后响起：“2位是在找我吗？”2人吓得一激灵，猛地回头，只见叶婉婉一身紫衣，正站在树梢上冷冷地俯视着他们。此时的她周身灵力激荡，眼神里的杀意都要溢出来了。这哪里还是之前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可怜叶婉婉？左边的探子愣了一下，随即嗤笑出声：“这是被魔头玩腻了扔出来的，还是任务失败，打算畏罪潜逃？”他2人都是筑基大圆满的实力，叶婉婉这种无法修炼的废柴，只能算蝼蚁精。别装模作样了，就凭你那点无法修炼的微末道行。另一人刚要把刀拔出来，却见叶婉婉手腕一翻，抛出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哗啦，那是一条粉色的，还带着爱心光效的锁链。这画风极其不正经的锁链，却速度快得离谱，直接无视了2人的防御护盾，瞬间把这俩货捆住。这是什么鬼东西？我的灵力呢？2人惊恐地发现，被这粉嫩嫩的锁链缠住后，体内的灵力瞬间干涸，连一丝一毫都无法调动。叶婉婉面无表情地走到2人面前，手里的匕首泛着森寒的光。这2人不过筑基，粉色手铐足以锁住他们半个时辰。半个时辰，筑基对凡人足够了，没有修为的感觉如何？叶婉婉走到2人面前，匕首贴上左边那人的脖颈。不，别杀我，我们是奉大长老之命。扑哧，热血喷溅，染红了那粉色的爱心锁链，透出一股妖异的艳丽。扑哧，又是一刀，2具尸体齐刷刷栽倒在地。叶婉婉收刀入鞘，没看尸体一眼，只是伸手抚摸手腕上那附正缓缓引入皮肤的手铐，粉色光芒流转，与那鲜红的血色交织。公子赐的神器果然不同凡响。娘，你等着，女儿这就来救你。天魔教少主请殿。热，不是一般的热。院子里经过这几日的生长，那株扶桑神木已经完全脱离了盆栽的范畴，通体金黄的树干直插云霄，每一片叶子都燃烧着金色的火焰，仿佛千万个小太阳挂在枝头。要不是老娘布了阵，隔绝这热浪，这少主殿怕是要成了桑拿房。江晨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给躺在寒玉床上的厉沁儿扇着风。这丫头自从吞了那节扶桑神木，就像是被打了生长激素，强行完成了从幼年体到成熟期的跃迁。原本那个抱着江晨手臂撒娇的小兽娘，现在变成了一个拥有魔鬼身材的御姐。这树种德，江晨无奈地看了一眼窗外，怎么跟开了浴霸似的？少主！一名魔教弟子兴奋地冲到少主殿，教主让您赶紧去前殿，说是东海金乌族来了。金乌族？江晨眉头微挑，找我吗？那弟子咽了口唾沫，神色古怪，说是来跟您提亲的。江晨手里的蒲扇停住了。提亲？天魔教上空，9辆燃烧着熊熊烈火的黄金飞舟停在半空中，这就是南荒魔域，果然是污秽之地。一道充满嫌弃的女声从中间那艘看起来最为奢华的飞舟中传出，紧接着一名身着赤金羽衣的女子在数名侍女的簇拥下踏空而出。她生得极美，眉心点缀着一枚金色的火焰印记，眼尾上挑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傲慢与刻薄。东海金乌族17公主金灵，在她身后是一群气息恐怖的金乌族长老，眼神贪婪地盯那冲天的金光。扶桑神木，而且是未被封印，拥有完整本源的幼苗，这对于早已跌落3大妖族榜首的金乌族来说，无疑是重回巅峰的希望。那个就是那魔教少主江晨。金灵居高临下，目光穿过众人群，精准地落在了刚从后殿走出来的江晨身上。白衣胜雪，气质出尘，但毫无灵力波动，模样倒是不错，可惜是个废物。金灵在长老们的簇拥下来到了天魔教主殿，毕竟是来儿子提亲的。江霸天虽然能想到金乌族的目的其实就是那棵扶桑树，但若是儿子看上那金乌族的公主呢？反正那棵树对他来说也没啥用，换个媳妇回来开枝散叶也不错。面子上的流程走完，江霸天便将主动权交给了江晨。这种事你自己拿主意吧。江晨点点头，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金乌族17公主。便在这时，系统立刻响起提示音，叮！系统扫描启动，扫描对象金灵，金乌族17公主，体质拔血金乌，血脉驳杂，大概率祖上魂过，颜值89，浓妆艳抹扣分，素颜大概70，恋爱史为人放荡，府邸中养有面首3000，且有好多人运动，
半月前曾与北域地族陆家八少爷私会，3天3夜未曾出房，综合评分45，极度不建议宿主回收，恐有染病风险，建议有多远扔多远。江辰，卧槽，这是公交车？不，这特么是火车站啊！金陵却不知自己在江辰那里已经成了不及格的评价，还趾高气昂道：“江少主，本公主今日前来，是给你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我金乌地族愿与天魔教联姻，只要你交出扶桑神木作为聘礼，本公主便屈尊降贵，做你的道侣。”说着，他似乎是为了展示诚意，将备好的聘礼拿出来，都是些有助凡人炼气道丹药。若你我成婚，我金乌族愿举全族之力助你炼气。但下一秒，一道细若游丝的传音，带着浓浓的警告意味，钻入了江辰的耳中。姓江的，你给本公主听好了，这只是为了扶桑神木的权宜之计。成亲后，你我不许有任何肢体接触，甚至不许对外宣称我是你的妻子。你这种低贱的魔修，连给本宫提鞋都不配，更别妄想染指本宫的身子。你只需要当好一个名义上的傀儡夫君，明白吗？表面上，金陵依旧维持着那副高不可攀的女神姿态，等待着江辰感激涕零的答应。在他看来，一个不能修炼的废柴能娶到金乌地族公主，那绝对是祖坟冒青烟的好事，他怎么可能拒绝？江辰听着这番普信的发言，差点没忍住笑出声。他真的很想问一句：大姐，你是有什么大病吗？怎么高兴得说不出话了？金陵见江辰久久未语，眼中的鄙夷更甚。本公主知道你自卑，不过你放心，我金乌族秘法无数，只要你乖乖听话，帮你延寿100年也不是问题。停！江辰一脸嫌弃的后退了2步，还煞有介事的用袖子捂住了口鼻，仿佛闻到了什么不可名状的臭味。金乌公主是吧？我对你这种阅历丰富的女性实在是不敢高攀。你那3000面首若是知道你要嫁人，怕是要哭晕了吧？此话一出，全场死寂。江辰身后的江霸天一口茶水直接喷了出来。养面首还是3000个？金陵那原本高傲的脸蛋瞬间涨红，眼中的慌乱一闪而过。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行事极其隐秘，哪怕是族中长老都不知道他圈养面首之事。这个凡人竟然当众揭他的短，你含血叛人！金陵尖叫出声，原本的端庄荡然无存，竟敢污蔑本公主清白，我要杀了你！金陵手中陡然凝出一支金色火箭，直逼江辰面门。此时的他已经顾不上此行的目的，只想封住这个废柴的口，连身后的金乌族长老都来不及阻拦。只见那火焰箭矢即将定入江辰眉心的时候，江霸天缓缓抬起了手，只是轻轻一挥，那火箭就像是被吹灭的蜡烛一般，瞬间熄灭，消失不见。同时，一个灵气凝成的巴掌隔着老远狠狠扇在了金陵的脸颊。金陵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直接被扇飞，身体砸穿了屋顶，瞬间消失在9天之上。江辰望着内公主消失的方向，这一掌，那公主怕是凶多吉少了，那3000面首怕是要伤心了。而敢！金乌族长老见状，刚要发作，便听江霸天的声音带着大成气的威压从主位上传来：老子放你们进来，已经是给你们脸了，滚！几名身穿赤金长袍的老者此刻正手忙脚乱地接住那道坠落的身影。公主为首的大长老金烈看着怀中的金陵，惨，太惨了！原本那张倾国倾城的脸蛋，此刻半边连骨骼粉碎性塌陷，几乎快要辨认不出本来的模样。那身赤金雨衣更是寸寸崩裂，露出里面血肉模糊的肌肤，气息犹若游丝，仿佛下一秒就要断气。好！金烈双手颤抖，一股恐怖的热浪从他体内爆发，瞬间烧穿了周围的云层。这就是南荒魔道的待客之道。既然江家不讲规矩，那就别怪我金乌族今日血洗这魔窟。其余8名长老看着重伤的公主，也是目眦欲裂。金乌一族乃是太古遗种，流淌着太阳神的血脉，虽然如今没落，不复上古荣光，但在妖族之中依然是皇族般的存在，何曾受过这等奇耻大辱？大长老，哪怕那江霸天是大成期，但我等联手布下10日焚天阵，即便杀不了他，也要将这天魔教的山门烧成一片白地。天魔教没了，扶桑神木自然就是我族的囊中之物了。另一名长老咬牙切齿，眼中满是怨毒。准！金烈答道：既然先礼不成，那就用实力说话。立！随着数声提名，9名老者身形骤变，金光万丈，9只翼展超100丈的3足金乌出现在天魔教上空，他们身上的每一根羽毛都燃烧着熊熊烈火，那是足以熔炼虚空的太阳真火。9只金乌环绕着苍穹之上原本的那轮烈日疯狂盘旋。这一刻，天魔教上空出现了10日凌空的恐怖异象。轰！恐怖的高温瞬间降临，天魔教方圆100里的树木瞬间自燃，化作漫天飞灰。那守护山门的黑色大阵光幕在这股极致的高温炙烤下也发出了滋滋声。啊，好烫！救命！我的灵气护盾要融化了！这是什么火？这就是地族的底蕴吗？无数低阶魔修惊恐地趴在地上，感觉自己的灵魂都要被这股热浪烤焦了。哪怕是金丹期的执事，此刻也是汗流浃背，皮肤表面泛起燎泡。金烈化身最为巨大的金乌盘旋在阵眼中心，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魔头，今日若不跪下磕头认错，交出扶桑神木，
本座便将你这魔教基业炼成飞灰。少主殿内，则江辰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正对着自己的领口疯狂扇风。他皱着眉头看了一眼窗外那亮得刺眼的金光，这群野鸡是不是有病？这也太热了。即便少主殿有阵法隔绝，但那种无孔不入的燥热感还是让人心烦意乱。就在这时，咕噜一道吞咽口水的声音突兀的响起。江辰一愣，转头看向身旁，只见原本慵懒的躺在凉席上的利切尔，此刻却像是一只闻到了腥味的猫，猛地坐了起来。他那一头红发无风自动，那双猩红的树瞳死死盯着窗外那漫天的火海。那一节扶桑神木之鸦虽然大补，但只是开了个尾。阴虚灵兽乃是极寒之体，这等程度的火焰简直就是对冲阴寒的补药。利切尔伸出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此时的他已经是成熟御姐的身形，那件被撑得紧绷的冰丝裙随着他起身的动作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嗖，下一秒，江辰只觉得眼前一花，身边便没了人影。天穹之上，金乌九长老正全力催动本命真火，试图将下方的防御大阵彻底炼化。江霸天刚准备反击，就在这时，一道红色的身影毫无征兆的撕裂虚空，出现在了那滔天的火海之中。红发飞扬，身材火辣，正是利切尔。金裂巨大的鸟眼中闪过一丝错愕，随即变为嘲讽：哪来的不知死活的女娃娃，竟敢肉身闯入我金乌族的焚天阵？哪怕是大成的大能，也不敢直接触碰我族的太阳真火，简直是自寻死路，烧死他！其余几名长老也是狞笑出声，控制着9道火龙，朝着那个渺小的身影绞杀而去。火海翻涌，瞬间将利切尔吞没。然而一息、2息、3息过去了，那处火海中心并没有传来惨叫声，反而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吸气声。呼！就在众长老疑惑之时，一只白皙修长的玉手突然从火海中伸了出来，紧接着利切尔毫发无损地走了出来。他伸出手，随意地抓了一把那太阳真火，凑到鼻尖前，轻轻嗅了嗅。金裂，众长老，那是太阳真火呀，那可是世间至刚至阳的神火，他怎么完全不受影响？你是谁？金裂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这种无视火焰的体质，他闻所未闻。利切尔只是微微扬起头，那张樱桃小口缓缓张开。嗡！天地间突然响起了一道来自远古的咆哮，在那红发少女的身后，一尊高达1000丈的恐怖兽影骤然浮现。阴虚灵血兽，本相显化。吼！利切尔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吼，一股强大的吸力从那张深渊巨口中爆发而出。紧接着，只见那漫天肆虐的火海竟然在那股吸力之下剧烈扭曲，直钻向那巨兽的嘴。不，这不可能！我的本命真火怎么不受控制了？快停下！这是什么妖法？所有人呆滞地看着天空，那足以毁灭半个天魔教的10日焚天阵，就在这短短3息之间，被那个红发少女一口气全吸进肚子里去了，甚至连一丝火星子都没剩下。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原本炙热的高温瞬间消散，空气中甚至多了一丝凉意。哥，利切尔拍了拍微微鼓起的小腹，打了一个饱嗝，甚至还有一缕细小的金色火苗顺着他的嘴角溢出。整个天魔教内外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连一向见多识广的魔尊江霸天此刻都张大了嘴巴。这老三的妹妹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天穹之上，大长老金裂死死盯着那个红发少女，那可是金乌一族引以为傲的太阳真火，此刻却成了这丫头的食物。这不跑还等啥？咳！金裂咳嗽一声，坏了！老夫忽然想起，出门时家中祖火未熄，若是烧了祖坟，那便是千古罪人。其余8位长老瞬间秒懂，纷纷附和：对，大长老家里着火了，我等的速回去救火。江教主，今日之事纯属误会，改日再续，告辞。话音未落，9只金乌瞬间化作9道流光，眨眼间便消失在天际尽头。这就是地族的底蕴吗？逃跑都这么有章法。江辰摇着蒲扇，望着天空，这群老鸟怂得也太快了。下方的江霸天冷哼一声，大手猛地向虚空一抓，老的跑了，把小的留下抵债。轰隆，一只漆黑的魔气巨手凭空浮现，一把攥住了那艘豪华飞舟。那是精灵公主的飞舟，给我下来！那位高傲的金乌族17公主直接被硬生生拽了下来，重砸在天魔教的广场上。尘土飞扬中，几名魔教执事立刻一拥而上，熟练地打出禁制，将半死不活的精灵捆了个结结实实。江辰，爹，你把他留下干啥？你不会是想这鸟我可不收啊？江霸天嘿嘿一笑，咱天魔教雁过拔毛，先扣下再说。就在这时，江辰的脑海中突然响起系统提示音，叮，检测到子嗣即将降生，请宿主即刻前往孕育房。恭喜宿主获得分娩道具神级无痛分娩丹，巧克力味。道具说明吃下它，生孩子如喝水。江辰脸色一变，手中的蒲扇一扔，手指对着虚空一划，立刻迈步进了孕育房。房内剑气纵横，地板上、墙壁上满是剑痕。只见沈星宇满头大汗，面色发白，周身充斥着狂暴的剑气，而还没生的姬清月还在拼命帮他压制体内躁动的灵气。卧槽！江辰惊呼一声，生个孩子这么大动静。姬清月见江辰进来，立马求助：公子，
沈仙子失控了，我压制不住啊。无妨，江晨冲他摆了摆手，以示安慰，然后手握那枚分娩丹，无视了那恐怖的剑气，一步一步朝沈星宇走去。奇怪的是，那些连元婴期修士都要暂避锋芒的剑气，在触碰到江晨身体的3尺范围内时，竟然自动变得温顺无比，自行分开一条道路。这姬清月看得一愣，公子身上竟有如此大道韵律，这就是传说中的万法不侵吗？沈星宇脸色惨白如纸，平日里清冷高傲的圣女，此刻发丝凌乱地粘在额头上，双手死死抓着床单，每一次宫缩不仅带来撕心裂肺的剧痛，更引动他体内的剑气暴走，疯狂撕扯着他的经脉。公子看到江晨进来，沈星宇艰难地向他伸出手，声音虚弱：“保孩子。”她是正道圣女，知晓着胎儿的不凡，凡人之躯想要孕育此等神胎，恐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说什么屁话！江晨几步冲到床边，一把握住那只冰冷的手，顺势将那枚分娩丹塞进了他嘴里。张嘴吃糖。沈星宇，都这个时候了，夫君竟然还要喂我吃糖，这就是公子给他的最后的温柔吗？沈星宇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含泪吞下了那颗丹药。哪怕是毒药，只要是他给的，他也甘之如饴。然而丹药入口即化，一股丝滑的带着奇异甜香的味道瞬间充斥整个口腔，紧接着这股甜意化作一道无法抗拒的暖流，顺着喉咙直冲腹部。下一秒，奇迹发生了。沈星宇猛地瞪大了眼睛，不疼了。那种仿佛要把身体撕裂的剧痛，竟然在这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爽感。紧接着，他感觉到腹中的胎儿变得无比配合，原本狂暴的灵力波动转化成了最精纯的能量，甚至开始反哺母体。轰！一股恐怖的气势以产床为中心骤然爆发，守在空间外的江霸天和月姬只觉得一股浩瀚的威压扑面而来，差点把房顶给掀了。怎么回事？月姬大惊失色，难产导致走火入魔了？不对！江霸天指着房顶，那是突破异象。只见天魔教上空云层汇聚，万道霞光垂落，一尊巨大的女神法相虚影，手持长剑，傲立于虚空之中。产房内，沈星宇长发乱舞，原本枯竭的丹田如同久旱逢甘霖，疯狂吞噬着天地灵气。元婴后期破，元婴大圆满破。伴随着一声清亮的婴儿啼哭，沈星宇身上的气息达到了顶峰，一种超脱凡俗的神性光辉从他体内绽放而出。化神期成，所有人都傻了，这特么是在生孩子？谁家生孩子不是元气大伤，跌落境界？怎么到了少主夫人这里，生个孩子直接原地飞升了？屋内光芒渐渐散去，沈星宇盘膝坐在床上，浑身肌肤晶莹如玉，气色更胜从前。而在他身旁的襁褓中，正躺着一个粉雕玉琢的男婴。这孩子不哭也不闹，刚出生就睁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眉心处有一道淡淡的红色竖痕，仿佛天生便是一把未出鞘的绝世神剑。江晨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抱，叮！恭喜宿主获得长子，天赋评价天生剑神，自带半生剑意，3岁筑基，10岁结婴，20岁可剑开天门。奖励已发放：1极道地冰纯玉高开叉修身旗袍，2家族共享开启当前等级1，宿主可每日借用子嗣或母体，天赋修为1次，持续半个时辰。旗袍配黑丝，系统你正经点。孩子还在旁边看着呢。江晨伸手抱起孩子，那小家伙竟冲着他咧嘴一笑，小手紧抓住了江晨的一根手指，一股血脉相连的亲切感油然而生。好小子！江晨心中柔软，正准备给孩子起个名震3界的大名，突然啊，公子！姬清月带着几分威严与痛楚的叫声突然响起，我好像也要生了。江晨，你们俩这是商量好的吗？赶场子也没这么赶的呀！也就在这一刻，9天之上，一座凡人无法窥探的仙宫之内，咔嚓，一座象征神位权柄的神牌竟然出现了一道细小的裂纹，被神牌簇拥在正中间的白发仙者缓缓睁开眼。哇！一声嘹亮的啼哭响彻少主殿。江晨根本顾不上逗弄刚出生的长子，反手就将这个还在襁褓里的小家伙塞进了空间外爹娘的手里。爹，接着别摔了！江爸天手忙脚乱地抱住大孙子，还没来得及抱怨儿子毛躁，就见江晨身形带起一道残影，再次冲进了那粉色空间。此时的女帝状况远比沈星宇刚才要凶险得多，因为身负黄道龙气，此刻随着分娩临近，那霸道的龙气失去了控制，在他体内横冲直撞。啊，公子，好痛！那种剧痛感仿佛要将他的灵魂都撕碎。清月，张嘴！江晨一步跨到塔前，没有任何废话，将系统2次赠送的分娩丹递到了姬清月的嘴边。姬清月费力地睁开眼，看着江晨那双满是焦急与关切的眸子，心中的恐慌莫名消散。乖，吃口甜的就好了。丹药入口即化。姬清月紧皱的眉头瞬间舒展，甚至身上还觉得舒服了几分，不痛了，甚至连体内暴走的黄道龙气也瞬间变得温顺无比。哇！又是一声响亮的啼哭，响彻少主殿。姬清月的腹部和沈星宇一样，缓缓腾起一股灵气，灵气汇聚，便产下一个女婴。生了！江晨长出了一口气，
刚想伸手去擦擦汗，便在此时异变突起，姬清月竟然也因产子而突破到了元婴大圆满。原本因为沈星宇突破而汇聚的漫天霞光尚未散去，一股浩荡的紫气陡然从东方席卷而来，绵延3万里，遮天蔽日。天魔教上空的云层疯狂翻涌，那浓郁的紫气之中，一条长达1000丈的五爪金龙虚影破云而出，巨大的龙首低垂，对着产房的方向做出了一个臣服的姿态。与此同时，正被江霸天抱在怀里的那个男婴仿佛感应到了什么，他眉心那道红色的竖痕骤然亮起，一股凌厉无匹的剑意冲天而起，化作一只浴火的凤凰虚影直冲云霄。立一龙一凤2大神兽法相在天魔教的上空交织盘旋共舞，龙吟凤鸣之声响彻整个南荒大地，天地间降下无数灵气花雨，方圆千里的枯木瞬间抽芽开花，南荒魔域的万兽齐齐趴伏在地，朝着天魔教的方向顶礼膜拜。龙凤呈祥，守在门外的大长老看着头顶那震撼人心的一幕，激动的浑身颤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这是传说中的大地之子啊，天佑圣教，天佑江家啊！一时间整个天魔教沸腾了，无数弟子跪地高呼，声浪震天。屋内2女刚生产完，虽然无痛，但也需休养。江晨将2人在产房内安顿好，便抱着女儿出了空间。刚一抬头，就看到漫天的异象。江晨不就是生的孩子吗？这么大阵仗！叮，恭喜宿主喜的长女，天赋评价天生皇级霸体，天生的上位统治者，对统治对象拥有绝对防御。检测到龙凤呈祥羁绊达成，家族气运大幅提升。奖励已发放极道地兵格群战衣 JK 制服套装。江晨看着手里凭空出现的那套衣服，深蓝色的格子短裙，洁白的一尘不染的衬衫，甚至还贴心的配了一条小领带。江晨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这也太绅士了点吧？而且你让一个女帝穿白丝也就罢了，现在还让人家穿 JK， 这玩意儿给姬清月穿。江晨脑补了一下姬清月穿着这身 JK 坐在龙椅上上朝的画面，江晨倒吸一口凉气，感觉鼻子有点热。北域叶家与天魔教那喜气洋洋普天同庆的氛围截然不同。叶家大殿内气氛压抑，废物！大殿下方跪着几个浑身是血、气息萎靡的黑衣人，正是叶家派出去试图劫杀叶婉婉的几名筑基期死士。他们侥幸未死，拼尽了最后一口气逃回叶家，此刻正瑟瑟发抖，连头都不敢抬，连一个毫无修为的贱婢和一个病得快死的老太婆都抓不住。我叶家养你们何用？弟子恕罪。为首的死士颤声道，眼中还残留着深深的恐惧。并非我等无能，实在是那叶婉婉，他手里有大恐怖啊！大恐怖？叶无言冷笑，一个不能修炼的废人，能有什么大恐怖？是真的。那死士咽了口唾沫，声音颤抖地描述道，那叶婉婉，他祭出了一件极其诡异的法宝，好像是2个粉色的圆环，看不出是什么法宝。那个粉色法宝一出，瞬间锁住了我等的修为，那绝对是江晨赐予他的魔气。而且叶婉婉已经有了修为，我等也是拼了命才逃回来的。粉色的圆环，而且身负凡尘锁的叶婉婉居然还有了修为，江晨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叶无言心中一凛。大长老，叶无言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头的慌乱，转头看向一直站在阴影中未曾开口的老者。那剑臂若是落入天魔教手中，会不会坏了大事？阴影中，叶家大长老缓缓走出，逃了便逃了，只要那剑臂不知道那件事，便无大碍。但是他那个病重的娘绝不能落入外人手中。那老太婆身上的秘密，若是被江家发现，我叶家筹谋1000年的计划将毁于一旦。叶无言闻言，眼中的杀意更盛。既然抓不回来，那就只能一锅端了。可是弟子下方的死士小心翼翼地提醒道，奈天魔教如今气运昌隆，据说今日又有异象降世，恐怕是有神鹰诞生。若是强攻，只怕……谁说我要强攻？叶无言冷笑一声，目光投向东海的方向。我又不是叶一凡那个白痴，单凭我叶家确实不敢轻易去招惹那魔教，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话音刚落，叶无言手里随意捏了一个诀，只见地上那几个死士连惨叫声都未曾发出，便瞬间化为一滩血雾。叶无言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叶家不养废物。少主殿内暖阁，2只特制的云蚕丝摇篮并排摆放，殿内奶香浮动。左侧摇篮里那男婴安静的过分，不哭不闹，甚至还没学会翻身，就先学会了板着脸。那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盯着头顶的流苏，透出一股子看破红尘的倦怠。右侧那个就要活泼得多，女婴蹬着小腿，嘴里吐着泡泡，周身紫气氤氲。那紫气也不是凡物，偶尔聚成龙形，偶尔散作云霞，把那粉雕玉琢的小脸衬得贵气逼人。这就是基因突变吗？江晨凑近看了看，忍不住伸手去戳儿子的小脸蛋。你爹我是个战五渣，还生出你们这2个小怪物。手指刚触碰到男婴的脸颊，小家伙突然动了，那只肉乎乎的小手猛地探出，一把攥住了江晨的食指。嗡，空气中似乎有一声剑鸣轻响，但也仅仅是一瞬间。那半声剑气在触碰到江晨的刹那，竟温顺地化作了绕指柔风，只是轻轻挠了挠江晨的指腹。嘿，好小子，还知道我是亲爹。江晨乐了，
心头那点处为人父的紧张感瞬间消散。给你起个什么名字呢？江晨略作思索，指尖轻点男婴眉心，以后你就叫江逍遥，只愿你逍遥天地，无拘无束。随后他又看向那个霸气侧漏的女儿，至于你，便唤作江昭儿，朝如日月，光耀万古。逍遥，昭儿，来，乖孙子，爷爷抱。一旁的江霸天抱着刚出炉的孙子，笑得满脸褶子都开了花，但眼底深处却藏着深深的疑惑。他悄悄传音给身边的月姬夫人，咱儿子真的一点灵根都没有，这俩娃娃的体质可是连西方那些圣地老祖转世都比不上的呀。月姬白了他一眼，伸手抱起昭儿，低声道，你懂个屁，凡体生神胎，这说明什么？这叫物极必反，说明咱儿子的血脉早已超脱了此界法则。周围的一众长老闻言纷纷点头，看向江晨的目光愈发敬畏。就在这其乐融融之际，咻咻一道红色的身影带着几分好奇与野性，悄无声息地凑到了软榻边。利契儿如今已是成熟御姐的身段，衣裙紧紧裹着火辣的娇躯，她双手扒着摇篮边缘，红色的树瞳盯着两个人类幼崽，鼻翼耸动，嗷呜咕噜，一串含糊不清却又带着几分急切的授语从她嘴里蹦了出来。江霸天，老三这个妹妹说啥呢？若是旁人定然听不懂这丫头在说什么，但江晨刚刚获得了授语精通，这串音节落入他耳中，自动翻译成了标准的人话。这两个小东西闻起来奶香奶香的，我也想要一个。江晨下意识地接话道，他说这俩宝宝很可爱，他也想要一个。话音刚落，原本热闹喧嚣的大殿瞬间鸦雀无声。江霸天略作思索，认真道，虽然咱是魔道，若是其他姑娘，老爹直接给你绑了送床上，但这丫头毕竟是老三的妹妹，晨儿你别急，等我问问老三的意思。不是。江晨冷汗瞬间就下来了，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一旁的利契儿完全不给他解释的机会，兴奋地扑了上来，双手抱住他的胳膊，那条大尾巴使劲摇，胸部更是挂在他的胳膊上蹭啊蹭。要吗？就要吗？他仰起头，指了指摇篮里的孩子，又指了指自己。江晨，毁灭吧，累了。天魔教的热闹终是被一声急促的禀告声打破。报！守山弟子跪在众人面前，少主、教主，木姑娘回来了，情况不太好。江晨眼神瞬间一变，一把将挂在身上的利沁儿扒拉下来，沉声道，快带进来。片刻后，一道血肉模糊的身影出现在大殿门口。叶婉婉一身紫衣，早已被鲜血染成了暗褐色，手腕上那副粉色的手铐光芒暗淡，显然是灵力透支到了极限。但即便如此，她的背脊依旧挺得笔直，因为她的背上背着一个枯瘦如柴的中年妇人，那是她的命。公子。看到江晨的那一刻，叶婉婉眼中一直强撑的那口气终于散了，她双膝一软，重重跪倒在地，但双手依旧死死拖着背后的母亲，没让她磕碰到一点地面。婉婉回来了。说完这句话，他身子一歪，彻底昏死过去，而被他护在身后的妇人顺势滚落在地毯上。他虽在昏迷中，却依旧眉头紧锁，仿佛在睡梦中也承受着极大的痛苦。鬼手救人！江晨吩咐道。一道黑影瞬间从侧殿掠出，正是天魔教首席医师，号称鬼手药王的哭药老人。几根银针飞出，精准地封住了叶婉婉的几处大穴，止住了流血。这丫头没事，只是脱力加上外伤，养养就好。药王随口说道，随即转身，手指搭在了那中年妇人的手腕上，一吸两吸，药王那张原本古井无波的老脸突然变得极其难看，甚至可以说是惊恐。他的手指开始颤抖，仿佛触碰到了什么极为恐怖的东西。怎么回事？江霸天皱眉，药王跟了他快1000年了，他还从未见过药王这般失态。药王深吸一口气，颤巍巍地掀开了妇人背后的衣衫，只见那妇人瘦骨嶙峋，后背脊柱处还有一道狰狞至极的陈旧伤疤，那伤疤贯穿了整个脊背，像是一条丑陋的蜈蚣，将他的身体一分为二。少主，药王的声音都在发抖。这妇人并非单纯的病重，她的体内空空如也。这里，药王指着那道伤疤，原本应该长着一根先天稻骨，但在20年前被人用极其残忍的手法活生生剥离了。剥骨之后，那人并未让他死去，而是用秘法吊着他一口气，让他日日夜夜承受断骨噬心之痛。他是用凡人的寿元在硬抗失去稻骨的反噬，以此来供养那块离体的骨。此言一出，满堂哗然。活剥稻骨，一命养骨，这般手段比世间最恶毒的魔功还要残忍100倍。江晨看着地上那对生死不知的母女，缓缓闭上了眼。不用想也知道此事是谁做的。好一个正道地族，好一个叶家！老子当魔修这么多年，杀人放火的事没少办，但这种阴损事，老子听了都想吐。传令！江霸天猛地站起身，大手一挥，点齐天魔教9部魔咒，把必死关的那几个老部死爷给老子叫出来，目标北域叶家，老子要去把他们家祖坟给扬了。怒火在大殿内燃烧。爹，这次我支持你。江晨迈前一步，站在江霸天身侧。叶家没少找咱们的事，咱也不是软柿子，父子同心，杀意沸腾。在场的天魔教众也是齐声呐喊，灭了叶家，扬我骄威。然而就在这热血上头的当口，一盆冷水兜头浇了下来。教主不可啊！
九长老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顶着江霸天的威压喊道：“叶家乃是北域帝族，虽然如今没落，但族内深处可是沉睡着一位真正的大地老祖啊！”九长老说的不错，江霸天虽已大成圆满，但大成与大地一字之差，云泥之别。大成其修士借用天地之力，而大地便是这一方天地的规矩。若是那叶家老祖苏醒，别说扬了人家祖坟，恐怕天魔教9部魔众刚到北域，就会被人家一根手指头碾死。这要不还是算了吧。窃窃私语声在人群中蔓延，没有大地坐镇，去挑衅地族，那就是送死。就在这时，谁说要算了？月姬从后堂走出，怀里还抱着刚睡着的昭儿，他步履从容，凤仪万千。夫人。江霸天看向妻子，眼中的暴力瞬间收敛了几分。月姬扫视全场，立刻安排到叶家既然敢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自然怕被人知道。传令下去，动用我们在北域所有的暗桩，把叶家活剥到骨，以命养蛊之势散播到整个北域。不能简单的散播。江晨在一旁补充道，还有画本子、图册，配上朗朗上口的打油诗，专挑人多的酒楼茶馆说，3天之内让叶家遗臭万年。众长老眼睛一亮，这招高啊！正道最在乎什么？名声。这事儿一旦捅出去，叶家就是众矢之的。可是九长老犹豫了一下，还是那个老问题，就算搞臭了他们，若是叶家恼羞成怒，请出老祖，我们还是打不过呀。归根结底，还是硬实力不够。气氛再次陷入了死局，所有人都看向江霸天，眼神里带着隐隐的期盼。江霸天站在原地，看了看地上那对惨绝人寰的母女，又看了看身旁支持他的儿子，最后目光落在了月姬身上，那眼神竟然变得有些扭捏，甚至还有点讨好。可江霸天清了清嗓子，搓着2只大手凑到月姬身边，那个夫人啊，你看这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咱儿子也看着呢，这要是怂了，以后我还怎么在孙子辈面前立位？江晨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的，不是，爹你在干啥？这都要开战了，你跟娘撒什么娇？月姬无奈的白了他一眼，眼神里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你呀，江霸天嘿嘿一笑，把叶家3番5次找茬，不把他们打服了，以后天天来恶心人。快借我用，借什么？全场教众一脸懵逼。只见月姬轻叹一口气，缓缓抬起手掌，轻轻搭在了江霸天的肩膀上。姐。月姬朱唇轻启，吐出一个字，轰。这一瞬间，天地仿佛静止了，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波动顺着月姬的掌心疯狂灌入江霸天的体内。一道霸道至极的金色光柱从江霸天身上冲天而起，直接捅穿了天魔教的大殿穹顶，刺破了9天云霄。天魔教方圆万里的灵气在这一刻瞬间沸腾，疯狂地朝着那个男人汇聚。天空中风云变色，这是九长老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整个人趴在地上，被这股威压死死按住，动弹不得。这股气息是凌驾于众生之上的地位，大地。江晨也傻了，他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家老爹。此时的江霸天浑身沐浴在金光之中，原本那股子草莽流氓的气质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唯我独尊的无上霸气。卧槽！江晨忍不住爆了句粗口，爹，你玩扮猪吃虎上瘾啊，你他妈是大帝。月姬淡定地收回手，理了理鬓角的碎发，当年你爹死皮赖脸的把1半本源修为封印在我体内，说是当聘礼，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全场死寂，1半本源当聘礼，这特么是什么神仙爱情故事？更恐怖的是，教主夫人到底是什么体质，竟然能容纳大地的1半本源而不爆体？呵，江霸天仰天长啸，久违的力量回归让他极度舒适。小的们，现在老子能打叶家了吗？在场教众在短暂的呆滞后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能！教主神威，一统八荒，扬了叶家祖坟，杀！什么狗屁地族，什么正道底蕴，老子家教主也是大帝，谁怕谁啊？江霸天大手一挥，指向北方，豪气干云，出发去北域，告诉叶家那群老杂毛，洗干净脖子，老子来找场子了。与此同时，北域叶家奢华的大殿内，歌舞升平，叶无言正端着酒杯，向坐在对面的几位老者敬酒。为首的是刚刚从南荒逃走的金乌族长老金烈，虽然他们逃得狼狈，但在叶家面前依旧摆足了架子。金烈长老放心，叶无言笑得随和，让人如沐春风。那天魔教虽然有些诡异手段，但终究是一群乌合之众，只要配合贵族的底蕴，灭那魔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到时候那扶桑神木归贵族，江晨归我叶家。好，金烈长老听到这话，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两人碰杯，酒液摇晃，映照出他们贪婪的嘴脸，全然不知他们准备猎杀的猎物正朝着他们杀来。北域叶家主峰，叶家家主叶南天端坐主位，面色红润，正举杯向左侧的一位金袍老者敬酒。金烈长老，此次若能讨魔成功，必能海北域一片风清气正。金烈府虚长笑道：此等魔修，若能彻底拔除，在座各位都是大功一件啊！哈哈哈！底下依附于叶家的9大宗门掌门也纷纷附和。叶三家主所言极是，正道昌隆，魔掌道萧乃是定数。那天魔教不知死活，竟敢挑衅地族威严，简直是蚍蜉撼数。
推杯换盏间，仿佛天魔教已经灰飞烟灭。叶无言轻摇折扇，心中冷笑：江辰啊江辰，你纵有诡异手段又如何？待天魔教覆灭，定要将你抓来，查明你身上的秘密。就在这时，轰隆，毫无征兆，整座大殿剧烈一颤，一名舞姬脚下不稳，惊叫一声摔倒在地。慌什么？叶南天眉头一皱，威严呵斥：成何体统？然而下一秒，爆！一名守山弟子连滚带爬地冲进大殿，神情惊恐到了极点。三家家主，魔教打进来了！胡说八道！叶南天豁然起身，怒极反笑。那天魔教从南荒赶来，至少需要3日，怎么可能毫无动静？便咔嚓，叶南天手中的酒杯突然炸裂，他能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威压已然逼近叶家。扑通扑通，修为稍弱的几名宗门掌门竟直接双膝一软，跪在了地上。这是什么气息？金烈长老手中的酒杯滑落，琥珀色的酒液洒了一身。这股气息比他在南荒见到的那只吞火妖兽还要恐怖万倍。慌什么？叶南天虽也心悸，但他毕竟是一族之长，强行镇定心神，大袖一挥，所有长老听令，开启九转乾坤护族大阵。我就不信他将霸天还能逆天不成？嗡！随着叶家众长老合力催动，叶家99座灵峰同时亮起璀璨的神光，一道厚达100丈的金色光幕瞬间升腾而起，如同一只倒扣的金碗，将整个叶家牢牢护在其中。光幕之上符文流转，隐隐有龙吟之声传出，显得坚不可摧。看着这升起的大阵，殿内众人苍白的脸终于恢复了一丝血色。呼！金烈长出了一口气，擦了擦额头的冷汗，不愧是地族底蕴，此阵一出，定能吓退那些魔修。苍穹之上，江辰站在船头，低头看着那个像个乌龟壳一样的光照。他转头看向身边的江霸天，老爹，他们起了护宗大阵。此时的江霸天浑身金光缭绕，他双手负后，眼神像是在看一群智障。阵！江霸天嗤笑一声，就这也配叫阵？话音落下，江霸天缓缓伸出了右手，轻轻打了一个响指。嘣！那一响指看似随意，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意象，只听一声清脆的咔嚓声，那号称连准帝都要啃3年的九转乾坤护族大阵瞬间碎裂，金色的符文瞬间崩灭，巨大的光幕如同被打碎的蛋壳，化作漫天金色的碎片洒落人间。破！震破的瞬间，大殿之内，包括叶南天在内的所有叶家高层齐齐喷出一口鲜血。怎么可能？叶南天瘫坐在椅子上，满嘴是血。江霸天绝不是大成器。金烈长老差点吓得缩到了桌子底下，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地位，这是大帝之威啊！江霸天成帝了，他竟然成帝了！此言一出，全场鸦雀无声。大帝，哪怕是地族叶家，也只有一位闭关老祖，是大帝修为，寻常不得见。如今，一位大帝活生生的出现在了他们面前，叶无言的笑容彻底僵在脸上。完了，一切算计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是狗屁。然而，天魔教的攻势不仅仅是武力，把准备好的东西都撒下去。非洲之上，江辰挥了挥手，身后的魔教弟子立刻将早已准备好的数万枚流影石撒向了叶家山门。一看到流影石，一种不好的回忆忽然涌上叶无言心头。上次也是流影石记录了叶一凡被那12钗，这次能是什么好事？难道说他们已经发现了叶婉婉母亲身上的秘密，做成了流影石？快毁了他们！一旦剥离道骨的罪行坐实，叶家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邪修，日后不会有任何宗门还会站在叶家这边。叶南天也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手一挥，听令，即刻粉碎这些妖言惑众的魔物。随后他咬破舌尖，一滴精血悬浮于空，双手结出一个古老而诡异的印记。不孝子孙叶南天，恭请老祖出关，镇杀大敌！轰隆隆，叶家后山禁地，一股腐朽却又庞大的气息冲天而起。谁敢动我叶家？苍老的声音回荡在每个人的耳边。紧接着，一个皮包骨头的老者身影缓缓浮现，他眼窝深陷，周身缭绕着灰色的死气，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没有一丝活人的情感，只有无尽的冷漠。叶家老祖叶枯荣，一位活了5000年的大帝，靠着自封生机苟延残喘至今的老怪物。叶南天跪在地上，声泪俱下：老祖，天魔教江霸天已成大帝，欲灭我叶家满门。大帝！叶枯荣眼珠转动了一下，看向悬浮在非洲前的那个金袍壮汉，那种生命力旺盛的压迫感，这特么还是正值壮年的大帝。他这种靠假死吊命的老家伙，最怕的就是这种血气方刚的硬茬子。打赢了恐耗费不少寿元，打输了那就直接死了，横竖都是他吃亏，欺人太甚。叶枯荣怪叫一声，背后浮现出一株巨大的枯荣树法香，一枯一荣，演化生死大道，终是凝成毁天灭地的一掌。而砸，好好看你老爹怎么收拾这老鬼。语罢，江霸天提着手中的巨斧消失在原地。老爹你打快点，还得回家吃饭。江辰一只手挡在眉毛处，望着江霸天喊了一嗓子，有个大帝老爹真好。大帝之战，轻则移山填海，重则毁天灭地。而就在这混乱中，叶南天的目光死死锁定在了非洲上正在吃橘子的那个白衣青年身上。江辰，此处是叶家的地盘，
此战就算胜了，叶家也必将损失惨重。唯一的破局之法，就是抓住他的软肋。魔崽子，给我死来！江晨，冲我来！一把年纪了，老登你不讲武德，你不讲，那我也不讲了。便在此时，江晨身后裂开一道粉色的空间裂缝，一道清冷的女声响起：“老狗，敢打扰我家公子吃橘子！”粉色裂缝撕开，一条腿先跨了出来，黑丝极薄，裹着笔直的小腿踩在虚空上，甚至没荡起一丝波纹。沈星宇走了出来，昔日高高在上的太华圣女，此刻身上只有一件黑得发亮的旗袍，布料少得可怜，紧紧贴着腰身，侧边的开叉一路飙升到大腿根，胸口正中挖了个圆洞，白腻的肌肤从洞中挤出些许弧度，这个圆洞大概是方便他胸口拔剑。枪！他走出空间，手中本命长剑随意一挥，叶南天那只遮天蔽日的灵力巨掌刚碰到剑锋，直接崩碎。这也行？还没等围观群众回过神来，裂缝中又走出一人，姬清月，这位执掌中州大周皇朝的女帝，此刻却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格纹短裙，上身是洁白紧致的衬衫，领口系着红色的领结，下身是一双毫无瑕疵的过膝白丝，衬衫扣子绷得很紧，随时可能弹飞。江晨手里的橘子差点掉下去。系统，你是懂反差的。两女落下，一左一右站在江晨身侧。公子，没弄脏你的衣服吧？沈星宇收剑，那股子杀伐之气瞬间化作似水柔情，他顺势挽住了江晨的左臂，那旗袍下的柔软还紧紧贴着他的胳膊。公子，这裙子太短了，凉飕飕的。姬清月红着脸，有些不自在地拉了拉裙摆，却同样坚定地站在了江晨身侧。江晨扔掉橘子，双手极其自然地揽住两人的腰，一手高开叉旗袍，一手 JK 小短裙，软，很软。老狗！江晨看着下方呆滞的叶南天，想动我？问过我老婆吗？在场众人，这魔头玩得也太花了吧！天魔教中忘了呼吸，叶家弟子忘了拔剑，视觉冲击力太大，那种高贵与淫靡的混合体，在这一刻化作了极致的杀伤力，不知廉耻，简直是不知廉耻！叶南天回过神来，气得眉毛倒竖，堂堂圣女和女帝，竟然沦落到穿这种勾引男人的服饰来取悦一个魔头！你这魔头，今日老夫便替天行道！叶南天怒吼一声，双手结印。虽然大阵已破，但他毕竟是化神期大圆满的强者，甚至半只脚已经踏入了炼虚期。轮回往生印，一方金色大印当头砸下，那是叶家的镇族神通，足以砸平一座山头。沈星宇冷哼一声，聒噪。他一步踏出，这一步风情万种，旗袍的高开叉随着动作扬起，露出裙摆下的黑色蕾丝边，手中的剑对着前方虚空轻轻一刺，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剑，剑气在飞出1丈后竟然凭空消失了。雕虫小技也想伤我？叶南天狞笑，护体罡气全开，如此短的时间突破化神，老夫看你是境界虚浮。然而下一秒，叶南天脸上的狞笑僵住了，一道凌厉至极的剑气毫无征兆的从他的身后钻了出来，若不是有护体罡气，他已经被一剑穿心。这是什么妖法？叶南天踉跄前冲，惊恐地看着沈星宇，这叫空间折叠。沈星宇面无表情，再次挥剑。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他身上的那件旗袍每一次摆动，周围的空间都会产生诡异的扭曲。这可是系统出品，看似是旗袍配黑丝，实则是承载着空间法则的极道地冰，一整套穿在身上，沈星宇这才清晰地领悟到了其中蕴含的法则之力。刷刷刷，叶南天彻底疯了，因为他根本无法预判攻击会从哪里来，剑气全是凭空出现的，有时候是从裤裆下钻出一道剑气，有时候又是从胳肢窝里刺出一节剑尖，甚至有一次剑气直接贴着他的眼皮子划了过去，有种正面一战躲藏算什么本事？叶南天憋屈的想吐血，他空有一身通天修为，却像个瞎子一样被人戏耍。正面一战，成全你！一直未出手的姬清月理了一下领结，他那双包裹在白丝中的美腿轻轻在虚空上一打，那一瞬间，他身上的格纹短裙微微扬起，一股玄奥晦涩的波动骤然降临。穿上一整套白丝 JK， 姬清月也领悟到了这升级到地冰蕴含的法则之力。时间，沈姐姐动手！沈星宇心领神会，手中长剑化作残影。正常情况下，这一息只能挥出10剑，但在姬清月的时间加速下，这一息被无限拉长。100剑、1000剑、万剑，轰！剑气如暴雨倾盆而下，紫黑色的空间剑气，蓝色的时间流光，交织成一张绝美的死亡之网。叶南天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护体罡气在这般攻势下瞬间碎裂。啊！不可能！伴随着一声绝望的嘶吼，叶南天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重重砸进了下方的叶家大殿。轰隆！尘土飞扬，所有人都呆滞地看着天空中那2个绝美的身影，一个控场加速，一个无视距离输出，这特么是什么神仙组合？卧槽！江晨站在非洲上，拿出一枚留影石，兴奋地记录着这一幕。一个加暴击，一个加攻速，这波配合我给满分。江晨甚至想给系统点个赞。系统以后再也不吐槽你不正经了，这种奖励麻烦多来一点。9天之上，江霸天一斧头震碎叶家老祖的一击，抽空看了一眼下边，也是倒吸一口凉气。乖乖，这儿媳妇有
有点凶残啊。然而没有人注意到，叶家大殿的一处阴暗角落里，一双怨毒的眼睛正死死盯着非洲上的江辰。叶无言，两个贱人明明上次见还只是元婴，这么短的时间竟然变得这么强。他的掌心之中扣着一枚指甲盖大小的玉质小虫，那是叶家真正的底蕴禁器泛音控心骨，无视防御，专破神魂。只要中招，大罗金仙也得乖乖听话。此刻沈星宇和姬清月还在牵制附近，江辰身边没有高手，这是唯一的机会。江辰，接招吧！叶无言眼中闪过快意，手指一弹，消！那只蛊虫化作一道几乎看不见的无色流光，无声无息地穿过了混乱的灵气流，直逼江辰的眉心。江辰还在看刘颖时的回放，毫无防备，必杀之局。然而就在那只蛊虫距离江辰眉心不足3寸的刹那，江辰身旁的软榻上，那只原本蜷缩着身体睡得正香的红发兽娘，那一对毛茸茸的兽耳突然抖了一下，唰！原本紧闭的猩红树瞳猛然睁开，他的手指本能探出，在江辰眉心前1寸处精准的合拢。那只足以控制大成期修士的泛音控心骨被他捏在2指之间，还在疯狂挣扎。厉气儿歪了歪头，看着指尖那个扭曲的小东西，有蚊子！噗！叶无言捂住嘴，一口黑血从指缝间喷涌而出。本命蛊虫被毁，神魂反噬如万蚁噬心。他颤抖着抬起头，死死盯着那艘悬停在半空的非洲。凭什么？这魔头除了长得好看，究竟还有哪里能让这么多女人围着他？连他身边的一只化形妖兽都能一口吞了他的蛊虫。江辰，你不就是会吃软饭吗？叶无言抹了一把嘴角的血，随手掏出一颗疗伤丹药吞下。待老祖镇压了你爹，我要当着你的面把你的女人一个个凌迟。非洲甲板上，厉切尔歪着小脑袋，头顶那对毛茸茸的耳朵抖了抖，眼里满是疑惑。这是什么蚊子？江辰盯着这只被厉切尔随手拍死的蛊虫，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是吃人神魂控制心智的虫子，可惜对切尔来说没用。当然没用，切尔的神魂早就与妖兽融合，哪里来的心智？这波完全免疫。厉切尔似懂非懂的点点头，一口咬住江辰喂过来橘子，满足的摇了摇尾巴。江辰站起身，目光扫视全场。天空之上，老爹和叶家老祖的战斗难分高下，每一次碰撞都撕裂虚空，引得天地变色。地面战场，天魔教大军与叶家修士厮杀在一起，喊杀声震天动地，所有人都在拼命厮杀。啧，来都来了，总得干点什么。江辰摸着下巴，视线越过喧嚣的战场，落在了叶家主峰后方，那里紫气升腾，瑞彩千条，一看就是风水宝地叶家祖坟。这么好的地，不得种点什么？江辰露出一个纯良的笑容，从空间中掏出一把锄头，扛在肩上。切儿，别吃了！江辰一把拉起还在舔手指的兽娘，走，少主带你刨坟去。两人趁着战场混乱，一路摸到了叶家后山。果然，随着主力被抽调，这处禁地周围并没有守卫。叶家祖陵乃是一族气运汇聚之地，外围布下了数不清的上古禁制和绝杀大阵，那流转的符文光芒，哪怕是化神期修士误触，也会吃不小的苦头。厉切尔看着那禁制，喉咙里发出低吼，死死拽着江辰的衣角，不敢再往前一步。怕什么？来看少主给你表演个绝活。江辰挽起袖子，举起锄头，对着那防御大阵，就像老农开垦荒地一样，使劲挥了下去。嘿咻，锄头落下，那把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锄头，竟然就这么切入了阵法光幕之中。定，成功清除9幽玄煞阵、杂草、土地肥力加10。定，成功挖开乾坤锁灵镜、乱石、土壤透气性加20。江辰一路挥舞锄头，一路平推，所过之处禁制全消，阵法全灭。叶家引以为傲的防线就这样被一把锄头给硬生生刨出了一条康庄大道。搞定！江辰把锄头往肩上一扛，大摇大摆地跨进了叶家祖坟的禁制中。走，进去种地。陵园内部奢华非常，地面铺着极品灵玉，两旁种着名贵的长青松柏，浓郁的灵气化作白雾在脚边流淌。正中央矗立着数百座墓碑，最高的那几座皆散发着骇人的威严。江辰蹲下身，抓起一把土搓了搓。这么好的地，用来埋死人多浪费。他反手从系统空间里掏出了一个布袋，里面装着提前准备好的吞天草种子。吞天草，南荒魔域特有植物，北域不得生，唯一的特点就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甚至能顶开石头，破开监狱，而且还会疯狂掠夺周围一切灵气养分，被称为修仙界的牛皮癣。去吧，皮卡丘！江辰抓起一把种子，大把大把地撒向那些庄严肃穆的墓碑，尤其是叶家出祖的那座大坟，江辰特别关照，直接倒了半袋子。起！江辰一脚跺在地上，神级种植术发动。只见那些原本只是普通魔植的种子，在神级种植术的催化下，仿佛打了激素一般，瞬间破土而出。咔咔咔，坚硬的灵域地面被顶碎，墨绿色的嫩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长。仅仅3个呼吸，原本仙气飘飘的皇家陵园变成了一片墨绿色的海洋。那些吞天草长到了半人高，像是一条条贪婪的毒蛇，死死缠绕在那些墓碑上，根系疯狂向下钻探，大口大口地吞噬着地下的龙脉灵气。哟，还得是北域的仙气养草，
这长得真快。外界苍穹之上，正操控招法相，欲将霸天对轰的叶枯荣突然身体一僵，一股无法言喻的心悸感瞬间席卷全身。他惊恐地回头看向身后那株巨大的枯荣树法相，只见那原本枝繁叶茂的大树虚影，此刻竟然从根部开始莫名其妙的发黑枯萎，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截断了养分。怎么回事？他那张老脸满是惊骇，老夫的根基，叶家的气运为何在流失？下方正在主持大阵的叶家众长老也是脸色煞白，不好了，99峰的灵气浓度在暴跌，祖弟出问题了！叶家后山，江辰拍了拍手上的泥土，看着眼前这一片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青青草原，满意地点了点头。所有的墓碑此刻都被绿色的藤蔓和花朵覆盖，一眼望去，绿得发慌。不错，这环保色好看。江辰扛起锄头，拍了拍厉七儿的肩膀，好了，别播种了，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厉七儿乖巧点头。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冲了过来，何方宵小，竟敢擅闯我祖弟！叶无言捂着胸口，看着眼前的景象，整个人呆若木鸡。他看到了什么？这还是他叶家历代先祖安息的圣地吗？尤其是他太爷爷的那座坟，因为地势最高，此刻已经被绿草完全淹没，顶端还顶着一朵硕大的绿色花盘，像极了一顶帽子。而在那片绿色的海洋中心，江辰正站在一块墓碑前，扛着锄头，四目相对。江辰看着一脸懵逼的叶无言，十分热情地挥了挥手：“哟，这不是叶兄吗？看你家这块地荒得厉害，我顺手帮你搞了搞绿化，不用谢，叫我雷锋就好。”叶家后山，祖陵。叶无言站在一块凸起的岩石上，放眼望去，象征着叶家万世荣耀的陵园，此刻已经沦为了一片绿色的海洋，欺人太甚。叶无言浑身颤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江辰，你竟敢羞辱我叶家先祖至此！江辰扛着锄头，一脸无辜。叶兄此言差矣，你看这绿色代表着生机，代表着希望，多环保！环保你大爷！叶无言那一向翩翩公子的形象彻底崩碎。此时江辰身边只有那个妖兽，只要牵制住他，就没人能救江辰，这是唯一的机会。列祖列宗在上！叶无言咬破舌尖，双手结出一个诡异至极的手印，一口精血喷洒在脚下的阵眼之上。不孝子孙叶无言，愿献祭100年寿元，请诸祖藏魂显灵，镇压妖孽。呼！陵园内突然阴风大作，原本被吞天草覆盖的坟包剧烈蠕动，无数道半透明的灰色虚影带着腐朽的气息从地下爬了出来。他们没有神智，只有对生者本能的渴望。嗷呜！什么鬼东西？正蹲在地上播撒种子的力气儿耳朵一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数百道阴魂团团包围。这些阴魂虽然伤不到身为阴虚灵兽的他，但胜在数量庞大，死死缠住了他的四肢。力气儿烦躁地挥动爪子，撕碎一片，却又有更多涌上来。妖兽被拖住了，机会！叶无言眼中爆发出狂喜，他手腕一翻，掌心多出一柄幽蓝色的匕首。江辰，没了你爹，没了这些女人，你就是个只会吃软饭的废物！叶无言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元阴气的修为毫无保留的爆发，带着孤注一掷的杀意，直扑那个还在拿着锄头看戏的白衣青年。10丈、5丈、3丈，这个距离对于修士而言瞬息即至，刀锋上的寒气已经刺痛了江辰的皮肤。然而面对这必杀的一击，江辰不仅没跑，甚至站在原地，双手拢在嘴边，气沉丹田，对着天空大喊一声：“星宇，救我！”叶无言冲锋的动作猛地一滞，随即脸上露出一抹嘲讽：“沈星宇此刻正被我爹拖住，根本过不来，去死吧！”匕首直取江辰咽喉。然而就在刀锋距离江辰只有3寸的那一刻，嗡！江辰身侧的空间毫无征兆地扭曲了一下，一只裹着极薄黑丝的修长美腿直接从虚空中迈出，挡在江辰跟前。叶无言那必杀的一刀竟然生生地停在了半空，再也无法寸进分毫。空间波纹散去，沈星宇的身影显现而出，昔日高高在上的太华圣女，此刻身上只有一件黑得发亮的旗袍，布料少得可怜。更要命的是，胸口那旗袍的正中间极其大胆地挖了一个圆形的镂空，大片雪白从洞中挤出满满当当的弧度，在黑色的布料衬托下白得晃眼。沈星宇只是微微侧头看向身后的江辰，原本冰冷的眼神瞬间化作一汪春水。公子没事吧？江辰笑着摇了摇头，十分自然地上前一步，从身后环抱住沈星宇的纤腰。江辰心中默念，开启家族共享，共享对象沈星宇。定，检测到宿主意愿，家族共享已开启。当前共享对象沈星宇，好感度99，至死不渝，获得临时加持先天剑体，化神期初期修为，剩余时间半个时辰。只是一瞬，一股恐怖的力量瞬间充斥了江辰的身体，原本毫无灵力波动的身体瞬间拥有了化神境的修为，这便是灵气的感觉吗？江辰眼神微变，他贴着沈星宇的耳朵轻声道：“星宇，借剑一用。”借剑？沈星宇愣了一下，刚想从储物戒中取剑，却见江辰并未松手，反而缓缓抬起了右手，顺着他旗袍的腰线向上滑去，最后悬停在了他胸口那处镂空的圆洞前。沈星宇娇躯一颤，似乎明白了什么，俏脸瞬间红透，但他没有躲闪，反而顺从地挺起了胸膛，闭上了眼睛。公子，
请用。在叶无言震惊的目光中，江晨的手掌缓缓探向了沈星宇的心口。就在他的手掌触碰到肌肤温热的那一刻，一点寒芒骤然从那片雪白中绽放，那是沈星宇温养的新剑尘。剑来！江晨轻喝一声，五指虚握，寒气与剑气交织，从沈星宇的心口喷薄而出。江晨握住了一截缓缓浮现的剑柄，然后拔剑。枪！一声清越激昂的剑鸣，响彻整个叶家祖陵。随着长剑一寸寸拔出，一股凌厉至极的剑意以两人为中心轰然爆发，狂风吹乱了江晨的发丝，衣袍猎猎作响。这一幕美得惊心动魄，也强得令人绝望。这是什么招式？叶无言被这股扑面而来的剑意压得双膝发软，大脑一片空白。胸口拔剑，这他妈也行？先天剑体的本命星剑，居然还能借给别人？江晨单手持剑，剑尖斜指地面，感受着体内奔涌的化神气力量，以及手中这柄带着老婆体温的星剑。他抬起眼皮，淡淡的看了一眼叶无言，眼神冷漠，如是蝼蚁。刚才你说要杀我？江晨抬起手，对着前方毫无花哨地青飘飘一挥，斩！没有任何剑招，只是纯粹的力量宣泄。一道贯穿天地的银色剑气瞬间切开了陵园上空的黑雾。叶无言话锋一转，狂笑起来。那玉佩里早就被我种下了一只噬心骨的子骨，虽然我不知你究竟用了各种方法切断了我与子骨道连联系，但只要蛊虫不解，一旦我死了，那玉佩里的子骨瞬间就会炸裂，不仅会毁掉玉佩里隐藏的神魂印记，触之者也会中毒而亡。叶无言越说越激动，仿佛重新掌握了主动权。那可是沈星宇寻找父母唯一的线索。现在放我走，等我确信安全了，我自会解开蛊虫，否则你的女人这辈子都别想知道她爹娘是谁。哼，就这。江晨手腕一翻，那枚玉佩出现在他掌心。别乱动。叶无言挺直了腰板，又摆出那副虚伪的笑脸。除了我，哪怕是你爹强行破解，也会触发自毁，你赌不起是吗？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江晨点了点头，然后十分随意的拿起了一支毛笔，他只是提笔对着玉佩轻轻落下，一个静字出现在玉佩上。这个字出现的瞬间，密室内的空气仿佛都变得清新无比。去！江晨笔尖轻点，那个金色的静字化作一道流光，毫无阻碍地钻进了那枚玉佩之中。下一秒，神级书法发动，是一缕极淡的黑烟从玉佩中升腾而起，还没来得及扩散，就被金光彻底绞杀，化作虚无。噗！同一时间，跪在地上的叶无言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他双手死死捂住心口，大口大口的黑血从嘴里喷涌而出。本命母骨因为子骨被更高级的法则强行抹杀，遭到了毁灭性的反噬。怎么可能？你到底修的是什么？这世间怎么会有这种霸道的进化之力？他做梦也想不到，他引以为傲的底牌竟然被对方写了一个字就给洗没了，这特么合理吗？江晨随手将玉佩扔回系统空间，既然想问的都问清楚了，那么他站起身，走到叶无言面前，渐渐抵住了他的咽喉。别杀我，我都说了，我全都说了呀！叶无言崩溃大哭，屎尿齐流，再无一丝世家公子的体面。你答应的，只要我说出来就放我走的，你不能言而无信。信用！江晨歪了歪头，眼神戏谑。老子是魔教，我是反派，你跟反派讲信用？噗嗤！话音未落，长剑毫不犹豫地送出，剑锋贯穿咽喉，将叶无言未说完的求饶声彻底堵死在了喉咙里。下辈子记得少看点圣母文。外界苍穹之上，轰隆隆，大地级别的战斗还在继续，虚空被打的到处都是裂痕。江晨走出船舱，将叶无言的尸体抛下，看了一眼下方已经彻底变成青青草原的叶家祖陵，又看了一眼天上打得正欢的老爹。今天这场子找的也差不多了，再打下去，那叶家老祖要是真拼命，天魔教也得伤筋动骨，毕竟是地族，底蕴还是有的，灭门这种事得徐徐图之。爹，回家吃饭了。江晨气沉丹田，对着天上喊了一嗓子，娘说再不回去跪搓衣板。这一嗓子比什么神通都管用。天上那尊金色身影动作瞬间一僵，那个老鬼今天没空跟你玩了。江霸天一斧头劈退叶家老祖，骂骂咧咧道，算你运气好，老子得回家哄孙子了，回见。说罢，江霸天召回天魔教众，撕裂虚空，扬长而去。仅仅3息过后，只留下满目疮痍的叶家和那片绿得发慌的祖陵。叶枯荣，叶家修士，南荒天魔教800里天魔山脉，张灯结彩，庆功的篝火燃了一夜。江霸天吹嘘自己一斧头劈碎叶家老祖法相的故事，已经传遍了800里魔山，版本多的能出个画本子。少主别院内，隔音结界将外界的喧嚣彻底屏蔽。江晨隔着窗户看了一眼照顾2个小家伙的沈星宇和姬清月，没去打扰那份母子间的温馨，转身走向自己的寝殿。折腾了一天，是该歇歇了，这才叫日子啊！江晨伸了个懒腰，打打杀杀多没劲，老婆孩子热炕头才是穿越者的终极追求。他没有进去打扰这份宁静，转身走向了自己的寝殿。只是刚推开自己寝殿的院门，江晨微微一愣，院子里打扫得一尘不染，连石缝里的杂草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推门入室，屋内亮着暖黄色的烛光，
地板被擦得锃亮，仿佛能照出人影，甚至还燃了一支淡香。魔教可不兴这些，我屋里什么时候进了田螺姑娘？江晨嘀咕了一句，反手关上房门。刚绕过屏风，眼睛极其不争气的大了几分。只见卧室的红木圆桌旁，一个娇小的身影正背对着他，手里拿着一块抹布，垫着脚尖，费力地擦拭着高处的一个瓷瓶。正是叶婉婉。她在叶家受的伤，经过天魔教的丹药调理，已经好了大半。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她身上的衣服，或者说，重点是她身上仅有的那件衣服，材质极薄，边缘镶嵌着精致的白色蕾丝，在烛光的映照下，泛着暧昧的粉色光泽。正是系统奖励的极道帝兵纯玉粉色围裙，2条交叉的粉色丝带系在她那光洁如玉的背脊上，轻轻地搭在腰身上。除了围裙的那2根细带，她的背上、肩上，甚至腰侧，再无任何衣物的痕迹。视线下移，那双笔直修长的腿毫无遮掩地暴露在空气中。真空啊！似乎是听到了身后的动静，正在擦拭花瓶的叶婉婉吓了一跳，手中的抹布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她慌乱地转过身，当看清是江晨时，那张童颜小脸瞬间红得像是要滴出血来。少主，您回来了！叶婉婉双手下意识地捂住胸前的围裙，整个人蜷缩了一下，似乎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这围裙的设计极其刁钻，前面虽然遮住了关键部位，但那布料实在少得可怜，反而在这种遮遮掩掩中更增添了几分欲语还羞的诱惑力。婉婉，你这是？叶婉婉眼眶瞬间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手指局促不安地攥着围裙下摆。不是我要穿成这样的。她带着哭腔，声音越说越小。我想给少主当侍女报恩，看到这件围裙放在床上，以为是少主准备的，可是我刚穿上它，里面的衣服就全都碎了。叶婉婉委屈极了，她真的只是想当个报恩的小侍女。江晨，系统，你给我出来解释一下。宿主请勿大惊小怪，该粉色围裙唯一被动技真空立场，专戴者在进行家务活动时将会自动清除一切多余的布料羁绊，故在此状态下，穿戴者对天地灵气的感应度提升，修炼速度提升1000%。备注：少穿点，干活才利索。这是版本答案，望宿主知悉。神他妈干活利索！江晨揉了揉眉心，这系统不正经起来简直不是人，这种被动效果怎么不早点说？但不得不说，真香。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叮，因状态改变，重新扫描，扫描对象叶婉婉，体质因体内凡尘锁彻底解开，觉醒特殊体质太阴潮汐体，神级，当前好感度96，情根深种，任君采撷。江晨愣了一下，太阴潮汐体，这丫头身上还藏着这么大的宝藏。屋内气氛变得有些灼热，叶婉婉见江晨盯着自己不说话，以为自己做错了事，又或是少主嫌弃自己不知廉耻，她咬着下唇，心中闪过一丝决绝。既然这条命是少主给的，母亲也是少主救的，那这副身子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更何况他并不讨厌少主，甚至少主在他眼里是这么多年来唯一的光，他的心早就已经丢了。少主，叶婉婉鼓起勇气，颤抖着手伸向了背后那2根摇摇欲坠的细带。如果这是您喜欢的，如果您不嫌弃婉婉蒲柳之姿，他轻轻一拉，绳结散开，粉色的围裙失去了束缚，顺着肌肤缓缓滑落，堆叠在他的脚踝处。那一刻，少女的身体如同一件精雕细琢的羊脂玉，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江晨面前。婉婉愿为少主献上一切。江晨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面对这样一个满眼都是自己且好感度已经拉满的童颜GX 少女，再忍下去，那就是对人家姑娘的不尊重了。他大步上前，一把将那娇躯拦腰抱起，层层帷幔落下，遮住了一世春光，只余下令人面红耳赤的低吟，与窗外偶尔炸响的庆祝烟花交织成一首独特的乐章。同一时间，北域叶家虽然将霸天与叶枯荣打得不分上下，但这大地之战下，叶家的驻地可扛不住大地之威。这里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辉煌，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和被吞天草淹没的祖坟。叶南天被2女打成重伤，站起身擦了一把嘴角的血。无妨，叶家的根基还在，天魔教走了，我们还能重建。偏在这时，天边数10艘巨大的战船破云而来，旗帜飘扬，上面是北域另外4大地族的族徽，那是王家、陆家、楚家还有南宫家。叶南天望着天边，顿感不妙，地族是什么行事作风，他比谁都清楚。果不其然，只听天空传来一阵阵叫骂声，叶家活剥稻谷，丧尽天良，今日4大家族联手铲除正道败类，以正视听。杀！晨光熹微，江晨睁开眼，只觉神清气爽，昨夜的鏖战非但没让他疲惫，反而精力旺盛的过分。叮，受到太阴潮汐体滋养，宿主获得被动特性永动机，在阴阳调和过程中，体力恢复速度远大于消耗速度。系统，你是懂版本的，越战越勇，这夏后院再怎么起火，他都有一战之力了。江晨侧过头，此时的叶婉婉整个人像只受惊的小猫，蜷缩在颈背的最深处，那张精致的童颜上，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痕，睡得极沉，呼吸绵长而轻柔。显然昨夜他是真的累坏了。视线下移，床角的地板上
那件罪魁祸首的粉色围裙，此刻正皱巴巴地团成一团，一半耷拉在脚踏上，显得有些凄惨，足以见得昨晚的战况是何等惨烈。和沈星宇及清月不同，这种被人全身心依赖、毫无保留奉献的感觉，确实能极大地满足他的保护欲。而且不愧是太阴潮汐体，很水，甚至这小丫头看着年纪不大，还挺放得开的，居然还会主动戴上那副粉色手镯子，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真是娇滴滴又可怜兮兮，简直让人欲罢不能，恨不得再多欺负欺负她。就在这时，吱呀，寝殿的门被推开，江晨刚披上外袍，只见一道高挑身影逆光走入，是姬清月。她似乎一夜未眠，眼底有淡淡的青黑，却丝毫不损那份与生俱来的女帝威仪。可当她看清屋内凌乱的床榻，闻到空气中未散的暧昧气息，以及被子里那个被欺负惨了的少女时，脚步一顿，清冷的绝美容颜瞬间爬上一层红霞，一直蔓延到耳根。江晨倒是坦然拢了拢衣襟，笑道：“清月，这么早，孩子醒了？”姬清月没说话，她站在原地，手指攥着裙摆，垂下了头，气氛压抑。江晨察觉到不对劲，这不像吃醋，反而透着一股悲伤。怎么了？他收起笑容，走到她面前，轻轻揽住她的肩膀。姬清月肩膀微微一颤，一滴泪顺着脸颊砸在地板上。江晨心头一紧，下一秒，姬清月再也绷不住，猛地扑进江晨怀里，双手死死抱住他的腰，力道大的要把他揉进自己的骨穴。公子，他的声音带着浓重的哭腔。我要走了。江晨抚摸他后背的手僵住，随即轻柔地拍了拍，回大周。姬清月埋在他胸口，泪水浸湿了他的衣袍。刚接到急报，朝堂大乱，那群老东西趁我不在要拥立傀儡，皇帝还小，他只有我了，那就回去，那是你的责任。拍着他的背，轻声安慰：“你放心，渣儿我会照顾好的。”可我不想走。姬清月抬起头，那双眼眸里满是绝望和不舍，泪水跟不要钱似的。我想留下来，看着渣儿长大，想每天睁眼就看到你在这里，她才是个女人，有人疼，有人爱，不用考虑责任，甚至还有人无条件的给她撑腰。公子，姬清月忽然踮起脚，双手勾住他的脖子，疯狂地吻了上去，没有技巧，全是感情，带着孤注一掷的决绝，仿佛要将这个男人的味道死死烙进灵魂。江晨反手扣住他的后脑，加深了这个吻。许久，姬清月泪痕已干，眼神却愈发坚定。公子，等我平定叛乱，等皇帝能独当一面，我便卸下龙袍，回来做你一辈子的侍女。看着他这副奔赴战场的悲壮模样，江晨叹了口气，搞这么煽情干嘛？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要生离死别了。话音刚落，系统提示音恰到好处的响起，叮，检测到子嗣母体即将远行，触发慈父羁绊，奖励发放神级道具超远距量子纠缠传送玉牌 X1， 功能无视空间、阵法、距离，捏碎副牌，宿主即可瞬间传送至玉牌持有者身边。备注：你想我了，我就在你身后。这系统平时不正经，这时候还挺有用的。江晨手腕一翻，一枚流转着玄奥法则的玉牌出现在掌心。哭什么？把眼泪擦了。他将玉牌塞进姬清月的手心。姬清月一怔，这是玉牌内部的法则之力，竟比公子赠予的那双白丝还要浓郁。随叫随到牌，江晨捏了捏他的脸蛋，拿着。想我了，或者有人欺负你，直接捏碎它，哪怕隔着10000里，我也能瞬间出现在你面前。姬清月呆呆看着玉牌，又看看他，那股生离死别的绝望瞬间被这个男人冲得烟消云散。他扑哧一声破涕为笑，娇嗔地捶了他一下：“你就不能让我多伤感一会儿吗？”这个坏蛋！但他的心彻底定了下来，此去不再是孤军奋战，离别的时刻终究还是来了。少主殿外，阳光正好。姬清月站在台阶上，从储物戒中取出那件明黄色九龙至尊袍，双臂展开，哗啦，龙袍加身，那柔弱的女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君临天下的大周女帝。她戴上12流冕冠，遮住微红的凤眸，霸道的黄道龙气冲天而起。然而只有江晨知道，在那神圣威严的龙袍之下，依然是那套未曾换下的只属于她的视觉盛宴。 JK 格纹短裙与紧致的过膝白丝，纯白的丝袜紧紧包裹着修长美腿，隐没于龙袍下摆的阴影之中，那里藏着只属于她的绝对领域，外为女帝，内为私宠。这极致的反差让江晨的眼神变得火热。姬清月察觉到他那穿透力极强的视线，龙袍下的双腿下意识并拢，他回眸，隔着冕冠珠帘深深看了江晨一眼，那一眼有爱意，有羞涩，更有女帝独有的征服欲。他终是回过头，红唇轻启，走了。一道璀璨金光撕裂长空，直奔中州。江晨摸着下巴，看着那道消失的流光，龙袍下的 JK， 这背影真他妈带劲。送别了姬清月，江晨哼着小曲儿踱步到了沈星宇和2个孩子的寝殿。刚一进门，一股淡淡的乳香扑面而来。沈星宇一身素净白衣，为湿粉黛，正坐在窗边，他怀里抱着还在熟睡的长子江逍遥，正有一搭没一搭的轻拍着襁褓，眼神里满是母性的光辉。旁边的摇篮里，昭儿也在安安静静睡着。听到脚步声，沈星宇微微抬眸，公子起得倒是早。沈星宇声音带着几分调侃，
意有所指。吃醋了？江晨笑着搂住了沈星宇的腰。没有，哪怕已经初为人母，沈星宇还是流露出几分羞涩，低下头不敢与江晨对视。江晨也不逗弄他，取出了那枚有关他身世的玉佩。星宇，这个给你。沈星宇看着那枚玉佩，脸色微微凝重，这是关于他身世的唯一线索。江晨顺势坐到他身边，伸手逗弄了一下儿子粉嫩的脸蛋，温声道：叶无言藏在里面的那只蛊虫已经被我清理干净了。按照他的说法，你的父母可能在极北之地，如果你想去寻亲，我不会拦着你。然而沈星宇却并没有伸手去接那枚玉佩，他反手握住了江晨的手，十指相扣，掌心的温度透过皮肤传递过来。不用了。沈星宇轻轻摇了摇头，目光落在怀中熟睡的婴儿脸上，眼神温柔。身世虽重要，但那是过去，如果不是遇到了公子，或许迟早有一天我也会被活剥到骨。如今我有公子，有逍遥，这里才是我的家。他抬起头，双手勾着江晨的脖子，况且清月妹妹回中州了，这偌大的后院总得有人替你守着，照顾这两个小家伙。江晨心中一暖，这就是正宫的气度吗？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屋内的气氛。哒哒哒哒，紧接着一道红色的身影撞开了房门。嗷哦！利切尔像只灵活的小豹子一样，直接窜进了屋内。他完全无视了江晨，径直冲到摇篮边。他小心地收起尖尖的利爪，用指腹戳了戳婴儿 Q 弹的脸蛋，又凑近嗅了嗅那股好闻的奶香味，好香，好软，好想养。利切尔看了半天，突然转身，一把抱住江晨的大腿，扬起那张小脸，用只有江晨能听懂的兽语大声问道：呜嗷，是不是只要像昨晚你和那个雌性那样，把衣服都脱光了，在床上打架摔跤，就能有这种香香的幼崽了？沈星宇虽然听不懂兽语，但看着利切尔一边用手比划着某种不可描述的动作，一边指着自己平坦小腹和摇篮里的宝宝，身为过来人，他瞬间秒懂。可昔日的太化圣女此刻俏脸疼得红到了脖子根，极其不自然地别过头去，假装在看窗外的风景。江晨的冷汗唰的就下来了。这兽娘虽然心智未开，但这听墙角的学习能力是不是有点太超前了？她昨晚不是一直在角落里睡觉吗？什么时候观察的？而且这比划的动作太标准了吧？眼看利切尔还要继续比划更劲爆的姿势，江晨连忙眼疾手快地捂住了他的嘴。为什么不让我说？可，切尔乖。江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眼神尴尬。这种事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问题，需要看天气，还要配合星象，更要讲究阴阳五行的平衡。现在的时机未到，懂吗？时机未到。利切尔歪着头，兽耳耷拉下来，眼中闪过一丝明显的失落。他松开抱住大腿的手，委委屈屈地垂下尾巴，小声呜咽：呜。可是我也想要一个，现在就要。你也和我摔跤好不好？生宝宝没问题，可你这丫头的好感度83，还差一点啊。而且按照这丫头现在的情况，生下来的是人还是兽？江晨只能硬着头皮揉着兽娘的脑袋，安慰道：乖，以后一定会有，少主向你保证。利切尔眼睛瞬间亮了，乖巧地点了点头。好不容易哄好了这位祖宗，江晨刚松一口气，还没来得及擦汗，外面的天突然暗了下来。江晨眉头一皱，推窗望去，只见山门之外流光溢彩，数不清的非洲花轿、灵兽车辇遮天蔽日，朝着天魔山脉蜂拥而来。嫡媳！就在这时，一名负责守山的弟子连滚带爬地冲进了少主别院。少主，大事不好，不，大喜啊！弟子脚下一个踉跄，怀里的拜帖哗啦一声洒了一地。什么情况？江晨捡起一张，上面赫然印着一个红色的唇印。那守山弟子喘着粗气，指着山门外：来了，全来了！南荒妹妖楼楼主，那个号称千面妖姬的女人，携3000媚女，带10亿灵石的嫁妆，正在山门外扬言，只要少主收了她愿意给少主当洗脚婢。江晨长老又捡起一张带着香味的帖子，这是合欢宗圣女的，她抬着合欢宗的镇宗之宝阴阳合欢进来了，若是少主愿意双修，这件准地兵就是陪嫁。还有玄思阁、万毒谷、血炼门、南荒牌的上号的36魔门，全都在山门外排队。他们说要与江家联姻，共同繁衍优秀的魔道后代。江晨，什么情况？以前不见得这些人这么积极，这是怎么了？难道说去叶家找场子的事，让他们看到了天魔教的实力，所以想结亲？我爹我娘呢？尊上和尊后在门口摆了张桌子，正在那收报名费和礼金，顺便筛选儿媳妇呢。他说江家开枝散叶就在今日，让大家排好队，不要挤。江晨眼前一黑，老爹啊，我也不是谁都行啊。突然一道娇媚入骨声音直接传进江晨的脑中，那声音酥酥麻麻，像是能把人的魂勾出来。江家郎君，奴家乃和欢圣女，听闻郎君夫人们都在坐月子，身子多有不便，不如让奴家来伺候郎君，如何？天魔教主殿广场。江晨刚踏入广场，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得脚下一滑。只见自家老爹江霸天正坐在主位上，面前摆着一张紫檀木大桌，旁边掌管财务的二长老手里算盘打得冒火星子，嘴都快笑歪了。合欢宗入场费极品灵石3万，
天阶法宝一件，领号码牌，去那边排队。万毒蛊带了什么？就这几只毒虫。去，这种货色只能站后排。魅魔楼，嚯，大手笔啊！5品魅蛊丹10瓶，来，给安排靠前的位置。江晨揉了揉眉心，看着那些莺莺燕燕，爹，我是那随便的人吗？你不是？江霸天眼神古怪地看了一眼江晨，你昨晚那一屋子的动静，江晨，那也不能光图数量，还要看质量啊！江霸天拍了拍江晨的肩膀，语重心长，放心，爹是那种坑儿子的人吗？人你随便挑，看不上就让他们滚，看得上就是赚了，钱咱们照收不误。爹在这里，他们敢说不？江晨，我这算是选上飞了。语罢，江霸天立刻恢复了威严霸气的魔尊形象，清了清嗓子，既然少主到了，那就开始吧。谁是1号？话音刚落，一道香风袭来，奴家合欢宗圣女柳如烟见过江少主。只见一名身着粉色薄纱的女子款款走出，她赤足而行，脚踝上系着银铃，每走一步都发出清脆的响声，像是敲在人心尖上。那身材该凸的凸，该翘的翘，媚眼如丝，仿佛随时能滴出水来。周围不少定力差的魔修顿时呼吸瞬间急促，有些不堪的微微弯腰。这就是南荒角色榜第2的柳如烟，果然是极品啊！我这被他看了一眼，魂都要被勾走了。这等极品，江少主要有福了。柳如烟听着周围的赞叹，眼底闪过一丝得意，她自信满满的看向江晨，传音入密，声音酥软入骨：少主，奴家懂得可多了，定能让少主体会到不一样的快乐。说着，他借着行礼的动作，故意将领口压低，露出一大片雪白。定，扫描对象柳如烟，颜值91，三围935699，极品，体质肋骨天成体，恋爱史仙人斩，越南3000，且不仅限于人类。越南3000，不愧是如烟大帝，叫这个名字的都没有普通人。江晨胃里一阵翻涌，像是看到了什么脏东西。退后！他衣袖一挥，抬手在鼻子前扇了扇，味儿太冲了！全场死寂。那些原本还在吞口水的魔修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味儿冲？什么味儿？骚味！柳如烟笑容僵在脸上。少主何意？奴家身上只有花香。江晨冷冷看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欲望，只有嫌弃。身怀3000搏杂气息，原因早些800回。你是来找老实人接盘的？本少主可不收垃圾。柳如烟瞪大眼睛，满脸的不可置信。怎么会这样？他对每一个男人都说，对方是他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在他的魅力下，从未有人质疑。这是可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媚术，竟然被这个男人一眼看穿。噗！羞愤交加之下，柳如烟一口气没上来，竟直接喷出一口鲜血，狼狈地逃出了广场。下一个，江晨甚至没多看他一眼。接下来进场的莺莺燕燕，没一个江晨能看上的。万毒蛊那个，站住别动！江晨指着一个浑身缠绕着紫蛇的妖艳女子，全身带毒，我是不是还得先吃解毒丹？不要！血裂门那个，把刀收起来！江晨看着一个扛着大刀的红发狂女，看我的眼神里全是杀意，想杀夫正道，滚一边去！一连淘汰了30几个，理由千奇百怪，在场的魔道大佬们面面相觑，开始怀疑人生。这江少主修的真的是魔道吗？怎么这般挑剔？天魔教今日莫不是来收礼的？人家就算真收礼又怎么样？你家干得过天魔教？人家可是连叶家都敢出手的。也对，就当交保护费了吧。在场的魔道宗门里，就属魅魔楼楼主带来的姑娘最多，会的花样也最多。有的腰肢极软，一字马不在话下；有的舌头极长，还非常灵活；有的身段轻盈，能坐掌上舞。可惜江晨一个都看不上，颜值和3围倒是过关，只是那体质总差点意思，而且好感度也不达标。这都选上飞了，没必要再从头刷好感度，直接选个满好感的，不香吗？不要，都不要！江晨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少主，魅魔楼楼主擦了擦额头的冷汗，他带来的10几个精心培养的头牌全被刷下去了。您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能展开讲讲吗？就在这时，江晨的目光越过了那些花枝招展的魅魔，落在角落里，那里蹲着2个瑟缩的身影，那是2个看起来不过28年华的少女，长得一模一样，是一对双胞胎，只是她们身上穿着粗布麻衣，手腕和脚踝上还有镣铐铐过的伤痕，裸露的皮肤上还有没痊愈的鞭伤。她们低着头，浑身发抖，像2只受惊的小鹌鹑，与周围光鲜亮丽的魔女格格不入。那2个是谁？江晨指了指角落。魅魔楼楼主回头一看，脸色顿时一变，连忙陪笑：少主息怒，那是属下疏忽。这2个是前些日子从叶家死牢里逃出来的小魅魔，刚好倒在路上，属下见他们有些姿色，本想带回去调教，只是这不赶着来天魔教，就顺便带过来了。这就带走，免得污了少主法眼。魅魔楼楼主说着，就命人上前去拽那2个少女。那2个少女吓得浑身一颤，紧紧抱在一起，眼神中充满了绝望。慢着！江晨大步走下高台，径直来到角落这2个少女面前。定，检测到极品目标，扫描对象苏妹、苏瑶，双胞胎，颜值95，洗干净后3围905595，极品，体质阴阳双生魅魔体，神级极其稀有，恋爱史无，身心纯洁，当前好感度99，
至死不渝。好感度来源：姐妹二人被叶家囚禁10年，受尽折磨。宿主一剑斩叶无言，毁叶家祖陵，导致叶家大乱，看守逃窜，二人才得以逃出升天。在他们眼中，宿主是摧毁炼狱的神明，是他们黑暗中唯一的光。叶家，又是叶家。江晨看着那2双满是恐惧，却又在看到自己后瞬间亮起来的眼睛，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火气。别怕，江晨蹲下身，伸出手，恩公。苏妹和苏瑶颤抖着抬起头，那张沾满灰尘的小脸上，泪水瞬间冲刷出2道白皙的痕迹。他们不敢置信的看着眼前这个如谪仙般的男子，真的是他？江晨看着他们，声音放缓：“愿意跟我走吗？”2姐妹对视一眼，拼命点头：“愿意，奴婢做牛做马都愿意。”江晨微笑着从怀里掏出2块洁白的手帕，递给他们，擦擦脸。既然入了我江家门，就不用做牛做马。随后，江晨站起身，一手牵起一个，在全场数千双呆滞的目光中，他高声宣布：“就要他们了！天魔教，少主别怨。”江晨牵着2个褴褛的少女，身后那些惊诧、嫉妒、不解的视线被砰一声关上的院门彻底隔绝。带他们去沐浴。江晨松开手，吩咐道。2名侍女躬身领命，引着2个双胞胎姐妹走向侧殿的香汤池。江晨坐到床上，心念一动，刚才的选妃结算奖励在脑海中浮现。恭喜获得除尘鸡毛掸子 X1 2级道地兵白色文胸版瑜伽服 X1， 黑色文胸版瑜伽服 X1， 当宿主需要时可转化为免拖款。3九品丹药淬体丹 X1。下一刻，2套瑜伽服就这样出现在了江晨的手里。看着手里的衣服，江晨陷入了沉思。系统，2个人怎么只有3个奖励？你是不是贪污了？宿主，难道你要分开？系统懂你的。这话倒是真没法反驳。江晨又拿出那奖励看了看，似乎也没什么特别啊。恰在此时，侧殿的珠帘被掀开，少主，2道怯生生的嗓音传来。江晨抬手，动作停滞了一瞬，污垢洗净，2张绝美的脸蛋显露无遗，肌肤是沐浴后的粉润雪白。她们五官一致，宛如1比1复刻。唯一的区别是，姐姐苏妹的泪痣在左，妹妹苏瑶在右。那份久经苦难的破碎感，混合着天生的媚骨，足以引爆任何男人的占有欲。可当他们的视线看到江晨手中那东西时，2人都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妹妹苏瑶吓得本能地缩到姐姐身后。地牢里的10年，这东西是他们最深的梦魇，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挨打。江晨没注意他们的异样，将手中那2套系统奖励的衣服扔了过去。去屏风后换上。苏妹颤抖着捡起地上的瑜伽服，只觉得入手冰凉丝滑，颇有弹性，是她从未见过的料子。只是上衣这形状像2只小碗，似乎只能遮住关键部位。是少主，他们不敢违抗。这位是他们的神明，是将他们拖出地狱的唯一救赎。神明让他们做什么，他们便做什么。2人拿着衣物躲进屏风后，但很快压抑的啜泣声传来：“姐姐，我怕。”瑶儿别怕，这或许是少主的，我们的命都是少主的。苏妹强忍恐惧安慰着，体内的噬魂毒此时就要发作了，我们必须忍着，在此时之前要让少主尽兴，就当是报恩了。苏瑶点了点头，半炷香后，换好了吗？好了。2道身影缓缓走出，左边的苏瑶一身纯白色的瑜伽服，肩带交叉于后背，蝴蝶骨若隐若现，纯洁中透着无尽的诱惑。右边的苏妹一袭黑色瑜伽服，黑色布料与雪白肌肤的强烈反差，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一黑一白，一天使，一魔女。他们走到江晨面前，没有丝毫犹豫，扑通一声跪倒。2人同时闭上眼，昂起白皙的脖颈，一副引颈受禄的姿态。请少主放心。苏妹的声音却透着决绝，奴婢受得住。这模样真的让人很想狠狠欺负。忍一下呀！这声尖叫把苏妹自己和旁边的苏瑶全都吓了一跳，而且并没有预想中的疼痛。苏妹差点跪倒在地，下意识地抱住江晨，这才没有摔倒。下一秒，她的丹田处竟然冒出缕缕腥臭的黑烟，那是被叶家种在她体内10年的噬魂毒，竟然就这么被解了几分。苏瑶瞪圆了双眼，小脑瓜彻底宕机。毒解了，这是什么情况？原来少主竟然在用这种方式帮他们。江晨看着那消散的黑烟，也有点惊讶。系统奖励的这些东西虽然不正经，但总归是有益的。但这黑烟是怎么回事？名称鸡毛掸子，被动效果可扫除目标对象体内一切杂质污秽，拥有强大的治愈净化之力。系统还是你懂，所以这是把啥给净化了？江晨一低头便迎上苏妹感激的目光，苏瑶更是乖巧的跪在旁边，一声不吭。一炷香后，最后一缕黑烟散尽，噬魂毒彻底从身体里驱散，2姐妹彻底摆脱了10年枷锁，再也不用担心如果不按时吃叶家送来的药，子时就会毒发，会痛不欲生了。但毒解了，新的问题来了。江晨收手，发现2人的状态好像有点奇怪，他们原本清澈怯懦的眸子，此刻已经完全变了，瞳孔深处甚至有一个粉色的星形在跃动。系统友情提示：目标是魂毒清除，被压抑10年的神级魅魔血脉已彻底觉醒。江晨还未细想，一只滚烫的小手
抓住了他的腿。苏妹趴在地上，像一只慵懒而危险的猫，缓缓抬头。她身后一条顶端带着心形尖刺的黑色长尾不受控制地钻出，顺着江晨的小腿盘旋而上。少主，苏妹伸出舌尖舔过红唇，直勾勾地盯着江晨。不够。旁边的苏瑶一条同样的白色尾巴探出，缠住江晨的手腕。两姐妹对视一眼，默契的一左一右扑了上来。少主，我们要少主！她们的脸颊在江晨的胸膛上磨蹭着。就现在，日上三竿。江晨动了动身子，只觉得非常精神，一股前所未有的舒畅感充满全身。这永动机的被动确实霸道，一个前半夜，一个后半夜，越战越勇。而苏妹和苏瑶两姐妹此刻正相互依偎着，沉沉的睡着了。地牢里活了10年，这是她们睡得最安心的一夜。只是这姐妹俩那原本白皙的肌肤上布满了红痕，眼角甚至还挂着泪珠。显然昨晚她们付出的代价稍微有点大，不过这滋味确实不错。江晨感慨了一句，随手扯过颈被替他们盖好。他心念一动，一枚黑乎乎圆滚滚的药丸出现在掌心。系统奖励的道具酒品淬体丹，这玩意儿通体乌黑，没一丝光泽，甚至表面还坑坑洼洼的，什么丹纹丹香都没有，看着跟路边搓出来的泥丸没什么两样。好歹是酒品，怎么看起来这么普通？不过既然是酒品，我吃了的话，能不能原地筑基？警告！警告！宿主请住嘴！就在丹药即将入口的瞬间，系统响起了紧急提示：宿主乃万古罕见的先天漏体，经脉也不存任何灵气。这种蕴含天地至理的九品神丹吃下去，除了能让你明天的祥貌金光，没有任何卵用。建议喂狗都别自己吃，浪费。江晨，系统，你礼貌吗？算了，既然自己吃不了，那就孝敬老爹吧。打定主意，江晨穿戴整齐，哼着小曲儿走出了寝殿。天魔教主峰后殿，这里是江霸天平日闭关之地，此刻却气氛压抑。平日里那个声若洪钟魔尊江霸天，此刻脸色苍白，正半瘫在紫檀木软榻上。在他面前的金盆里已经积了小半盆的黑血。咳咳，噗！江霸天捂着胸口，又是一口逆血喷出，整个人仿佛苍老了10岁。你个憨货！月姬坐在床边，双手抵在他后背，源源不断的输送着柔和的灵力。要不是3000年前你把本源分我一半，你早就是大帝了，何苦还要承受这反噬之苦？江霸天安慰着拍了拍月姬的手，嘿嘿，当年要不是夫人一人一剑燃烧本源，带我杀出重围，我早死在北域了，哪还有机会成什么大帝？你呀！月姬心疼的给江霸天擦了擦额角的汗，咳，还有这事不要告诉成儿。江霸天喘着粗气，擦了一把嘴角的血迹。我就是看不过叶家那群杂毛，老找成儿的不痛快。月姬眼泪止不住地流，我知道，只是你这身体，哭什么？又死不了，大不了闭关个10年8年的，也就没事了。就在这时，吱呀，厚重的殿门被推开。爹娘，大白天的把门关这么严实干嘛？江晨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殿内2人脸色骤变。江霸天反应极快，几乎是瞬间把那盛着黑血的金盆收进储物戒指，然后顺势往后一靠，翘起2郎腿，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慵懒姿势。那个晨儿啊，你怎么来了？江晨走进大殿，这要是还看不出来出事了，他这20年穿越者算是白当了。但他没有拆穿，他太了解这老两口了，死要面子活受罪，尤其是对自己这个儿子，那是恨不得把所有的苦都自己咽了，只把最好的留给他。没事，就是来看看二老。江晨走过去，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现一样。爹，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没事。江霸天嘿嘿笑着，硬着头皮胡扯，就是这2天庆功宴吃了个5阶魔兽的腰子，有点上火，虚不受补。哦，上火呀。江晨点了点头，随后把手伸进袖子里，掏出了那颗9品淬体丹。正好我今儿早上起来搓了个药丸子。江晨把那颗淬体丹递到江霸天嘴边，一脸诚恳。爹，你尝尝。月姬也有些犹豫，这药丸怎么看都不像正经东西。晨儿，这东西。江晨只是期待的看着自家老爹，儿子给的东西你吃不吃？江霸天看着那颗泥丸，又看了看儿子那期待的眼神。罢了，儿子一片孝心，就算是毒药老子也认了。我儿子给的东西那就是天下最好的神药。说完，江霸天没有任何犹豫，张大嘴巴一口将江晨手里的泥丸吞了下去。没啥怪味，还不错。江霸天强颜欢笑地点评道。然而下一秒，江霸天原本惨白的脸色突然烧得通红，堪比关二爷。夫君。月姬吓得脸都绿了，这是怎么了？轰！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一股恐怖的七彩霞光直接从江霸天的七窍之中喷涌而出，那是浓郁到了极致，甚至已经液化的生命本源。浩瀚如海的药力瞬间冲入江霸天枯竭的丹田，什么经脉断裂，什么本源受损，在这股霸道的药力面前瞬间消融、修复、重塑。紧接着，江霸天体内那道卡了他整整500年的大成期瓶颈，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居然松动了。外界天魔教上空，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雷云滚滚，覆盖方圆万里，天降祥瑞，地涌金莲，一股属于准地级别的恐怖威压以天魔峰为中心，瞬间席卷了整个南荒。威压过处，
殿内梁柱寸寸皲裂，南荒万里魔兽匍匐叩首啊！江霸天忍不住仰天长啸，浑身骨骼爆响，原本花白的鬓角瞬间转黑，那股迟暮之气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真正君临天下的帝皇之威。风暴平息，江霸天站在大殿中央，感受着恢复如初的本源，看看自己的手，又看看旁边一脸淡定的江晨。良久，江霸天颤抖着声音指着江晨：“晨儿，这真是你搓澡的。”与此同时，天魔礁山下的客栈里，一个身穿粉色轻纱的女子正盘腿坐在床上，面前摆着一个贴着江晨名字的小草人，正是被江晨拒之门外的合欢宗圣女柳如烟。江晨，你敢羞辱我？既然我不配进你的门，那我就进你的梦。只要在梦里拿下了你，这天魔教少夫人的位置照样是我的。大梦3000起，梦境世界。江晨感觉自己正躺在一片柔软的云端，四周云雾缭绕，全是暧昧的粉色，耳边传来丝竹管弦之音，靡靡入耳，仿佛能勾起人心中最原始的欲望。郎君一声交啼，酥软入骨。前方的云雾散开，柳如烟身披一层几乎透明的薄纱，赤着双足，踩着莲步款款走来。在她身后，光影交错，幻化出成百上千个分身，每一个都在做着不可描述的撩人姿态，或嗔或笑，或卧或躺，极尽挑逗之能事。白日里郎君拒绝了奴家，这梦里郎君可逃不掉了。柳如烟媚眼如丝，那双白皙的手臂如蛇一般缠向江晨的脖颈。江晨，这是梦吗？我怎么会梦到这种公交车？就在他的手指即将触碰到江晨的瞬间，叮！警告！警告！检测到宿主正在遭受高级梦境魅惑攻击，宿主贞操受到威胁，防御机制自动触发圣贤模式开启。江晨的双眼瞬间变得清澈，不仅是清澈，那是一种看破红尘，四大皆空，仿佛下一秒就要立地成佛的无欲无求。读一声庄严的沐浴声在梦境背景中响起，江晨周身陡然亮起一圈神圣的金光，在这金光照耀下，原本暧昧的粉色雾气就像遇到了烈阳的积雪，滋滋消融。柳如烟的手僵在半空，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排斥力，这可是他织就的梦境，怎会不听他的使唤？这是什么？只见江晨盘腿悬浮于半空，双手自然下垂搭在膝盖上，他低头俯视着在他面前搔首弄姿的柳如烟，眼神平淡，就像是在看一块案板上的肉。这位大姐，江晨的声音空灵而淡漠，不带任何情感。你这套媚术版本太旧了，还没广场舞阿姨扭的好看。什么？柳如烟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原地。这可是梦境，是他的主场，在这里他就是绝世尤物。这个男人不仅没有扑上来，反而一脸嫌弃的在评价他的舞姿。还有广场舞是什么舞？不可能，我不信你是有下惠。柳如烟羞愤交加，心态瞬间崩了。他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出，梦境中的分身瞬间合一，极乐舞。他不顾一切地扑向江晨，身躯如水蛇般扭动，甚至用自己的脸疯狂蹭着小陈，试图唤醒沉睡的小陈。然而无论他如何磨蹭，如何挑逗，小陈都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而且每当他靠近江晨3寸之内，耳边就会响起一阵急促的沐浴声，嘟嘟嘟嘟嘟嘟。在这敲木鱼的背景音里，别说欲望了，柳如烟甚至想当场剃度出家。你到底是不是男人？柳如烟崩溃大叫，我是南荒角色榜第2，你怎么可能完全没反应？江晨依旧保持着那副淡然的表情，色即是空。大姐，你还是回家洗洗睡吧。就在这时，现实世界，少主请殿。原本缩在江晨怀里的苏妹和苏瑶猛地睁开了双眼，两女已经感觉到少主身上有一股不属于她的污秽之气正在波动。柳如烟这点媚术，在他们这2个魅魔面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哪里来的野鸡敢对少主发骚？姐姐，杀了他！两女心意相通，额头相抵。下一秒，黑白2道神魂之力如利剑出鞘，一并钻入江晨的梦境。梦境之中，柳如烟掏出了最后的底牌，施展一记老树盘根，准备强行掠夺鸳鸯。就在这时，咔嚓，梦境的天空被一股蛮横霸道的力量直接踩碎，2道身穿紧身瑜伽服的身影从裂缝中缓缓降下。那一瞬间，原本充斥天地的粉色被一片深邃的紫黑色幽光完全取代。这就是神级体质阴阳双生魅魔领域。就这，苏妹居高临下，心形的尾巴在身后慵懒的甩动，她仅仅是站在那里，不需要任何动作，那股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魅惑就足以让天地失色。柳如烟在这股绝对的血脉压制下，竟然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仿佛遇见了媚术的祖宗。你们是谁？教他什么叫媚？苏妹没有回答，只是淡淡瞥了一眼妹妹。苏瑶轻盈落地，她没有像柳如烟那样低俗的扭动，也没有脱衣服，她只是走到江晨面前，轻轻的虔诚的把脸贴在了江晨的膝盖上。她仰起头，那双湿漉漉的大眼睛里满是崇拜、依恋以及毫不掩饰的爱意，没有任何技巧，全是感情。少主，瑶儿来迟了。咔嚓，江晨周身那绝对防御的圣贤金光，在接触到苏瑶目光的瞬间，竟然碎了一角。系统判定的恶意攻击消失了，沐浴声戛然而止。江晨的眼神虽然还没完全恢复清明，
但那股巨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已经消融。看清楚了吗？苏妹冷笑着走向柳如烟，绝对的媚术压制下，柳如烟连动都动不了。苏妹俯下身，贴在柳如烟耳边：“你的手段太脏了，少主嫌弃。”轰！梦境彻底崩塌。噗！房间内，柳如烟猛地坐起，一口黑血喷而出，染红了面前的床榻。啊呀呀呀！她捂着脸，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大梦3000被暴力破解，加上魅魔气息的反向侵蚀，她瞬间被这术法反噬。她惊恐地看向铜镜，只见镜中那个原本娇艳欲滴的美人，此刻满头青丝，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花白，紧致饱满的皮肤像泄了气的皮球，迅速干瘪起皱，生出大块的老年斑。短短3个呼吸，名震南荒的绝色妖女竟然变成了一个行将就木、满脸褶皱的佝偻老妪。我的脸，我的脸！柳如烟看着枯树皮般的双手，疯了一般的抓挠着自己的脸，发出绝望的嘶吼：“不，我不能变老，我不要！”她掏出一把又一把的丹药，塞进嘴里，却毫无作用。这是本源枯竭，唯有立刻采补大能的至阳至刚之气，方能重塑本源。江霸天，你儿子毁我根基，我就吸干你来当补偿。柳如烟要赌命，她还不信了，搞不定儿子，还搞不定爹吗？大梦3000，禁术红尘劫。柳如烟咬破舌尖，干枯的双手结出法印，一道黑粉色的神魂虚影，以此生最后的寿元为代价，直扑天魔教后山。在他看来，男人皆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江霸天那个莽夫，1000年来只有那一位夫人，定然也是寂寞难耐。只要他在梦中稍加撩拨，这具残破的身躯就能借到一丝地威，重塑青春。天魔教后山，江霸天的尸海梦境，柳如烟自信满满的闯了进来。然而下一秒，他脸上的媚笑僵住了。这里只有漫天血海，尸骨成山。在那无尽的杀伐之气中央，一尊宛如太古魔神的伟岸身影背对众生而坐，而在那魔神怀中，竟还拥着一道温婉的倩影。两人的神魂并非简单的相拥，而是如阴阳双鱼般交织缠绕，那是一种超越了肉体，甚至超越了神魂的深度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别说是第三者插足，这简直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这是本源共享。柳如烟的三观碎了一地，堂堂魔尊，杀人如麻的江霸天，竟然是个把老婆刻进灵魂里的顶级妻管严。这种神魂交融的状态下，还怎么插足？这堪比地狱难度啊！哪来的垃圾？血海中央，江霸天甚至没有回头，仅仅是不耐烦的一声冷哼。轰！恐怖的声浪夹杂着准地威压，如同一只无形的巨手，狠狠抽在柳如烟的神魂上。那一瞬间，柳如烟透过神魂的缝隙，看到了一个惊天秘密：江霸天的本源海竟然有一半是空的，正源源不断的流向怀中的女子。不对，不是共享，他是把一半本源直接给了那个女人。没等他细想，恐怖的排斥力已将他轰飞。噗！现实中，柳如烟狂喷一口黑血，整个人如烂泥般瘫软在地，神魂重创，大限将至。但他的眼中却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看到了魔尊江霸天最大的秘密。怪不得江霸天很少离开天魔教，原来是因为他少了一半本源。前些日子，江霸天以大帝的全盛之姿去了北域，那么现在的他必然遭到反噬，虚弱不堪。想到这，柳如烟颤抖着手，从贴身处摸出一枚刻着陆字的传讯玉简，这是他最后的底牌，北域地族陆家8少爷陆子峰，也就是他那鱼塘里唯一一条真龙。风狼，救我！玉简闪烁，传来一道慵懒的男声：如烟。柳如烟此时顾不得拉扯，直奔主题：我有天魔教的致命死穴。江霸天，他的本源是残缺的，他将自己的一半本源分给了他的夫人。玉简那头沉默了3息，随后传来陆子峰略带玩味的笑声：此话当真？千真万确，我拼死闯入他的识海看到的。风狼，只要你救我，这天大的功劳就是你的。好，很好。陆子峰的声音变得温柔起来：如烟，你立大功了，这种秘密确实值得最好的奖赏。柳如烟眼中燃起希望，快派人来接我。接你？不，陆子峰轻笑一声，这种能让我陆家独吞天魔娇气运的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若是让你活着，万一你又卖给了其他世家，我岂不是很亏？柳如烟瞳孔骤缩，立刻意识到自己此举有多愚蠢。所以请你去死吧。话音未落，手中的玉简突然变得滚烫，一道漆黑的火焰从中窜出，瞬间吞噬了柳如烟。啊！凄厉的惨叫声在房间内回荡。柳如烟至死都不敢相信，她引以为傲的养鱼手段，在真正的利益面前不过是个笑话。火焰散去，原地只留下一滩黑灰。天魔教，少主别怨。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在白玉铺就的地面上。屋内，事后岁月静好，江晨正躺叶婉婉的腿上，张嘴接过苏妹和苏瑶投喂的蜜饯。经过几日的辛勤耕耘，叶婉婉的气色越发红润，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温婉与初为人妇的娇羞更是动人。便在这时，系统响起提示音：叮，恭喜宿主，不懈努力终有回报，检测到目标对象叶婉婉生命体征发生变化，恭喜叶婉婉已成功受孕。中了，她又要当爸爸了。叶婉婉似乎也感应到了什么，小手下意识地抚上平坦的小腹，眼中闪过一丝错愕与惊喜。少主，我……嘘。
江晨坐直身子，将手轻轻附在他的手背上，哪怕不用系统，那种血脉相连的悸动感也骗不了人。叮，触发多子多福阶段性奖励，恭喜宿主获得鸿蒙紫气家族气运版 X1。道具说明：此气运不可直接增加修为，但可赋予指定家族成员。被赋予者修炼如喝水，突破无瓶颈，出门捡神器，渡劫如洗澡。江晨看着手心那团紫气，眼睛瞬间亮了。先不说体质问题，变强还要自己修炼，多累啊！但要是爹变强，那不就可以更安心的做个20组了吗？这叫什么？这叫合理的投资。为了儿子能更好的躺平，老爹你加油！系统，把这玩意儿给我爹送去，立刻，马上！天魔教后山禁地密室，江霸天正盘膝而坐，周身气息起伏不定。虽然吃了儿子的那颗神丹，修复了本源，已经突破了准地，但想要稳定在准地一重境，却还需要些契机。这契机往往能卡死无数天骄数千年。唉，看来还是急不得。江霸天叹了口气，正准备收工，突然虚空裂开一道缝隙，一团恐怖的气运根本不讲道理，直接轰在了他的身上。轰！江霸天虎躯一震，那个卡住他的瓶颈就像是纸糊的一样，被这股气运瞬间冲破。这就一重境了。7日之后，天魔教后山禁地门内，江霸天负手而立，一身暗金麒麟袍无风自动，准地一重天。虽然只是出入，但在如今大地不出的时代，他就是南荒的王。呼！江霸天对着一面水镜，骚包地理了李两鬓的碎发，又练习了一下睥睨天下的眼神。不错，霸气中带着3分沧桑，沧桑中透着7分无敌。他清了清嗓子，已经在脑海中预演好了画面。石门一开，万千弟子跪地高呼恭迎尊上出关，声浪震天，排场拉满。开场白他都想好了，众弟子平身，本座不过是略有突破，侥幸。然而小的们，本座声音戛然而止。江霸天保持着一只脚迈出的姿势，笑容僵在脸上，眼前只有几片枯黄的落叶被风卷过，孤零零的打着旋儿。别说万千弟子了，门外连只狗都没有。嘎！一只乌鸦从他头顶飞过，留下了一串嘲讽的叫声。江霸天感觉自己的准地逼格碎了一地。人呢？赌死绝了吗？老子堂堂准地出关，竟然连个捧哏的都没有！江霸天怒了，神识瞬间铺开，覆盖整座天魔山。下一秒，他脸色骤变，只见全教上下数万名弟子，连带着扫地的杂役和伙房的大厨，此刻竟然全部聚集在少主峰周围，把那里围得水泄不通。更让他心惊的是，少主峰上空天地灵气正在疯狂暴动，甚至引发了空间震战。卧槽！难道是正道那群不要脸的，趁老子闭关偷袭我，敢动我儿子，老子活剥了你们！所有的装逼心思瞬间抛诸脑后。江霸天怒吼一声，准地修为全开，杀气腾腾地冲向少主峰。少主别院外，人山人海，却出奇的安静，所有人都仰着头，神情呆滞地看着天空，仿佛见到了神迹。闪开，都给老子闪开！江霸天人未到，升仙至，他手里甚至已经掏出了那把本命魔斧，准备大开杀戒。然而当他冲到近前，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去时，整个人硬生生刹住了车，差点闪了老腰。此刻正值正午，烈日高悬，但在少主别院的正上方，竟然缓缓升起了一轮清冷皎洁的圆月。那并非虚影，而是实实在在的月亮。日月同辉。江霸天瞪大双眼，饶是他的见识都有点弄不清状况了。这是哪位上古大能转世的异象？话音未落，那轮圆月微微一震，洒下如轻纱般的亿万缕银色月华，月华如水倾泻而下，瞬间笼罩了整个天魔教。这光，大长老伸手接住一缕月光，震惊地发现自己体内沉积了100年的暗伤，竟然在这一瞬间愈合了。我的走火入魔，好了，我卡了10年的瓶颈松动了。天哪，这是神迹！无数老魔修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场跪下膜拜。就连江霸天自己，在这股月华的照耀下，一些平日里懒得处理的暗伤，居然都在慢慢好转。就在这时，哇！一声嘹亮而清脆的婴儿啼哭声响彻云霄。片刻后，江晨带着笑意，怀里抱着一个用襁褓包裹的女婴走了出来。叮！恭喜宿主，喜得千金。体质神级，空灵月华体，天生气和大道，自带顶级群体治愈光环，月光所致，万法不侵。江晨抬头，正好看到半空中提着斧子，一脸懵逼的老爹。他笑着招了招手：“爹，你出关了，来得正好，看看你孙女。”江霸天又生了，我儿看似废柴，莫不是什么先天生育圣体？他颤颤巍巍地落下来，手足无措地搓了搓手，又在衣服上使劲擦了擦，这才敢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个软绵绵的小团子。女婴不哭不闹，眉心处有一道淡淡的星月印记。她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看着江霸天，忽然咧嘴咯咯一笑。江霸天心都化了，这笑容太治愈了。小心摔着孩子。月姬见江霸天出神，在他后脑上拍了一巴掌。嘿嘿，江霸天有些不好意思的嘿嘿笑了一声。他下意识地用准地神识探查了一下孙女的资质，下一秒他手一抖，卧槽！江霸天倒吸一口凉气，又是个神级体质，这资质别说万中无一了，翻遍整个修仙界历史都找不出第二个。跟这小丫头一比，自己这个准地简直就是个废柴。江霸天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他虽然修为高，但体质并不是神级，这实力和修为也是他从尸山血海中拼杀出来的。结果孙子孙女一个个都是神级体质，合着全家就我一个普通人。定奖励发放中，获得奖励一旦下3个拥有神级体质子嗣，家族共享等级提升，当前每日可共享次数2次。获得奖励2神级建筑图纸，阴阳造化温泉功能建成后，每日温泉沐浴，可为宿主延长寿命。江辰 WOC， 他不能修炼，寿元不过100年，到那时老婆们风华正茂，他已是行将就木。这温泉必须修。他立刻提取图纸，扫了一眼上面的材料清单，笑容逐渐变得有些缺德。爹，江辰走到还在傻乐着逗孙女的江霸天身边，一脸大孝子的表情。恭喜你成为准弟。那是。江霸天傲然挺胸，以后谁敢欺负咱家乖孙，爷爷一巴掌拍死他。那能麻烦老爹稍微跑一跑腿吗？江辰顺势从怀里掏出一张长长的清单递了过去。跟爹客气啥？不就是个跑腿吗？江霸天眼睛一亮，眼中闪烁的光芒更甚。说吧，要什么？爹就是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也没有问题。他豪气干云的接过清单，然而仅仅看了一眼，他的笑容瞬间凝固。极北万年寒水玉，极南地心火莲晶，真龙之血作引，金乌之羽铺底。还有，江霸天指着最后一行，西莫佛门的功德金莲。你是想让你爹去抢佛门的莲台？要把这些东西凑齐，等于要把整个修仙界的一流势力挨个得罪一遍，这根本就是修仙界作死指南啊！江霸天目光呆滞地看着江辰，你是觉得你爹活得太久了，想提前吃席吗？江辰能给我延长寿命？江霸天抢，必须抢，这就去。9天之上，神牌再次出现1道裂纹，短短1日，神牌居然已出现3道裂纹。下界恐生变故，神牌中央的白发仙者心念一动，一朵白云竟直接凝成一人。下界去吧。是，仙尊。极北之地，江霸天一脚踩空，他本以为这趟的凿穿万丈冰川才能找到那所谓的万年寒水玉，结果刚落地，扑通一声，整个人摔进一个冰窟。他骂骂咧咧的抬头，却正对上一具作画的干尸，而这干尸怀里正好抱着一块晶莹剔透的寒水玉，看成色这是万年寒玉髓。江霸天，这就到手了？我这还没开始找呢。极南火玉，江霸天前脚刚到，后脚岩浆冲天而起，一块极品地心火莲晶像被精准投喂一样，啪的一声掉在他面前的岩石上，甚至还在冒着热气。这种传闻中极其罕见的至宝，居然就这么随便地摔在了江霸天的面前。江霸天捡起火莲晶，陷入沉思。今天这运气有点邪门啊！算了，管他的。江霸天嘿嘿一笑，收起火莲，最后将目光投向了东方。还差最后一个了，真龙之血。走着，天魔教，少主别怨。岁月静好，鼻尖是奶香，耳边是婴儿细碎的咿呀声。沈星宇在喂奶，叶婉婉在缝小衣，苏妹苏瑶姐妹俩正笨拙地给3个娃换尿布。江辰躺在床上，感觉自己快被这温馨的空气腌入味了。他百无聊赖，翻了个身，沉沉睡去。这就是婚后的生活吗？好怀念枕老婆大腿的日子啊！不知过了多久，身上一沉，江辰被一股蛮横的重量压醒。鬼压床！江辰猛地睁开眼，入眼处是一双在黑暗中散发着幽光的树瞳。卧槽！江辰吓得一激灵，只见利切尔正跨坐在他的腰腹之上，红发披散，他的那条尾巴正在身后兴奋地左右摇摆，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他身上只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道袍，下身不着寸缕，就这么骑在了床上，领口敞开，露出大片雪腻的肌肤。最要命的是，他手里捧着一本江辰略有些眼熟的书，定睛一看，封面上写着几个大字：阴阳和合大法图解。这特么不是老娘塞给星宇的那本吗？这丫头从哪翻出来的？哦，利切尔歪着头，把书对到江辰脸上，指着上面2个纠缠在一起的小人，一脸求知若渴。我要这样，我要幼崽。江辰看了一眼那大尺度的插图，瞬间清醒，下意识就捂住了自己的裤腰带。这兽娘今天来真的！停，切尔，你冷静点。江辰试图坐起来，但这丫头力气大的吓人，把他按得死死的。不行，就要！利切尔的道理显然是用爪子讲的，那是野兽的本能，是刻在基因里的繁衍冲动。他看着江辰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块美味的肉骨头。他丢开书，笨拙地模仿着图里的动作，伸手去扯江辰的腰带。住手！不可以！江辰一只手拼命护着自己的裤腰带，一只手挡在2人之间。切尔，你听我说，你是3长老的亲妹妹，你是窝边草，我就算再禽兽，也不能对窝边草下手啊！而且你都没开智，曹智障犯法呀！不管，就要！利切尔被江辰的拒绝激怒了，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野心大发。他猛地俯身，张嘴一口咬在了江辰的手指上，食指连心，剧痛袭来，眼看这丫头眼睛发红，真的要霸王硬上弓。情急之下，江辰脑中灵光一闪，系统家族共享，借用一下婉婉的凡尘锁。定，共享成功。下一秒，那双粉色的手铐出现在了江辰的手里，没有任何犹豫，他立刻将这丫头靠在了床头。给我老实点！江辰大喝一声，金光大作，凡尘锁
不仅能锁住行动，更能锁住一切躁动的气息。厉切尔的身躯猛地一僵，终是渐渐安静下来。呼，江晨长出了一口气，看着动弹不得的猫娘，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冷静点了吗？你先反省一下，把那种奇怪的念头收一收。然而，随着凡尘锁的粉色光芒渗入体内，厉切尔虽然还保持着咬住江晨的姿势，但眼中那种原本属于野兽的浑浊狂躁，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散。房间里突然变得落针可闻，不对劲，10分有9分的不对劲。江晨抬头看向厉切尔，只见那原本竖立的瞳孔缓缓扩散，最后变成了一双深邃冷冽的眸子。他原本耷拉下去的兽耳微微抖动了一下，重新直立起来，周身那种呆萌懵懂的气质彻底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睥睨天下的女王气场。他斜眼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粉色锁铐，随即将目光转向江晨，这眼神看得江晨后背瞬间冒起冷汗，可自己的手指还在对方的嘴里。厉切尔露出几分挑衅的神色，微微收紧牙关，尖牙刺破皮肤，鲜血溢出。他没有松口，而是用温热湿滑的舌尖卷过伤口，品尝着那一丝铁锈味。那一瞬间的眼神充满了侵略性。饶是江晨被这侵略性的一舔，也有些遭不住。味道不错。厉切尔松开口，舔了舔染血的红唇，身体微微前倾，一只手即便被锁着，依然极具压迫感。他伸出另一只手，顺着江晨的胸膛缓缓下滑，最后他的手指停在了江晨的心脏位置。就是你。厉切尔微微眯眼，似笑非笑，趁本座心智未开之时，天天抱着本座睡，还把手放在这里揉捏。江晨，我那么大一只呆萌可爱的兽耳娘呢？姐姐，你谁？厉切尔凑近江晨的耳边，呼吸喷在他的耳廓，一种极其酥麻的感觉瞬间盈满江晨的全身。他那条不安分的尾巴更是缠上了江晨的胳膊，继续问道：手感好吗？叮，检测到目标，厉切尔好感度急剧下降，当前好感度100，极度危险。系统友情提示：目标疑似觉醒第2人格，请宿主千万保重。手感好吗？江晨，这个问题怎么答？说好是承认自己耍流氓，说不好是质疑他的身材，这根本就是送命题啊！此刻的厉切尔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修长的手指在江晨胸口缓缓画圈，指甲尖锐，划得江晨生疼。你当本座是什么？宠物还是玩物？厉切尔冷笑着，那张纯真无害的脸蛋上浮现出一种残忍的玩味。哼，本座当年为了活下来，杀了300修士，连合体期大能都曾被我撕碎。你一个毫无修为的废人，竟敢把本座当猫养，还敢用这种……他瞥了一眼手腕上那粉色的东西，这种下流的锁链锁我。江晨咽了口唾沫，大脑飞速运转，这剧本不对啊！说好的养成细兽娘，怎么突然变成满级大 boss 了？那个，如果不喜欢粉色，我还有黑色的。江晨试图用幽默缓解尴尬。去死吧！厉切尔眼中的戏谑消失，只见他另一只没有被禁锢的手化作一道残影，直取江晨咽喉。这一击没有丝毫留手，他是真的想杀了眼前这个冒犯他的男人。江晨瞳孔骤缩，叶婉婉的凡尘锁虽然好用，但是他的修为只有金丹，现在江晨借来的修为也只有金丹，太近了，这一爪太快了，根本来不及躲。然而下一秒，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出现。江晨睁开眼，只见厉切尔的手正停在他的喉结处，那原本锋利无比的指甲，此刻竟然全部缩了回去。这一爪毫无杀伤力，而他手腕上的凡尘锁正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刺目粉光，一个个玄奥的符文顺着锁链蔓延至他全身，形成了一道强力的封印力场。厉切尔愣住了，他看着自己的手，眼中闪过一丝错愕。就在刚才接触的一瞬间，他体内那足以翻江倒海的恐怖灵力，竟然如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本座的修为呢？厉切尔不可置信地调动丹田，却发现体内空空如也，连一只鸡都杀不死。江晨死里逃生，大口喘着粗气，后背早已被冷汗浸透。好险，这凡尘锁乃是系统奖励的因果律武器，只要被锁住，任你是大罗金仙，也得给我老老实实当凡人。呼，吓死爹了！江晨擦了擦额头的冷汗，刚想开口嘲讽2句，眼前的符文上却出现了倒计时，压制效果将在3分钟后失效。倒计时开始，2分59秒，3分钟，3分钟一过，这兽娘恢复修为，自己还不是的被撕成渣。厉切尔显然也察觉到了封印的松动，他眼中的迷茫散去，重新燃起了嗜血的光芒，伸出舌尖舔了舔红唇，声音低沉：原来只是个有时限的破烂玩意儿，等封印一解，本座要把你的骨头一根一根拆下来。物理压制不行了，那就只能走精神控制。江晨当机立断，系统家族共享，借苏妹苏瑶的。叮，共享成功，正在调取家族成员苏妹、苏瑶修为及体质。阴阳双生妹魔体说明开启后，宿主在异性眼中将成为世间最诱人的食物与伴侣，魅力值强制拉满，可激发目标最原始的占有欲与顺从欲等等。食物伴侣，这对吗？不等江晨细想，厉切尔已经对上了他的视线。下一秒，厉切尔眼中的世界变了，原本那个占他便宜的可恶男人，此刻在他眼里竟然开始散发着一种无法抗拒的致命的吸引力。
那是源自灵魂深处的渴望，是基因里对伴侣和食物的极致追求。你好香啊！利切尔原本冷冽肃杀的表情瞬间崩塌，他喉咙滚动，竟是不争气的咽了一口口水，嘴角甚至流下了不争气的口水。想吃，他猛地扑进江晨怀里，因为一只手被靠在床头，活动范围受限，他只能用脸在江晨的胸膛疯狂磨蹭，贪婪地嗅着他身上散发出的魅魔气息。好甜！利切尔那对毛茸茸的兽耳不安地抖动着，整个人像是彻底失去了理智。他那条尾巴更是死死缠绕在江晨的大腿上，越收越紧。他俯下身，尖锐的虎牙在江晨的锁骨处徘徊，最后竟是直接贴了上去，咬破了皮肤。你到底是想吃我，还是想睡我？江晨被蹭得满身大汗，两只手拼命抵住对方的肩膀。就在这以你氛围拉满，场面即将失控的瞬间，儿子啊，老爹回来了！你要的东西都找到了，老爹还给你带回了个大大的惊喜。我在东海还碰到了老厉，真龙之须也拿到了，快进来，我儿平时最是温文尔雅，定会将你妹妹照顾得妥妥当当。江晨浑身一僵，卧槽，三长老别进来！砰，门开了，江霸天大步流星地跨进屋内，脸上挂着快夸我的自豪笑容，而在他身后是一脸风尘仆仆，眼中满是期待与感激的三长老厉无涯。时间仿佛按下了暂停键，门口的两个男人保持着迈步的姿势，石化当场。在他们的视线中，眼前的画面是这样的：幽暗的寝殿内，衣衫不整的江晨正虚弱地躺在床上，而人形态的利切尔身上只挂着一件宽大的白色道袍，正以一种极其狂野的姿势坐在江晨身上。更尴尬的是，他的一只手还戴着一个粉红色的手镯。此刻，利切尔正埋头在江晨的脖梗处，因为食欲而满脸潮红，嘴唇甚至还挂着一丝晶莹的水痕。江霸天，厉无涯，江晨，我没有，你们踢我脚啊？不是，听我解释！啪嗒，厉无涯手中的储物戒指掉在地上，滚了2圈。他缓缓转过头，面无表情地看着江霸天，尊上，这就是你说的妥妥当当？我们上次约架是什么时候来着？卧房里，妖气愿力搅成一锅粥，神识根本探不进去。老厉，冷静！江霸天刚吼出声，人就连退3步，魔斧嗡鸣不止。冷静你娘！厉无涯双眼血红，提刀就是干，老子把你当大哥，你儿子把我妹当炉鼎。轰！刀光未出，杀意已让整个少主峰摇摇欲坠。眼看二老就要在自己的寝宫门口开干，床上被死死压制的江晨终于缓过一口气，他对着二老就是一声怒吼：都住手！你们2个老眼昏花的，看清楚是谁在欺谁！这一嗓子凄厉绝望，甚至带了点哭腔。正准备拼命的厉无涯动作一僵，正准备跑路的江霸天也是一愣，两人同时收敛气息，瞪大眼睛凑近了一看，床上江晨衣衫被撕得稀烂，脖子上全是血，正大口喘着粗气，而厉无涯眼中受辱的妹妹利切尔，双瞳泛着野兽的红光，正死死咬住江晨的喉咙，就是不松口，那姿态更像一头护食的母兽。这厉无涯手中的血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那张杀气腾腾的脸瞬间变成了愧疚。可，江霸天尴尬地收起斧子，拍了拍厉无涯的肩膀：老厉啊，我就说嘛，我儿品德高尚。切尔！厉无涯顾不得尴尬，几步冲到床边，他试图拉开妹妹，却发现利切尔此刻力大无穷，口中发出低沉的咆哮，即便面对亲哥哥，眼中也没有一丝理智，只有混乱与嗜血。好！利切尔猛地回头，竟想连厉无涯一起撕碎。怎么会？厉无涯如遭雷击，双膝一软跪在地上，眼眶瞬间通红，兽性反噬，他的神魂被妖兽精血彻底吞噬了。500年的等待，难道换来的是这般结局？少主！绝望中，厉无涯猛地抬头望向江晨，望向那个曾用2个字就创造神迹的男人。他颤抖着手从怀中掏出一个贴满符箓的玉盒。少主，是我眼瞎，是我该死！厉无涯重重磕头，东西我全找来了，求少主救救切尔！江晨捂着流血的脖子，费了好大劲才把利切尔的脑袋推开一点。他没好气地白了二老一眼：行了，别煽情了，先把他挪开，再晚点我就真被他咬死了。厉无涯连忙动用灵力钳制住利切尔的双臂，江晨这才得以从他爪下移开身体。江晨接过那玉盒，揭开符箓，轰！3股截然不同的恐怖气息瞬间充斥整个寝殿，一段缭绕着混沌气的枯枝通天剑幕，2根流淌着金光的长须真龙之须，一滴仿佛封印着大地悲鸣的暗红血液地落之血。好家伙！江霸天倒吸一口凉气，老厉，这地落之血，你他娘的不会是把叶家祖坟给刨了？厉无涯理直气壮：4大家族挖的，我只是路过捡的。江晨没理会2个老活宝，他伸手拿起那截通天剑幕，掂了掂，在2位大佬呆滞的注视下，江晨就那么用手掌一捋，嘎吱，连地兵都难伤分毫的剑幕竟在他手中被硬生生撸成了一根笔直的笔杆。他又抓起那2根真龙之须，随手将龙须对折几次，粗暴地塞进了笔杆前端的孔洞里。江霸天和厉无涯，剑幕是让你这么掰的？龙须是这么折的？这么草率的吗？最后江晨打开那瓶地落之血，就这么一滴，算了，省着点用吧。说罢
便将那刚做好的龙须毛笔捅了进去。蘸墨，提笔，刹那间，天魔教上空风云倒卷，龙吟九霄，一股无上道运以江辰为中心席卷开来，强大的威压甚至让二老的道心都在微微颤抖。饶是江霸天和厉无涯的阅历，看到这一幕，竟然连呼吸都忘了。以剑木为骨，龙须为锋，滴血为墨，这是在借用天地万物，直接书写大道法则。江辰可没想那么多，他深吸一口气，下笔，笔尖悬于他眉心3寸，净化。轰隆隆，少主峰上空，风云突变，原本晴朗的天空瞬间暗了下来，隐隐有龙吟之声回荡。二老屏住呼吸，大气都不敢喘。在他们眼中，此刻江辰的身后，仿佛一位执掌天道的判官虚影，正在审判众生。最后一笔落下，那个暗红色的骨子活了过来，化作一道金光，烙印进利契尔的识海。嗷！利契尔发出一声长啸，笑声中却带着解脱的畅快。滚滚黑烟从他七窍涌出，那是积攒了500年的怨毒与兽性。獠牙收敛，兽瞳溃散，那对毛茸茸的兽耳与长尾更是在金光中化作点点星芒，消散于无。此刻，他不再是人兽杂糅的怪物，而是剥离了兽性，保留了力量的完美身体。光芒散去，寝殿内恢复了平静。床上，那个衣衫褴褛的少女缓缓睁开了眼，红发如火，肌肤胜雪。她的视线越过呆滞的众人，最终落在那位满脸泪痕的哥哥身上。哥哥，仅仅2个字。厉无涯这个杀人如麻的8尺汉子，瞬间泪崩，哭得像个孩子。哥在，哥在呢。他想冲上去抱住妹妹，却又怕这只是一场梦，僵在原地，手足无措。利契尔看着哥哥滑稽的模样，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纯粹的笑容。随后，他转过头，目光越过众人，看向床边那个男人。他赤足下地，一步步走到江辰面前，伸出微凉的手指，轻轻碰了碰他脖子上的牙印。是你？他轻声问。把我弄回来的。江辰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捂着脖子，生怕这丫头再来一口。不然呢？难道你不想认账？认账！他踮起脚尖，在所有人错愕的注视下，伸出温软的舌尖，轻轻舔舐掉那个伤口上残留的血迹，动作亲密，却又带着一丝未退尽的野性。他凑到江辰耳边，用仅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道：“以后你是我的人了。”江辰，咋？兽性还没剃干净？江霸天看着这一幕，默默合上了自己惊掉的下巴。他用手肘捅了捅还在哭的厉无涯，一脸坏笑：“老厉啊，别哭了，你看这架势，你是不是得管我叫叔了？老厉啊，孩子大了，咱们当长辈的懂事。”江霸天一边挤眉弄眼，一边手上加劲：“走，东海一战打得不累吗？我那还有2瓶1000年的龙虎鞭酒，咱哥俩去整点。”厉无涯一步3回头，老泪纵横，可是尊上。气儿他好得很，没看正忙着吗？砰！房门重重关上。江霸天还不放心，反手甩出18道隔音结界，把整个寝殿裹得严严实实。做完这一切，他隔着门缝给了里面一个鼓励眼神，仿佛在说：“儿子啊，爹只能帮你到这了，加油！”脚步声迅速远去，整个世界瞬间清静了。江辰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只觉得胸口一沉。只见刚才还满眼依恋、乖巧舔伤口的利契尔，此刻气质陡变，那双暗红色的瞳孔里哪还有半点呆萌，满是狩猎者审视猎物的戏谑与贪婪。他站在江辰面前，优雅地抬起那条修长笔直的腿，接着那只洁白如玉，甚至透着粉嫩光泽的赤足直接踩在了江辰的胸口，力道不大，却硬生生把江辰压回了床上。咕咚，江辰喉结滚动，视线顺着那只脚往上移，宽大的道袍滑落，大片雪腻肌肤若隐若现。你，江辰试图讲道理：“契儿，我是你哥的少主，算起来也是你半个恩人，这姿势是不是不太礼貌？”恩人？利契尔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脚尖微微用力，在江辰心口处缓缓捻动。把本座当宠物养了这么久，给个枕头就想打发了？还是说你更喜欢刚才那只只会摇尾巴的傻狗？江辰冷汗下来了，这剧本不对，说好的养成系兽娘萌妹，怎么切开是黑的？现实版农夫与蛇，东郭先生与狼，江辰与利契尔。定，检测到目标利庆儿人格重塑完成，当前好感度99，病态的占有欲，只想把你锁起来，哪里也不让你去。警告：目标极度危险。恭喜宿主获得奖励脖圈、蕾丝铃铛款。道具说明：带上它，它就是你的小猫咪；不带，你就是它的猫粮。请宿主酌情使用。光芒一闪，江辰手里凭空多了一个脖圈，黑色蕾丝款，还拴着一个铃铛。系统，你确定这时候拿这东西出来，不是在嫌我死得不够快？利契尔视线扫过那个项圈，眉梢微跳。他不仅没生气，反而俯下身，红发垂落在江辰脸上，鼻尖几乎贴着江辰的鼻尖，呼吸交融。你想当本座的主人？他凑近江辰的脸，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现在还不够格，记住了，从今日起，本座是你的主人，你的命、你的身体，甚至你流的每一滴，都是本座的私产。听明白了吗？小晨晨，江辰，什么性转板病娇霸道总裁？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江辰正欲开口吐槽这羞耻度爆表的台词，突然轰隆，一股恐怖到无法形容的威压毫无征兆的降临。只见苍穹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无尽的白光从中倾泻，一道身影沐浴在神辉中缓缓降下。
那是一名女子，白衣白发，赤足悬空，面容美得不可方物，却没有任何表情。她就那么悬在那里，没有释放任何灵气波动，但整个天魔教连风都停了。后山什么人？还在拎着酒坛的江霸天脸色巨变。大帝，不，这气息比大帝还恐怖。是仙。厉无涯骇然失声。寝宫内院，沈星宇察觉到了这威压，也是将怀里的小逍遥交给月姬，缓缓拔出了自己的本命星剑，神色凝重到了极点。夜晚晚，苏瑶苏妹修为只有金丹，便自觉地承担起了照顾孩子的责任，抱着孩子进了密室。所有人都意识到来者是灭顶之灾，然而白发女子根本没有理会脚下这群蝼蚁，只是一个眼神，江晨寝殿的屋顶便无声无息地化为齑粉。他的视线穿透一切，精准地锁定在了江晨身上。找到你了。他的声音空灵，不带一丝烟火气，如同天道规则的宣判。变数。话音落下，他缓缓伸出一只手，隔空抓向江晨。这一抓看似缓慢，却封死了天地四极，断绝了一切生路。动我儿子！江霸天目自欲裂，提起巨斧就想冲天而起。休想！厉无涯、沈星宇同时出手，正踩着江晨的利器儿，更是勃然大怒，一声暴喝：哪来的野女人，敢动本座的人，找死！4道攻击从不同方向轰向白发女子。白衣女子看都没看这些人一眼，只轻吐一字：定。一字落下，天道共鸣。整个天魔教方圆万里之内，无论是人是兽是风还是灵气，全部被一股至高无上的法则之力强行定格在了原地。冲锋的江霸天保持着挥斧的姿势，成了一尊雕塑，只有眼珠还能疯狂转动，透出无尽的惊恐与绝望。出现的沈星宇扑杀的利器儿，连同他们的攻击，全部被定格在半空中。完了，彻底完了！这是言出法随，这是掌控天道法则的真仙手段。在这股力量面前，哪怕是准帝也如同蝼蚁般无力。沈星宇、利器儿的脸上也满是错愕。白发女子无视这些雕塑，身形微动，指尖弹出数道法则锁链，准备将那个所谓的变数带回上界复命。然而就在她的锁链即将触碰到江晨肩膀的瞬间，尴尬的一幕发生了。那个本该和所有人一样被定住的男人突然动了，他抬起手，一把抓住了那些由天道法则构成的锁链。在白发女子那双万古无波的眼里，第一次出现了错愕的情绪。她的大罗定身咒对世间一切灵力、神魂、道果都有效，竟然对他失效了。因为江晨是先天漏体，因为他体内没有一丝灵气，没有筑基，没有道果，他不修天道，不入五行，在这个修仙者的世界里，他就像是一个系统的 bug。 江晨嘿嘿一笑，另一只手凭空掏出一支毛笔。法则吗？巧了，我也会一点。天地静止，听不到任何声音。江霸天目自欲裂，鲜血顺着眼角流下，准帝之躯却连一根小指都动弹不得。沈星宇与厉庆儿想燃尽本源自爆，却发现连神魂都被锁死。这就是法则，不讲道理，不容反抗。白发女仙见这个变数还能动，再次发动咒术，对着他施加了一个定。然而江晨依旧能动，他看着那高高在上的仙人，在掌心狠狠划开一道伤口。既然你不锁我，那我就锁你。他提起手中那只由剑木龙须毛笔，以血为墨，手腕翻转，在那真仙面前的虚空中笔走龙蛇，狠狠写下一个字：锁。神级书法，笔落法随。轰！这歪歪扭扭的血字居然化作无数道的暗金锁链，凭空浮现，反向缠绕向那白发女仙。白发女仙那只伸出的手竟然真的被锁住了。怎么可能？被定住的厉无涯在心中疯狂呐喊，那可是真仙啊！少主竟然以凡人之躯反向封印真仙。但江晨知道自己撑不住，咔嚓，剑木笔杆出现了裂纹。那女仙仅仅是眉头微皱，周身白光暴涨，暗金锁链便寸寸崩裂。恐怖的反噬袭来，江晨胸口剧痛，鲜血染红了衣襟。该死，血条太短了！江晨咬牙切齿，这种级别的 BOSS 根本不是一个字就能解决的。此时白发女仙忽然原地消失，下一秒已出现在江晨面前。她的另一只手缓缓抬起，按在了江晨的肩膀上。这个不行，再换一个。江晨抹了一把嘴角的血，意念一动，下一秒一把寒光闪闪的菜刀出现在他手中。神级厨艺，万物皆可斩，给老子！江晨举起菜刀，对着那神圣不可侵犯的仙躯狠狠劈下。撒手！这一刀没有惊天动地的刀芒，没有花里胡哨的特效，只有朴实无华的一记菜刀。是一声轻响，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那只有法则才能对抗的仙躯，在那把普普通通的菜刀面前，竟然脆得像块豆腐。白发女仙那只伸出的手臂齐肩而断，断口处喷涌而出的是浓郁到液化的金色灵气，那是最为精纯的仙灵之气。这一刀落下，菜刀撑不住如此法则，彻底报废。而江晨只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眼前一黑，差点栽了下去。但他知道还没结束，不能倒下去。那白发女仙闷哼一声，身形踉跄后退。她看着自己空荡荡的右肩，眼中满是无法理解的错愕。这是什么法器，竟然能无视护体仙光，直接斩断仙体？还没完呢！江晨踉跄一步，再次欺身而上。他扔掉已经卷刃的菜刀，双手化作残影，
直接点向女仙周身大穴。神级按摩术，结脉封神手。谁说技师不能战斗？只要找准穴位，真仙我也安废给你看。啪啪啪啪，指尖如雨点般落下，每一指都精准地点在女仙体内灵力流转的节点上。给我定！最后一指，江辰用尽最后的一丝力气，狠狠点在女仙光洁饱满的额头上。嗡，法则逆流，白发女仙整个人如同断了线的木偶，僵立当场，彻底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与此同时，笼罩在天魔教上空的大罗定身咒轰然破碎。呼，江辰眼前一黑，身体软软倒下，一个温暖柔软的怀抱稳稳接住了他。沈星宇接住江辰，看着怀里脸色惨白的男人，只剩下心疼。辰儿，少主！江霸天和厉无涯几乎是瞬移般冲了过来，两人看着满地狼藉，看着那只掉在地上的断臂，又看看那个被戳了脑门动弹不得的针线，全都目光呆滞地看着江辰。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亲眼目睹了普通人江辰用血字、剁肉、按摩3套连招，废掉了一尊来自上界的针线。我懂了，我终于懂了！厉无涯激动得热泪盈眶。少主并非不能修炼，而是早已超越了修炼的范畴，这叫返璞归真。那菜刀，那笔，都是斩断因果的无上杀气。一时间，众人看向江辰的眼神，从看天才变成了看至高神。吾自今日起，名唤三无。江辰觉得自己身后长了个尾巴，还是那种白毛、赤足、颜值逆天，但脑回路完全短路的尾巴。自从给那个真仙分身赐名三无后，江辰往左，他往左，江辰停下喘口气，他就面无表情地站在半步之外，直勾勾地盯着他，嘴里还念叨着守护系统适时补刀，宿主赋予真名，等于强行确立主仆因果。现在你在他眼里就是这方天地唯一的信号塔，没你他会断网。江辰，行吧，活体 WiFi 竟是我自己。不只是三无，他能感觉到利切尔那充满占有欲的视线也一直蛰伏在暗处，像一头锁定猎物的雌豹。只是他似乎极度忌惮三无，才没有立刻扑上来，正头疼如何处理这两尊大神。一道魁梧的身影已经撞开门冲了进来。儿子，你没事吧？江霸天来了。趁着江辰昏迷，他已经开着无双模式，把西莫佛门的老巢给抄了，抢回了最后一件材料功德金莲。他脸上还挂着没来得及擦的血，但看见江辰，那骨子很静，瞬间化为了老父亲的关切。他也不废话，大手一挥，溪里哗啦倒出一堆光芒璀璨的宝贝。极北寒水玉散发着冻结灵魂的寒气，地心火莲晶热得让周围空气瞬间扭曲，还有一瓶真龙精血，以及刚从那个金乌族公主身上拔下来的羽毛。你要的东西，爹都给你抢，可找来了，赶紧的，先把身体养好。你要是根基受损，咱们老江家可就真绝后了。一股暖流淌过江辰心底，这老爹虽然不靠谱，却是真疼他。放心吧，爹，我有数。江辰接过材料，心念一动，系统干活。定，检测到图纸材料集齐，神级建筑图纸，阴阳造化温泉，随身洞天板，启动构建。构建成功。江辰手指对着虚空一划，空气微微扭曲，竟凭空出现了一道古朴的石拱门。门内隐约可见仙雾缭绕，水声潺潺。江辰实在是累极了，只想赶紧进去回血，抬脚便跨入石门。一步踏入，别有洞天。这是一方独立的小世界，脚下是温润的白玉地砖，四周种满了瑶草奇花。正中央，巨大的温泉池正冒着白烟，池水一半呈乳白，一半呈墨黑，宛如一条游动的阴阳鱼。那升腾起的不是水汽，而是浓郁到化不开的生命精气。光是闻一口，江辰都觉得虚脱的身体在疯狂回来。好东西啊！江辰大喜，这简直就是顶级 SPA 加回血泉水。他刚准备解开腰带，身后突然传来哒的一声轻响，回头一看，三无面无表情地跨过石门跟了进来。江辰，你咋也进来了？定，神级温泉特性触发，为了保证药力完美渗透，洗精法髓，进入池水范围者，所有衣物将被视为杂质，予以强制清除。什么玩意儿？噗！一声轻响，江辰只觉得身上一凉，原本穿得好好的锦袍、内衬、长裤，在一瞬间化作飞灰，消散在空气中。他就这么赤条条地站在了池边。卧槽！系统你也没说这池子自带爆衣功能啊！温馨提示：池水边3寸，判定为池水范围，宿主来了也得爆。江辰老脸一红，下意识就要往水里跳。紧接着，噗！又是一声轻响，江辰入水的动作僵住了。就在他面前2步远的地方，那位高冷圣洁差点灭了天魔教满门的真仙三无，那一身流转着仙韵的雪白流仙裙瞬间崩碎，化作点点星光，没有任何遮掩，那是造物主最完美的杰作。肌肤胜雪，泛着象牙般的光泽，锁骨深陷有着惊心动魄的弧度，那一头银发如瀑布般披散在身后，堪堪遮住臀肌。即便是在阅女不少的江辰眼中，这也是一种超越了世俗欲望的震撼。太白了，太大了，太神圣了。然而作为当事人的三无脸上却没有任何羞耻或惊慌，他神色依旧淡漠，却略带困惑地看了看江辰的身体结构，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然后伸出手指戳了戳胸口，软的。他抬头给出了一个陈述。江辰感觉鼻腔一股热流在疯狂上涌，这视觉冲击力太顶了。
你这一下啊！江晨立刻缩进水里，只露出肩膀往上。三吴置若罔闻，哗啦，他迈开长腿，跨入池中，水波荡漾。你别过来啊！江晨贴着池壁，我是正经人，没有鸳鸯浴的喜好。然而三吴完全无视江晨拼命后退的动作，像寻找热源的鱼，径直游了过去。然后在江晨惊恐的注视下，他转过身，背靠着江晨的胸膛坐了下来，肌肤像贴，严丝合缝。江晨甚至能清晰感受到他背脊的曲线，舒服。三吴发出一声毫无起伏的叹息，脑袋后仰，靠在江晨怀里不动了。江晨双手举在半空，不知所措。我是谁？我在哪？天魔教议事大殿，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等江晨泡汤泡舒服了，从空间里出来的时候，只见老爹老娘、沈星宇、厉气儿、三位长老等所有人围坐一圈，死寂无声，没有战胜强敌的喜悦，只有自责。怎么了这是？江晨走过去，找了个椅子坐下。听到江晨的声音，沈星宇猛地抬头，他眼眶通红，快步走到江晨面前，颤抖着手抚摸他的脸颊。夫君，你还剩多少寿元？江晨一愣，啊，别瞒着我们了。月姬心疼地看着儿子，那可是真仙，你一个没有修为的普通人，把真仙都给干废了，怎么可能不付出代价？肯定是燃烧了生命本源，甚至是透支了下一辈子的寿元。老子是爹，哪有儿子挡在爹前面的道理？江霸天一拍桌子站起身，老子要去神魔禁地拿到开天斧。什么？厉无涯大惊失色，尊上，那是十死无生的绝地啊！那又如何？江霸天眼中闪烁着兴奋，若是能拿回来，重登大地，指日可待。月姬也站了起来，夫君去的，我也去的。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沈星宇也站了起来，他深深地看了江晨一眼，眼神中满是不舍，但更多的是决绝。公子，沈星宇盈盈一拜，紧紧握着那枚有关他身世线索的玉佩。今日之事，让星宇明白，仅凭现在的我，根本护不住公子。我要去寻回我的身世，我要拿回属于我的力量。江晨，你们受的刺激这么大吗？儿子啊，等爹回来。江霸天狠狠抱了一下江晨，搂着月姬，化作一道魔光消失在原地。公子，等我。沈星宇踮起脚尖，在江晨唇上一吻，随即御剑北去。就连三位长老也纷纷大吼着我要闭死关，钻进了后山洞府。眨眼间，流光四散，人去楼空，只剩下风卷落叶的沙沙声。江晨站在空荡荡的大殿门口，看着天边渐渐消失的伟雁，这就都走了，就把我一个人扔家里了。一种巨大的空虚感袭来。虽然这群人平时挺吵的，但真走了，这心里还真是空落落的。哎，孤家寡人了。江晨长叹一口气，转身准备去看看自己的孩子们。还好，婉婉和苏瑶、苏妹他们还在。叮铃，清脆的铃音在死寂的寝殿内回荡。就在他转身的瞬间，一道悠悠的声音贴着他的耳根响起：“怎么，小晨晨这是寂寞了？”江晨后背瞬间浮一层鸡皮疙瘩，他猛地回头，厉气儿并没有随众人离去，只见他慵懒地倚靠在门框上，手里正漫不经心地把玩着那个带铃铛的项链。那个碍事的女人不在，厉气儿站直身子，一步步逼近，伸出手指勾住江晨的下巴，将他逼到了墙角。现在家里就剩我们了。他红发如火，眼神迷离又危险，指尖顺着江晨的下颌线滑落，最终停在他的喉结处，轻轻按压。连针线都能干废，小晨晨好威风啊！厉气儿凑近江晨，温热的呼吸喷洒在他耳畔。那么，对于不听话的宠物，你是不是想拴起来？江晨后背紧贴着冰冷的墙壁，喉结不由自主地滚动了一下。那个气儿，有话好说。江晨试图伸手去推开那只作乱的手，却纹丝不动。想拴我也可以的哦。厉气儿反手扣住江晨的手腕，将那个铃铛项链塞进他的掌心，两人的掌心紧紧相抵，几乎没有一丝缝隙。厉气儿舔了舔嘴唇，眼神顺着江晨的领口一路向下。但戴上了，你就得负责，无论哪一种恶。江晨只觉头皮发麻，这是要把我在床上吃掉的意思吧？绝对是吧？就在江晨握着那脖圈骑虎难下之际，吃了！空间撕开，一只纤细白皙还挂着晶莹水珠的玉足率先踏出虚空。三吴从裂缝中走出，因为方才在那阴阳造化温泉中，衣物被判定为杂质，强制清除。此刻的他依旧保持着最原始的状态，浑身上下不着寸缕，湿漉漉的银发贴在他如羊脂白玉般的肌肤上，水珠顺着完美的锁骨滑落，经过那惊心动魄的弧度，最终滴落在地板上。哒！厉气儿瞳孔骤缩，猛地转头。三吴完全无视自己赤身裸体的状态，也无视了满屋子的狼藉，他径直走到两人中间，面无表情地挡在了江晨身前。我的，没有情绪，没有波澜，单纯的陈述句。哈！厉气儿气急反笑，一股恐怖的黑红色魔气瞬间从他体内爆发，连周围的空间都开始扭曲变形。剔除了兽性的厉气儿，可是拥有着化神大圆满的实力。他死死盯着眼前这个身材比自己还要完美几分的真仙，尤其是对方那坦荡荡的裸露状态，眼中的红光暴涨，光着身子就敢往男人房里闯，这就是所谓的真仙。昨天就想揍你了。厉气儿利爪弹出，带着撕裂虚空的寒芒，毫不留情地抓向三吴那张绝美的脸庞。面对这足以撕碎他的一击，三吴不闪不避，他只是抬起手，对着虚空轻轻一握。
破！一股无形的规则之力瞬间降临，与利切尔那狂暴的立场在狭窄的卧室内轰然对撞。轰！虽然现在的三无因为被江辰制住，灵力不足昨日的1/12，但激起的气浪还是带着狂暴的气息向四周扩散。咔嚓！造价不菲的紫檀木桌子崩碎成渣，坚固的防御阵法像纸糊的一样炸裂，整个大殿都在剧烈摇晃，屋顶的瓦片噼里啪啦往下掉，眼看就要塌了。这两个疯女人，这是要拆家呀！都给我住手！江辰终于爆发了，他左右开弓，两只手分别按在了两女的肩膀上，而他的手心里已经写好了定字，将两女定在原地。风暴骤停，漫天飞舞的木屑缓缓飘落。江辰黑着一张脸站在废墟中央，左边是杀气腾腾，指甲还在闪着寒光的利切尔，右边是面无表情，浑身赤裸却一脸无辜的针线。江辰感觉自己的太阳穴在突突直跳，必须得硬气。这时候要是怂了，以后这家里就不是后宫，而是古罗马斗兽场了。特别是你三无。江辰反手从储物戒里掏出一张毯子，兜头盖脸的给三无裹了个严严实实，只露出一颗脑袋。以后不穿衣服，禁止出门，禁止使用法则之力，这是家规。三无眨了眨眼，眼里闪过困惑，他低头看了看裹在身上的毯子，又看了看江辰气急败坏的脸，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哦，搞定了一个。江辰转过头看向另一边的利切尔，还有你。江辰伸出手一把夺过他手里那个铃铛项链，利切尔一愣，下意识想要抢回，却被江辰一个眼神瞪了回去。这东西没收。江辰将铃铛项链揣进怀里，整理了一下被吹乱的衣襟，摆出一家之主的威严姿态，扫视两女，把家拆成这样，这就是你们对我的态度？就你俩现在这表现负分。江辰深吸一口气，指了指门口那扇摇摇欲坠的大门，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出去，我要睡觉。大殿瞬间安静了。利切尔不可置信地看着江辰，这男人刚才是在吼我，但奇怪的是，看着江辰那副强势又霸道的模样，他心底竟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愉悦。哼！利切尔收起利爪，意味深长地看了三无一眼，舔了舔嘴角，这次就放过你。说完，他转身化作一道红光消失。三无则是裹着毯子，像个蚕宝宝一样一蹦一跳地跟了出去，临走前还回头补了一句守门。看着两人终于离开，江辰长出一口气，整个人瘫倒在仅剩的一张椅子上。造孽啊！江辰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这软饭果然不是那么好吃的。就在江辰闭上眼准备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宁静时，叮！警告！检测到宿主子嗣数量3，与老婆数量6，不含预备役，比例严重失衡，触发强制修正任务。新任务发布，请宿主在7日内让任意一位老婆受孕，失败惩罚剥夺宿主某项生理功能，时长7日。噗！江辰一口灵果喷出老远。系统，你做个人吧，剥夺生理功能是什么鬼？系统，物理消除哦，光滑如镜那种。光你大爷！你是想让我直接练葵花宝典？江辰下意识地夹紧双腿，只觉得裤裆里凉飕飕的，仿佛有一阵阴风吹过。这要是真成了平滑如镜，哪怕只有7天，他这个天魔教少主以后还怎么混？这可事关尊严。他转头看向院子，三无依旧裹着那条大毯子，乖乖地站在门口，眼神空洞地盯着空气发呆。这个不行，太傻，还物种隔离。叶婉婉刚生完，还要带孩子 ，pass。剩下的只有苏瑶和苏妹了。柿子要挑软的捏，保根要紧。江辰一咬牙，火急火燎地冲向偏殿。为了提高成功率，他直接将两女带进了先天灵气孕育房。屋内，苏妹和苏瑶已经换上了那2套极道地兵瑜伽服，黑色的布料紧紧包裹着苏妹那凹凸有致的 S 型曲线，白色的则衬托的苏瑶愈发楚楚可怜，像只等待怜爱的小白兔。江辰深吸一口气，提枪上阵。这一战昏天黑地。上半夜，苏妹的坚韧与主动；下半夜，苏瑶的娇羞与依赖。江辰疯狂耕耘，灵气在空间内激荡，不断碰撞，演化出种种旖旎异象。然而第一天，江辰信心满满，扫描结果未受孕；第3天初见颓势，开始焦躁，扫描结果未受孕；第6天，江辰颤抖着手，看着两姐妹累得连手指头都抬不起来，再次开启了系统扫描，扫描结果未受孕。坑爹呢！这是我这6天加起来，就算是块石头也该发芽了。你这系统是不是出 bug 了？系统科普：魅魔作为天生的极品炉鼎，其受孕率被天道强行压制在1/1000以下，以此维持物种平衡。1/1000，你怎么不早说？江辰看着床榻上的姐妹，心里一阵愧疚。她们已经尽力了，为了受孕，甚至动用了魅魔修的禁术，燃烧精血，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天道，你不讲武德！倒计时5小时59分。温馨提示：距离平滑如镜套餐生效剩余时间不多，系统已贴心为您准备了止痛服务，请问是否现在预定？预定个头！江辰猛地跳下床，胡乱套上衣服就往外跑。为了男人的尊严，不能坐以待毙。现在只有一个选择了，利切尔，就是被他玩死，精尽人亡也比被阉割了强。江辰刚冲到门口，手还没碰到门栓，砰！突然，偏殿的大门直接被一股巨力撞开，烟尘中
利切尔赤着足，一步步踏入屋内。他依旧穿着那件宽大的白色道袍，只是领口开得极低，深飞之下，傲人的沟壑若隐若现。6天了，利切尔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种压抑到了极致的占有欲。小晨晨，跟那2个小猫厮混了6天，开心吗？切尔，你听我说。不听。利切尔身形一闪，瞬间欺身而上，单手按住江晨的肩膀，直接将他狠狠壁咚在墙上。他们的味道我不喜欢。他凑到江晨的颈窝，深深吸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种病态且迷离的沉醉，舌尖轻轻划过江晨的喉结。现在该轮到我进食了，今晚你只能是我的，一滴都不许给别人。下一秒，江晨只觉得天旋地转，他直接被利切尔像扛麻袋一样扛在肩上，暴力地冲出了偏殿，直奔朱寝。门口，三吴正裹着毯子发呆，见状歪了歪头，刚想跟进去看看热闹。滚！利切尔反手挥出一道血红色的结界，直接将整座寝殿封死。家规，不能使用法则之力。三吴望着结界，嘴里木讷地念叨着，终究是没有硬闯，老老实实蹲在了结界外。屋内，利切尔彻底释放了属于神兽的狂野本性。以前的床子之欢，那都是侍奉，而今晚江晨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掠夺。他不需要江晨引导，不需要前戏，他用那种近乎疯狂的姿态，贪婪地索取着江晨的一切。要不是有被动，江晨觉得自己今晚绝对会成为史上第一个精尽人亡的穿越者。次日清晨，阳光透过破碎的窗棂，洒在凌乱的兽皮榻上。利切尔像只吃饱喝足的豹子，蜷缩在江晨怀里，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嘴角挂着一丝从未有过的满足笑意。江晨躺在床上，两眼发直，感觉已经看到了太奶在向他招手。定，任务达成，目标利切尔已成功受孕，任务奖励获得极道地兵神魂稳固1，以自动拟态为黑白女仆装，惩罚取消，宿主功能已保全，并获得钢铁意志永久加持，贤者模式 Max， 无视一切精神魅惑。呼，江晨流下了2行清泪，保住了，终于保住了。这哪是做任务，这简直是去鬼门关走了一遭。只是这女仆装，这是能让切尔穿上的东西吗？算了算了，小命要紧，还是给三吴穿吧。至于这个拴着铃铛的项链，江晨看向熟睡中的利切尔，眼中闪过一丝报复的快感。叮铃一声清脆的铃铛声后，项链已经出现在了利切尔的脖子上，与他雪白的肌肤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但凡江晨有半分犹豫，都是对这6个小时苦难的不尊重。与此同时，南荒静影宗一座阴冷潮湿的密室中，四周悬浮着无数破碎的镜片，每一块镜片里都倒映着一张美得令人心悸的脸庞。南荒第一美人，静影宗宗主林玉珍，她正伸出修长的手指，抚摸着镜子中将霸天的画像，眼神中满是痴迷与眷恋。霸天，我究竟哪里不比那个女人？偏在此时，一道写着陆字的传音玉简突然破空而来，带着北域地族的威压。林玉珍看都没看，抬手虚空一握，咔嚓，玉简直接碎裂成渣。一道声音从中传出：林玉珍，你当然比不上他。江霸天可是甘愿将自己的1半本源分给了月姬。什么？霸天，你竟然把本源给了那个贱人？叮铃一声清脆的铃铛声，利切尔缓缓睁开了眼，见江晨坐在身边，他用手支撑着半坐起，声音慵懒地说道：昨晚服务不错，本座决定了，以后你就专门伺候我一人。好家伙，这是把我当人形充电宝了。切尔啊，江晨叹了口气，试图跟这个刚开荤的病娇讲道理。咱们现在也是知根知底的关系了，能不能给一家之主留点面子？一家之主，利切尔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笑得花枝乱颤。他猛地直起身，单手按住江晨的肩膀，直接给他来了个床咚。小晨晨，你是不是没搞清楚家庭地位？他指了指自己脖子上那个铃铛，趁我睡着给我带这种东西，你真以为这个东西能拴住本座？现在本座是主人。利切尔指尖凝聚出一团暗红色的魔气，露出一个残忍的笑，不想受苦就乖乖叫声好听的。江晨看着那近在咫尺的魔气，非但没慌，反而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系统出品的项链，要是连个病娇都治不了，那还叫什么至真纯爱？非要逼我开挂是吧？江晨目光平静地对上利切尔的双眼，轻轻吐出2个字：坐下。简简单单2个字，没有灵力波动，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下一秒，利切尔的身体就像是中了定身咒，猛地一僵，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绝对指令瞬间接管了他的神经中枢，大脑还在疯狂咆哮拿下他，身体却已经光速滑跪。扑通，利切尔双膝一软，直接从江晨身上滑落。紧接着，他双腿并拢，小腿向外撇开，以一个教科书级别的鸭子座姿势，乖巧地跪坐在了床上，双手还下意识地放在膝盖上，背脊挺得笔直。这姿势乖巧得像个等待老师发小红花的小学生。空气突然安静，只剩下窗外的鸟叫声。利切尔，他瞳孔地震，死死盯着自己不受控制的膝盖。他想站起来，想把江晨撕碎，可身体却像是在嘲笑他的意志，纹丝不动。甚至因为这个姿势过于标准，大脑竟然产生了一丝诡异的愉悦。你对本座做了什么？利切尔羞愤欲绝，立刻意识到是脖子上这个东西在作怪。可是无论他怎么扯，这东西都纹丝不动，就像是已经与他的身体融为一体。
江晨这慢悠悠的从床上坐起来，整理了一下衣襟，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没什么，只是帮你恢复一下出场摄阵。江晨伸出手，像逗猫一样挠了挠他的下巴，姿势倒是挺标准，就是少点感觉。江晨摸着下巴，心念一动，定，外观幻化功能已启动。嗡，利切尔脖子上的项链红光一闪，下一秒，他头顶那原本已经消失的火红色兽耳，啵的一声弹了出来，还抖了2下。身后，一条蓬松柔软的大尾巴也凭空出现，不受控制的在身后扫来扫去，还是这原汁原味的皮肤，对胃口。江晨满意地点头，这才是猛男该看的东西。利切尔看着镜子里那个长着耳朵尾巴还跪坐在床的自己，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江晨，本座要杀了你！还嘴硬！江晨眉梢一挑，再次下达命令，摇尾巴。呜！利切尔咬紧嘴唇，试图抗拒这股羞耻的本能，但那条尾巴却像是有了自己的想法，欢快地、讨好地、极其谄媚地摇成了螺旋桨，甚至还带起了节奏，左3圈，右3圈。看来身体比嘴巴诚实多了。江晨拍了拍他的脑袋，语气像是在哄小孩，以后在这个家要乖，懂吗？利切尔死死盯着江晨，眼中的杀意渐淡，甚至逐渐涌起一股水雾。好屈辱，可是那种被强行掌控还无法反抗的屈辱感，怎么更愉悦了？就在这气氛逐渐焦灼的时候，吱呀，店门被推开，裹着一条破毯子的三无光着脚丫走了进来，像个幽灵一样。他无视了跪在地上摇尾巴的利切尔，也无视了满屋的狼藉，径直走到江晨面前，伸出一只白皙的手，理直气壮。衣服！江晨一拍脑门，差点把你这尊大佛忘了。他随手从系统空间里掏出那件神魂稳固衣女仆装版，扔了过去，给穿上这个，以后这就是你的工作服。三无接过那团黑白相间的布料，歪了歪头，完全没有避讳二人目光的意思。毯子滑落，那具完美的如同造物主炫技般的仙躯再次暴露在空气中，紧接着光芒流转，蕾丝发带竖起了银发，精致的荷叶边围裙勒出了纤细的腰肢，绝对领域若隐若现。当三无转过身时，江晨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那个高高在上视众生为蝼蚁的真仙，此刻穿着一身标准的女仆装，却依旧顶着那张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冷面瘫脸，这种极致的反差感，杀伤力简直爆表。江晨感觉这简直是在他的 XP 上疯狂跳舞。哼，狐媚！利切尔看着三无，悻悻地冷哼一声。三无低头看了看裙摆，似乎对这身装备并没有什么意见，甚至还转了个圈。但是下一秒，这件女仆装周身竟腾起数道金色的皱纹，那股金色皱纹带着法则之力萦绕在三无周身，而后突然一股脑全部钻进了三无的身体。啊！三无发出一声娇嗔，紧紧闭上了眼。等他在睁眼时，灰白的眼眸里似乎多了几分人气，在低头看自己这身衣服的时候，眼神里居然还有了几分娇羞。怎么回事？系统它不会坏了吧？系统温馨提示：三无乃能量聚合体，因宿主赐名而拥有神魂，但身体与神魂融合度不足1%。当前神魂稳固1，增加融合度至9%。江晨还能这样？那100%了是什么效果？就在这时，三无忽然抬起头，目光望向窗外。家里进贼了，有人在偷钉子。钉子？什么钉子？江晨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脸色骤变。那个方向，扶桑神树！神他妈偷钉子！那是老子的扶桑神树！天魔教后山，热浪滚滚。这里是一片赤红色的焦土，中央矗立着一棵通体金黄、缭绕着太阳真火的枯树扶桑神树。此刻，3名身穿金袍的老者正围在树下，为首的一人手持一只金色的钵盂，正在疯狂抽取扶桑树内的本源火精。快，趁着那魔头不在，赶紧动手！这天魔教没了江霸天阵场子，也不过如此。就在3人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那个打扰一下！一道懒洋洋的声音打破了灼热的空气。3名老者猛地回头，只见不远处的山头上，江晨正一脸不爽地看着他们。在他身后，左边跟着一个穿着女仆装的银发少女，右边跟着上次那个能吞噬火焰的化形妖兽。江晨为首的金乌族8长老顿时认出来人，冷笑一声：原本只想拿树，正愁找不到你，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那就别怪老夫心狠手辣了，抓了你，正好逼江霸天交出扶桑树。8长老眼中凶光毕露，抬手就是一记绝杀。轰！虚空震颤，一只遮天蔽日的金色火焰巨掌凭空凝聚，那是金乌一族的本命神通大日金焰。这一掌下去，别说人，连空间都能烧出个窟窿。普通的金丹修士怕是连灰都不剩。面对这扑面而来的恐怖热浪，江晨还没动，身后的三无忽然抬起了头，看着那扑面而来的火海，灰白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困惑，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动作。只见他迈开步子，像个没有感情的挡箭牌一样，直挺挺地站在了江晨的面前，甚至连护体灵气都没开。轰隆！恐怖的祸害瞬间将那个纤细的身影吞没。三无！江晨心脏猛地一缩，差点没跳出来。这只是一个神魂分身，就算强也不能这么造啊！哈哈哈，不堪一击！8长老得意狂笑，一手抚着胡须。什么天魔教少主，不过是个躲在女人身后的废物。江晨，下一个就是。笑声戛然而止，烟尘散去，那个穿着女仆装的身影依旧静静地站在原地。别说受伤，
连裙角那脆弱的蕾丝花边都没有烧焦一根线头。三无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心，那里有一缕金色的火焰正在跳动。他面无表情地握紧手掌，只见那最后一缕火焰竟然融入了他的掌心。然后他转过头检查了一下身上的裙子，一脸无辜地看着江晨，没弄坏，你是傻的吗？江晨气得直接冲上去，对着他的脑门就是一记手刀。你不会用法则挡回去吗？非得用肉身抗，显得你皮厚吗？三无捂着并不疼的额头，歪了歪脑袋，一脸困惑。家规不能动用法则。江晨，他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这到底是什么单线程能量聚合体？你个死脑筋！江晨深吸一口气，家规改了，以后谁对你动手，你就立刻还回去，听见没？三无似懂非懂，记住了。另一边，金乌族3位长老已经吓傻了，肉身硬扛大日经验，这他妈是人是鬼？就是江霸天也不行吧？那个红发妖兽他是见识过的，怎么江晨身边的女人都这么逆天？江晨，你究竟是何方神圣？我是你爹！江晨懒得废话，转头看向旁边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的厉气儿，指着那3个老头，气儿，那3个老帮菜，给我狠狠的揍，死活不论！好，厉气儿等的就是这句话。今天早上被强行支配的屈辱与怒火，此刻终于找到了宣泄口，你们都得死！厉气儿的身形瞬间消失，在出现时，他已经骑在了8长老的脖子上，咔嚓，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法术对轰，只有最原始、最暴力的撕扯。啊！救命！这女的是疯子！8长老惨叫着倒飞出去，脸肿得像个发面馒头，牙齿浑着血水喷了一地。敢动少主的东西，不知道这是老娘的地盘吗？厉气儿完全杀疯了，原本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硬生生变成了厉气儿单方面的暴力美学展示。不远处赶来的大长老和2长老刚想支援，就被狂暴的魔气直接掀翻，发现自己他2人根本插不上手。看着那金乌长老的惨状，看向江晨的目光愈发敬畏，不愧是少主，竟能将如此恐怖的老3妹妹都降服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顶级玉女之术？看着那个把8长老当皮球踢的红发身影，江晨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这要是没那个铃铛项链，我现在估计比那老头还惨。这就是惹了女人的下场啊！就在众人以为大获全胜之时，突然厉一声尖锐刺耳的啼鸣猛地从地牢方向穿云裂石而来，紧接着一道刺目的金光冲天而起，化作一只3足金乌的虚影，向着远方遁去。那是金灵公主。正被揍得鼻青脸肿的8长老眼睛一亮，公主脱困了，快撤！想跑没门！江晨看着天边那道金光，抓回来。是主人。厉气儿一把扔开半死不活的8长老，舌尖舔过指尖的鲜血，身形一晃，化作一道红光追了出去。大长老和2长老见状也追了上去。眨眼间，原本喧嚣的后山就只剩下了江晨和3无。我们也去看看，别让煮熟的金乌飞了。江晨刚想动身，却感觉衣角被一只小手死死拽住了。回头一看，3无正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别去！3无的声音很轻，前面是假的。什么？江晨一愣，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周围的景色突然变了。原本灼热的扶桑树林开始像被水晕开的水墨画一样变得扭曲模糊，无数面巨大的镜子凭空浮现，层层叠叠，将江晨和3无团团围住。诡异的是，每一面镜子里都没有倒映出江晨的身影，而是倒映着同一个女人。她赤着足，慵懒地侧卧在镜中的软榻上，手里拿着一把团扇，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双勾魂摄魄的桃花眼。虽然眼角已有岁月的痕迹，但那股成熟妇人特有的风韵却比青涩少女更加致命。咯咯咯，一阵娇笑声从4面8方传来，带着回音，让人分不清虚实。好敏锐的小丫头，竟然能看破本宫的镜花水月。正前方最大的一面镜子突然泛起涟漪，一只涂着红指甲的玉足竟直接从镜面中探出，踩在了现实的土地上。紧接着，那美妇人缓缓走出，她完全无视了旁边的3无，那双桃花眼粘在江晨身上，上上下下打量着，仿佛在看一件稀世珍宝。像，真是太像了，这眉眼，这神态，简直和那个负心汉一模一样。既然那老东西不在，那副寨子长也不过分吧。扫描当前目标林玉珍，体质普通大成期，修为颜值98，三围916110，极品恋爱史对江霸天爱而不得，综合评分83。该目标为宿主父亲的偏执爱慕者，建议物理远离。江晨，好家伙，这特么是老爹的情债。然而不等江晨反应，天地倒转，原本的扶桑树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数面树立的巨大铜镜。地兵千幻镜，领域画地为牢。小冤家落单了呢。林玉真轻笑一声，手中团扇轻挥。此时整个空间中就只有江晨与林玉真2人。不好，江晨暗道，这娘们不讲武德，上来就开打。他下意识想抬手写个破字，或者掏出菜刀砍个缺口。然而咔咔咔，无数道犹如实质的劲光锁链从4面8方射来，不仅捆住了他的四肢，更有一道粉色的光束直接封住了他的嘴巴。江晨双手被缚，没法写字，没法按摩，连哑穴都被点了，没法嘴炮。这特么是物理沉默呀！这年头反派都不讲废话的吗？
林玉真也是个狠人，也不管江晨看起来不过是个凡人，反正就是按最高规格的攻击来对付他，没给江晨留任何发挥的空间。只见他指尖一收，整个禁域空间便缩成一个小小的光点，融入他的掌心。此时的利契尔和长老们已经去追逃走的精灵了，现在能救他的就只有三无了。三无，救驾，救驾呀！江晨隔着空间看着站在原地的三无，在心里呐喊道。然而一吸两吸三吸过去了，三无站在原地，歪着脑袋，灰白的眸子在林玉真身上上下打量。林玉真浑身紧绷，周身灵力运转到极致，甚至手里已经扣住了一枚替死符，目光死死盯着那个银发侍女。刚才这侍女肉身硬抗大日惊艳的场景，他可是看得清清楚楚。此女可未必是他能招惹的，只要对方一动，林玉真就准备燃烧精血远遁。然而在林玉真惊恐且错愕的注视下，三无收起了掌心刚刚凝聚的一丝法则之力。不仅如此，他还非常礼貌地往旁边退了一步，眼神清澈，毫无波澜，仿佛在说请便。江晨，你是猪吗？你就这么看着我被绑票啊？这什么真仙，这特么是人工智障吧？豆包都比你聪明。这林玉真也懵了，这是什么战术？空城计？还是这女人根本就不在意江晨死活？哼，故弄玄虚。林玉真虽有疑虑，但机不可失。他掌袖一卷，虚空裂开，直接带着江晨化作一道劲光遁入虚空，消失不见。原地只剩下三无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风中。他低头整理了一下女仆裙的荷叶边，觉得今天又是遵守家规的一天，很棒。片刻后，轰！一道恐怖的红光从天边砸落，利契尔提着半截血淋淋的金乌翅膀，浑身杀气腾腾地落了下来。那只杂毛鸟没追到，但是我把翅膀扯。他话还没说完，声音戛然而止。看着空荡荡的四周和一脸呆滞的三无，空气中似乎还有某位大乘期大能留下的气息。我那么大一只小晨晨呢？人呢？利契尔一把揪住三无的衣领，面对暴怒的兽耳娘，三无依旧面无表情。他眨了眨眼，指了指林玉珍消失的方向，认真复述：家规，谁对我动手，我就打死他。他没打我，他很有礼貌。噗！利契尔气得差点喷出一口老血，浑身发抖。我礼貌你大爷！三无却完全无视利契尔的怒火，似乎略思索了一下，得出结论：他不在，去找他啊！下一秒，利契尔只是觉得自己眨了一下眼睛，再睁眼，一座宫殿已经出现在他面前，牌匾上写着静影宗。三无指了指门口，那里面。利契尔实力这么强，脑子是一点不长吗？南荒静影宗，水月洞天，这是一处极其奢靡的地下宫殿，四周墙壁、地面、穹顶全都是由一面面铜镜打磨而成，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无数个自己的倒影。此刻，江晨正成大字形，被4条灵力锁链，锁在一张巨大的白玉榻上，身上的哑穴已经被解开，但体内的每一分力量都被那该死的画地为牢压制的死死的。别说用神级按摩术反杀，连动根手指头都费劲。但凡有一根指头能脱困，一切就好说了。哒哒哒，清脆的赤足声响起，林玉真换了一身衣服，不再是之前那端庄的宫装，而是一袭薄如蝉翼的红纱长裙，里面那件绣着鸳鸯戏水的肚兜若隐若现。他手里端着2杯琥珀色的酒液，走到床边，怎么不说话？林玉真俯下身，手指划过江晨的胸膛，怪我方才动作太粗鲁，没办法，谁让你这么讨人喜欢呢？江晨叹了口气，姐姐，任谁被这么绑着也很难开心吧？这一声姐姐倒是叫到了林玉真的心坎上，但这么多年的老狐狸了，怎么会被江晨轻易哄骗？他笑着将一杯酒递到江晨嘴边，强行灌了下去。这是情丝绕，乃是用9981种合欢花酿制，就算不解开，姐姐也能让你开心哦。辛辣的酒液入喉，瞬间化作一团烈火，直冲小腹。然而下一秒，叮！检测到精神类魅药攻击，被动技能钢铁意志，贤者模式 Max 触发，免疫成功。江晨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咂巴嘴，评价道：这酒味道不错，就是花香味太杂，冲了基酒的醇厚，可惜了。林玉真看着江晨，原本期待看到小陈起立，他向自己求欢的模样，结果这货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这可是情丝绕。林玉真不信邪，他扔掉酒杯，双手结印，心魔照引镜起，大殿四周的镜面陡然亮起幽光，这是他的杀手锏，能照出人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欲望，并将其无限放大，让人沉沦其中。我就不信你这血气方刚的年纪，心里没有那种欲望。轰！光芒大盛，江晨只觉得眼前一花，脑海中尘封已久的记忆像潮水般涌现。而在林玉真期待的目光中，那巨大的主镜面上并没有出现什么赤身裸体的美人，也没有酒池肉林的荒影。画面扭曲了一瞬，随后渐渐清晰，那是一个狭小逼仄却充满了某种奇异金属质感的方形密室，只有无数闪烁着诡异光芒的线条和从未见过的奇怪法器。一旁的透明水晶柜中还放着大大小小的女性人形雕塑，那雕塑大多布料极少，个个活灵活现，就是此间最厉害的雕塑大师也做到这种程度。难道他将采捕过的女人都做成了那种雕塑？林玉真一愣，这是何处？难道是他内心深处的囚笼？
老婆展示柜5070 Ti 空调宣赫门冰可乐。江晨看着画面，这不我上辈子的卧室吗？那就让你开开眼，什么叫科技改变命运？江晨心念一动，镜子里的江晨便按照他的想法动了。此时的江晨神情慵懒地瘫坐在一张电竞椅上，随手拿起空调遥控器轻轻按了一下，没有任何灵力波动，没有任何阵法运转的痕迹，仅仅是按了一下手指，竟然直接改变那方寸天地的四季法则，这怎么可能？林玉真倒吸一口凉气，握着团扇的手都在颤抖。那白色盒子中难道封印着极寒本源？不需要灵力就能改变天象，这是什么级别的法宝？这就是他内心深处的世界吗？这就是他真正的底蕴吗？然而震撼才刚刚开始，镜中的江晨伸出手按向了脚边的电脑主机，嗡，主机内部透出五彩斑斓的流光，那红绿蓝交织的光芒在林玉真眼里简直就是某种不知名的大道极光。紧接着江晨面前的电脑屏幕亮起，画面中显现出一片浩瀚的战场，数以万计的士兵、骑兵、怪兽列阵而待，他们栩栩如生，每一个都散发着鲜活的生命气息。林玉真看到镜中的江晨神色淡漠，手指握着一个不过手掌大小的黑色法器，轻轻一点，杀！琉璃板中万箭齐发，血流成河，成千上万的生灵在他指尖的一次轻点下灰飞烟灭。林玉真面色惨白，脚步踉跄的后退。一方世界，那黑色法宝里竟然囚禁着一方完整的小世界。他随手一点，便是尸山血海；他念头一动，便是王朝更替。他居然掌管因果，以创世神的视角俯瞰众生蝼蚁。林玉真感到一阵窒息，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的情丝绕对江晨无效了。一个见惯了万界生灭、执掌无上权柄的存在，又怎么会看得上他这点微末的伎俩？不，还没完！林玉真死死盯着镜子，镜中的江晨似乎杀累了，他随手从旁边抓过一个红色的金属罐子，呲！那罐子一打开，里面漆黑如墨的液体便疯狂沸腾起来，冒出无数诡异的气泡。隔着镜面，林玉真都能感受到那黑色液体中蕴含的狂暴因子，那是虚空黑水。传说中常人沾之一滴便会神魂溃烂，他要干什么？用这个淬炼法宝吗？在林玉真惊恐欲绝的注视下，江晨仰起头，将那一罐沸腾的虚空黑水直接灌入了口中，咕咚咕咚咕咚，喉结滚动，哈爽！镜中江晨打了一个充满气体的掌嗝，脸上露出极为舒爽的表情。怪物！林玉真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地上。那可是寂灭毒液啊，他竟然用来解渴。他的肉身究竟强悍到了何种地步？莫非早已超越了神体，达到了万劫不磨的混元金身？恐惧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就在林玉真以为这就是极限的时候，镜中的画面迎来了最终的暴击。江晨从桌上拿起一个蓝色的小盒子，抽出一根细长的白色圆柱体，叼在嘴里，啪！一簇火苗亮起，白色圆柱体被点燃。深吸一口，江晨的眼神在烟雾缭绕中变得深邃忧郁，仿佛洞穿了万古岁月。这一刻，林玉真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了，他颤抖着声音，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那一定是香火，那是众生的信仰之力，燃烧万民信仰，吞吐大道本源。这是只有执掌轮回的至高存在才敢触碰的禁忌修行。什么南皇第一美人，什么大成期强者，在创世神面前屁都不是。他甚至没注意到自己的灵气锁链已断了。江晨已经从床上坐了起来，正一脸玩味地看着他。怎么样，姐姐，你看吧，我真的没有那种世俗的想法，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当个普通人。林玉真，普通人？谁家普通人喝虚空毒液？谁家普通人掌中演化世界？这分明是赤裸裸的敲打！奴家明白，奴家明白。林玉真浑身颤抖，连头都不敢抬。神尊游戏人间，不愿暴露身份。今日之事，奴家愿立下天道誓言，绝不泄露半字，只求神尊开恩，让奴家做您身边的一条狗，哪怕是看门护院也好。此时此刻，在林玉真心里，什么江霸天，什么旧情，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若是能抱上这尊真神的大腿，成仙做祖，岂不是指日可待？江晨看着眼前这一幕，心中狂喜。这一波装得圆润，不仅化解了危机，还白捡了个大成期的打手。可，既然你如此诚心，江晨正准备顺水推舟，突然，萧一道极其细微却蕴含着必杀之意的破空声，毫无征兆的在殿内响起。那是一枚漆黑的长钉，上面刻满了诡异的符文，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血腥气。他无视了静影宗所有的防御阵法，直奔江晨的眉心而来。跪在地上的林玉真猛地抬头，感受到那股熟悉的气息，脸色大变。灭魂钉是北域陆家，大胆，竟敢在神尊面前放肆！卧槽，偷袭！灭魂钉带着死气直逼面门。江晨甚至来不及思考，身体本能后仰，而他的身后是心魔照影镜。在林玉真惊恐的目光中，江晨的身影并未撞碎镜面，而是如同跳入水潭一般，瞬间没入其中，消失不见。几乎是同一时间，叮！那枚足以钉死合体7大能、重创大成期修士的灭魂钉狠狠地撞击在了镜面上，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后，灭魂钉无力地弹开，掉落在地。这神尊怎么进了心魔境了？
哪怕是我解除心魔镜，也得3天3夜。就在林玉真忐忑不安的时候，嗡！原本被锁死的虚空突然泛起一阵涟漪，一道穿着黑白女仆装的身影径直穿透了那连空间，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房间里。林玉真，这可是我大成期的领域，这么随便就进来了，我不要面子的吗？三无看都没看林玉真一眼，只是盯着那心魔镜略作思索，抬脚便要跟进去。不可！林玉真连忙阻止，这进去一个也就罢了，进去2个，神尊出来不得捏死他。那是心魔囚笼，若强行闯入，会被心魔反噬，迷失在虚无。林玉真话还没说完，三无已经一步跨出，身形没入镜中，只留下一句：他在，我去。镜中世界，江晨一落地，那熟悉的带着一点点烟味味道的空气，就让他差点哭出来。回家了，真的回家了。他第一时间点上一口烟，吞云吐雾间，整个人都瘫软了下来。没有杀机，没有算计，没有那些动不动就毁天灭地的修仙者，这里只有他，这才是生活啊！江晨熟练地滑着椅子来到小冰箱前，拉开门，掏出一罐冰镇可乐，啪，拉环弹起，气泡翻腾。他仰起头，一口气灌了半罐，哈，爽！就在这时，镜面一阵波动，三无那个总是没什么表情的身影凭空出现在了卧室门口。他依旧穿着那套黑白女仆装，银发如瀑，赤足踩在地板上，噗！江晨一口可乐全喷在了地上。他刚才正拿着一个珍藏的绝版雷姆手办，贴心的拭去表面的灰尘，嘴里还念叨着还是雷姆老婆好，永远这么温柔，不像外面的动不动就要砍人。结果一转头，正好对上三无那双毫无波澜的灰白眸子。这种背着老婆偷完手办被抓包的既视感是怎么回事？江晨手一抖，三无，你怎么也进来了？三无没有回答，他的视线落在了江晨手中的那个蓝色短发、穿着女仆装的女性塑像上，然后他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女仆装，款式几乎一模一样。三无歪了歪头，指着江晨手里的手办，语气平淡地陈述事实：你喜欢这个？江晨老脸一红，下意识地把手办往身后藏了藏，但作为一名资深2次元，嘴硬是最后的倔强。这可是雷姆，是拥有如果真爱有颜色，那一定是蓝色这种顶级荣誉的完美老婆。懂了。三无点了点头。下一秒，嗡，一股奇异的波动从三无体内散发而出，它是分身，是纯粹的能量聚合体，改变外形对他来说就像呼吸一样简单。在江晨目瞪口呆的注视下，三无那头原本垂至脚踝的银色长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短，并且颜色也开始发生变化，银白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如天空般清澈的湛蓝。原本中分的长刘海自动调整角度，遮住了右眼，只露出左边那只变得深邃幽蓝的瞳孔。头顶上几根呆毛顽强地翘了起来，就连身上的女仆装也在微光中自动调整了剪裁，变得更加修身，更加还原。短短3息，那个高冷面瘫的真仙三无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仿佛直接从手办里走出来的活生生的雷姆。三无并未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惊世骇俗的事，他学着刚才那个手办的姿势，微微提裙，对着江晨弯腰行礼。那张原本毫无表情的脸上，竟然还露出了一个和手办一模一样的恬静的微笑。虽然眼神依旧有些呆滞，但这反而更增添了一种三无少女特有的萌点。她红唇轻启，用那清冷的声线轻声说道：主人喜欢，主人得到。外界，林玉真目光呆滞地看着镜中的画面，这是什么力量？毫无灵力波动，瞬间改变种族发色，甚至连气息都变了。这是大道法则层面的肉身重塑吗？轰隆！还没等林玉真从震撼中回过神来，头顶的地宫穹顶被人暴力掀开了，乱石穿空，烟尘滚滚，一道红色的身影如陨石坠地般砸在林玉真面前。利切尔浑身燃烧着实质般的暗红魔气，原本绝美的脸庞此刻布满寒霜。他一进来就看到了镜中的画面，画面中的三无化作了江晨喜欢的样子，正在提裙行礼。无耻！利亲儿气得一拳就砸在墙上，抬脚就想要跟进去。为了争宠，竟然连自己的本源法相都不要了，作弊！这是赤裸裸的作弊，已经进去了一个了。林玉真是真怕不好跟江晨交代，连忙拦住要继续往里闯的利切尔。这一次，他直接对利切尔下了大成期的禁止，不可！你这心性绝对会被心魔吞噬的。而镜中，江晨捂着胸口，鼻血不争气的流了下来。这不仅仅是 cosplay， 这是降维打击，这是打破次元壁的暴击。那个高高在上的真仙，为了哄他开心，竟然变成了他的纸片人老婆，这谁顶得住啊？就在这时，江晨身后那台电脑屏幕亮了起来，音箱里传来了一段熟悉的 BGM， 那是 Re 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第18集的经典片段。画面中，动漫里的雷姆正含泪告白，在这里，从这里开始吧，从一开始，不，从零开始。这一瞬间，利切尔手脚被束缚，死死却一直盯着屏幕里那个和三无现在一模一样的女人。他眼中先是错愕，随即转为滔天的嫉妒与不甘。那个女人又是谁？原来如此，原来他内心深处最爱的，竟然是被封印在那个法器里的女人。嗡，在那闪烁着 RGB 灯效的电竞房内，三无那只微凉的手掌轻轻贴上了发烫的机箱，神识如黑客般长驱直入。仅仅一瞬，这台电脑里
江晨珍藏了10年的学习资料就被他强行读取，从袁之空的骨科理论到日在校园的成歌断头台，从 Fate 里经典的捕魔教学到隐藏文件夹里那几百个句，按照番号排列整齐的老师实战演练。人类文明中最隐秘、最刺激、最不可描述的知识宝库，在3秒内完成了下载、解压、安装。三无收回手指，再睁眼，眼里已经是一种名为老司机的通透与悟性。他歪了歪头，看向缩在电竞椅上还不明所以的江晨，那张原本面瘫的脸上竟然出现了害羞的表情，2朵红晕像是后期特效一样浮现在脸颊两侧。他伸出手指，指着屏幕上那个让人脸红心跳的弹窗，用一种毫无起伏却又莫名撩人的语调说道：“主人，雷姆想要赢，必须捕魔。”噗！江晨一口可乐直接喷出，呛得直咳嗽。捕魔？你他妈从哪学的词儿？还有，你知道捕魔是啥意思吗？那是正经人干的事儿吗？地盘新建文件夹3，子目录考研复习资料。三无一本正经地报出路径，眼神清澈又害羞。资料显示，体液交换是建立深刻羁绊最高效的途径。为了理解爱，为了产生自我，根据大数据算法推荐，我也需要那个。说完，他提着那深黑白色的女仆裙一步步逼近。这一次，他不再模仿手办的站姿，而是融合了硬盘里数千位德艺双馨老师的精髓，走到电竞椅前，长腿一迈，直接跨坐在了江晨的大腿上，双手捧起江晨那张懵逼的脸，那双深邃幽蓝的瞳孔里倒映着江晨慌乱又期待的眼神。如果真爱有颜色，那一定是蓝色，所以主人要注入一些蓝色吗？温热的呼吸喷洒在脸上，带着一股好闻的奶香味。江晨咽了口唾沫，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作为一个身心健康的成年男性，这谁顶得住？但这可是针线啊，是能一指透戳死大地的存在啊！而且没有好感度，算不算违规？别到时候给我来个电击套餐，或者当场暴毙。就在这时，江晨的脑海中一行小字闪过：当前目标非系统维度管控目标，不算 KPI， 白嫖不亏，请宿主自行探索。既然系统都开了绿灯，那他还装什么正人君子？可，既然是为了学术研究，为了帮你寻找自我。江晨深吸一口气，反客为主，一把搂住三无那纤细的腰肢。那本少主就勉为其难，牺牲一下色相吧。电竞椅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呻吟。三无眨了眨眼，那双轻一点就能干飞大地的手指，此刻却笨拙地解开了女仆装领口的第一颗扣子，气氛瞬间焦灼到了极点。车门直接焊死。与此同时，心魔境外不可以。看着镜中那两人即将擦枪走火，利切尔的理智彻底崩断了。是他的私有物，是他暗无天日的人生中唯一照进来的一束光。他是我的。利切尔双目赤红，周身魔气如火山喷发般暴走，竟是不顾林玉真的阻拦，直接燃烧了本源，挣脱了林玉真给他的束缚。你等一下，那是心魔。轰！林玉真的话还没说完，利切尔已经化作一道红芒，硬生生撞碎了心魔镜外层的空间壁垒，狠狠砸了进去。然而，但他闯入的并非那个暧昧的卧室，而是他自己内心深处最恐惧的那个角落。画面流转，这里却不是那间卧室，只有一片温暖的庭院，阳光明媚的刺眼。扶桑树下，江晨正一脸温柔，手里拿着一块奶糕喂给怀里的一个孩子。那孩子粉雕玉琢，却有着和三无一模一样的湛蓝短发。而在江晨身旁，那个同样蓝发穿着女仆装的女人正依偎在他肩头，满脸幸福地为他擦去嘴角的糕点碎屑。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宛若天伦。利切尔站在庭院外，却像个被世界遗弃的局外人，浑身冰冷。他看见了那个蓝发女人的脸上挂着他梦寐以求的幸福感，那是被宠爱、被需要的满足感。为什么是他？为什么连这种只会模仿的冒牌货都能拥有他的爱？内心涌起占有欲，瞬间烧毁了他仅存的神智。一道阴冷黏腻的低语在他耳边响起：看到了吗？你来晚了，他已经有新的家人了，一个比你更乖、更听话的家人。你这种浑身是刺、只会咬人的野兽，只配被关在笼子里，看着他们幸福。不，利切尔看着那刺眼的一幕，指甲深深嵌入掌心，鲜血滴落，他却感觉不到疼。他笑了，笑得凄厉而疯狂，眼泪却止不住的流。凭什么？吃了他！心魔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令人颤栗的兴奋。无数只黑色的手爬满他的身体，妄图把他拖进深渊。对，吃了他，撕碎他的血肉，吞噬他的骨头，让他永远在你的肚子里，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这样，你们就永远在一起了，再也没有人能把他抢走了。真是好主意呢。利切尔缓缓抬起头，原本赤红的眼眸此刻已经变成了一片漆黑的深渊。卧室里，江晨的手已经探入了裙摆之下，触感温热细腻。三无微微仰着头，发出几声意义不明的呢喃。就在江晨准备进行下一步动作时，轰一声巨响，江晨动作一僵，猛地抬头，只见卧室那一面贴满动漫海报的墙壁像镜子一样炸裂开来，碎屑纷飞。烟尘中，一道浑身浴血的身影缓缓走出。利切尔一步一步走向江晨，每走一步，脚下的地板就被魔气腐蚀出一个焦黑的脚印。他死死盯着还抱在一起的两人，
小晨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让我也加入吧！咔嚓，这一声脆响，简直比大到崩塌，还让江晨心碎。那是他上辈子省吃俭用攒了3年的外星人顶配主机，此刻连同那一柜子绝版手办，被一只魔爪扫过，瞬间化作漫天飞扬的赛博骨灰。幻境是假的，但心痛是真的。我的5070 Ti， 江晨下意识伸手，只抓到一把滚烫的飞灰。然而，始作俑者显然无法共情这种痛。去死，都去死！半空中，利切尔双目赤红如血，周身魔气已经浓郁成了液态。他死死盯着江晨，还有那个顶着雷姆装扮的三无，脸上浮现出一抹凄艳的笑。既然你的心里装满了这些野女人，那我就把这里夷为平地。只要这里变成一片废墟，你的眼里就只能装得下我了，对吧，小晨晨？轰隆！他素手轻挥，空间震荡，无数道暗红色的裂缝如蛛网般在卧室墙壁上疯狂蔓延，整个心魔空间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定！三无对着狂暴状态的利切尔淡淡抬手，轻轻一指，一瞬间，利切尔就被三无强大的法则之力直接定在了原地。只是虽然他的身体动不了了，眼中的杀意以及周身狂暴的魔气依旧不减。三无，你能恢复他的理智吗？江晨问道。三无摇了摇头，用最萌的软媚音回答道：主人，心魔层面的控制，法则之力无法干预。不过根据硬盘里恋爱心理学实战篇的建议，怎么整？你快说。江晨抬头，眼中燃起希望。三无竖起一根白嫩的手指，言简意赅。上去。江晨。三无一本正经的认真说道。根据学习资料显示，面对处于狂暴状态的雌性伴侣，任何语言沟通的成功率均为0，唯有肉体的负距离接触才能强制重置其逻辑回路。简单来说，别说话，抱他，吻他，硬控他。这特么是送人头吧？江晨看着半空中那个仿佛灭世魔神般的利切尔，此时利切尔再次抬手，掌心凝聚出一团足以融化虚空的魔球，目标锁定江晨以及那个该死的雷姆。既然你们这么恩爱，那就做一对亡命鸳鸯吧！拼了！江晨一咬牙，没有后退，反而脚下一蹬，整个人朝着利切尔扑了上去。没有护体灵光，没有法则加持，他张开双臂，迎着那足以让他灰飞烟灭的魔气，狠狠将利切尔搂进怀里。你！利切尔瞳孔猛地一缩，手中凝聚的魔气也在这一瞬间突然消散。然而利切尔的清明只存在了一息，紧接着他的眼瞳继续被一团漆黑覆盖，他嘴上喊着吃掉吃掉，然后对着江晨的肩膀一口咬了下去。嘶！江晨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丫头是真下死手啊！但他依旧死死扣住利切尔纤细的腰肢，另一只手按住他的脑袋，用尽全身力气嘶吼道：闹够了没有？跟我回家！温热的血顺着口腔流进利切尔的喉咙。就在这一瞬，咚咚，一股奇异的律动突然从两人的血液交融处传来，那是另一个微弱却坚定有力的心跳，仿佛是感应到了父亲血液的气息。利切尔腹中那个刚刚孕育出的小生命发出了一声轻密的灵力波动，那是来自血脉深处的绝对羁绊。这一声声如同心跳般的灵气波动，换回了利切尔的些许理智。江晨继续在他耳边喊道：切尔，你清醒一点！利切尔的识海深处，他正被无数双黑色的鬼手拖向深渊，耳边全是嘲讽和诅咒。你不配，你太脏了！咔嚓，头顶那漆黑如墨的天空突然裂开了一道缝，一只手蛮横地伸了进来，一把抓住了他。那只手的主人是江晨。切尔，回家！家？是啊，他要的从来不是占有，而是一个家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利切尔拼命挣脱束缚着他的黑爪，眼泪夺眶而出，努力伸手死死抓住了那束照进来的光，唯一的一束光。识海外，利切尔眼中的黑色逐渐褪去，他呆呆地低头看着面前这个面色惨白却依旧死死抱着不肯撒手的男人，像是抱着一件失而复得的稀世珍宝。为什么要冲上来？利切尔声音颤抖，指尖轻轻触碰江晨的伤口。你不怕我真的杀了你吗？呲！江晨痛得龇牙咧嘴，却还是腾出一只手，狠狠在他电月上拍了一巴掌。劈呀！清脆响亮。杀你大爷！你是我的人，肚子里还有我的种，我能看着你被心魔吞噬？江晨恶狠狠地瞪着他，拿出一副最硬气的姿态。以后再敢随便进这种地方，信不信我把你屁股打开花？若是换做以前，谁敢这么打他利切尔的屁股，早就被撕成碎片喂狗了。但此刻，利切尔捂着被打的地方，脸颊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起2朵红云。他身后的那条火红大尾巴完全不受控制地缠上了江晨的腰，还在他大腿上讨好地蹭了蹭，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填满了他空虚了500年的内心。这种被管教的感觉好踏实，好喜欢。好痛。但是利切尔把脸埋进江晨的胸口，发出一声类似小猫呼噜的呻吟，眼神迷离，声音软得能滴出水来。那个，再来一下好不好？江晨，得，这还激活隐藏属性了。旁边三无默默掏出一个小本本，提笔记录观察日志，痛觉刺激能有效提升雌性好感度，并触发求偶机制。结论：人类的繁衍逻辑很神奇。轰隆隆！就在这时，四周的空间开始寸寸崩裂。三无合上本子，一脸淡定地看着周围的景象。动静太大，
撑不住了。江晨脸色大变，一把捞起还在求打的利契儿，走，先出去。可惜了，虽然幻境是假的，但快乐是真的，以后再也没机会来了。江晨最后再喝了一口冰可乐，然后掏出了那只龙须剑木笔，提笔落字破，口中轻吐一字，笔锋落下，金光乍现，一个古朴苍劲的破字凭空凝结。轰！刹那间，肆虐的空间风暴静止了，飞舞的虚空碎片悬停在半空，连时间的流动仿佛都在这一刻被强行按下了暂停键。紧接着，那个破字金光大盛，化作一道无法直视的洪流，蛮横地冲刷过整个心魔空间，没有什么能阻挡这一个字。外界，林玉真此时正盘坐在地，双手结印，拼命燃烧精血，试图稳固即将炸裂的心魔罩引镜。神尊还没出来，若是心魔镜碎了，神尊就永远出不来了。而且这心魔镜还是静影宗传承了上万年多地兵，若是毁在他的手里，这些后果他都不敢想，一定要撑住。林玉真脸色惨白，嘴角溢血，大成期的修为运转到了极致。然而下一秒，那个悬浮在半空古朴神秘的铜镜表面突然浮现出一个金色的破字，没有任何征兆。咔一声清脆的哀鸣响彻整个地宫，在林玉真惊恐的注视下，那面曾困住无数天骄，连准帝都要忌惮3分的地冰心魔罩引镜碎了。噗！本命法宝被毁，林玉真如遭雷击，一口鲜血狂喷而出，整个人萎靡倒地。完了，全完了！神尊未出，传承断绝，修为大损。就在他心如死灰之际，漫天飘散的金屑中，3道人影缓缓走出。为首的男子衣衫有些凌乱，手里却一左一右搂着2位绝美的女子。只见江晨深深地叹了口气，回头望了一眼那碎裂的镜子，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极其真实的惋惜。然而这一幕落在林玉真眼里，却有了截然不同的解读。神尊，这是在为我难过。他一字阵碎极到地兵，甚至不惜毁掉这件无上仙器，根本不是为了脱困。以他的实力，想要脱困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他之所以毁掉镜子，是为了斩断我的心魔。这心魔镜每日都映照出江霸天的身影，这是他困守了1000年的囚笼。镜在，执念在，镜毁，人重生。神尊，林玉真的眼眶瞬间红了，泪水夺眶而出。这就是至高强者的慈悲吗？明明被我算计，被我关押，不仅不杀我，反而以这种雷霆手段强行帮我破局。原来我这一生都活在镜花水月里。林玉真喃喃自语，眼中的迷茫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狂热与坚定。扑通，他顾不上嘴角的鲜血，双膝跪地，额头重重地磕在那满地的碎片上。多谢神尊赐我新生，奴家愚钝，困守执念1000年，险些酿成大祸。今日神尊毁镜正道，如当头棒喝。自今日起，镜影宗上下愿为神尊赴汤蹈火。江晨，他看着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的林玉真，不动声色地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可，你能明白就好。江晨负手而立，眼神看向虚空，语气沧桑，有些东西碎了便是碎了，不必执着。是，奴家谨记神尊教诲。林玉真再次叩首，感动得浑身颤抖。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三无忽然走到了大殿的角落，他蹲下身，在那片废墟中捡起了一枚漆黑的长钉，那是之前偷袭江晨却被心魔镜弹飞的灭魂钉。他走到江晨面前，双手呈上那枚长钉，此物非下界手段，疑似窃天。窃天？你的意思是这上面有法则之力？听到法则之力4个字，跪在地上的林玉真猛地抬头，瞳孔骤缩。法则？这怎么可能？凡界修士，哪怕是大帝，也只能借用天地灵力，唯有飞升成仙，方可触碰一丝法则皮毛。这枚钉子上竟然附着了真正的法则。三无点点头。江晨眼神一冷，陆家。林玉真眼中寒芒乍现，瞬间从刚才那个狂热信徒切换回了一宗之主，那种属于大成期强者的恐怖杀气，瞬间让周围的温度降到了冰点。好一个北域陆家！林玉真缓缓站起身，对着江晨抱拳一礼：神尊，您不必出手，这种脏活交给奴家便是。陆家在北域虽然势大，但我镜影宗的情报网遍布天下。7日之内，奴家定将此事查明，给您呈上来。江晨看着此刻干劲满满的林玉真，满意地点了点头。这就是当老大的感觉吗？有事小弟干，没事。可辛苦了。1个时辰后，南荒天魔教山门，江晨带着利契儿和三无回到了天魔教的家里。刚到门口，就看到一匹天马正停在自家山门外，天马旁还站着一个胖子。那胖子浑身肥肉乱颤，正对着山门外那2只石狮子瑟瑟发抖。见到江晨出现，胖子立马连滚带爬地扑了过来，拜见皇夫，您可算回来了。小人是大周玉膳房的主厨刘胖子，奉女帝陛下之命，日夜兼程，跑死了8头天马，才赶到这里啊。女帝姬清月。江晨一愣，胖子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一封封着火漆的信。陛下说了，见字如面。江晨接过信封，信封上残留着一丝淡淡的龙涎香，以及那熟悉的属于姬清月的清冷香气。拆开信纸，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字如其人，铁画银钩，透着一股指点江山的豪气。
却又在笔锋转折处藏着几分女儿家的柔情。公子亲戚见字如面，中州局势稍稳，那些老不死的世家已被朕杀了一批，剩下的还在观望。然年关将至，朕身不由己，难离帝都。朕知公子喜中州美食，已将御厨给公子送去。若他做的不好吃，公子只管砍了便是。勿念，待朕平定四方，斩尽宵小，定回君侧。届时，朕要公子好生补偿清月的相思之苦。江辰摸了摸鼻子，脑海中浮现出姬清月那身穿龙袍，却又在龙袍下藏着 J.K. 白丝，在自己面前眼波流转的模样。又看了看身边一个病娇瘦娘，一个三无真仙。江辰突然觉得，这软饭虽然好吃，但真的有点费腰啊。神尊，查到了。灵玉真丹膝跪地，神色凝重。那没灭魂钉出自北域陆家两家主之手。陆家这帮疯子似乎在搞什么飞升实验，但此事过于保密，连陆家人知道的都不多。而且灵玉真抬头，目光在江辰身上停顿了一下，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干什么？说。江辰漫不经心地问道。灵玉真深吸一口气，压低声音道：在他们看来，您没有修为，却能在中州硬抗化神一击，甚至能与先天剑体共鸣，子嗣出生皆伴有天地异象，这种不合常理已经被列为了头等研究目标。据探子回报，灭魂钉只是个开始。噗！江辰刚喝进嘴里的茶水直接喷了出来。好家伙，这是要拿他当小白鼠啊！放肆！见江辰动怒，林玉真瞬间杀气暴涨，身后隐隐浮现出万千禁影。区陆家竟敢亵渎神尊，只要您一声令下，禁影宗10万弟子即刻北上，哪怕拼光底蕴，也要跟陆家同归于尽。这就是当老大的感觉吗？只要皱个眉，就有人冲上去要帮你在族谱上消消了。但江辰摆了摆手，拿过三无递过来的手帕擦了擦嘴，大可不必。开玩笑，老爹现在不在家，要是真搞成正魔大战，我这安稳日子还过不过了？老婆孩子还在家，孩子还小，要是被波及，那可不行。陆家底蕴深厚，硬碰硬不划算。江辰站起身，负手而立，目光投向北方，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姿态。如今我在明，敌在暗，与其等他们打上门，还不如我主动出击。您的意思是？灵玉真一怔，随即恍然大悟，您要亲临北域，从内部瓦解敌人？不愧是神尊。江辰瞥了他一眼，竖起一根手指抵在唇边，此事绝密，除了你，我不希望第三个人知道。是，奴家已道心起誓，绝不泄露半个字。灵玉真激动的浑身颤抖，眼神狂热。神尊这是把我当心腹了呀，这波稳了。半个时辰后，江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陷入了沉思。原本那张帅气的谪仙脸，此刻已经变得平平无奇，脸色蜡黄，眉眼低垂，透着一股子虽然读过2年书，但没考上功名，最后只能去卖假药的酸腐气息。背上背着一个磨得包浆的竹籍药箱，手里还擎着一面破布幡子，上书4个大字：包治百病。好一个行走江湖的落魄庸医！这是魅魔苏妹给他量身定制的易容术，连骨骼气息都改了。亲爹江霸天来了，都得喊一声大夫好。该你了。江辰转过身，看向身后的三五。这位真仙此时还顶着那套极为惹眼的垒母女仆装，湛蓝的短发遮住半张脸，往那一站就是打破次元壁的存在。这身不行，太2次元了。咱是去潜伏，不是去漫展。江辰摸着下巴，上下打量了一番，得换个朴素点的。就那种跟在落魄郎中屁股后面，负责抓药、煎药，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村姑小丫鬟。三五眨了眨眼，嗡，一阵微光闪过，那一头标志性的湛蓝短发瞬间拉长变黑，最后变成了乌黑油亮的大麻花辫，被2根红头绳随意的扎在脑后。精致的女仆装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身打着补丁的碎花红棉袄，下身是一条宽松的有些滑稽的灰棉裤，脚踩一双内着千层底的老布鞋。除了那张脸依旧精致的过分，以及那双大眼睛里依旧透着一股子清澈的愚蠢外，简直就是江家村村口2丫的翻版，完美。江辰打了个响指，十分满意。从现在起，我叫江小成，是一名悬壶济世，顺便混口饭吃的游方郎中。你叫翠花，是我的哑巴侍女。三无歪了歪头，指了指自己的嘴巴，试探性的发声：阿爸，阿爸。江辰嘴角一抽，虽然你入戏很快，倒也不必演得这么像。临行前，江辰特意去了一趟先天灵气孕育房，丽倩儿正慵懒地躺在榻上晒太阳，像一只吃饱喝足的大猫。她体质特殊，哪怕有孕育房的时间加速，也没能像沈星宇他们那样7天产子。看着肚子隆起的弧度，怕是还得再怀个10天半个月。看到江辰这副庸医打扮，丽倩儿先是一愣，随即笑得花枝乱颤，2只耳兽耳都抖了起来。噗，你这是要去哪？去哪个村头骗人家小姑娘看手相？我是去干大事，拯救世界那种。江辰走过去，在他那吹弹可破的脸蛋上狠狠亲了一口。你乖乖养胎，等我回来产。丽切尔虽然平时有些病娇，但在这种大事上却异常懂事。他从手腕上解下一根红绳，系在江辰的手腕上。这是同心结，你要是敢在外面沾花惹草，这绳子就会勒紧。丽切尔故意用魔气催动一下，只见红绳瞬间勒紧，江辰手腕一疼，勒出一道淡淡的红痕。劈呀！江辰抬手
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巴掌。怎么，毛病又犯了？利切尔瞬间脸红，捂着屁股乖乖坐回床上。开玩笑的，只要你受伤，我也能感应到。走了。黄昏时分，残阳如血，一主一仆，一帆一澜，两道看起来毫无修为的身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南荒地界，朝着那白雪皑皑的北域边境走去。刚走出2里地，那个翠花啊，阿爸，主人，你会飞吗？或者缩地成寸什么的，咱能不能别走着去？这路太难走了，费鞋。江晨一屁股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开始耍赖。没办法，咸鱼久了，稍微动2下都觉得是对生命的浪费。三无停下脚步，回头静静地看着他。主人说要低调，低调不代表要受罪啊。咱们是去偷家，又不是去苦修。江晨理直气壮。三无那处理能力堪比量子计算机的大脑飞速运转，似乎在搜索最优解。片刻后，他把手里的竹篮子往胳膊上一挎，然后走到江晨面前，转过身，半蹲下来，默默地拍了拍自己单薄却结实的肩膀，意思很明显，上来，姐背你。于是夕阳下，诡异而温馨的一幕出现了，一个身穿碎花棉袄的娇小村姑，背着一个手拿不翻的慵懒郎中，消失在茫茫山野之中。南荒与北域的交界处，横亘着一座名为断界山的庞大山脉，这里常年云雾缭绕，毒瘴弥漫，更是无数高阶妖兽的乐园。寻常修士若是没有金丹期的修为，根本不敢踏入半步，哪怕是元婴老怪，也要小心翼翼，收敛气息。然而此刻，许久没有人出现的地方，多了一个郎中和一个哑巴丫鬟。两人走的那叫一个闲庭信步，仿佛不是来探险，是来春游的。好！突然一阵腥风扑面而来，前方的灌木丛猛地炸开，一头体型如小山般庞大，通体缠绕着紫色雷电的巨狮，带着令人窒息的威压，从林中窜出。雷域狮皇，堪比划神奇强者的凶兽。那血盆大口张开，锋利的獠牙上还挂着不知名生物的肉血，粘稠的口水滴落在地上，瞬间将岩石腐蚀出一个个坑洞。卧槽，这玩意儿长得有点潦草啊！江晨看着眼前这庞然大物，下意识就要去摸后腰的菜刀，然而预想中惊天动地的人兽大战，连个前奏都没想起来。三无停下脚步，微微仰起头，那双灰白色的眸子没什么情绪，就那么淡淡的瞥了狮子一眼，没有特效，没有气场，连那根吐气的红头绳都没抖一下，就是普普通通的一眼。嗷哥，原本还在咆哮示威，准备享用这顿人肉刺身的雷域狮皇，那灯笼大的眼珠子里突然流露出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那种恐惧不是遇到了天敌，而是遇到了物种压制。扑通一声巨响，雷域狮皇4条粗壮的大腿瞬间一软，以前找抢地来了一个极其标准的战术滑跪，那庞大的身躯趴在地上，脑袋死死埋进土里，浑身颤抖如同筛糠。为了证明自己人畜无害，他甚至费力地翻过身，露出了最柔软的肚皮，喉咙里挤出一声夹子音，喵呜。江晨，这狮子是不是有那个大病？江晨试探性地用手里的破番子戳了戳狮子的肚皮，那雷域狮皇不仅没炸毛，反而一脸享受地蹭了蹭番子，一脸享受的表情，这也太卑微了吧！你是狮皇啊，你的尊严呢？看来古籍记载有误啊。江晨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书上说断界山妖兽凶残嗜血，我看这狮子挺眉清目秀的嘛，还挺热情好客。三无从竹篮里掏出一个野果，咔嚓咬了一口，面无表情。接下来的路程画风彻底崩坏，原本危机四伏的断界山仿佛变成了江晨自家的后花园。剧毒无比的冰灵雪蟒远远看到两人，直接把自己打了个死结，挂树上荡秋千，生怕挡了路被做成蛇羹。一群脾气暴躁的赤火魔猿本来正在打群架，看到江晨过来立马停手，甚至还有2只机灵的捧着刚洗好的桃子屁颠屁颠的递过来。江晨一边啃着桃子，一边感慨这断界山的民风，哦不，兽风真是淳朴啊。翠花，你看这猴子多懂礼貌。两人一路畅通无阻，深入到了断界山的腹地。这里是一处隐秘的寒潭，四周怪石嶙峋，潭水漆黑如墨，散发着刺骨的寒意，而那空气中除了寒气，似乎还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血腥味。定，前方发现高价值可攻略目标，有人。江晨神色一凛，立刻收起了嬉皮笑脸。他拨开前方茂密的灌木丛，只见寒潭边的黑色岩石上倒卧着一道身影，是个女人。她身穿一袭破碎的银色战甲，战甲上布满了刀痕和爪印，露出了里面染血的白色里衣，一头长发凌乱地散落在血泊中，虽然满脸血污，却掩盖不住那英气逼人的眉眼。在她的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高阶妖兽的尸体，显然这是个狠人，单挑了一群怪，最后把自己也搭进去了。这妹子有点猛啊！江晨忍不住啧舌，一个人干翻这么多堪比元婴期的妖兽，这战力有点恐怖。他心念一动，系统面板瞬间弹出，扫描当前目标路飞渊，体质武灵仙根，未激活，颜值97，北域角色榜前3，三围99、62、96，恋爱史无，正被家族催婚，为反抗催婚离家出走中，综合评分97。路飞渊，陆家人。江晨眼睛瞬间亮了，这特么是什么运气？出门捡尸，直接捡到了对家头上，这不就是送上门的 KPI 吗？江晨整理了一下衣襟，把那个包治百病的幡子往地上一插，
瞬间入戏。翠花，准备干活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咱神医江小城的名号今天就要在这里打响了。说着，江晨挽起袖子，露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正准备上前趁火打劫。哦不，悬壶济世！突然，那原本昏迷不醒的女子猛地睁开了眼睛，那双眼中没有一丝刚刚苏醒的迷茫，只有如孤狼般凶狠的杀意。唰，寒光一闪，一柄断剑带着凌厉的劲风，瞬间抵在了江晨的咽喉处。哪怕剑身已断，那股逼人的寒气依旧让江晨脖子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陆飞渊咬着牙，声音沙哑，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狠绝。再动一下，死！寒潭边风声鹤唳，那柄断剑距离江晨的喉结只有0.01公分。若是换个普通人，此刻怕是早就吓尿了裤子。但江晨是谁？这种场面，小儿科。面对陆飞渊那几乎要吃人的目光，江晨不仅没有后退，反而无奈地叹了口气。他缓缓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状，脸上露出一个标准的人畜无害，甚至有点憨厚的微笑。那个姑娘，江晨指了指抵在自己脖子上的东西，语气诚恳。虽然我不太懂兵器，但这把剑你拿反了。那是剑柄。陆飞渊一愣，他本就是强弩之末，全凭一口气撑着。此刻低头一看，果然自己因为失血过多视线模糊，手里握着的确实是断剑的剑刃，而抵在对方脖子上的是那个圆滚滚的剑柄。不仅没伤到人，自己的手心反而被剑刃割得鲜血淋漓。哐当，断剑落地，陆飞渊那口强撑着的精气神瞬间散去，整个人软绵绵的向前倒去。碰瓷啊！陆飞渊的伤口位置太刁钻了，右下腹3寸被利爪贯穿。更要命的是，那身银色的软甲虽然防御力不错，但此时已经嵌进了肉里，甚至和凝固的血痂粘连在了一起。要治病，先脱衣。若是旁人见了这场面，怕是早就心猿意马。但是江晨却拿一根黑色的布条蒙住了眼睛。开玩笑，角色榜前3的女人最不缺的就是缠她身子的舔狗，想拿下这种狠角色得玩心。身材不错，下次再看。江晨暗暗评价着，手上的动作却没停。撕拉，没有任何怜香惜玉，他双手发力，直接将那块密银软甲给撕了下来。昏迷中的陆飞渊痛苦闷哼，身体本能绷紧，大片雪白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只是那上面狰狞的伤口破坏了这份美感。为避免暴露身份，江晨从药箱里掏出一个瓷瓶自酿酒，度数不可测，忍着点啊，消毒。哗啦，烈酒倾倒。剧痛让陆飞渊猛地睁开了眼睛，视线模糊中，他看到一个男人正骑跨在他身侧，一只手撕扯着他的衣服，另一只手正在给他的伤口泼酒。那种被冒犯的羞耻感瞬间压过了身体的疼痛。登徒子，找死！陆飞渊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想要调动灵力震碎眼前之人的心脉。然而当他看清时，这男子眼前居然蒙着一截黑色的布条。这种情况下，这男子居然没有看他是在救我。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一阵整齐划一的破空声陡然在寒潭上方炸响。萧，7、8道流光划破毒障，轰然降临。为首的老者脚踏飞剑，一身暗金长袍，元婴期的威压毫不掩饰的释放。陆家执法堂3长老，他居高临下，目光如鹰隼般扫视全场，最后定格在衣衫不整的陆飞渊以及那只还按在他小腹上的脏手上。轰！混账东西，区凡人蝼蚁，竟敢用你的脏手亵渎2小姐的仙躯！这一声暴喝，连寒潭之水都炸起3丈高。江晨手上动作没停，只循声侧头答道：“这位大爷，火气别这么大，医者父母心，我要是不救，他现在都死了。陆家的血脉也是你这种低贱散修配碰的。”3长老眼中杀机毕露，指着江晨：“来人，把这小子那双手给我砍了！”是。身后几名金丹期护卫狞笑着拔出法器，朝着江晨逼近。在他们看来，碾死这个毫无灵力波动的郎中，比碾死一只蚂蚁还简单。陆飞渊想要开口喝止，却因失血过多，喉咙里只能发出微弱的气音。完了，这个郎中死定了。然而三无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望着天上的修士，回答了一句：“阿爸，阿爸。”嗡，一道无形的波纹以三无为中心，瞬间扩散至方圆百里。那是真仙本源，寻常修士无法感知，但对于敏锐的妖兽来说，堪比上位者的斥力。下一秒，吼！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毫无征兆地从密林深处炸响。紧接着，大地开始疯狂震颤。怎么回事？地龙翻身！三长老面色一变，那拍下去的灵力手掌都在半空中顿了一下。紧接着，无数双猩红的眼睛在毒障中亮起。那头体型如小山般的雷域狮皇，浑身缠绕着狂暴的紫色雷霆，一马当先冲了出来。在他身后是成百上千头平时为了争地盘打得头破血流的高阶妖兽，赤火魔猿、冰灵雪蟒、铁背苍狼。这一刻，他们像是达成了某种诡异的共识，组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如同黑色的潮水般朝着寒潭这边席卷而来。兽潮！该死，这里怎么会有兽潮？陆家众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在断界山深处遭遇这种级别的兽潮，别说元婴期，就是化神期来了也得脱层皮。快撤！三长老慌了神，顾不得杀江晨，
立刻就想带走陆飞渊。然而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汹涌的兽潮在经过江晨和三无身边时，自动乖乖让开，生怕惊扰到他，甚至小心翼翼地放慢了速度，生怕踩坏了那个插在地上的包治百病的破幡子。但一旦越过江晨，这些妖兽瞬间变脸，好，獠牙毕露，凶光万丈，他们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没处撒，把所有的怒气都倾泻在了陆家这几个人身上。三长老更是倒霉，雷玉狮皇似乎看他不顺眼，一巴掌拍飞了他的法器，紧接着张开血盆大口对着他的大腿就是一口，咔嚓，护体灵盾如纸糊般破碎。陆家修士崩溃了，难道那小子身上涂了兽王屎吗？为什么只咬他们，完全不攻击那小子啊？三长老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被顶飞了出去。撤，快撤！这一刻，什么家族任务都比不上狗命重要。三长老丢下一句小子你给我等着的狠话，捏碎了一张极其珍贵的空间盾符，带着几个残兵败将屁滚尿流的逃离了现场。眨眼间，寒潭边又恢复了安静，兽潮也向着天边远去。躺在地上的陆飞渊看着这一幕，目瞪口呆，而此时的江晨却已经给他包扎好了伤口，又给他披了件衣服，这才摘下蒙眼的黑布，重新背起那个破竹籍，一副准备离开的样子。姑娘，命保住了，按照江湖规矩，整金10两纹银，看你这落魄样，估计身上也没钱，这笔账先欠着，以后要是还有原剑岛，记得连本带利还给我。简直是修仙界的败类，这种人就该被天雷劈死，永世不得超生。咳嗨！江晨突然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卧槽，这是点我呢？系统，这锅我不背，是你给我的奖励，我是正经人。江晨下意识地瞥了一眼身旁的三无，这位真仙此刻正穿着一身大红碎花棉袄，要是把这层伪装撕开，里面可就是标准的黑白女仆装。你怎么了？陆飞渊狐疑地看着他，没什么。江晨擦了擦冷汗，一脸正气地拍着胸脯，这世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姑娘骂得对，这种人就该遭雷劈。陆飞渊见江晨如此同仇敌忾，神色稍微缓和了一些，所以我需要一个挡箭牌。他盯着江晨，语气诚恳，一个身世清白无依无靠，看起来就很窝囊的凡人，只要你答应入赘，帮我拖过这段时间的家族逼婚，事成之后我会给你一笔这辈子都花不完的钱，放你离开，这辈子都花不完。江晨眼神一亮，原本的文人风骨瞬间烟消云散，搓着手凑上前，早说嘛，谈钱就不伤感情了。那个定金怎么算？陆飞渊眼中闪过一丝鄙夷，果然凡人就是凡人，眼皮子浅。哗啦，他一挥手，从储物戒中倒出一小堆东西，100枚灵石，散发着微弱的灵气光泽，3瓶2品的回春丹，还有一本封皮都快磨烂了的凡人断体诀。这100枚灵石足够你在中州城镇买下10座大宅子，再娶几10房小妾。这些丹药能治好你身上所有的暗疾。至于这本功法，若是你资质尚可，说不定能修出一丝灵气，延年益寿。怎么样，这笔买卖你赚大了。江晨低头看着地上那堆垃圾，在天魔教，这种下品灵石通常是用来铺厕所地板的，因为颜色太灰，一点也不通透。至于2品丹药，他平时喂鱼都用3品的。江晨看着这一堆东西，立马换上一副欣喜若狂，甚至有点疯癫的表情。发财了，翠花快看，是仙师用的灵石啊！三无蹲在地上，伸出手指戳了戳那一枚灰扑扑的灵石，歪了歪头，大大的眼睛写满了大大的困惑。这有啥稀奇的？江晨生怕三无露馅，直接扑在地上，把那些灵石往怀里扒拉，嘴都快咧到耳根子了。咱们下半辈子有着落了，这可是仙家宝贝啊！三无愣了半秒，然后他面无表情地举起双手，毫无感情地棒读道：哇啊巴啊巴！陆飞渊看着这一主意仆那没见过世面的寒酸样，心中最后一丝疑虑彻底打消。如此贪财又毫无修为，确实是最佳的控制对象。行了，收起来吧。陆飞渊整理了一下破碎的衣衫，强撑着想要站起来。从现在起，你叫江小成，是我在断界山历练时的救命恩人。好的好的，仙子说啥就是啥。江晨满口答应。还有，你要明白，我们的婚约是假的，所以必须约法3章。第一，人前恩爱，人后陌路，不许对我有非分之想。第二，进了陆家，若是有人羞辱你，你得忍着，越窝囊越好。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陆飞渊顿了顿，眼神中透着一股狠劲。如果遭遇不可抗力，我会第一时间杀了你，绝不让你落入南宫流云那个变态手里受折磨。江晨蹲在地上，正在数那100枚下品灵石，头也没抬。的加钱。陆飞渊一愣，什么？我说第3条得加钱。江晨把灵石揣进兜里，一脸理所当然。这风险太高，得算进成本里，再加50不100枚灵石。陆飞渊嘴角抽搐，这家伙究竟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但看着江晨那副掉进钱眼里的市侩模样，他反而松了一口气。贪财好，贪财的人有弱点，好控制。成交。陆飞渊冷哼一声，只要你能活到最后，别说100枚，1000枚我都给你。仙子大气。翠花还愣着干嘛？拿番子啊！咱们要去享福了。断界山腹地，夜色如墨。陆飞渊经过前几日的奔波，加上又受了伤，已经沉沉睡去。得罪了，陆老板。
江晨瞥了一眼陆飞渊，给他包扎伤口的纱布已经被血浸透，要是再不管，别还没到陆家，他就已经失血过多嗝屁了。江晨想了想，还是把他送进了随身空间。阴阳造化温泉，这阴阳造化泉虽能疗伤，但也有个极其尴尬的副作用——布料粉碎机。不管你是天蚕丝还是极品护甲，下水即溶。如果不先把衣服处理了，等这姑娘醒来，发现自己衣服全没了，估计第一反应不是谢恩，而是先祭出飞剑砍了自己这个庸医。虽然凭自己现在的实力，他那把断剑连层油皮都蹭不破，但为了维持弱鸡郎中的人设，江晨决定还是苟一点。为了防止他中途醒来，江晨更是施展神级按摩术，在他睡穴上轻轻一点，搞定。现在就算天塌下来，他现在也不会醒了。随后一番行云流水的操作，扑通，陆飞渊伤痕累累的身躯被轻轻放入了温泉之中。不得不说，这北域角色榜前3的含金量确实高，哪怕满身是血，那种凄美的破碎感依旧能让定力稍差的修士当场道心崩塌。泉水涌动，法则之力流转，那些翻卷的皮肉迅速愈合，苍白的脸色也以极快的速度红润起来。睡吧，睡一觉就好了。江晨坐在温泉边，刚准备松一口气，突然后背一凉，江晨脖子僵硬的转过身，只见三无不知何时已经脱去了那身棉袄，甚至连那身黑白女仆装也褪去了大半。他赤着脚踩在湿润的玉石地面上，一步步朝江晨逼近。主人，三无的声音依旧毫无起伏，但江晨却听出了一股子酸味，甚至还有杀气。怎么了？翠花？江晨下意识后退，三无伸出一根白嫩的手指，指了指温泉里的女人，又指了指自己。根据硬盘资料库记载，雌性生物在遭受生命威胁被雄性拯救后，触发以身相许逻辑的概率为 99.8%。三无歪了歪头，银发垂落在精致的锁骨上，语气极其认真。经过计算，我被 NT2 的风险指数已飙升至红区，你是打算换老婆了吗？可，江晨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死。神他妈 NT2， 这不是为了打入陆家内部吗？咱不是说好了演戏吗？这是工作，我不信。三无摇了摇头，那张精致的脸上写满了执拗。除非你证明给我看。怎么证明？写检讨吗？三无没有说话，他直接欺身而上，整个人贴在了江晨身上。微凉的肌肤触感让江晨浑身一激灵，脑子里的 CPU 差点烧了。既然是演戏，那这里三无抓着江晨的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位置，为什么没有我的戏份？江晨，这哪个番号里的台词？不等江晨回应，我要补魔，立刻，马上。三无一本正经地看着江晨的眼睛，上次被打断了，补上。等等，这还没到晚上，现在天黑了，这就是晚上。三无逻辑闭环，根本不给江晨反驳的机会。温泉氤氲，水雾弥漫，这一次没有利器儿的暴力打断。这位来自上界的真仙分身，为了确认自己的领地主权，笨拙而热烈的向自己的主人索取着所谓的证明。2个时辰后，叮，恭喜宿主与真仙侍女三无完成深度情感交流，生命大和谐，神魂融合度提升至 15%。江晨靠在岸边的软榻上，怀里缩着三无。此时的他脸上那层万年不变的冰霜似乎融化了一些，多了2团醉人的绯红。原本空洞的眼神中竟也有了一丝灵动的光彩。三无喃喃自语，手指无意识地在江晨胸口画着圈圈。补魔，很烫，以后少看点奇怪的资料。江晨没好气地揉乱了他的银发，那种补魔的100种姿势能不能忘了？废妖，不要！三无秒拒，抱紧了江晨，理直气壮，那是教材，是重点考题。第2天清晨，陆飞渊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他早已被江晨搬出了温泉空间，穿好衣服，放在了一处宽阔平整的石头上。他从冰冷的石头上坐起身，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伤口位置。然而，原本应该血肉模糊的小腹，此刻竟然光洁如新，甚至连那肌肤都比受伤前细嫩了3分，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洗礼。这怎么可能？陆飞渊震惊地看不远处正在烤鱼的那个背影，声音都在颤抖。咦，这是用了什么仙丹？醒了！江晨转过身，手里晃着那瓶只剩底儿的自酿酒，脸上依旧挂着市侩笑容。哪有什么仙丹，这是俺家祖传的跌打酒，配方保密，劲儿是大了点，但专治外伤。怎么样？这疗效还行吧？这价钱要另算的哦。陆飞渊愣愣地看着他，跌打酒？你在逗我？什么样的跌打酒能把贯穿伤治的连个疤都不剩？这人身上绝对有大秘密。但看着江晨那副快给钱的庸俗嘴脸，陆飞渊那颗怀疑的心又有些动摇。难道这世上真有什么隐示不出的偏方？多谢。陆飞渊虽然满肚子疑问，但眼下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他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套备用的干净长裙换上，眼神重新变得凌厉起来。伤好了，那就回家。这次回家，哪怕名声尽毁，他也要把婚退了。既然你医术尚可，那就不多停留了。陆飞渊祭出那把断剑，灵力一卷，直接抓住江晨的腰带，像提溜一只小鸡仔一样把他提了起来。另一只手拎起了还在发呆的三无，抓紧了，我们连夜杀回陆家。仙子你慢点，我晕剑，我要吐了。人在前面飞，系统在后面追。叮，目标陆飞渊好感度刷新，当前好感度0，有点嫌弃，
又觉得你有点神秘。北域风雪城作为北域现存的4大地族之一，陆家的主城巍峨如神迹，城墙高耸入云，上面刻着的古老阵法正滋滋往外冒着寒气。哦，脚刚落地，江晨就一个箭步冲到门口的石狮子底下，吐得惊天动地。平常在南荒，他出入都是顶级非洲，谁能想到陆飞渊这姐们儿遇见跟开战斗机似的，一点缓冲都不给。这一波他是真吐了，但这一幕直接把门口2个守卫看呆了。这货哪来的？好像还是个没修过仙的凡人。那是二小姐。守卫对视一眼，满脑子都是问号。咱家那眼高于顶的二小姐，连南宫家的弟子都看不上，这离家出走一趟，居然拎回来一个晕飞剑的土包子。三吴这会儿入戏极深，他扯了扯身上那件极具乡土气息的大棉袄，把2条麻花辫往肩膀后一甩，有节奏地拍着江晨的背。阿爸，阿爸！陆飞渊俏脸冰寒，直接无视了那些像看猴一样的目光，一把挽起了江晨的胳膊。记住了，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夫君。江晨抹了把嘴角，欲哭无泪。老板，吐成这样算不算工伤？得加钱啊！闭嘴，跟上！陆家正厅气氛压抑，家主陆云山坐在主位上，整张脸黑得像锅底，2排长老也没个好脸色，一个个眼观鼻鼻关心，跟木头人似的。大厅中间聘礼堆得像小山一样，金光闪闪，全是顶级货，千年雪参当萝卜堆，地阶法宝论金装，甚至还有几瓶价值连城的驻颜丹。这哪是聘礼，分明是南宫家买断陆飞渊人生的价钱。陆飞渊，当陆飞渊带着江晨踏进大厅，陆云山猛地一拍扶手，你还舍得回来？我当你死在断界山了呢。当他看到江晨的时候，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还带着这么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回来，是想气死老夫吗？陆云山得到3长老的回禀，自然知道了断界山内发生了什么。他没想到这逆女居然还把这乡野郎中给带了回来，他现在恨不得当场把这个凡人挫骨扬灰。面对亲爹的狂暴，陆飞渊只是淡淡扫了一眼那些堆得像山一样的聘礼，随后他做了个让所有人3观震碎的动作。只见他一把拉过江晨，纤纤玉手死死挽住他的胳膊，半个身子都贴了上去，眼神中竟然还透出几分娇羞。父亲，我不嫁！放肆！陆云山气得胡子乱飞。不嫁？南宫弟子的接亲队伍就在门外，除非你今天横着出去，否则就算只剩一口气，你也得给我坐上花轿。我嫁不了，因为我已不再是清白之身。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瞬间目瞪口呆，那几个长老甚至差点从椅子上倒栽葱翻下去。陆云山整个人僵在原位，一时间竟不知道骂什么好。陆飞渊无视众人，继续补刀。我重伤待毙，是这位江神医舍命相救，我们早已私定终身。说到这儿，他还有模有样的摸了摸自己的小腹，眼神温柔地望着江晨。可能这肚子里已经有江家的重了。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齐刷刷聚焦在江晨身上。如果目光带刀，江晨现在已经变成筛子了。江晨，大姐，这不在合同里啊，说好的入赘挡箭牌，你这直接让我喜当爹，这比被切片的风险还要高啊！逆女！陆云山缓缓起身，周身灵力已经接近失控。好得很，既然怀了，那老夫就先把这个奸夫剁了喂狗，再亲手清理门户。执法堂，把这对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拿下！眼看剑拔弩张，血溅舞步，就在一瞬间，江晨的手已经准备去掏菜刀，三吴在一旁也准备随时带着江晨跑路。就在此时，啪啪啪，一阵节奏不快却极其欢快的掌声从大厅门口悠悠传来。精彩！这本子比万宝楼说的书还有趣，本弟子紧赶慢赶，就是为了听二小姐给本弟子送这种贺礼。随着阴柔的声音落下，大厅红木重门被一股无形的巨力暴力推开，一个身穿紫金华服的青年摇着玉扇走了进来。他那张脸俊的有些邪性，眉心还点着一颗红痣。南宫家弟子南宫流云，他身后还跟着2个瑟瑟发抖的绝色女奴，脖子上套着象征臣服的铁圈。陆云山老脸惨白，冷汗直流。同为地族，陆家虽不怕南宫家，但南宫家到底是外人，婚事成与不成先不谈，这等丑事若是传扬出去，他陆家的脸往哪搁？闲之勿怪。陆云山也顾不上其他，连忙找补。小女刚才失心疯了，满口胡言，老夫这就宰了这个野郎中，给您一个交代。慢着，宰了多没意思。南宫流云折扇一挥，直接瞬移到了2人面前。他用那把冰冷的扇子慢慢挑起陆飞渊的下巴，视线却死死锁在江晨身上。你是郎中？南宫流云舔了舔唇瓣，眼神泛起一种病态的红。江晨立马眼际全开，抱着破药箱蹲在地上。大人饶命！小人将小城就会看得风寒发热，小人也是被迫的呀，有点意思。南宫流云俯下身，在那2个女奴惊恐的注视下，近距离盯着江晨的眼睛，语气居然带上了几分兴奋。一个连灵气都没有的臭鱼烂虾，竟然先本弟子一步，在这片地头上撒了种，这种剧情本弟子甚是喜欢啊！哈！全场瞬间石化，就连江晨都愣了一下，这剧本不对啊！正常的反派这时候不应该暴跳如雷，恨不得把自己挫骨扬灰吗？喜欢？你喜欢个锤子啊！这年头还有人好 NTR 的？陆飞渊更是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果然这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南宫流云嗤笑，
看向呆若木鸡的陆云山，既然她怀了，那这婚期就改到明天。本弟子要当着这郎中的面迎娶这怀着种的新娘。婚房内，龙凤红烛烧得噼啪作响。陆家外围，那些暗中观察的神识感知到屋内的动静，纷纷像避瘟神一样撤了回去。囚笼锁都动了，二小姐这次是真的栽了。南宫弟子那是出了名的晚得花，那凡人郎中怕是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散了散了，这种热闹看多了容易短命。婚房里，陆飞渊绝望地瘫在床上，眼眶红得像只受惊的小兔子。他不怕死，但想到自己要像个玩物一样被南宫流云羞辱，这种屈辱感还不如让他直接死了。可现在他却连自爆金丹都做不到。就在这时，房门砰的一声被踹开，江晨像个麻袋一样被侍卫扔了进来，一个踉跄，差点栽在地上。哎呦，轻点，弄坏了我的药箱，你们赔得起吗？江晨嘴里嘟囔着，那两个侍卫却理都不理，直接带门走人，顺手还加了一层隔音禁制。江小成，你快滚啊！陆飞渊压低嗓门，声音里带着哭腔，趁变态还没到，赶紧想办法钻窗户跑，死在外面也比待在这儿等死强。江晨却像是没听见一样，不紧不慢地拍了拍衣摆上的土，他摇摇头，一脸认真地回道：跑那可不行，枕金没结，赘婿的工钱也没给，我现在跑了上哪儿讨债去？你到底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陆飞渊简直要气疯了，这小郎中是掉钱眼里了吗？要走也是一起走。江晨叹了口气，蹲在床边，在那个破药箱里翻找起来。我看你身上这绳子绑法挺眼熟的，跟我们乡下捆猪的杀猪扣差不多，我试试能不能解开。话音刚落，他手里多了一把菜刀，普普通通，刀刃上甚至还有2个小豁口，透露着一股子刚切完大白菜的烟火气。你别乱动，这可是天阶法宝囚笼锁，有反震。陆飞渊惊叫还没出口，呲啦！江晨手起刀落，那足以困住化神期大能的囚笼锁，在那把缺口菜刀下，就像根烂草绳，应声而断。陆飞渊，他僵在床上，原本挣扎的动作瞬间定格，整个人大脑宕机。他看了看手里的断绳，又看了看江晨手里那把连灵力都没有的菜刀，这世界是怎么了？天阶法宝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了？你看，我就说是杀猪扣吧，找到关窍就能解开，难不倒我们乡下人。江晨收起菜刀，眼神那叫一个真挚且无辜。仙子，别愣着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还没等陆飞渊回过神，门外就传来了脚步声。他心里一惊，赶紧把那一截断绳胡乱攥在手里，装作依然被捆的模样。接着，南宫流云走了进来，他摇着那根散发着死气的黑鞭子，眼神病态，嘴角挂着邪性的笑。他斜了眼缩在床边的江晨，指了指，站直了，就在这儿看，看得清楚点。江晨演技瞬间上线，缩着脖子，浑身颤抖，活脱脱一个被吓破胆的小郎中。不错，这怕死的样子，本弟子甚是喜欢。床上，陆飞渊死死盯着南宫流云。南宫流云，你若是敢碰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做鬼！南宫流云俯下身，手指在陆飞渊脸蛋上轻佻地划过。这囚笼锁锁神闭气，别说你个金丹，就是真仙下凡也得趴着。今晚你就当着你这夫君的面，好好伺候本弟子吧。伺候高兴了，兴许本弟子还能赏你夫君一个痛快。他笑得极度亢奋。然而就在他准备动手的那一秒，陆飞渊眼中狠色一闪，积攒了半天的灵力轰然爆发，趁其不备，用尽全身力气扇出了一个巴掌。而在陆飞渊和南宫流云看不到的地方，江晨在袖子里轻轻打了个响指。家族共享，夜晚晚，凡尘锁发动。嗡，一股无形的因果律波动，瞬间将南宫流云浑身的修为强行压制。原本嚣张不可一世的弟子，在此刻肉体强度直接退化成了凡人的程度。他还在那儿笑呢，根本来不及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脆皮。啪！这声耳光清脆悦耳，甚至带出了一道残影。紧接着，在陆飞渊惊骇的注视下，南宫流云炸了，字面意义上的炸了，红的、白的，直接溅了满墙。空气中瞬间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血腥味，只有那颗点着红痣的脑袋滴溜溜地滚到了床边，那脸上甚至还挂着那种变态的笑，显得极其滑稽且诡异。这一瞬间，屋子里静的呼吸可闻。陆飞渊保持着挥掌的姿势，看着自己的手掌，整个人都凌乱了。我什么时候这么猛了？一巴掌扇爆一个化神期的弟子！哎呀，我的妈呀！一声夸张的尖叫声把他拉回现实。只见江晨连滚带爬地冲过来，一边惊恐地看着地上的碎肉，一边手脚利索地从碎肉里抠出一枚储物戒指，熟练地塞进兜里。闯祸了，这下真的闯祸了呀！江晨一脸崩溃地跳脚：仙子，你怎么把人打碎了呀？哪怕留个全尸，我也能说是他是纵欲过度猝死的呀！陆飞渊呆滞地转头看着他，我真没想杀他，我就想给他一掌。窗外风雪呼啸，陆飞渊看着地上的碎肉，又看了看正在熟练清扫战场的江小成，一个荒谬的念头在他脑中闪过：南宫流云可是化神期的修为，刚才那一掌就算是趁他不备，也不可能突破他的护体灵气，更何况还一掌碎成了这样，这死状竟与毫无修为的凡人无异。难道说刚才那一瞬有什么神秘力量突然压制了南宫流云的修为？难道说这个看似贪财窝囊的郎中
其实是个能玩弄因果的绝世大佬。若真是如此，他岂不是成了杀死南宫流云的替罪羊？想明白这一点，陆飞渊指尖瞬间凝视一道剑气，直指江辰，说：“你究竟是谁？”寒芒掠过，堪堪停在江辰喉结前1寸。江小成，我再问最后一遍，你到底是谁？陆飞渊手腕微颤，眼神中满是忌惮。南宫流云可是化神境的天骄，刚才那一瞬，他的修为怎么会凭空消失？他虽然性格刚，但不代表他是傻子。化神期被金丹像拍蚊子一样拍碎，这是要是传出去，修仙界最狗血的治愈小说都不敢这么编。江辰看着眼前的剑尖，喉结微微滚动，他没退，也没解释，更没有半点求饶的怂样。相反，他缓缓垂下头，肩膀抖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喉咙里发出一串病态的低笑声，呵呵呵，哈哈哈！你笑什么？陆飞渊剑气递进，直接刺破了江辰脖颈的皮肤，沁出一颗血珠。我笑苍天有眼，我笑这畜生也有今天。江辰猛地抬头，甚至主动迎着剑气往前顶了1寸，死死盯着陆飞渊的眼睛。我就是一个废物，一个亲眼看着妹妹被南宫流云折磨致死，却什么都做不了的废物。江辰情绪突然爆发，震得陆飞渊直接僵在原地。10年了，我背着这烂药箱走遍北域，就是为了配置能让修仙者沦为凡胎的禁药。我废了自己的丹田，在断界山生吞毒草，喝符水，把自己活成这副鬼样子，等的就是这一刻。江辰引地附体，顺手从药箱里抓出一把干枯的草叶，狠狠摔在地上，眼眶瞬间红透。我承认，我利用了你，在我知道你要嫁给南宫流云的时候，就再利用你了，是我对不住你。他颓然跪地，泪水无声滑落，仿佛全身力气都被抽干。丫头，哥哥报仇了，这笔账总算算清了。房间外的三无歪着头，眼里闪过一抹的疑惑，随即默默在小本本记录。主人的演技已出神入化，眼球充血术现列为重点观察项目。这一刻，陆飞渊手中的剑气彻底散了。他看着眼前这个为了复仇蛰伏10年，甚至不惜以身为饵的卑微凡人，心中所有的怀疑，此刻全变成了自责与共情。卑微如蝼蚁，亦有撼天之志。这种孤胆，让他这个所谓的陆家二小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羞愧。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的过去。他的声音变得极小。叮，检测到目标陆飞渊好感度大幅提升，当前好感度55，愧疚引发的深度沉迷。恭喜宿主获得奖励极道地冰因果渔网袜。江辰，渔网袜系统，还有什么是你拿不出来的？但在表面上，江辰依然是一副心如死灰，准备慷慨赴死的萧索模样。仙子，人是我杀的，待会儿家主进来，你就说我用药毒杀了他，你是被我这个疯子要挟的。江辰撑着膝盖起身，留给他一个孤寂的背影。大仇已报，这残躯断命，不要也罢。不行，陆飞渊脱口而出，你救过我的命，我陆飞渊岂是那种卖夫求荣的软骨头？要死，我陪你！轰！就在此时，婚房大门瞬间被一股暴力的灵力轰成粉末。陆云山带着一身寒气杀入，身后跟着几个元婴期的家族执法堂长老，准地级别的威压像泰山压顶，震得屋内陈设稀碎。逆女，你做了什么？南宫弟子呢？陆云山的怒吼在看到满地碎肉的瞬间，直接卡在了嗓子眼。他整个人一个踉跄，脑子里嗡的一声，南宫家的心头肉在陆家的婚房里变成了一地碎骨烂肉。谁干的？陆云山声音抖得像筛糠，指着江辰的手指都在发青。是你这个贱民，老夫这就把你抽魂炼魄，让你求死不能！父亲，住手！陆飞渊一步跨到江辰身前，将他护在身后。这事确实是我干的，陆家主。江辰越过陆飞渊，神色竟然变得冷峻起来，眼神中带着一种看淡生死的超脱。这一举动反而让杀气腾腾的陆云山生生止住了动作。老狐狸的思维飞快转动，一个没修为的凡人，加上自己金丹修为的女儿，居然能瞬间宰了南宫流云，还是碎了这般模样。这小子身上绝对藏着惊天动地的底牌。陆云山上下打量着江辰，言语间带着极强的压迫感。你倒是说说，你凭什么杀他？江辰装作犹豫惊恐，咬着牙，半晌不肯吱声。说出来，老夫或许能保你一命。陆云山诱导道。江辰脖子一横，我大仇已报，心愿已了，您杀了我吧，放过陆仙子，就当是给南宫家一个交代。放过他。陆云山抬手直指陆飞渊，眼神冰冷。咚，仅仅是一指，陆飞渊竟然直接被这股无形的威压压着跪在了地上。在这股强大的威压下，陆飞渊的嘴角甚至已经渗出一抹鲜血。显然陆云山并不在意他这个女儿的性命。陆飞渊被压得说不出话来，只能用嘴型给江辰喊着快走。江辰见这情况，脸色惨变，慌忙拦在前面，住手，别伤他。我说我家祖传一张残方，被我改良后，无论对方什么修为，只要入药3分，就能强行锁死其浑身修为，让其瞬间沦为凡骨。陆云山心里咯噔一下，强锁修为，无视境界，这莫不是法则之力的雏形？要是陆家能掌握这种秘方，何须联姻？整个北域都要看陆家的脸色。且先不说这郎中说的话有几分真几分假，至少他现在人在陆家，比那个远在南荒的天魔教少主容易控制得多，而且只需要将女儿嫁给他，或许就能换来这残方。就算他说的话是假的，也不过损失一个女儿而已。越盘算
陆云山嘴角的笑意越压不住，他的眼中只剩下贪婪。家主，别听这小子忽悠。南宫家那边，一名长老战战兢兢的想提醒。闭嘴！陆云山一巴掌拍飞了那个不长眼的，随后脸上露出了一个此生最和蔼的笑容。他快步上前，甚至还亲手拍了拍江晨肩膀上的土，那变脸速度，三无看了估计都想给他颁个奖。江神医，哦不，江贤旭，刚才吓坏了吧？陆云山环视周围，语气森冷如刀。什么南宫流云？老夫刚才看得清清楚楚，那弟子由于纵欲过度，走火入魔，在陆家婚房里不幸自爆，你们也看见了吧？长老们反应极快，齐声呐喊。弟子不幸走火入魔，江神医救援不及，深感痛心。江晨内心冷笑，这就对了，在这群反派眼里，命哪有秘方香？贤婿啊，既然你和飞渊已经定了终身，这大婚就继续办。陆云山的办事效率高得离谱，转眼间两人已被安排进了一处极尽奢华的暖阁听雪轩。这里远离陆家主宅，四周布置了最高级别的隔绝阵法，名为静养，实为软禁。贤婿啊！陆云山站在门口，老脸上挂满笑容。这听雪轩乃是陆家灵气最浓郁之地，你与飞渊便安心在此调养身体。他加重了调养二字，又继续补充道：春宵苦短，若是能生个大胖小子，那你那祖传秘方，可以后整个陆家都是你们的。砰！雕花红木门重重关上，阵法光幕升起，屋内陷入一片寂静，只剩红烛噼啪作响。陆飞渊站在床边，背对着江晨。江晨坐在桌边，默默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系统面板上，陆飞渊的好感度还在55，这个数字很尴尬，是感激，是愧疚，唯独不是爱。如果现在办事，生出来的绝对是凡胎，实在太过浪费。呼！另一边，陆飞渊深吸一口气，似乎做出了什么决定。他转过身，眼底最后一丝光亮熄灭，只剩下机械般的麻木。纤手抬起，解开了腰间的束带，外衫滑落，堆叠在地。紧接着是中衣。片刻后，他只剩下一件绣着寒梅的肚兜，大片雪白的肌肤暴露在空气中。常年习武让他的线条紧致而有力，几道浅浅的旧伤疤不仅没有破坏美感，反而增添了一种凄美的破碎感。他闭上眼，一步步走向江晨，声音颤抖却决绝：江神医，你救我一命，我陆飞渊恩怨分明，无以为报。如我父亲所愿，这身子你拿去便是。他像个正在走程序的祭品，僵硬地伸出手，想要去解江晨的衣扣。然而一只手按住了他的动作。陆飞渊一愣，错愕地睁开眼，只见江晨捡起地上的外袍，动作轻柔地披回了他的肩头，将那春色裹得严严实实。陆姑娘。江晨后退3步，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3分无奈7分怜惜。我江小成虽然只是一介凡人，但也知道成人之危这4个字怎么写。你。陆飞渊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江晨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隙，看着外面的风雪，背影显得有些萧索。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若我此刻动了你，我与那把你当货物一样卖来卖去的陆云山又有什么区别？什么？陆飞渊愣住。他从小在陆家长大，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你要努力修炼，将来好为家族联姻，你要懂事，别给家族惹祸。在所有人眼里，她是角色榜前3的美人，是交易用的筹码，唯独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可现在，这个只有几面之缘，没有丝毫修为的凡人郎中，却在唾手可得的角色面前，给了他从未有过的尊重。在陆家眼里，你是工具。江晨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盯着他。但在我这里，你首先是陆飞渊。若你我不相爱，即便同床共枕，也不过是2具行尸走肉。我要的，从来都不是一具为了报恩而献祭的身体。你。陆飞渊只觉得脑海中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塌，一时间竟说不出一句话来。所有的坚强、伪装、冷硬，在这一刻化作了决堤的洪水。这位在断界山面对受潮都不曾皱眉的女将，此刻却捂着嘴，眼泪如断了线的珍珠般滚落。她是凡人又如何？这世上竟还有人愿意为了她的尊严拒绝这样的诱惑，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叮！检测到目标陆飞渊情绪剧烈波动，好感度刷新91，至死不渝。恭喜宿主解锁新阶段奖励。奖励1：神级奇异，天地为盘，众生为子，布局即可引动天道大势。奖励2：妙笔生花，涂鸦笔。物品说明：此笔乃上古河欢宗，画调乃大道规则所画，书写的文字可直接沟通天道，激活目标的隐性体质，如武灵仙根。特殊备注：书写位置越私密，激活效率越高，且该道具具备微震、微热等人性化功能。江晨。不等江晨吐槽，陆飞渊已经擦干了眼泪。夫君。陆飞渊突然上前一步，他直接将毫无防备的江晨推倒在满是红枣花生的喜床上。等等！江晨慌了。飞渊，你冷静点。陆飞渊整个人跨坐在他身上，一只手拔下束发的簪子，长发瞬间垂落。他眼波流转，夫君既是君子，那今晚便由飞渊来做这小人。你说的对，可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不管以后如何，我若能为你绵延子嗣，也算报了这救命之恩。这特么也太快了吧！这剧情是开了3倍速吗？江晨只觉得腰子隐隐作痛，下意识的想要挣扎，可手中光芒一闪，那只刚刚到账的妙笔生花涂鸦笔竟凭空出现。嗡！这笔
看似是黑色的，但是写的时候却可以根据笔者的想法变成不同的颜色。笔尖微热，笔身微震，滋滋滋，空气突然安静了。江晨握着这支笔，尴尬地看着陆飞渊。那个飞渊，你听我说，这其实是一件法器。陆飞渊盯着那支笔，眼眸微变。南宫流云那种变态的收藏里，似乎也有类似的东西。原来夫君表面上一本正经，私底下竟然喜欢这种调调。陆飞渊的脸唰的一下红透了，羞耻，太羞耻了。可是只要一想到这个男人刚才说的那番话，他心中的羞耻感瞬间就被一股莫名的宠溺所取代。既然是他喜欢的，我又有什么不能配合的？陆飞渊缓缓俯下身，强忍着浑身的燥热，伸出手轻轻握住了江晨的手，然后牵动着他手里的笔，一点点按在了自己的锁骨上。夫君，他此时的声音媚得能滴出水来。原来你好，这一口没关系的，既是夫君所好，飞渊都依你。你想些什么？江晨，不是，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啊？陆飞渊已经闭上了眼，一副哪怕你血满全身我也认了的表情。罢了，毁灭吧。江晨咬着牙，手腕一抖，那粉红色的笔尖带着微热的触感划过肌肤。第一笔似有些不习惯，第二笔似已经有了些许适应，第三笔他已完全接受，甚至发出了一声极细微的这一夜，一声声压抑不住的轻哼，在寂静的暖阁中此起彼伏。清晨，陆家听雪轩。陆飞渊坐起，身上并没有什么预想中的酸痛和疲惫，丹田深处五团光华交相辉映，金之锋锐，木之生机，水之洪流，火之烈焰，土之厚重，五行流转，生生不息，全灵根，修仙界万年不出的绝世体质，甚至不需要修炼，周围的灵气就疯狂往他身体里钻。陆飞渊傻了，他看了看双手，又扭头看向身旁睡得正香的男人。原来这么多年我无法完全觉醒，竟是因为缺个男人。就在这时，听雪轩的大门被推开，砰！寒风裹挟着积雪卷入屋内，陆云山一身寒气，身后跟着3位长老以及一位白须飘飘的老者，大步闯入。贤婿，日上三竿了，这温柔乡虽好，但也别忘了正事。陆云山皮笑肉不笑，目光扫过屋内2人，最终定格在刚坐起身的江晨身上。南宫流云已死，南宫家的报复随时会到，为了陆家，也为了你自己，那秘方该交出来了吧？江晨打了个哈欠，慢条斯理地披上外衣，还没来得及开口，陆飞渊已经先一步挡在他身前。父亲，夫君昨夜劳累，还请，这里没你说话的份。陆云山大袖一挥，一道禁制瞬间封住了陆飞渊的嘴，同时一股准地级别的威压轰然落下，整个暖阁都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是警告，也是敲打。陆云山转头看向江晨，江贤婿，老夫的耐心有限，今日你若是写不出那方子，老夫便只能得罪了，对你施展搜魂之术。虽然搜魂会让变成白痴，且得到的记忆可能残缺不全，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你说呢？几个长老也纷纷亮出法器，封锁了所有退路，气氛瞬间凝固到了冰点。然而处于风暴中心的江晨反而一屁股坐在那张凌乱的喜床上，甚至还翘起了2郎腿，随手抓起桌盘里的一颗灵枣，咔嚓咬了一口。搜魂，行啊，来，往这儿搜。江晨指了指自己的脑门，嚼着枣子含糊不清道，不过我得提醒岳父大人一句，那药方乃是上古禁忌，我家先祖为了防止外泄，在血脉里下了因果锁，一旦有外力强行探查记忆，这方子会瞬间自毁，我的脑袋也会砰的一声炸开，到时候你们陆家不仅得不到药方，还得承受南宫家的怒火，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江晨这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模样，直接把陆云山给整不会了。他举在半空的手硬是没敢落下去，这小子连南宫流云都能阴死，身上有点同归于尽的手段倒也合理。陆云山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杀意，变脸如翻书。贤婿说笑了，都是一家人，何必打打杀杀？只要你写出方子，陆家首席客卿长老的位置就是你的，这就对了吗？江晨懒洋洋地伸出一只手，拿纸笔来，立刻有长老奉上文房4宝。江晨提笔，大笔一挥，片刻后拿去，这就是配方，我看你们谁能配得出来？陆云山接住，定睛一看，主材氢2碳氧，3加氢2氧，辅材焦糖色素，药引高压2氧化碳，核心咖啡因，炼制环境0度冷凝，高压封印。陆云山这每一个字拆开他都认识，但合在一起怎么一个字都看不懂了？这小子莫不是在糊弄他？这是何物？他将方子递给身旁那位白须老者，此人乃是陆家首席炼丹师8品丹王，要不然在北域都是太斗级别的人物。要不然接过方子，原本不屑的表情瞬间凝固，紧接着他突然老泪纵横，双手都开始剧烈颤抖。这妙啊，太深奥了，简直闻所未闻。这碳字莫非是指九幽之下历经万劫而不灭的劫灰？这氧难道是传说中孕育万物的先天仪器？还有这咖啡因，听名字就透着一股控制神魂的魔性。江晨差点没绷住笑出声，此乃快乐水。但他脸上依旧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冷哼一声，算你这老头有点见识，这快乐水一旦炼成，喝下去会打嗝，哦不，会排出体内真元，
神仙难挡。排出真元，神仙难挡，难怪南宫流云死得那么惨，原来是中了这种奇毒。一旁，三吴默默掏出小本本，面无表情的记录观察日志人类雄性诈骗实录。可乐被定义为禁药，备注：我也想喝。见火候差不多了，江晨猛地一拍桌子，指着还在发呆的陆云山等人骂道：这可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不传之秘，比例稍微差一点都炼不出来，你们连原材料都找不起，还想威胁我？陆云山被骂得一愣一愣的，若是之前他早一巴掌拍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赘婿了，但现在看着连要不然都顶礼膜拜的方子，他心中的疑虑彻底烟消云散。这哪里是赘婿，这分明是捡到宝了呀！陆云山瞬间变脸，一张老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他甚至快步上前，亲自提起茶壶给江晨倒了一杯茶。是老夫眼拙，这等神物确实非凡俗所能理解。陆云山弓着腰，姿态卑微到了极点，但这原材料还需要贤婿亲自把关啊。只是这二氧化碳究竟去何处寻？只要贤婿开口，陆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周围那几个之前还杀气腾腾的长老，此刻也是齐齐拱手，眼神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敬畏。江晨瞥了一眼那杯茶，没接。他靠在床头，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饿了，快，都愣着干什么？陆云山猛地转身，对着身后的长老们咆哮道：没听到贤婿说饿了吗？去把库房里那只养了300年的八阵鸡杀了，还有那坛万年灵酒，统统拿来。若是饿坏了贤婿，老夫剥了你们的皮。是。一时间，整个陆家鸡飞狗跳。等所有人都离开，房间中只剩下江晨和陆飞渊。陆飞渊小心翼翼地问道：夫君，那什么快乐水真的存在吗？江晨回过头，露出一个神秘莫测的笑容：存在，当然存在，那可是一口下去能让人爽上天的东西。听雪轩内，紫檀木桌上铺着一张北域山川图，江晨两指夹着一枚墨玉棋子，悬在地图西北角，那里画着一个骷髅头，标记雷泽禁地。啪，落子，这里雷暴终年不散，气压是外界的万倍。江晨指尖摩挲着棋子，刚好对应高压封印和二氧化碳。黑子落下，另一边陆家的探子们像是消息自动钻进了他们脑子一样，兴奋地传回消息：报，家主，找到高压二氧化碳了，就在北域雷泽。三吴蹲在椅子上，膝盖顶着下巴，他手里的小本本翻过一页，笔尖刷刷作响，记录主人正在进行远程物理清除。备注：这就是传说中的借刀杀人。学到了。北域西北雷泽，天穹崩塌，紫电如瀑。泥沼中5道身影顶着防御法宝艰难前行，领头的王长老须发皆张，手里罗盘疯狂旋转，都打起精神。王长老吼道，音浪却瞬间被雷声吞没。家主有令，谁找到那高压二氧化碳，赏010万枚，赐入姓。身侧一名金丹修士突然指着前方一处雷坑：长老，那里！雷坑深处一团紫黑色的气体正在翻涌，四周的虚空都被这气体挤压的扭曲变形，发出瘆人的滋滋声。找到了！王长老狂喜，立刻祭出一只封印玉瓶，一定是这个能融化修为的神物。他不顾四周狂暴的雷霆，一头扎向那团紫气。区死气，老夫乃元婴中。他拔开瓶塞，试图收取。便在此时，远在陆家的江晨抬手，白子落下，对黑子形成合围之势。雷泽之中，金丹修士们只觉得眼前一花，下一秒，一股无形的未知之力陡然降临，不是灵力威压，仿佛是来自上界的无形法则。一息之后，半空中只剩下一只孤零零的玉瓶还在往下掉。长老没了，就像被生生抹去了一样。长老，正殿内，陆云山手里盘着2颗万年木核桃，他在等好消息，等那些能让陆家称霸北域的天才地宝。然而，啪，核桃化为齑粉，陆云山身形消失，下一瞬出现在魂堂，看着那盏熄灭的魂灯，他脸上的表情再也绷不住了。怎么回事？谁干的？守灯弟子瘫软在地，双手捧上一枚染血的传音玉简。王长老临死前传回来的。陆云山一把抓过，神识探入，只有一段极度扭曲却又带着狂热的嘶吼：家主，真的是真的，那雷气神仙难挡，姑爷没骗人，这是神物啊！啊！声音戛然而止。陆云山握着玉简，眉头紧皱，但他眼里不只是恐惧，更是贪婪。元婴中期瞬间抹杀，连逃都没机会逃。那密钥是真的，那可是足以改变北域格局的大杀器。死了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江晨给的方子只是一份材料，便验证了他的毁灭性。报！殿外又传来一声惨嚎，一名全身结霜的弟子滚进大殿。家主，去极寒冰渊寻找0度冷凝水的赵长老一队，全军覆没，尸骨无存。报！地火熔炉那边炸了，前长老重伤，随行金丹全死完了。前长老说那咖啡因浆液温度太高，反火根本无法提炼。听雪轩，啪，又一子落下。地图上代表极寒冰渊的通路被彻底堵死。江晨端起茶盏，吹了吹浮沫，太贪了。他轻笑，陆家主该来了吧？三吴，还记得我跟你说了什么吗？三吴点点头，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使用法则之力。真怪。江晨抬手摸了摸三吴的脑袋，轰！便在此时，听雪轩的大门瞬间碎成木屑，暴风雪裹挟着准地级别的威压，
疯狂灌入屋内。屋内温度骤降至冰点，茶盏中的水瞬间结冰。陆云山跨过门槛，江小成。陆云山一步踏出，地板寸寸皲裂，几枚破碎染血的传音玉简被他狠狠拍在江晨面前。你耍我！陆云山俯身，那张老脸逼近江晨，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江晨脸上。半日死了5个元婴，30个金蛋，我陆家100年的底蕴，让你半天霍霍了3成。别跟老夫扯什么找药！你是不是故意写下那些极难得到的药材，就是为了坑杀我陆家的精锐？今日你说不出个所以然，老夫把你千刀万剐！恐怖的威压锁死了江晨周身每一寸空间，椅子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哑声。角落里，三无合上小本本，乖巧地坐在一旁。主人说不出手，看他操作。江晨迎着陆云山那张狰狞的脸，突然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啪！江晨猛地站起，一脚踹翻了面前的桌子。陆云山愣住，就连身后的长老们也愣住。这小子疯了，送死！江晨脖子上青筋暴起，一步跨过地上的狼藉。陆家主，你以为这是什么？这是能瞬间禁锢修为的秘药。你以为这是大白菜，出门左转就能捡一筐，死几个人你就受不了了？江晨又逼近一步，唾沫星子反喷回去。陆云山竟下意识后退半步。你知道我那几滴药水是怎么来的吗？江晨眼眶通红，整个人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我江家满门300口，为了药材死了299，我自己废了丹田，在断界山那种鬼地方当了5年野人，喝毒水，吃腐肉，才换来这最后几滴成品。你现在跟我说代价大，你居然怀疑我在耍你？好得很！江晨惨笑，笑得凄厉。他猛地伸手探入怀中，小心暗器！一名长老惊呼，法宝亮起。然而江晨只是掏出了一个小瓶子，琉璃瓶，指甲盖大小，里面装着半瓶深褐色的液体，浑浊不起眼。这是我留着保命的最后一滴成品。既然岳父大人觉得我在坑害陆家，江晨举着瓶子，拇指抵住瓶塞。江晨盯着陆云山，眼神里透露着一股子玉石俱焚的狠劲。不，瓶塞被拔开一条缝。江晨手腕一抖，瓶口对准了陆云山。岳父大人修为通天，乃准地强者，不如您亲自帮小婿验火。听雪轩内，落针可闻。深褐色的液体在琉璃瓶中微微晃动，那是一股子刺鼻的辛辣中带着点甜腻的怪味，落在这些修士鼻子里，竟然成了某种不可名状的禁忌气息。跟在陆云山身后的长老们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生怕被这东西影响了修为。验火！陆云山摸了一把胡须，也不自觉地往后蹭了半寸。活得越久越怕死，特别是死了个南宫流云，让他潜意识里对江晨拿出的任何东西都带有一种警惕。家主，休要听这小子虚张声势！打破沉默的是站在侧翼的三长老，此人一脸戾气，阴恻恻的开口：这液体毫无灵力波动，闻着像酒又像醋，我看他就是走投无路，虚张声势。周围的陆家子弟纷纷点头，原本惊恐的眼神逐渐被怀疑取代。对啊，你自己怎么不喝？真有这神药，你还会被二小姐带来当赘婿？一旁三无蹲在椅子上，面无表情地翻开小本本。人类迷惑行为集体围观主人表演行为艺术，主人开始准备道德绑架与降维诈骗。我喝。江晨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三长老是吧？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你没有。为了这药，我丹田早就废了。你让一个我喝，能试出什么药效？是能让我变得更烦。三长老被喷得一愣，既然不信，那就算了。江晨自嘲的笑笑，做事要把瓶子揣回怀里。慢着！陆云山大喝一声，瞬间用灵力拖住了江晨的手腕。如果要是真的让凡人喝，确实是不出效果。思量片刻，陆云山的目光缓缓移向了多嘴的三长老。家主，您看我干什么？三长老心头咯噔一下。三长老既然是焰火，陆云山看着他，语气冷淡：那为了家族，你就受点委屈吧。不，家主，万一是真的又能如何？贤婿说了，修为越高，静止时间越短。你一个炼虚境，怕什么？陆云山手腕一抖，准地级的领域瞬间张开，强行将三长老定在原地。贤婿，请。陆云山看向江晨，语气竟然带上了一丝客气。哼！江晨冷哼一声，像是极不情不愿一般，缓缓走向三长老。三长老，提前防御全开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三长老神识扫过那黑色的水，确定那水确实毫无灵力波动，眼里闪过一抹狠厉。好，老夫倒要看看你这番水怎么破我炼虚期的修为。轰！三长老周身灵力狂涌，碧绿光芒化作3道护体光环，外加一面天阶品质的青铜小盾在胸前飞速盘旋。这一套防御，就算是普通的合体期强者，短时间内也休想破开。就算他真的修为被废了一息，这些禁制也足够护着他了。咕咚，液体被强行灌入了三长老口中。可辣酸，这不就是酒兑了？话音未落，江晨在袖子里的手指悄然一勾，家族共享夜晚晚凡尘锁发动。嗡，因果律波动瞬间横扫整个听雪轩。此为法则层面的因果律，不到大地圆满境根本无法察觉，其实是将尘暗中动的手脚。在众人的注视下，只见三长老刚喝下那一滴快乐水，他周身碧绿灵光，就像是被一盆水当头浇下的炭火，滋的一声，
瞬间熄灭。只有那个提前灌入了灵力的天阶青铜盾还在他身前缓缓转动。再看三长老，他的修为像被某种至高的法则从这方天地中强行抹除了一样，彻底化作了凡人。我的修为？三长老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感觉不到半点灵气的存在。他试图运转功法，可丹田处空空如也，连一丝气感都没有。他现在甚至连站稳都费劲。若有人此时偷袭他绝无还手之力。一吸两吸，整整10吸过后，三长老周身的护体灵光这才重新亮起。嘶，一阵倒抽凉气的声音在屋内齐刷刷响起。几个原本还观望的长老们此刻吓得连退数步，看江辰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降临凡尘的瘟神。陆云山离得最近，感受最深，那10息的修为禁锢绝不是假的。这个境界哪怕只能让你过锁住1息，也能决定成败。这不就是陆家一直之所求吗？这绝非此界手段。贤婿，他一个箭步冲到江辰面前，双手颤抖着想握江辰的手又不敢，最后竟是深施一礼。老夫眼拙，没想到贤婿竟是身怀如此神物的隐士大族之后，这快乐水当真惊天地泣鬼神。陆云山此刻心中只有兴奋。如果这种药能批量炼制，南宫家算什么？北域算什么？甚至连那些高高在上的荒古世家也得在陆家脚下发抖。贤婿啊，刚才三长老冒犯你，那是他自作自受。陆云山转头瞪了一眼三长老，语气嫌恶。来人！三长老冲撞贤婿，祠堂面壁，300年不得出。转过头，他又眉开眼笑地看着江辰。刚才贤婿说饿了，快，8珍鸡还没熟吗？去催飞渊，你快过来，好好伺候贤婿。屋内气氛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江辰瞥了一眼陆云山，现在还觉得我在坑害陆家吗？贤婿哪里话？陆云山拍着胸脯道：那雷泽，那冰渊，那是为我陆家崛起铺路的必经之地，死几个长老算什么？只要能炼出这快乐水，老夫亲自去采药都行。只是贤婿这方子上的原料实在诡异，既然贤婿知道取得之法，不知可否同去？不急。江辰慢条斯理地抿了一口茶，等我吃饱喝足都好说。好，全听贤婿安排。陆飞渊已经傻了，他看着自家老爹那谄媚的模样，再看看坐在那儿淡定喝茶的江辰，只觉得三观碎了一地。夫君，你真的是隐士地族？陆飞渊喃喃道。江辰摆摆手，一脸云淡风轻，什么地族不地族的，落魄之人不提也罢。是，贤婿以后便是我陆家座上宾，地位仅在老夫之下。江辰满意的点点头，心底冷笑，上钩了。这些北域正道一旦看到能让他们暴增实力的机会，只会比魔道还要疯狂。窗外风雪渐大，三无在小本本上写下最后一笔。骗术阶段总结：通过1滴白酒兑1滴醋，成功获取准地级打兽及其全族财富的支配权。备注：主人的演技当真是炉火纯青。听雪轩内香气四溢，呲溜。江辰撕下一条鸡腿，满嘴流油。一旁三无面无表情地递上一块温热的擦手巾，扮演着他的侍女。而在桌案对面，陆家家主陆云山带着3位长老正束手而立。现在必须要把这位爷伺候舒坦了，不然就算找到材料，他们也无法炼制。只要等掌握了炼制的方法。就在这时，轰！整个风雪城的大地猛地一颤，一股暴虐至极的气息如同乌云盖顶，瞬间笼罩了听雪轩。陆家主，我家弟子流云魂牌碎裂，可否给个交代？南宫世家炼虚境巅峰长老南宫烈带着2名化神期护法，脚踏虚空，杀气腾腾。屋内几位陆家长老脸色微变，下意识地看向陆云山，毕竟是杀了人家的弟子，这2子算是结下了。唯独江辰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淡定地把鸡骨头吐在桌上，啧，有点咸了。这一幕落在陆云山眼里，那就是稳，太稳了。有这种视地族如蝼蚁的贤婿在，只要炼成快乐水，还怕什么与地族结仇？嚷嚷什么？陆云山大袖一挥，一道柔和的灵力屏障升起，将门外的烟尘隔绝在外。在陆云山的眼神示意下，4长老陆天乐脚踏虚空来到南宫烈跟前，他皱着眉头，一脸不耐烦地看向门口。没看我陆家贤婿正在用膳吗？惊扰了贵人的雅兴，把你整个南宫家卖了都赔不起。南宫烈刚准备兴师问罪，就被陆家4长老这一句话给噎住了。陆家这是疯了吗？他神识扫过，只见屋内坐着一个少年，正在淡定地吃烤鸡，看这修为竟是个毫无修为的凡人。贤婿！南宫烈气急反笑，手指颤抖地指着江辰，你们陆家是不是失心疯了？为了这么一个凡人蝼蚁，你要与南宫家结仇？凡人！陆家4长老冷笑一声，你们懂个屁，这可是掌握着神仙难挡的快乐水配方的大能。少废话！南宫烈懒得纠缠，神识锁定4长老陆天乐，把人交出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人！4长老陆天乐慢条斯理地从储物戒中掏出了一个青花瓷坛子，坛口还贴着一张封条，隐约透出一股热气。喏，你们家弟子。陆天乐用灵力一推，趁热拿走吧。南宫烈看着那个坛子，这是何物？你家弟子的骨灰。陆天乐不耐烦地解释道，你家弟子在我家婚房之中过于兴奋，导致体内真元逆流，走火入魔。说到这，陆天乐还叹了口气，露出一副惋惜的表情。那场面太惨烈了，当场就炸了，拼都拼不起来。我陆家
也是为了维护你南宫家的颜面，才不得不动用真火，将其就地火化。你说什么？南宫烈整个人都在哆嗦。炸了！化神期修士因为房事太兴奋，炸成了灰。这特么说出去谁信啊？放屁！南宫烈怒吼一声：“陆天乐，你把老夫当傻子耍吗？刘云乃化神修为，肉身堪比金铁，怎会因这种荒唐理由身亡？分明是你陆家下了黑手，交出尸体，老夫要搜魂验尸，否则今日便是两族开战之时。”嗡！炼虚境巅峰的气息彻底爆发，锁定了在场所有人。四长老陆天乐下意识看向陆云山，这理由确实太扯淡了呀！家主，要不咱们还是服个软。然而陆云山却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江辰，此时的江辰正拿起那块擦手巾，慢条斯理地擦着手指，仿佛外界的一切事都与他无关。陆云山心中大定，贤婿如此淡定，定是看不起这区区南宫家。有那快乐水在手，神仙难挡，我陆家怕个球！陆家崛起的契机就在今日。搜魂！陆云山消失在原地，下一秒已经出现在南宫烈的面前。准地，那是凌驾于炼虚之上的绝对力量。咔嚓，南宫烈周身的护体血气瞬间像是玻璃一样碎裂。你想搜谁？搜我女儿，还是搜我贤婿？南宫烈，给你脸了是吧？你家弟子身板脆的像纸，死的那是相当不体面。老夫帮你遮掩丑事，你不谢恩也就罢了，还敢要挟开战？巨大的压力如同万座大山，狠狠压在南宫烈的肩头。扑通！南宫烈双膝一软，竟硬生生被这股准地威压从天上压到地上，最后压得狠狠跪在了地上，膝盖下的青石板瞬间化为齑粉。你！南宫烈满脸惊恐，冷汗如瀑，他死死盯着陆云山。疯了！这老狐狸绝对是疯了。往日里，陆云山最是圆滑世故，从不轻易得罪其他地族。今日为了一个死因不明的赘婿，竟然敢当众羞辱南宫世家！你真敢与我南宫地族开战？南宫烈强行运转体内灵力，这才好不容易说出话来，就不怕？怕！陆云山嗤笑一声，滚！最后一个字，陆云山用上了狮子吼的神通，声浪如雷，直接将南宫烈三人震得倒飞而出，狠狠撞在听雪轩外的山头上。噗！南宫烈一口老血喷出，狼狈不堪。他怨毒地看了一眼陆云山，又深深地看了一眼那个自始至终没正眼看过他的凡人青年，看不透，完全看不透。但陆家挑衅南宫家，害死南宫家的弟子，此事已不由分说。而且看陆云山今天这派头，他若是再不走，恐怕就要死在这里了。好一个陆家！南宫烈抓起桌上那个骨灰坛子，踉踉跄跄地爬起来。此事没完，咱们走着瞧。说完，他不敢再逗留，化作一道血光，仓皇逃离。直到那股气息彻底消失，陆云山才收起一身气势，重新回到听雪轩。贤婿啊，吃饱了吗？你看这快乐水的主材。江辰不紧不慢地擦了擦手，指着地图上的雷泽说道：“这边去吧。”角落里，3无观察日志更新。观察日志，诈骗第1阶段完美闭环，主人通过吃鸡成功驱使准地级打兽，击退敌对势力。备注：人类的脑补能力真是太可怕了。北域南宫家大殿深处，烛火幽微，映照着正座上那张阴晴不定的脸。家主南宫秋叶指节轻扣扶手，节奏极慢，每一下都像是敲在下方贵妇之人的心口上。台阶下，南宫烈把头埋得很低，旁边摆着那坛弟子骨灰。你是说陆云山为了一个凡人，不惜杀了弟子刘云，得罪南宫家？南宫秋叶的声音听不出喜怒，却让南宫烈压力倍增，千真万确。南宫烈抬头，满脸怨毒。那陆云山简直是疯了。他说刘云是房事中过于兴奋，走火入魔，这才……而且那凡人正是陆飞渊的赘婿。赘婿！南宫秋叶扣着扶手的动作猛地一顿，咔嚓，万年玄铁打造的扶手竟被他捏出了一道指印。陆云山这只老狐狸，平日里滑不留手，稍微有点风险的事都躲得远远的。今天为了一个赘婿，敢跟南宫家彻底撕破脸，甚至连走火入魔、炸成灰这种离谱到家的理由都敢编。这说明什么？说明那个凡人给陆家带来的利益大到足以让陆云山无视地族的怒火，甚至是足以颠覆北域格局的惊天造化。南宫秋叶豁然起身，负手而立，这背后有大恐怖。派天字号密探潜入风雪城，我要知道那个叫江小城的凡人到底是什么路数。陆家听雪轩。江辰左手执黑，右手执白，面前铺开的地图上局势已定，黑子落下之处，3颗白子合围。而在那唯一的死地之中，江辰给自己留了一条生门，那是只有他知道的北域雷子安全路线。我记得5年前我取这高压2氧化碳时走的是北面。江辰语气淡淡，听到了吗？江神医说走北面，全军出击，一行人浩浩荡荡杀入雷泽。就在快到核心区域时，一道紫黑色的劫雷轰然劈下，堪比成帝之威。江辰闲庭信步地跟在后面，而那道毁天灭地的雷霆就像是长了眼睛一样，堪堪擦着他的鼻尖落下，连他的一根头发丝都没伤到。然而走在他前面的陆家修士团就没这种运气了。轰！惨叫声瞬间被雷声淹没。3道雷过后，一名化神初期长老重伤，3个元婴期高手直接气化，
12个金丹弟子连灰都没剩下。烟尘散去，江辰手里捏着一个特制的玉瓶，晃了晃里面的气体，满意地点头。不错，这么大一瓶，够做3壶快乐水了。这波不亏，不亏，你管这叫不亏？陆云山人都妈了。但看着江辰手里那瓶被视为神物的气体，陆云山咬了咬牙，值了，不愧是江神医，这运气简直逆天。接下来的7天，对于陆家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江辰指啊，他们打啊！为了那个焦糖色素，陆家折进去2个化神，5个元婴；为了咖啡因，地火失控，直接吞了7个元婴长老。7天下来，江辰连油皮都没破一点，陆家的底蕴硬生生被霍霍了5成。陆云山的心都在滴血，每死一个长老，他的赌徒心里就加重1分，付出这么大代价，要是练不出神药，陆家就真完了。只要得到了快乐水，别说区区北域，整片大陆以后都要看他陆家的脸色。终于，听雪轩内所有的材料一字排开，摆在江辰面前，只差最后一位。贤婿啊！陆云山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眼珠子里布满了红血丝。现在可以开始炼制了吗？江辰看着那一桌子破烂，微微一笑，摇了摇头。岳父大人，稍安勿躁，前面那些狂暴的雷气、火浆太过霸道，唯有靠这氢二氧作为溶剂，才能完美中和，赋予快乐水真正的灵魂。少这一滴都不行。陆家一众高层，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大眼瞪小眼。氢二氧，听名字就感觉比二氧化碳还要高端大气上档次。但这一次，江辰没有落子不举，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棂，目光深邃地望向南方，仿佛在眺望什么遥不可及的圣地。此物极为稀缺，且性质活泼，极难保存。放眼天下，唯有一处拥有此物。陆云山急得差点跳起来：“贤婿，你倒是说啊，哪里？不管是刀山还是火海，老夫亲自去取。”江辰回过头，吐出2个字：南荒。3年前，我曾游历南荒，在天魔教的后山禁地，有幸得到过一小瓶。空气突然安静了。南荒，天魔教，那可是南荒魔道巨擘，杀人不眨眼的魔尊将霸天的老巢。陆家现在半残状态，去那种地方抢东西，那和送死有什么区别？陆云山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贤婿，一定要是天魔教的，其他地方哪里有，我就不知道了。江辰叹了口气，一脸遗憾。若是岳父大人怕了，那就算了。说着，他做事就要把桌上的材料收起来。哎，可惜了，这竟是配方。陆家崛起的机缘，终究是错付了呀。算了。陆云山看了看地上那几个缺胳膊少腿的长老，想了想已经得罪死的南宫家，再看看江辰那副我无所谓的表情，此时放弃，陆家就是慢性死亡。开弓没有回头箭，恐惧在极致的贪婪和沉没成本面前瞬间崩塌。左右江霸天那个老魔头最近不在教内，只要动作够快，偷了那什么氢二氧就跑，未必没有机会。若是炼成快乐水，他江霸天算个屁！怕？老夫这辈子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陆云山猛地一拍桌子，不就是个天魔教吗？既然南宫家我也得罪了，还在乎多一个江魔头？他豁然转身，对着身后那群长老命令道：“传我家主令！”敲响金龙钟，唤醒禁地里沉睡的3位太上长老，举全族之力祭出极道地兵。陆云山一把抓住江辰的手，眼中满是狂热：“贤婿，咱们即刻启程，南征天魔教，抢那个什么？对，抢氢二氧。”角落里，三无默默合上小本本，笔尖刷刷作响。观察日志，人类迷惑行为大赏。主人仅仅用了一个化学名词，就成功忽悠这群傻子，举全族之力去攻打主人的老家，只为了抢1壶水。备注：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千里送人头，礼亲情义种。听雪轩吱啊一声，房门被推开，寒风裹挟着雪花卷入，跟着进来的是陆飞渊。此时的他换下了一身戎装，穿了一袭红色长裙，手中还提着1壶酒，2个玉杯。他反手关门，指尖连点，在这个本就有大阵的房间里，又加了3道隔绝神识的禁制。江郎，陆飞渊走到桌前，将酒壶放下。江辰挑眉：怎么？岳父大人集结完毕，准备出发了。陆飞渊没有回答，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江辰，目光决绝而又坚定。江郎，你不必装了。陆飞渊倒了一杯酒，推到江辰面前：我父亲是什么人，我比你清楚。即便你帮陆家炼出了快乐水，即便你让陆家称霸北域，结局也只有一个，只有死人才能永远保守秘密。江辰握着酒杯的手微微一顿，这丫头倒是个明白人。所以呢？江辰似笑非笑：你是来送我上路的？不是。陆飞渊一口将自己杯中的酒饮尽，辛辣入喉，呛出眼角的一滴泪。我救不了你，父亲是准帝，这次更是唤醒了3位沉睡的太上长老。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的智谋，我的反抗，都不过是蚍蜉撼树。今晚过后，大军开拔，等拿到氢二氧，炼制出快乐水，就是你的死期。江辰张了张嘴，刚想解释什么，但陆飞渊冰凉的手指已经按在了他的唇上。别说话，别骗我，也别骗你自己。陆飞渊站起身，红衣如火，他抬手拔下了头上的金钗，如瀑的青丝瞬间散落，遮住了他半边脸颊。江郎，我陆飞渊这条命是家族给的，身不由己。他一步步走向江辰，每走一步，身上的衣衫便滑落一件，外袍、中衣、罗裙，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件赤色鸳鸯肚兜，在大红烛光下，白得晃眼，
红得惊心。但我这身子是我自己的。他跨坐在江晨腿上，双手捧住江晨的脸。我能做的就是在这最后一晚为你留个后。若是个男孩，我教他隐忍复仇；若是个女孩，我教他远离这修仙界的赃物。江晨，不是，这剧情走向是不是有点太悲壮了？这不是苦情小说啊！喂，那个飞渊啊，其实闭嘴！陆飞渊霸道地吻了上来，堵住了江晨所有的解释。这是一个带着泪水咸味和烈酒辛辣的吻，没有任何技巧，全是感情，甚至带着一种绝望的疯狂。撕拉！江晨的衣领被暴力扯开。陆飞渊此时哪里还有半点正道仙子的矜持？现在的他只想在结局到来之前将自己的爱人拆吃入腹，融进骨血里。江郎，要我？他在江晨耳边呢喃，甚至还拿着一支毛笔递到江晨手里。若是喜欢，江郎什么都可以写。江晨叹了口气，罢了，解释不清了。既然老婆这么有兴致，此时要是推开，那还是男人吗？江晨反手扣住那不堪一握的纤腰，在此刻化被动为主动。红烛摇曳，满是皆春。这一夜，听雪轩外的战鼓声未曾停歇，听雪轩内的战火更是燎原。不知过了多久，叮，检测到宿主与目标陆飞渊完成深度生命大和谐，恭喜宿主，目标陆飞渊已成功受孕，第一胎确定为武灵神合体，恭喜获得奖励一发入魂卡 X1。江晨脑海中系统提示音响起，这一波血赚，一股玄奥至极的气息轰然爆发。原本已经力竭昏睡的陆飞渊猛地睁开双眼，只见他的小腹处亮起五色神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力如同5个欢快的小精灵，在他经脉中疯狂游走，最后汇聚丹田，凝结成阴，那是元婴。陆飞渊原本只是金丹中期的修为，此刻竟然瞬间冲破了那道困住无数修士的天堑。金丹碎，元婴成，五色神光透过听雪轩的窗户缝隙，将外面的风雪都染成了彩虹色。陆飞渊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五指之间灵力流转，生生不息。仅仅是2次，自己未觉醒的残缺灵根完全觉醒，甚至直接元婴了。不对，不只是因为有了男人，更是因为这个男人是江郎。他抬头看着身旁正在穿衣服的男人，即便到了此刻，这个男人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夫君，陆飞渊的声音都在颤抖。江晨系好腰带，回头捏了捏他红润的脸蛋，怎么，为夫这祖传染色体感觉如何？陆飞渊咬着嘴唇，眼泪又下来了。他不懂什么叫染色体，他只知道这个男人和腹中的孩子就是他的全部，哪怕与家族为敌，哪怕与父亲反目，也在所不惜。夫君放心。陆飞渊起身，温柔地帮江晨整理好衣领，像个送丈夫出征的小媳妇。若你死了，待到来日，我必血洗今日之仇，然后去地下陪你。黄泉路上，你慢点走，等等飞渊。江晨看着他这一副已经在交代后事的模样，实在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傻媳妇！江晨伸手弹了一下他光洁的脑门，咱们谁都不用死。陆飞渊只当他在安慰自己，强忍着悲痛点了点头。静至降下，外面一个黑影蹲在树上，神识扫过房内，而后默默用玉简传信。禀家主，陆飞渊与那凡人将小城洞房过后，修为直接从金丹突破元婴，此子必有大机缘。翌日清晨，陆家广场之上，3000修士列阵以待，数艘遮天蔽日的巨型战舟悬浮在半空，投下大片阴影。在队伍的最前方，陆云山一身暗金色的战甲，手持一杆地兵破天枪，威风凛凛。而在他身后，3个老者盘膝悬浮在半空，他们闭着眼，但周身散发出的腐朽与恐怖气息，连虚空都在微微扭曲。那是陆家的底蕴3位大成期的太上长老，这阵容足以灭掉北域任何一个二流宗门。见到江晨出来，陆云山眼中满是兴奋。贤婿，大军已集结完毕。陆云山长枪一指南方，意气风发，仿佛已经看到了陆家脚踩其他3大地族称霸北域的未来。目标南荒天魔教，为了亲二养，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出发！吼声震天，杀气冲霄。陆飞渊站在江晨身旁，手紧握着剑柄，指节发白。可惜他就是想跟着都不行。为防止江晨有诈，陆云山贴心的让陆飞渊在家中休养，实为软禁的人质。然而江晨看着这群即将去自己老家送外卖的大冤种，嘴角却疯狂上扬，露出了一个比阳光还要灿烂的笑容。他大步上前，对着陆云山拱了拱手：“岳父大人威武！”云海翻腾，星河倒悬，一艘长达1000丈的黑金战舟划破夜空，向着南荒疾驰而去。这是陆家的主舰破云号，通体由万年玄铁打造，其上铭刻的防御阵法光是启动一次就要烧掉10万灵石。奢华的顶层仓房内，地铺灵兽绒毯，强挂鲛人掌明灯。江晨侧卧在软榻上，透过琉璃窗看着脚下飞速后退的山川。陆家还挺有钱的，只可惜飞渊被扣在陆家了，今晚没人暖床。江晨回头看了一眼角落里的三无，算了，这位神仙是凉的，别给冻感冒了。就在这时，三无突然站了起来：“主人，有老鼠进来了。”江晨挑眉：“老鼠？这可是陆家旗舰，外有准帝坐镇，内有3位大成期老怪，什么老鼠能钻进来？化神期，擅长暗影潜伏。”三无盯着门口，
认真道：“已避开外层36道禁制，距离此门还有3隙。”江晨心中微惊，能在陆云山眼皮子底下摸进来，这老鼠有点东西。江晨整了整衣领，放进来，我倒要看看谁这么想不开。哦，三无乖巧点头，身形如同一滴墨水落入深潭，瞬间消散在空气中，仿佛从未存在过。1息、2息、3息，呼！仓房内原本平稳燃烧的烛火，诡异的跳动了一下，一道黑影如鬼魅般从天窗滑落，落地无声，甚至连地上的绒毯都没有压下一丝凹痕。来人一身紧身夜行衣，连头带脸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几乎是落地的瞬间，黑影便已欺身而上。铮！寒光一闪，一把泛着幽蓝毒光的匕首稳稳地抵在了江晨的咽喉处。别动！刻意压低的声音听不出男女，敢叫半声，割了你舌头。丁扫描当前目标花影，体质鬼魅暗影体，神级，颜值92，三围80、58、90，有点平，应该不影响喂奶。恋爱史无，刺客的一生都在阴影里度过，综合评分93。江晨还是个女刺客啊，果这么严实，真没看出来。女侠，你这是做什么？黑影明显愣了一下，做刺客这么多年，能一眼看出他女儿身的还是第一个。少废话！花影手中匕首往前送了半寸，跟我走。走！江晨笑了，他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头顶，又指了指门外。门外守着8个金丹，船头坐着一位准帝，底舱里还睡着3个大成器的老怪物。你空手进来已是不易，现在还想带个大活人出去？你想死别拉上我，我还没活够呢。花影僵住了，显然这就是个典型的技术流刺客，潜入手段天下无双，但脑子不太好使，光想着怎么进来抓人，完全没考虑过怎么撤退。花影彻底沉默了，进退两难。正如江晨所说，前进来已经是极限，带个累赘出去绝对是死路一条。可若是空手而回，想通了。江晨见对方眼神闪烁，循循善诱道：我要是你，现在就原路返回，陆家还没发现你，此时走还来得及。花影深吸一口气，那双原本慌乱的眸子突然一定，像是做出了什么极为艰难却又不得不做的决定。他收起了匕首。你说的对。黑影的声音恢复了一丝冷静，带不走人。江晨松了口气，还好是个听劝的，这就对了吗？青山不改，绿水长。话音未落，变故突生，带不走人，那就带走种。花影猛地低喝一声，只见他手腕一翻，数道定身符箓飞出，瞬间贴满了江晨全身。紧接着，他整个人直接扑了上来。卧槽！江晨只觉得眼前一黑，整个人被狠狠按回了软榻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那黑影长腿一跨，竟直接骑在了他的腰腹之上，居高临下，那双眼睛里此刻燃烧着一种近乎狂热的贪婪。你要干什么？这剧本不对啊！说好的刺杀绑架呢？这怎么突然变成了爱情动作片现场？花影撕开江晨的衣服，又动手解自己的腰带。陆飞渊与这个凡人洞房之后，直接突破原因，此人身上必有大机缘。既如此，既然带不走你这个活人，那我就借你元阳一用。江晨，不是，大姐你冷静点，闭嘴！黑影根本不听解释，撕拉，锦缎长袍应势而裂，大片胸膛暴露在空气中。黑影呼吸急促，眼中只有完成任务的决绝。我只借你的种，不伤你性命。说着，他就要去解自己的夜行衣。江晨，这算什么？我为什么要在万米高空被一个刺客强上？就在此时，刷刷刷，空气中突然传来了一阵血字声。黑影动作猛地一僵，那种如芒在背的危机感让他瞬间炸毛。谁？他猛地回头看向仓房的阴影处，只见那雕花横梁之上，不知何时蹲着一个穿着碎花红棉袄的少女。少女手里捧着一个小本本，另一只手握着一支炭笔，正一脸面无表情地记录着下方的活春宫。见黑影看过来，少女停下笔，歪了歪头，然后用一种毫无波动的棒读语气朗读出了刚才写的内容。观察日志，野生人类雌性出现，该雌性求偶方式极其野蛮，判定为主人似乎要被强行配种了。黑影瞳孔剧烈收缩，怎么可能？这房间里竟然还有第3个人，而且自己身为化神期修士，竟然完全没有察觉到对方的存在，装神弄鬼！黑影眼中杀机暴涨，既然被发现了，那就只有杀人灭口。他抬手便是一道幽蓝色的毒针，直取三无眉心。然而好巧不巧，嘟嘟嘟，一阵沉闷的敲门声突兀的响起，紧接着是一道威严中带着关切的老者声音透过厚重的门板传来：贤婿，老夫方才察觉此处有一丝灵力波动，可是睡不安稳。是陆云山。这一刻，骑在江晨身上的花影，蹲在梁上的三无，还有躺在床上衣衫不整的江晨，三人的动作同时定格。嘟嘟嘟，敲门声就像催命符。花影骑在江晨腰腹，匕首抵喉。三无蹲在梁上，抬手挡住花影射来的毒针。说时迟，那时快，江晨心念一动，进去吧。你没有丝毫灵力波动，一道无法抗拒的规则之力凭空降临。花影只觉眼前一花，连那句谁都卡在喉咙里，整个人瞬间凭空消失。同一时间，啪！梁上的三无合上小本本，一跃而下。落地瞬间，他双手极快地在自己头发上一阵乱揉，紧接着他面无表情地扯开领口，
露出一大片血腻的锁骨，顺势一脚踢翻了旁边的凳子，然后他像只树袋熊一样，手脚并用地钻进江晨怀里，把头埋在被子里。这一套动作行云流水，用时不到半息。做完这一切，他才张开嘴，换上一种娇嗔的语气：“啊，不要少爷好坏啊！江晨，这该死的阅读理解能力，三无到底看了多少学习资料？”闲叙，门被推开一条缝，陆云山站在门口，老脸上挂着一丝意味深长的笑，视线扫过，屋内一片狼藉，名贵的锦袍撕成布条散落一地，凳子翻倒，桌上的茶具都在震颤，而那张宽大的软榻上，他的好贤婿衣衫不整，正气喘吁吁地躺着，怀里那个叫翠花的傻丫头，头发凌乱，衣衫不整，正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陆云山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年轻人火力真旺，分明就是个沉迷女色的草包，这种时候都忘不了裤裆里的那点事。不过草包好啊，若是那等心机深沉之辈，他还真不敢放心。只有这种除了吃就是睡女人的废物，才最好掌控。咳咳，陆云山假意咳嗽两声，并没有进屋，而是体贴地退后半步。看来是老夫唐突了，方才听到屋内有动静，还以为进了什么贼人。江晨撑起上半身，一脸被撞破好事的虚弱，没好气道：“岳父大人，我都说了不要打扰我，刚才差点给我吓萎了。”粗鄙狂妄，但陆云山听得极其顺耳。是老夫考虑不周。陆云山陪着笑脸，顺手带上了门。闲叙继续。砰！房门关上，脚步声渐行渐远，屋内瞬间安静。三无立刻停止了那毫无感情的啊呀声。他从江晨怀里钻出来，顶着一头鸡窝，默默地掏出小本本和炭笔，观察日志。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演技评价：主人演技 S 级，我也 S 级。江晨长出了一口气，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好险！他伸手帮三无理了理乱糟糟的头发，竖起大拇指，干得漂亮！奖励！三无眼睛一亮，向江晨摊开手，要补摸，等回去了管饱。三无乖巧的点点头，从被窝里钻了出来。江晨翻身下床，整理好衣衫，手指一滑，空间入口呈现。三无，乖乖在外面帮我守着。空间内中央那口巨大的阴阳造化温泉，此刻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花影此时觉得自己快疯了。就在刚才，那个凡人只说了一个收字，他就毫无反抗之力的被吸入了这个鬼地方。还没等他弄清楚状况，身上的夜行衣、内甲，甚至脸上那张面具，居然瞬间消失。他引以为傲的化神期修为，在这个空间里竟然如泥牛入海，提不起半点。他拼命把身体缩进水里，双手护住胸前，只露出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岸边。没有了面具，没有了那一身漆黑的夜行衣，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千面花影仿佛死在了水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怕生、羞愤、是恐到极致的小女人。泉水不仅溶掉了她的衣服，更是在飞速修复她的肉身。她做刺客这些年，身上留下的数百道狰狞伤疤，此刻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脱落，粗糙的皮肤变得如同凝脂白玉，常年不见阳光的苍白脸上，因为羞愤而染上了两抹酡红。美，惊心动魄的美，那是一张足以祸国殃民的脸，却因为长期的自我封闭和杀戮，带着一种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破碎感。哒哒，脚步声响起，江晨的身影凭空出现在泉边青石之上。他负手而立，居高临下的看着水里的小刺客。江晨目光肆无忌惮地扫过水面下那若隐若现的白腻，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这就是北域第一刺客。你别看。花影整个人猛地往水下一缩，连鼻子都埋进了水里，只留下一双眼睛还在外面，咕噜噜地吐着气泡。太羞耻了，他这辈子都没被人这么看过。更可怕的是，没了面具的遮挡，他感觉自己像是被人扒光了灵魂，所有的安全感都在这一刻崩塌。江晨蹲下身，伸出手指，轻轻拨弄了一下温泉水，开门见山道：“这是我的空间，在这里，我是神。”江晨伸出2根手指，在花影眼前晃了晃。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第一，死在这里；第二，江晨故意拖长了尾音，做我老婆，以后给我暖床、生娃、带孩子，选吧。花影，暖床、生娃，这个无耻的凡人竟然敢对高贵的化神期修士提出这种要求。可是他现在没戴面具，没穿夜行衣，大脑完全空白，应该怎么办？出招吗？出哪一招？飞针18式还是净符38章？怎么扔飞针来着？怎么甩净符来着？根本想不起来啊！江晨眼看着水里的小刺客眼泪哗哗的，根本刚才那个杀气腾腾的样子比完全是2个人。这是怎么了？面具才是本体吗？怎么感觉现在他才是那个在欺负小朋友的坏人？你这是怎么了？江晨尽量用一种温柔的语气问道。哇哇哇！花影突然哭了，哭得很大声。呜，我不活了，行了，别嚎了。江晨一脸嫌弃地看着他，这可是上好的灵泉水，再哭都要被你淹入胃了。刚才不是挺凶的吗？还要割我舌头？来，舌头在这，你来割。他伸出舌头略了一下。花影哭声一顿，抬头看了他一眼，那双平日里杀气腾腾的眸子，此刻红得像兔子，蓄满了泪水。你是坏人？呜！他又把头埋了回了水里。江晨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反差也太大了。谁能想到
威震北域千面花影，本体竟然是个重度社恐加爱哭包，看来这面具才是你的本体啊！江辰站起身，拍了拍衣摆上的褶皱，语气陡然转冷：既然哭够了，那就说正事。刚才给你的2条路，怎么选？花影吸了吸鼻子，眼神中闪过决绝：是可杀不可辱。你杀了我吧！虽然嘴上说着硬气的话，但配上那梨花带雨的表情和软糯的哭腔，实在是没有半点说服力。既然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江辰意念一动，周围的空间法则开始震荡。不过我这个人懒得很，肯定懒得给你收尸，更懒得给你穿衣服。等你死后，我就把你这光溜溜的尸体直接扔到外面的走廊上。我想想，外面现在好像还有几千个陆家弟子吧？这画面太美了。如果不穿衣服死在外面，被几千人围观，那种画面只是在脑子里过了一下，花影就感觉要裂开了。那是比千刀万剐还要恐怖10000倍的刑罚，那是社恐人的终极噩梦。不，他疯狂地摇着头，不要，别扔，我选2，我选2，呜，别让我没穿衣服出去，求求你了。江辰看着眼前这个瞬间崩溃的小刺客，满意地点了点头，拿捏了，早这么乖不就好了。江辰随手解下自己身上的外袍，那是陆家特供的血蚕丝长袍，宽大柔软。他手腕一抖，长袍扔向了花影，穿上吧。片刻后，一个娇小的身影怯生生地爬上了岸。江辰的外袍穿在他身上，显得格外宽大，领口歪斜，露出大片的肌肤和精致的锁骨，袖子长得完全盖住了手。这都行？他摊开手心，光芒一闪，一枚黑色的物体凭空出现。这是一枚设计极为精巧的口罩，通体漆黑，材质似丝非丝，边缘绣着一圈黑色蕾丝花纹，看起来有点像那个谁，玩偶姐姐同款。这系统的恶趣味真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发挥啊！而且情绪越激动越透明，用来对付眼前这个社恐刺客，完美。喂，小刺客！江辰转过身，看着依旧低着头不敢看他的花影。既然选了第2条路，以后就是我的人了，送你个见面礼。江辰捏着那枚黑色口罩递了过去，戴上它，没我的允许，不许摘下来。花影缓缓抬头，当他看到那黑色的面具时，眼睛瞬间亮起了一道光。只要遮住脸，就没人能看到我的表情，我就安全了。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接过那枚口罩。口罩一到手，他立刻将挂耳绳勾在了耳朵后面，然后轻轻拉开褶皱，遮住了那张写满怯懦的脸。呼，下一秒，花影的气场瞬间变了，那双哭红的兔子眼睛里，怯懦与恐惧如潮水般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凌厉的杀意。只要脸被遮住，他就是神。哼！一声冷笑隔着黑色的口罩传出，话音未落，争！虽然手中无刀，但花影并指如剑。化神期的恐怖修为虽然被压制，但肉身力量还在。他脚下一踏，青石崩裂，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手刀直取江辰咽喉。快、准、狠，这就是顶级刺客的本能。只要杀了眼前这个控制空间的男人，他就能重获自由。然而，江辰嘴唇轻启，只是淡定地吐出一个字：定。言出法随，这方天地的规则便是他的意志。嗡！花影的身形硬生生停滞在了半空，他保持着前冲劈砍的姿势，右腿弓起，左手后摆，右手如刀切在江辰脖颈皮肤之上，但再难靠近半分。此时的他除了眼珠子还能转，连一根头发丝都动不了。江辰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推开了抵在喉咙上的那只纤纤玉手，绕着被定在空中的花影转了一圈，目光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不得不说，戴上口罩确实有点味道。他伸出手，在那黑色的口罩上轻轻戳了戳，花影的瞳孔剧烈收缩，羞愤，极度的羞愤。因为剧烈的挣扎和情绪波动，他的体温开始急速飙升。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那原本漆黑的口罩竟然真的开始慢慢变淡，先是变成了半透明的黑纱，隐约透出口罩下那挺翘的鼻梁，紧接着颜色更淡了，那张因惊愕而微微张开的红润小嘴都在半透明的黑色蕾丝下若隐若现。这种朦胧的视觉冲击比直接摘下面具还要来得刺激。江辰凑近了一些，两人的呼吸几乎交融，透过那层薄薄的无相之面，他能清晰地看到花影脸上泛起的红晕。小刺客！江辰伸出手指轻轻弹了一下那边的透明的口罩，发出一声清晰的崩，而后捏着他的脸，强迫他与自己对视。你就是这么当我老婆的？空间内，两人视线撞在一起。看到了。花影的呼吸变得急促，胸口剧烈起伏，随着体温的直线飙升，他耳朵上挂着的无香之面开始疯狂变淡。那原本漆黑如墨的口罩在几秒钟内彻底化为了近乎虚无的透明膜。江辰甚至能看清他因为羞愤而不断张合的小嘴，以及两颗小虎牙，还有疯狂变红的脸颊。你脸红的泡泡茶壶，给你3秒钟交代来历，我死也不告诉你。花影眼眶通红，虽然语气软糯，但刺客的职业素养让他咬死了最后的底线，很有骨气。江辰轻笑一声，眼神逐渐变得深邃，但在我这里，死人也能开口。他当然不打算杀他，一个神级体质的化神期刺客，还是社恐，要是能收了，这后宫又能壮大不少。不过现在陆云山还在外面，没时间在这玩审讯 play， 等我回来再教你怎么当老婆。丢下这句话，
江晨身形消失在空间里，花影愣在原地，等静止消散，他猛地蹲在地上，双手死死护住脸。他脑子里现在全是那个男人的声音，还有那个轻薄到极致的动作。贤婿，战舟已入南荒。陆云山深吸一口气，双眼闪烁着疯狂的贪婪。现在，你可以告诉我，那青二养具体的藏匿位置了吧？江晨眯起眼，装出一副高深的模样，缓缓说道：“此物就在天魔教少主寝宫后院的化龙池底。”陆云山跟在陆云山身后的长老，也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寝宫后院，四长老陆天乐第一个叫了出来。那天魔教少主江晨虽传闻是个废柴，但其父江霸天为了护他周全，在那寝宫周围布下了重重阵法，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你是如何得知？陆云山的眼神也冷了下来。贤婿，你一介凡人郎中，如何能拿到这青二养？一股若有若无的准地威压锁定了江晨，他在试探。江晨闻言却自嘲地大笑起来，笑得凄凉，笑得壮烈。他指着身旁的三吴，眼眶竟然微微湿润。岳父以为这青二养是我平白得来的，为了这青二养，3年前翠花为了打探情报，不惜牺牲色相，改名换姓潜入天魔教，在那废柴少主枕边虚与委蛇了整整1年，直到那魔教少主酒后失言，才窃得了这青二养的秘密。就是魔窟里的那1年，让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痴痴呆呆，连话都不会说了。三吴愣了0.01秒，随后他面无表情地从怀里掏出一块手绢，擦了擦眼角的泪水。阿巴阿巴，陆家众长老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这个长相平平无奇、一脸木讷的侍女，再想象一下她在魔教少主枕边潜伏的画面，一股莫名的肃然起敬之情油然而生，甚至有人在心里嘀咕：那天魔教少主的口味确实有点别致。原来如此，陆云山的威压瞬间消散。比起阴谋论，他更愿意相信这种凡人为了翻身不择手段的悲剧故事，因为这很符合人性，也很符合他的胃口。可即便知道了位置，那少主寝宫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不，江晨突然打断他，眼底闪过一抹狡黠。那天魔教少主江晨有个致命的弱点，他是一个极度不爱之人。不爱，众人不解，就是好色。江晨直白道，只要能让他看顺眼，别说后院化龙池，就是让他带你去摘天上的月亮，他都不带皱眉的。此言一出，陆云山陷入了沉思。强攻以陆家现在的残血状态，硬刚天魔教确实是下策，但若能智取，贤婿的意思是派个女子行美人计，将其诱入后院，趁机取宝。江晨点头，必须如此。而且那寝宫禁制，还能强行化去化形易容术，不能用此类办法。可陆云山看向三吴，翠花虽然立过功，但已经露过脸了，江晨那废柴必然认得。不错，江晨叹息，得换个生面孔，且修为必须顶尖，能完美隐藏灵力，还能在取宝之后立刻全身而退。所有人的目光开始在舱内搜寻，陆家这次带来的女修不少，但要长得美还修为高的还真没有。就在这时，一直紧闭双眼的陆家太上长老陆青竹缓缓睁开了眼。此人虽辈分极大，但由于修炼长生功法，外貌竟是鹤发童颜，不仅皮肤细腻如处子，连那双眼睛都透着一丝空灵。若是换身行头，太上长老，陆云山吓了一跳。为了取宝，老朽舍去这身老骨头又何妨？陆青竹声音虽然沧桑，但语气决绝，只要改了嗓音，老朽去这一趟也未尝不可。陆青竹虽是童颜，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已时日无多。若是能取得那快乐水，从南宫家得到那样东西，他的修为或许还能更进一步，否则也只能等死。区男扮女装罢了，大不了事成之后杀了那魔崽子。江晨，我勒个去，他只是随口胡扯，结果这老头居然打算亲自女装去吊他，这场面光是想想，江晨就觉得眼睛要瞎。既然太上长老有此宏愿，小婿倒有一计。江晨强憋着笑，神情严肃。那天魔教少主最喜欢病弱仙子这一口，只需将皮肤抹成惨白色，眉宇间带上一丝忧郁，再换上一身血色的纱裙。半个时辰后，陆家一众高层看着这个魔改出来的病弱仙子，集体陷入了沉默。一袭素白纱裙，白发，雌雄莫辨的童颜，原本不食人间烟火的太上长老，此刻居然透着一种说不出的破碎感，配合上那股大成期高手的清冷气息，倒还真有股子病弱仙子的味道。江晨心中狂笑，这画面一定得用留影石记录好。题目都想好了。震惊！北域陆家太上长老深夜竟为1瓶水对魔教少主做出这种事。陆云山恭敬行礼，那便委屈太上长老了。出发！战舟猛然加速。此时，远处南荒的地平线上，天魔教那标志性的魔神峰已然隐约可见。江晨看着那熟悉的家门，转过头对一旁的三吴低声道：“三吴，把留影石准备好，这绝对是修仙界万年难遇的大新闻。”三吴默默点头。观察日志，主人成功启动太上长老女装射死计划。南荒天魔教山门，一道白色的身影突兀地出现在这阴森的山门前。陆家太上长老陆青竹此刻身着一袭如雪的薄纱长裙，满头银发垂至腰际。为了营造江晨口中那个破碎感，他特意用秘法收敛了那一身恐怖的大成期气息，甚至封住了气血，让脸色看起来惨白如纸。他一手捂着胸口，眉头微蹙，
做出一副西子捧心的病弱状。呼，陆青竹深吸一口气，夹紧了嗓子：“两位大哥，奴家仰慕少主风采，特来投奔。”守山门的两名魔修闻声抬头，这一看，两人手里的动作僵住了。面前这女子虽然五官看着还算清秀，但这股子掩盖不住的老人味，简直像是从棺材里刚爬出来的。哪来的老葱？魔修甲一脸晦气的挥手，都蔫巴了还来装嫩？去，别在这碍眼！陆青竹眼角疯狂抽搐，老葱想他堂堂陆家太上长老，北域受万人敬仰的老祖宗，竟然被一个练气期的蝼蚁骂作老葱！你……陆青竹刚要发作，又深深压了下去。人小不忍则乱大谋，此时不宜打草惊蛇。两位大哥，奴家虽姿色平平，但这身子骨耐折腾。听说少主就喜欢哦。魔修以夸张的干呕了一声：“大婶，你饶了我们吧。少主喜欢的是那种胸怀天下的。你看看你，前胸垫后背的，还没有胸肌大。去！你！”就在此时，吵什么？话音未落，一股浓郁的血煞之气瞬间笼罩全场。原本还嚣张跋扈的两名魔修，听到这个声音，膝盖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瑟瑟发抖。三长老厉无涯一身黑袍，冷冷地扫过全场。他是接到了真仙用法则之力传来的密令，说少主有一位特殊客人要到，让他务必放行。厉无涯目光一转，落在了陆青竹的身上。陆青竹见主事人来了，立刻收敛气息，配合地抛了个媚眼，顺便把领口往下拉了拉，露出半截肩膀。厉无涯这平板身材，还有这矫揉造作的死鱼眼，少主这是什么阴间审美？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恋尸癖？厉无涯心中翻江倒海，他知道少主天赋异禀，行事不拘一格，但万万没想到少主的口味竟然已经独特到了这种地步。三长老魔修甲战战兢兢地抬头，这疯婆子非要见少主，属下怕脏了少主的眼，正要赶走。不必。厉无涯挥了挥手，一脸悲壮：“带进去吧，送去少主寝宫。”魔修乙惊恐地瞪大了眼：“三长老，这少主真吃得下？少主的境界岂是尔等凡夫俗子能懂的？”厉无涯冷冷瞥了他们一眼：“懂个屁，滚！”陆青竹虽然觉得这话听着极其刺耳，但好歹是混进去了。他连忙低下头，装出一副羞涩难当的模样：“多谢长老成全。”天魔教少主寝宫，层层叠叠的纱幔后，隐约可见一个年轻男子的身影，正端坐在床榻之上。陆青竹被侍女带进来后，房门便被重重关上。此时，千万里之外，万米高空的战舟之上，角落里原本一直处于待机状态的三无突然睁开了眼，他手里拿着一块极品流影石，另一只手在虚空中快速点动，一道光幕投影在江辰面前。画面中正是天魔教寝宫内的场景，而在寝宫床榻上坐着的那个江辰，其实是三无撕裂空间送过去的一句法则：分身。只不过这分身仅能存在一个时辰，但一个时辰足够了。江辰从床上坐起来，抓了一把瓜子，兴致勃勃地看向光幕：“三无，快来看好戏！”寝宫内，陆青竹感知了一下四周，除了那个毫无修为的少主，周围并没有其他强者气息，只是这里有将霸天下的禁制压制了他的修为和神识，想要用神识找到那青二阳，恐怕需要点时间。不过只要能拖住这个废柴少主，不让他察觉出端倪，总能找到那宝物。这样想着，陆青竹扭着老腰，一步三摇地走到床边，娇喘一声：“少主夜深了，奴家来伺候您就寝。”说着，他伸出一根手指，就要去挑开纱幔。然而纱幔后的江辰面无表情，只淡淡扫了他一眼，就道：“跳舞。”陆青竹的手僵在半空，老脸一呆：“是什么？”江辰机械地抬起手：“跳舞，不会跳就滚，本少主不睡木头。”陆青竹脸都绿了：“老夫几千岁的人了，还是堂堂陆家的太上长老，你让我给你跳舞，怎么不愿意？”江辰冷哼一声，做事就要喊人：“别！”陆青竹吓了一跳，这要是招来别的强者，可就功亏一篑了。人为了快乐水。陆青竹深吸一口气，心一横，眼一闭：“跳！奴家这就跳！”于是在这阴森诡异的魔教寝宫内，上演了修仙界历史上最辣眼睛的一幕。一位大成期老怪穿着白纱裙，开始僵硬地扭动肢体，一边跳舞还一边缓缓脱下身上的长裙，左3圈右3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因为太过羞耻，加上古常年闭关，他的动作像是一只正在做复健的千年老僵尸，偏偏还要配合那种欲拒还迎的表情，简直是视觉污染。非洲之上，噗可，江辰一口茶直接喷了出来，笑得捶胸顿足，差点从床上滚下去。这老头竟然还会托马斯回旋，不行了，肚子疼！三无，你这都是从哪学的？三无一边淡定地记录着画面，一边操控分身，发布了更离谱的命令：主人喜欢看，那就让他更羞耻一些。寝宫内不够骚。江辰依旧面无表情，趴下学猫叫。陆青竹此时已经是满脸通红，羞愤欲绝，恨不得当场自爆，跟这小畜生同归于尽。但神识还未找到那所谓的青二阳，还不是时候。罢了，今日之辱，来日百倍奉还。陆青竹咬碎了牙，缓缓趴在地上，屁股撅起，摆出了一个极其诡异的姿势。喵！那声音带着无尽的凄凉与委屈。
就像是一只被淹了的老猫在寒风中发出的最后一声哀鸣。与此同时，他的神识避开禁制，寸寸扫过，终于在寝宫后院的一处假山之下，他感应到了一股极其冰寒的气息，那里有一方寒潭，潭水幽深，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波动。找到了！不行了，三无，你是个天才！江辰指着半空中的光幕，眼泪都笑得飙了出来。画面里，6位陆家太上长老此刻正穿着一身白纱裙，撅着屁股在那儿极其僵硬的学猫叫，那一声喵充满了岁月的沧桑与屈辱。另一边，三无依旧面无表情，一只手在虚空中飞速滑动，操控着远在天魔教的分身。主人，根据学习资料，这时候应该增加肢体接触，以提升屈辱值。三无淡淡开口，随后手指一点，光幕中那个一直面瘫的分身江辰突然动了。天魔教少主寝宫，烛火摇曳，气氛焦灼。陆青竹趴在地上，老脸长得通红。他堂堂大成期修士，为了那一瓶传说中的清二氧，竟然沦落至此。人只要拿到神水，这点屈辱算什么？就在他做足心理建设，准备起身时，那坐在床边的江辰突然站了起来，没有任何前摇，没有任何征兆。江辰弯下腰，双臂一伸，直接给地上的陆青竹来了一个标准的公主抱。嘤！陆青竹猝不及防，喉咙里发出一声尖细的惊呼，这声音娇媚入骨，回荡在空旷的寝宫内，显得格外刺耳。陆青竹身子一僵，整个人当场裂开。老夫刚才叫了什么？那是老夫的声音。强烈的羞耻感差点让他道心崩碎，他下意识聚起掌心灵力，恨不得一掌拍碎这个亵渎尊严的废物少主。然而就在杀意涌动的瞬间，嗡！一股极其晦涩的阵法波动从寝宫地面传来，那是江霸天亲设的禁制，只为保护江辰的性命。而通往那寒潭水的路上显然也有禁制，如果没有这个天魔教少主的带路，恐怕他要过去还得费些功夫。想到这里，陆青竹那只蓄满灵力的手硬生生停住了。老夫忍了，孽障！等老夫拿到东西，定要将你抽魂炼魄。陆青竹咬碎牙关，强行散去掌中灵力，顺势将那只枯瘦的手轻轻搭在了江辰的脖子上，把一张老脸埋进了对方怀里。少主，可以与奴家来一场鸳鸯浴吗？江辰低头看着怀里的娇羞美人，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狂狷笑意。女人，你的身体比你的嘴诚实。陆青竹，老夫现在想死，真的。江辰抱着陆青竹，穿过重重回廊，直奔后院。那里有一方寒潭，养了一池锦鲤。陆青竹的神识早就锁定了那里，整个天魔教少主寝宫只有这一泓寒潭散发着灵力的波动，而最大的波动就在潭底。只要到了那里，少主，陆青竹强忍着恶心，夹紧了嗓子试探道：“这里就不错。”江辰脚步一顿，那双空洞的眸子闪过一抹光芒，随后点了点头：“准。”话音刚落，江辰抱着陆青竹助跑起跳，扑通！巨大的水花炸起，两人就以这种公主抱的姿势直挺挺地砸进了寒潭水中。池中锦鲤没开3度，你礼貌吗？不过这次好像不烫了，不用往岸上跳了。好耶！寒潭之水冰冷刺骨，陆青竹身上的薄纱长裙瞬间湿透，紧紧贴在那强行伪装成少女的躯体上，勾勒出一副令人散之狂掉的画面。江辰那双大手开始在陆青竹身上游走，陆青竹瞬间瞪大眼睛，那只手要摸哪里？若是实打实摸到裤裆，那多出来的把柄可怎么解释？就在那只魔爪即将触碰到真相的千钧一发之际，陆青竹的神识终于扫到了潭底的一块青石凹槽，那里有一汪清澈见底的液体，散发着最为纯粹的水元素气息，那一定就是氢二氧。找到了！陆青竹眼睛一亮，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伪装？他腰身一扭，借着在水中翻滚的姿势，巧妙避开了江辰的魔爪，袖袍一卷，呼！潭底那一汪神水连同周围的潭水瞬间消失，被他收入了储物戒指。而锦鲤们失去了潭水，这下只能在池底扑腾，发出啪叽啪叽的声音。陆青竹哪里管得了这些？宝物既然到手，孽障摸够了吗？陆青竹不再压制修为，大成期的恐怖威压瞬间降下。轰！陆青竹一掌轰出，直取江辰心口。这一掌，别说是一个废物少主，就是元婴期修士，也要当场化为血雾。然而，砰！掌力结结实实地印在了江辰的胸膛上。被击中的瞬间，江辰的身体竟然开始发光，无数金色的符文与线条从江辰体内迸发而出。哗啦！江辰的身影化作漫天金色的光点，消散在原地。陆青竹瞳孔剧烈收缩，看着那些消散的金光，头皮一阵发麻。这是身外化身？不对，寻常身外化身也是有血肉灵气的，可这具身体竟然纯粹是由法则之力凝聚，能做到这一步的，只有传说中触碰到了法则之力的真仙。这江辰背后竟然站着一尊真仙，不好，中计了！天魔教水太深，老夫把握不住。恐惧如潮水般淹没理智，陆青竹吓得魂飞魄散，哪里还敢恋战？他脚下一踏，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破水而出，就要冲天而起逃离此地。只要把氢二氧带回去，一切都还有转机。然而陆青竹还没来得及喘口气，3道顶级强者的气息瞬间封锁了整个后院的虚空。正东方，
火光冲天，正西方剑气纵横，正南方血煞漫天。大长老炎天，二长老藏玄之，三长老立无涯，三人成品自行悬浮在半空，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寒潭中央。而在那里，陆青竹一身湿透的白纱裙紧贴身躯，头发凌乱，活像个刚从井里爬出来的女鬼。厉无涯抱着双臂，上下打量着这位特殊的客人，阴恻恻地笑道：“哟，这位姑娘上了我家少主的床，提上裤子就想走。”万米高空中，陆家飞舟上，甲板前端的虚空猛然扭曲，剧烈震荡中，一道裂缝被蛮力强行撕开，砰！一个浑身浴血的身影重重砸落在了甲板上，是陆家太上长老陆青竹。此刻的他惨烈到了极点，那一袭为了伪装而穿上的素白纱裙已被鲜血彻底染成暗红，满头银发凌乱地糊在脸上，大成期的气息萎靡不振，仿佛风中残烛。最触目惊心的是他的胸口有一道深可见骨的撕裂伤，还残留着恐怖的血煞之气，正在不断侵蚀他的生机。他与天魔教那3位长老大战了整整一夜，若不是最后烧了100年的寿元，他到现在恐怕还在鏖战。老祖！陆云山大惊失色，身形一闪，瞬间来到陆青竹身边，几位随行的长老也慌忙围了上去，手忙脚乱地掏出疗伤丹药。别管我！陆青竹大口咳着血，一把推开递来的丹药，他颤抖着手将一枚玉瓶狠狠塞进陆云山手中。秦二阳，老夫带回来了。那3大长老皆是顶尖强者，那个废物少主背后还有真仙法则降临。云山，材料已齐，定要让那江小城炼成快乐水。老夫今日流的血，受的辱，绝不能白费。悲壮肃穆，陆青竹强撑着最后一口气，缓缓挺起胸膛。他以为此刻迎来的必将是全族上下敬仰、悲愤，甚至痛哭流涕的目光。然而一息两息，甲板上一片寂静，只有阵阵高空寒风刮过风帆的声音。陆青竹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他艰难地转动眼珠，扫视四周，那些平日里对他敬若神明的陆家子弟，还有那些家族长老，此刻全都不敢看他。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躲躲闪闪，有人低头看脚尖，有人假装看天上的云彩。你们！陆青竹心中升起一股极其不祥的预感，他神识扫过整个非洲，只见非洲上的不少弟子正围在一起观看一枚流影石。流影石中是阴森的魔教寝宫，一个穿着白纱裙、银发披肩的白裙女人正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姿势极其诡异。紧接着，喵！下一幕画面切转，那个废物少主弯下腰，将白裙女人一个标准的公主抱起。那画面中的白裙女人甚至还发出了一声娇嗔的音。那些弟子们的议论声也钻进了陆青竹的耳朵。真的是太上长老，我以为是哪个散修恶搞的幻想，这居然是真的。不仅女装，还叫得那么骚。他被那魔教少主抱起来的时候，表情甚至有点娇羞，这怎么解释？陆青竹呆住了，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比他穿的那件白纱裙还要白。陆家的非洲如今还在万米高空，但这记录着那些画面的流影石却已经传播了过来。之前叶家弟子与魔教12钗的流影石也是在半日内就传遍了北域，这说明这种流影石在他还在与天魔教长老大战的时候就已经完全传开了。啊！陆青竹仰天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强烈的羞耻感彻底吞没了他所有的理智，体内的气血彻底逆流，原本就被天魔教长老打出的重伤，在这一刻因为情绪的极度崩溃全面爆发。咔嚓！极度寂静的甲板上，所有人清晰地听到了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坚守了1000年的道心，在全北域公开处刑的极致羞耻中当场崩塌，恐怖的灵力如泄洪般从陆青竹体内倾泻而出。大成期初期的境界眨眼间跌落到炼虚期巅峰，甚至还在继续狂跌。炼虚期中期、炼虚期初期，最后硬生生停在了化神期巅峰，一息之间跌落2大境界，彻底沦为2流高手。老夫没脸活了！陆青竹眼珠充血，仰天喷出一大口腥臭的黑血，没有丝毫犹豫，他猛地转身，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直挺挺地朝着战舟边缘冲去，从万米高空的甲板上一跃而下。他散去一身护体灵气，宁愿摔死，宁愿被罡风撕碎，也绝不愿再面对这个世界。老祖！几名长老惊呼出声，纷纷祭出飞剑和法宝，就要冲下去捞人。就在此时，一股恐怖绝伦的准地威压如同10万大山般骤然降临，那些刚祭出法宝的长老被死压在原地，动弹不得。出手的人是陆家家主陆云山。陆云山负手而立，他看着陆青竹坠入无尽云层，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由他去吧。全场死寂，跟在陆云山身后的长老们越发觉得心寒。太上长老为家族搏命夺宝，道心崩碎，羞愤寻死。身为家主的陆云山竟然连救都不愿救，因为在陆云山眼里，跌落化神期且声名狼藉的陆青竹已经失去了作为大成老祖价值，他是个彻底的烂摊子，死了反而干净。这就是大宗族的残酷。陆云山缓缓转身，短短几日，陆家精锐死伤过半，底蕴耗去70%，如今连大成老祖都毁了一个，还沦为了全北域的笑柄。沉没成本大到了陆家根本承受不起的地步，他没有任何退路了。陆云山红着眼，一步步走向坐在角落软榻上的江辰。此时的江辰却还悠哉地卧在软榻上，张开嘴
接着那个侍女翠花喂过来的葡萄，淡定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砰！一枚散发着狂暴雷霆的储物戒被重重拍在江辰面前的案台上，高压二氧化碳。砰！几瓶散发着焦糊味的浆液扔下焦糖色素。最后，陆云山将陆青竹拼死带回的那瓶氢二氧放在了所有材料的最中央。每放下一件东西，陆云山的杀意便浓烈一分。材料齐了，陆云山双手撑着案台，身体前倾，死死盯着江辰。有劳贤婿，现在就练。他不问怎么练，也不管练多久。潜台词很明确，练不出来，或者练出来的东西没有用。今天他将陈就的死，但面对准帝的死亡凝视，江辰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极其潇洒地挽起袖子。好，不过岳父大人，小婿为了保命，还有一个要求。陆云山强忍着怒火，一说，这上古秘药的炼制过程，我不许有任何人围观，神识探查也不行。非洲深处密室，外面是陆云山升起的36层禁制，密室内只有江辰和三无二人。案台上摆着那些陆家拼了命才抢来的材料。江辰看着这些玩意，暗自咽了口唾沫。这材料都是他随口瞎编的，在修仙界强行融合，到底能不能成？主人，三无通过识海对江辰传音道：门外的禁制不妨涉禁制的本人，门外那个老头正在用神识偷窥。江辰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对于他这个不准外人看的要求，陆云山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恐怕陆云山的打算就是学会那炼制之法后卸磨杀驴吧。不过他就是看了也无所谓，神级厨艺可不是谁都会的。下一秒，江辰袖袍一挥，咣当一声闷响，一口漆黑的反铁大黑锅稳稳地砸在了案台上。紧接着，江辰又从储物戒里摸出了一把油光锃亮的大铁勺，那架势仿佛下一秒就要起锅烧油。密室外，正闭目凝神，用神识死死盯着密室内部的陆云山，猛地睁开了眼，表情瞬间呆滞。炼制这重上古神药，居然不用天地红炉，不用控火法诀，不用引灵大阵，只是用铁锅，这是在给猪熬泔水吗？就在陆云山大脑宕机的瞬间，密室内的江辰看着眼前的一堆材料，这些东西也不是寻常食材，能当菜炒吗？最后，江辰想了想，先把从天魔教抢来的寒潭水一股脑全部倒进了锅里。陆云山，那可是太上长老出卖色相，拼死抢回来的东西啊，就这么直接倒锅里。下一秒，江辰拿着装有高压二氧化碳的玉瓶直接捏碎，轰！狂暴的毁灭雷霆失去了压制，瞬间炸开，刺目的银色雷光如同暴走的狂龙，眨眼间填满了整个密室。密室外，几名镇守在门口的长老猛地感觉到一股毁天灭地的雷霆气息从门缝里溢出，不好，雷霆暴走！长老们脸色煞白，纷纷祭出护体法宝，疯狂后退。密室内，雷光已将江辰的衣角点燃，毁灭的力量即将把他撕成碎片的千钧一发之际。江辰面不改色，手起勺落，啪！那把普通大铁勺在半空中划过一道极其随意的轨迹，但就是这一下，系统的神级厨艺被动瞬间触发，一层玄之又玄，仿佛凌驾于万物之上的大道法则骤然萦绕在铁勺表面。只听啪的一声脆响，那足以把元婴期劈成灰的雷泽劫雷，竟像是一条被菜刀拍晕的泥鳅。它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呲啦，随后毫无脾气地落进了大铁锅里，连一丝电火花都没溅出来，就在锅底老老实实地卧着。密室外，陆云山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道心疯狂震颤。怎么可能？他死死盯着那把大铁勺，刚才那一拍没有丝毫灵力波动，但却蕴含着一种连他这个准帝都无法理解的因果律法则，那是绝对的掌控。这居然涉及了法则之力，他到底是什么人？陆云山冷汗刷得浸透了后背。紧接着，密室内的江辰将那散发着焦糊味的焦糖色素同样一股脑全倒进了锅里，没有用任何神识引导，就像是在倒酱油和醋。陆云山看妈了，他活了几千年，自认阅历无双，可眼前的画面将他的修仙常识按在地上疯狂摩擦，几种极致排斥的能量就这么被粗暴地倒在了一起，这哪怕是炼药都必定炸炉啊！所有的材料在接触的瞬间便要引发恐怖的连环爆炸，却见江辰淡定地握着那把大铁勺，探入锅中，开始漫不经心地搅拌，左3圈右3圈，随着铁勺的搅动，神级厨艺的法则之力如滚水化雪，呲啦呲啦，那些桀骜不驯的材料在这铁勺面前被强行揉捏、打碎、转化。片刻后，一锅漆黑如墨的液体新鲜出炉，液体表面不断往上翻滚着细小的气泡，还散发着丝丝凉意，除了黑一点，看起来平平无奇。江辰满意的点点头，拿木勺舀起一小口送进嘴里，咂巴嘴。江辰眼睛瞬间亮了，好家伙，还真是冰可乐的味道，就是气儿足了点，这尼玛真让他在修仙界喝上冰可乐了。翠花，你也尝一点。一旁的三无也拿着木勺舀了一勺，尝了一口，甜，好喝。密室外，陆云山的神识死死锁定着那一锅冒泡的黑水，没有灵气波动，没有大道共鸣，连一丝一毫的药香都没有。再看看江辰那副做饭尝尝咸淡的做派，陆云山瞬间觉得自己怎么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这二人还拿着勺子就这么尝味道，这他娘的
分明就是一锅冒着气泡的黑水。自己堂堂准帝，竟然对着一口反铁黑锅挠补了半天法则之力，还赔进去了半个家族的底蕴。被荡猴耍的极致屈辱感，彻底引爆了这位准帝。庶子！一声怒吼，夹杂着准帝的极致杀意，轰然炸响，恐怖的威压瞬间席卷整个非洲。甲板上所有的陆家弟子齐刷刷地跪在地上，惊恐万分。轰隆！密室的阵法大门连半息都没撑住，被陆云山一掌轰得粉碎，碎屑狂飙。烟尘中，陆云山双目赤红如血，一步踏入密室。准帝的毁灭气息如实质般锁定了江辰的眉心。你竟敢拿一锅黑水糊弄本座，给我死！干枯的手掌探出，空间寸寸崩塌，直取江辰头颅。然而面对排山倒海的必杀一击，江辰不退反进。只见他从容淡定地拿起一只琉璃盏，从那口大黑锅里舀起了一杯还在滋滋冒泡的黑色液体。黑色液体在琉璃盏中晃荡，散发着诱人的凉气。江辰微笑着迎着陆云山那足以毁天灭地的掌风，将琉璃盏递了过去。岳父大人火气这么大，这快乐水趁凉喝口感最佳，要不先来一口？陆云山看着江辰这淡定的样子，他又犹豫了。若这黑水真的有禁锢修为的能力，哪怕只是一吸，他也不敢贸然尝试。但为防有诈，来人，是药！陆云山五指成爪，猛地向后一探，密室外的空间瞬间扭曲起来。啊！正躲在不远处偷看的四长老陆天乐，连半声完整的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一股巨力生生扯进密室。陆云山冷着脸，指着那一锅还在滋滋冒泡的黑水，喝了它。家主饶命啊！四长老瞥了眼那诡异的黑水，吓得双膝一软，跪在地上。老朽这把老骨头，哪经得住这上古神药的造化？陆云山冷哼一声，准帝领域如泰山压顶般砸下，四长老整个人被压得死死贴在地上，连根手指都动弹不得。岳父大人何必动怒呢？江辰轻笑出声，端着杯子悠哉地走到四长老面前，蹲下身子。四长老，这玩意儿真挺好喝的，信我。在准帝威压的绝对强控下，四长老的嘴巴不受控制地张成了个大大的 O 型。江辰手腕倾斜，大半杯冰镇可乐就这么顺着四长老的喉咙硬灌了下去。冰镇可乐入喉，透心凉，心飞扬。紧接着，一股气体在四长老胃里猛烈膨胀，剧烈的二氧化碳顺着食道疯狂向上翻涌。这可是喝惯了温和灵泉的修仙者从未体验过的现代狠活。四长老喉咙剧烈一滚，嗝，一个悠长且响亮的饱嗝在整个密室内荡漾开来。声音落下的那一刻，因果律凡尘锁生效。下一秒，四长老那一身雄厚的化神气灵力噗的一声没了。我的修为！四长老瘫软在地，仿佛身体被瞬间掏空。陆云山神识急忙扫过四长老的丹田，好家伙，真被废了！这一锅黑水的效果竟和那天那一滴秘药如出一辙。最离谱的是，现在他足足拥有了一大锅。陆云山僵硬地转过头看向江辰，冷汗当场浸透了后背。他悟了，彻底悟了，难怪不用天地烘炉，难怪不需要控火法诀，因为眼前这个看似废柴的赘婿江小成掌握的根本是降维打击级别的因果法则。死子，深不可测，这绝对不能惹，非但不能惹，还得当活祖宗一样供起来。原本凛冽的杀气眨眼间化作了春风拂面。好！陆云山连声叫好，竟直接对着江辰深深做了一大揖。贤婿手段通天，实乃神人也。方才是老夫眼拙鲁莽，惊扰了贤婿，还望贤婿千万别往心里去。江辰不动声色地把大铁勺收进空间，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岳父大人这脾气也太暴了，这神药炼制极耗心血，刚才差一点就炸锅毁于一旦了。是，千错万错都是老夫的错。陆云山满脸堆笑，随即转头大喝：传本座法旨，立刻派最快的战舟返回家族，把二小姐陆飞渊给本座接来，务必让二小姐夜夜贴身伺候贤婿，伺候不周，本座拿你们试问。江辰满头问号，这老登格局打开的挺快啊，这送女顾宠的套路真是玩得越来越熟练了。最后，陆云山豪气干云的大手一挥：诸位长老听令，太上长老的血诀不能白流。他遥指着南荒的方向，声若洪钟，传令全军战舟全速开拔，不惜一切代价给本座踏平天魔教，活捉天魔教少主江辰。江辰嘴角一抽，不是，怎么又是我？我特么招谁惹谁了？三无安静地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地在小本本上奋笔疾书。观察日志，主人仅用一锅冰可乐就成功忽悠了一个准帝家族去抄他自己的老家，此操作实属罕见。等陆家人退去，外面的热闹暂时告一段落。江辰意念一动，整个人回到了空间内，抬脚走向阴阳造化温泉。空间里水雾蒸腾，花影正呆呆地泡在池水里，脸上那原本漆黑的口罩，因为他持续的高体温，此刻已经变得近乎透明。但现在的他完全顾不上害羞，脑海里只剩下震撼。就在刚才江辰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一丝丝漆黑腥臭的血液竟顺着他的指尖被池水强行逼出了体外。困扰我一生的噬心毒蛊就这么解开了。花影死死捂着胸口，感受着那颗再也不被任何束缚控制的心脏，整个人彻底呆滞。作为被当成工具培养的顶级刺客，从3岁那年起，他的心脉就被种下了这号称无药可解的绝命毒蛊。他的命从来都由不得自己，
只要上面一句话，他就什么都得去做。如果不从，蛊虫噬心，他就会痛不欲生，最后化为一滩血水。几百年来，这是锁在他灵魂深处最沉重的枷锁。可现在呢？那个男人仅仅是随手把他扔进一个洗澡池子里，这困扰了他一生的死局，居然就这么轻描淡写的破了。他难道早就看穿了我体内的毒蛊，是在故意救我？可他图什么啊？花影的呼吸越发急促，小脑袋开始了疯狂的头脑风暴。回忆起江晨临走前那句戏谑的话，等我回来教你怎么当老婆，他的小心脏一阵狂跳。他难道真的是看上了我，要我给他生孩子？可是就在花影还在内心天人交战时，嗡，空间荡起一层涟漪，江晨踏入其中，结果刚迈出一步，他的脚步就猛地僵在了原地。温泉池畔，花影正乖巧地趴在岸边的青石上，半个身子浸没在水里，肌肤如雪，水波荡漾间，那一头长发湿漉漉地贴在白皙光滑的背部，画面极其惹火。但最要命的是他现在的眼神，没有了初见时刺客的凌厉杀气，也没有了被拿捏时的极度社恐与惊慌。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呆呆地盯着水面，眼里满是化不开的柔情，活脱脱一副少女怀春的模样。同一时间，系统提示音响起，叮，检测到目标，花影正在疯狂脑补，以丝滑完成自我攻略，目标好感度一路狂飙至80，他正纠结要不要给你生个好蛋儿。恭喜宿主获得奖励极道地兵暗夜猎手连体紧身胶衣，附带重点部位拉链设计，道具效果，穿戴后速度法则强行提升10倍，且免疫世间一切神识探查。啪嗒，一件通体漆黑泛着诡异光泽的连体紧身胶衣就这么凭空掉落，砸在了江晨手里。江晨拎起那件让人不忍直视的皮衣，又看了看池子里的社恐小刺客，他整个人彻底凌乱了。不是系统，你这也太随便了吧，我就让他泡个澡，这丫头怎么自己就把攻略进度条给拉满了？空间内水汽氤氲，江晨手里拎着那件漆黑的连体胶衣，这紧绷的材质，这贴身的设计，最离谱的是在关键部位居然还贴心的装了一条拉链。系统这路子属实有点野啊。江晨抬眼望向温泉池，花影正呆呆地浸在水里，双手死死护在胸前，因为心跳过快导致体温一路狂飙，他脸上带着的无香之面此刻已经近乎完全透明，那张精致红润的小脸，怯生生又极其惹人怜爱的眼神，连同紧咬着的下唇，全落在江晨眼里。哗啦，花影深吸一口气，竟然直接从池水中站起身，水珠顺着白皙的肌肤滑落，他没有再刻意遮掩什么。作为从小被当成死士培养的刺客，一旦下定决心，职业素养便瞬间压过了重度社恐的慌乱。他红着脸盯着江晨的眼睛，一条胳膊护着胸前的位置，一步步靠近。你替我解开了心脉里一生无解的毒蛊，此恩我无以为报。既然你喜欢，我愿献出清白，为你生下一个子嗣。等孩子降生，恩情两清，我便离开。江晨眉头一挑，难怪好感度卡在80上不去，病根原来在这。这傻丫头骨子里依然觉得自己是个用完即弃的工具，连生孩子他都只当成一场交易，那可不行。这破系统可是好感度90才给极品保底的，生完就走，你以为我这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江晨冷笑一声，手臂一挥，那件漆黑的紧身胶衣精准地落在花影面前的青石上，穿上它。花影的目光落在那件胶衣上，看着那羞耻度爆表的设计，他的眼底闪过浓烈的屈辱。这种紧身程度，这种款式，这分明是某些魔修老怪用来折磨玩弄炉鼎的秽物，这简直比天魔教那个魔头少主给炉鼎穿的那些黑色白色的袜子还要羞耻100倍1000倍。他堂堂北域第一刺客千面花影，死人堆里杀出来的化神期强者，如今却要穿上这种伤风败俗的东西，任人摆布。可心脉间那毒蛊被剥离的轻松感，又在时刻提醒着他欠下的大恩。罢了，既是欠他的，好。花影伸手拿起那件胶衣，为了报恩，这点屈辱算什么？他强忍着羞愤，颤抖着伸出手，一点点穿上这件极度修身的暗夜猎手胶衣。漆黑的胶衣严丝合缝地贴着肌肤，虽然曲线还略显青涩，但也正因如此，反而勒出了一种别样的诱惑感。花影闭上眼，眼角滑落一滴清泪，食指交叉，局促地放在小腹处。来吧，你想怎么折腾都行。然而预想中粗暴的动作并没有到来，江晨不仅一根指头都没碰他，反而往后退了半步，漫不经心地打了个响指。啪！下一瞬，花影身上的紧身胶衣表面骤然亮起无数玄奥的纹路，一股凌驾于天地之上的本源法则瞬间将他整个人死死包裹。花影猛地睁开眼，满脸错愕，他清晰地感觉到一股极其恐怖的速度法则之力瞬间包裹全身，让他的身体立刻有了轻盈之感。他是修炼速度、潜伏、隐藏的刺客，哪怕是化神期也从未有过这种轻盈感。他仅仅是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唰，只一眨眼，他竟瞬间出现在10丈之外。若不是空间限制，这个速度足够让他瞬移数百丈。这速度怎么可能？江晨走到他面前，帮他整理了一下衣领。既然成了我的人，这就当是我的见面礼。穿着这件衣服，你就能免疫神识，还能拥有10倍的速度法则。至于什么生完就走，没我的允许，你哪也去不了。花影呆呆地听着江晨的话，
免疫神识，10倍速度法则，这是什么概念？这是足以让准帝都为之眼红发狂，能把整个北域掀个底朝天的无上至宝。极道帝兵，他刚才故意装出那么凶的样子，逼我穿上这件衣服，就是为了把这稀世珍宝顺理成章的套在我身上。他知道我缺乏安全感，知道我做的是刀尖舔血的活计，所以不惜砸出这种逆天底蕴，只为护我周全。他居然为了我这样一个名声狼藉的死士，做到这种地步。定检测到目标，花影发生深度心理质变，完成极致自我攻略，好感度突破98，至死不渝。恭喜宿主获得奖励，一发入魂卡 X1。江晨看着面前眼眶通红的花影，满意的点点头。此刻的花影，什么生完就走两不相欠，全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眼底泛着水雾，脸颊红得快要滴出血来。突然，他往前迈出一步，只一瞬便已经闪身来到江晨面前。他小心翼翼地牵起江晨的手，让他捏住了胶衣上的那颗金属拉链。撕了，拉链拉开，我不走了，生几个你说了算。这突如其来的直球暴击，让江晨的血压蹭的一下窜了上来。江晨深吸一口气，干柴烈火，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正好给这件新到手的极道地兵试个车。他一把揽住花影盈盈一握的腰肢，掀起那层口罩吻了上去。有了速度的加持，倒是给了江晨别样的体验。1个时辰后，江晨刚准备再来一次，脑海里却响起了三无的声音：主人，陆飞渊已经用最快的速度送过来，还有1盏茶的时间就到了。江晨动作猛地一僵，手硬生生停在了半空。不是吧，这老登送女儿效率这么快的吗？没等江晨吐槽完，三无继续说道：同时补充汇报，由于您先前那一锅冰镇可乐带来了极大的士气鼓舞，陆云山已下令全军突击，陆家战舟正疯狂燃烧极品灵石，强行进行空间跳跃，目前全速推进中，距离主人的老家天魔教护宗大阵仅剩不到30里。乖乖在空间里等我，回头再教你规矩。花影乖巧的点点头，眼底满是一汪春水。江晨揉了揉花影的小脸，退出空间，刚整理好衣衫，密室的大门便被砰的一声推开，一道窈窕的身影不管不顾的直接扑进了他的怀里。夫君，陆飞渊死死抱住江晨的腰，眼眶微红，捧着他的脸一顿乱摸，像是在确认什么。还好你还活着。江晨任由他抱着，轻笑安抚：我早告诉过你的，区区陆家要不了我的命。陆飞渊平复了情绪：夫君当真已经练成了那什么快乐水？江晨点头：练成了一大锅，现在你爹正信心满满地带着那玩意儿去打天魔教呢。陆飞渊看着江晨那看戏的模样，女人的直觉让他深刻意识到，眼前这个自称凡人郎中的男人绝对隐藏着惊天动地的秘密。夫君，你到底是什么身份？陆飞渊紧紧盯着他的眼睛，没有试探，只有好奇。江晨半开玩笑地凑到他耳边：如果你夫君我其实是个作恶多端大魔头呢？陆飞渊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目光变得无比坚定。他反手抱紧江晨的脖子，声音斩钉截铁，透着陆家二小姐的刚烈：我早已看清父亲是什么人，此生只愿与夫君相伴。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都是我夫君，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若是魔头，那我便做这魔头夫人。江晨笑着捏了一把陆飞渊腰上的软肉：乖，走吧，出去看好戏。与此同时，非洲之外，巍峨险峻的山峰直插云霄，暗红色的护宗大阵如同一个倒扣的血色巨碗，将整个天魔教牢牢护在其中。阵法表面流转着令人心悸的毁灭气息。陆家的非洲悬停在大阵之外10里处，陆云山站在主剑剑首，双手负后，迎着高空的狂风，维持着身为家主的威严。事实上，他此刻心里虚的要命，连日来为了搜集材料，家族底蕴折损过半，精锐死伤无数，连大成期老祖都损失1位。如今的陆家，说是一句空壳也不为过。但陆家追寻法则之力已300年，江晨必须抓。只要有江贤旭炼制的那一锅快乐水在手，今日就算江霸天回来了，也要生擒江晨。他双手急速结印，猛地咬破舌尖，一口猩红的精血喷出，请足气！轰！虚空疯狂震荡，寸寸碎裂。一件古朴青铜阵盘破空而出，盘旋在陆云山头顶。极道底蕴，准地兵破天阵盘。阵盘迎风暴涨，眨眼间遮天蔽日，将漫天黑云撕裂，爆发出璀璨至极的金色光柱。破！金光带着摧枯拉朽的恐怖威压，撕裂天地，狠狠轰向天魔教那暗红色的护宗光幕上。借着这毁天灭地的声势，陆云山的声音响彻天地：魔道妖孽听着，交出你们少主江晨！今日我陆家举全族之力，定要将他抽筋拔骨，以告慰我族太上长老陆青竹的在天之灵。陆家数千子弟见家主如此霸气，连底蕴准地兵都祭出来了，未能诱事如此逆天，顿时群情激愤，热血直冲脑门。杀！踏平魔窟，为老祖报仇！所有人拔出飞剑，陷入了狂热的战役中。然而就在破天阵盘即将触碰到天魔教的护宗大阵之时，突然一柄3尺长的光剑从护宗大阵中飞出，直直撞向那破天阵盘。怎么看，那光剑的力量都不足以撼动阵盘。陆云山却眉头一皱，那光剑居然有一种莫名熟悉的感觉。只见那光剑与阵盘碰撞，瞬间爆发出耀眼的金光。当那金光渐渐散去，全场沸腾的喊杀声戛然而止。只见那暗红色的护宗大阵
依然不急不缓地流转着血色光芒，而那阵盘居然失去了全部的灵力，定在原地。下一秒，就拿这么个破烂铜盘子，也敢来撞我天魔教的门！厉无涯嗤笑一声，身影出现在阵法之外。陆云山，几百年没见，你倒是越活越回去了。随后，他突然侧开身子，让出了一条道，虚空波纹彻底散去，一道熟悉的身影背着手，慢悠悠地从裂缝中走了出来。当看清那人的瞬间，陆云山眼球剧烈凸起，倒吸了一口凉气。全场数千陆家子弟集体石化。那人满头银发，鹤发童颜，一身象征着天魔教长老身份的黑金边法袍。不好！陆云山心头一惊，怪不得那光剑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怪不得阵盘瞬间就被强制关停，因为出手的正是之前自尽的陆家太上长老陆青竹。此刻的他哪有半点道心崩碎的凄惨模样，他反而面色红润，眼神中透着一股看破红尘的通透，连身上的气血都充盈了几分。老祖！陆云山声音发颤，感觉整个世界都荒诞到了极点。您没死！陆青竹居高临下的俯视着陆云山，跳崖坠落时，他被天魔教大能随手接住。原本他宁死不屈，直到他知道了一个真相，赘婿江小成不是别人，就是他们费尽心机都想要活捉的江辰。那一刻，他全明白了。连家主都把此人当亲爹一样拜，天天上赶着送人头送物资，陆家还玩个屁啊！此子早已掌握法则之力，还有一屋子体质逆天的夫人，背后更是还有真仙撑腰。他们陆家现在做的事，完全就是以卵击石。老夫打不过，还不能加入吗？反正他的名声在正道早就完蛋了。云山啊！陆青竹理了理身上的黑金法袍，冷笑出声：打不赢的，带着陆家那点残兵败将，快走吧！在全场数千陆家人震惊的注视下，陆青竹傲然挺胸，当众宣布：承蒙少主厚爱，老夫现已任天魔教是长老。陆云山，陆家人，全场一片寂静。陆云山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陆青竹：你这个叛徒，道心！当场崩碎。就连远在非洲上观望的江辰都忍不住给厉无涯点了个赞。牛的呀！让他抓住自尽的陆青竹，他不但抓住了，还策反了，这执行力牛逼！就在陆家上下陷入极致崩溃与绝望，不知该进该退之时，江辰适时出声：岳父大人，好端端的生什么气啊？咱不是还有快乐水吗？这句话落入陆云山耳中，瞬间驱散了他心头因陆青竹叛变而产生的阴霾。对，快乐水！他手里握着足以颠覆修仙界法则的神药，连大成期的四长老喝了一口都瞬间修为尽失。区区一个叛变的陆青竹算什么？天魔教的护宗大阵又算什么？陆云山手腕一翻，一个精致的玉瓶出现在掌心，他拔开瓶塞，准地灵力包裹住几滴漆黑的液体，表面还泛着细密的气泡，屈指连弹，几滴快乐水化作黑色利剑，撕裂虚空，直射半空中的厉无涯。准地级别射出的水滴，厉无涯一个练虚境根本躲不过去。只见那3滴黑水全部溅在护体罡气上，紧接着，这位杀人无数的三长老展现出了影帝级别的演技啊！只见他双手捂住胸口，发出一声极其浮夸的惨叫：我的修为，这黑水有问题！他双手乱舞，周身灵力溃散，表情扭曲，整个人失去平衡，直坠地面。砰的一声砸出一个深坑，烟尘四起。失去主阵者之一，天魔教的护宗大阵表面泛起剧烈涟漪，阵法光幕闪烁2下，竟生生撕裂开一道巨大的缺口。半空中的陆云山狂笑出声：江贤婿，诚不欺我，此乃神药！他大手一挥，准地威压再次爆发，声音传入每一陆家人的耳中。全军突击！庞大的非洲顺着阵法缺口长驱直入，直逼天魔教。陆云山立于主剑船头，双手负后，意气风发。他要在今日生擒魔教少主，研究他身上的秘密。不仅如此，他还要占据天魔教的宝库，弥补陆家的损失。只要有江小成在，快乐水在，陆家称霸整片大陆指日可待。非洲甲板上，数千陆家子弟看着下方的情景，皆爆发出狂热的欢呼。江姑爷炼制的神药竟恐怖如斯，魔教长老在这黑水面前就是蝼蚁。陆家人士气空前高涨，纷纷拔出飞剑，准备大开杀戒。三无战在江辰身侧，面无表情地掏出小本本，观察日志。陆家群体陷入极度亢奋状态，对黑色碳酸饮料产生盲目崇拜。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他们马上就要哭了。战舟悬停在少主殿上空，下方广场上魔气冲天。大长老严天率领其余8位长老一字排开，9位顶尖强者释放出滔天威压，严阵以待，保护少主。陆云山不想再做纠缠，只想速战速决。为了将伤亡降到最低，他极其奢侈地掏出一个玉瓶，这是一整瓶的快乐水。准地灵力催动下，玉瓶炸裂，一大瓶冰镇可乐化作漫天黑色暴雨，铺天盖地朝着9大长老当头照下。黑雨倾盆，只要这9人修为尽失，哪怕只有一息，身为准地的他也可以在这一息间将这群长老人头斩下。黑雨落下，9大长老纷纷中招，身上沾满了黑色液体。严天抹了一把脸上的黑水，装出惊恐的样子，这是何物？陆云山也不犹豫，身形闪动，祭出本命法宝，直取那9位长老的人头，同时整个人瞬移到少主殿门口，准备破了江霸天给他好儿子下的保护阵法，
生擒江辰。然而就在他即将触碰阵法的刹那，虚空猛然扭曲，一道身影凭空出现，挡在他面前。原本应该修为尽失的厉无涯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陆老狗，你真以为几滴糖水就能废了本座？与此同时，下方那中招的9大长老不仅气息未减，反而爆发出巅峰战力。10位长老身形交错，占据10个方位，其中赫然站着刚换上魔教制服的陆青竹。陆青竹双手结印，大声喝道：“十方天魔大阵，结！”10道恐怖的气息冲天而起，瞬间闭合。只一息，陆云山便被死死困在阵眼之中。陆云山乃准地修为，10位长老最高只是大成，若不是打了他一个出其不意，还真没那么容易镇住陆云山。战舟上的陆家高层和数千子弟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家主居然被困住了，怎么可能？神药怎么失效了？恐慌的情绪在陆家人的心中疯狂蔓延，有人甚至向后退缩，连手中的飞剑都握不稳。4长老瘫坐在甲板上，指着下方语无伦次：“不可能！老夫亲口喝下那黑水，修为当场被废了5息，这药绝对是真的。”他根本不知道他的修为被废全是因为江辰的凡尘所，其实跟那冰可乐半点关系都没有。10位顶级强者的力量死死压制着陆云山，暗紫色的魔焰不断侵蚀他的护体罡气，护体灵气寸寸皲裂。陆青竹看着这位昔日的家主，露出几分怜悯：“云山，老夫劝你别挣扎了，天魔教的底蕴根本不是你能想象的，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明明试过药，明明没有问题的。”陆云山彻底慌了神，他仰头望向万米高空的战舟，大吼一声：“江贤虚，神药为何对他们无用？”然而万众瞩目之下，非洲甲板上的江辰只是轻轻放下手中的茶盏：“岳父大人，你不是一直想活捉天魔教少主吗？现在我站在这里了。”江辰缓缓站起身，他当着所有人的面伸手在脸上一抹，那张平庸的江小成面容渐渐散去，伪装下是一张剑眉星目、俊美的脸。陆云山在阵中瞪大了眼睛：“你是江辰？你既然是江辰！”他瞬间明白，从头到尾陆家都被骗了，陆家倾尽底蕴，死伤无数，到头来竟然是这个结果。极度的屈辱和悔恨涌上心头，陆云山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还在陆家子弟彻底傻了。神药是假的，家主还被困，他们知道陆家完了。只见三吴扶着江辰，脚踏虚空，一步步从陆家战舟走向下方的天魔教广场。大阵内外，10位高高在上的魔教长老以及数万名天魔教教众，在同一时间单膝跪地，恭迎少主回教。江辰只淡淡摆了摆手：“关阵，打狗！关阵，打狗！”护宗大阵轰然闭合，暗红色的血幕照下，彻底切断了陆家战舟的退路。杀！大长老言天一声厉喝，数万天魔教教众铺天盖地涌向陆家修士，法宝轰鸣，剑气纵横。陆家精锐本就因神药失效而士气崩溃，此刻在这封闭的修罗场内，完全是一边倒的屠杀。惨叫断肢伴随着血雨不断从半空坠落。十方天魔阵内，陆云山双目赤红，他看着家族万年底蕴在眼前被一点点撕碎。那个他一口一个贤婿叫着的废柴，此刻正站在魔教众人的簇拥下，冷眼俯视着他。极致的屈辱感瞬间吞噬了理智。江辰！陆云山发出一声嘶吼，他毫不犹豫地燃烧了千年寿元。轰！一股毁天灭地的血色火焰从他体内爆出。10位长老联手布下的十方天魔阵，在这股属于准地的力量面前，最终咔嚓一声被硬生生撕裂出一道口子。老夫今日就算拼尽寿元，也要拉你垫背！下一秒，陆云山化作一道血色流光，速度快到连神识都无法捕捉，直取广场中央的江辰。准地燃寿一击，威压恐怖绝伦，所过之处，空间寸寸崩塌，化作漆黑的虚无。三吴眼神一冷，刚欲抬手，一只温热的手掌却按住了他的手腕。江辰微微摇头，这里人多眼杂，不宜暴露三吴。少主小心！可惜准地的一击，大长老严天等人根本救援不及。战舟上残存的陆家人则面露癫狂，同归于尽吧。魔头1寸，陆云山的手掌停在江辰面门前，仅剩1寸。狂暴的掌风吹得江辰黑发狂舞。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嗡！强制被动发动父爱如山，一道暗金色的屏障凭空浮现，稳稳挡在江辰身前。陆云山的必杀一击结结实实地轰在了屏障上。下一瞬，屏障表面金光大作，这一掌的力量全部反震回了陆云山的身上。咔嚓！陆云山整条右臂瞬间炸成一团血雾，胸骨尽碎，反震之力彻底捣毁了他的5脏6腑。啊！陆云山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个人倒飞而出，狠狠砸穿了天魔教的白玉广场，碎石穿空，烟尘弥漫。深坑中，陆云山大口大口地呕着黑血，江辰毫发无伤，周身甚至还萦绕着淡淡金色法则余韵。看着这一幕，陆云山的三观彻底崩塌。你竟真的掌握了法则之力！他堂堂准地的绝命一击，对方不仅连手都没还，甚至连脚步都没挪动一下，单凭护体金光就将他废了。这等手段，除了传说中的真仙法则，还能是什么？全场鸦雀无声，落针可闻。无论是杀红眼的魔教教众，还是绝望的陆家人，皆被这颠覆认知的一幕
震慑在原地。人群中，陆青竹咽了口唾沫，只觉后背发凉，心中却狂喜。老夫赌对了，这少主深不可测，跟着他前途无量。江辰负手而立，神色淡然地对陆云山说道：“岳父大人，你还有什么招数？”就在大局将定之时，天际一道飞剑骤然撕裂了阵法外围的云层，飞剑尚未停稳，一道高挑的身影便御剑跃下，稳稳落在广场之上。来人一袭红衣银甲，容颜绝世，正是陆家二小姐陆飞渊。深坑中濒临绝境的陆云山，暗淡的双眼又重新亮了起来。他抓住最后的希望，对陆飞渊喊话：“飞渊，我的好女儿，你来得正好。他就是江辰，他骗了我们所有人，你肚子里有他的骨肉，他绝不伤你。快拔剑杀了他！只要杀了他，你就是陆家下一任家主。”此言一出，全场气氛再次紧绷。大长老严天等人瞬间散开威压，死死锁定陆飞渊。只要这女人敢有异动，他们拼着违逆少主，也要将其当场格杀。江辰站在原地，没有下令阻拦，也没有任何防备动作，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数十丈外的陆飞渊。他相信陆飞渊不会伤害他的。万众瞩目之下，陆飞渊深吸了一口气，他看了一眼深坑中的父亲，又看了一眼远处的江辰，随后缓缓迈步，哐当！只见陆飞渊当众解下腰间的灵剑，随手扔在脚下的青石板上。接着，他抬手解开银甲上的防御阵纹，卸下所有的护体法宝，一一丢弃。在所有人错愕的目光中，这位北域角色榜前3的天骄，手无寸铁地穿过满地血污，径直走到江辰身边。天际的阴霾恰好撕裂开一道缝，一抹阳光倾泻而下，笼罩在两人身上，与周围血肉横飞的修罗场形成了鲜明反差。陆飞渊伸出双臂，搂着江辰的腰，将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夫君，整个陆家只当我是一个可以用来交易的工具，只有你真心待我。我说过，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我都是你的人。你若是魔头，那我便做这魔头夫人。这句话就像一巴掌，结结实实地抽在陆云山脸上。陆云山双目圆睁，陆家最后的希望，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倒戈卸甲，死心塌地护着这个毁了陆家的魔头。噗！陆云山仰天狂喷出一大口鲜血，全场魔教长老与数万教众齐刷刷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看向江辰的目光，已经从敬畏变成了五体投地的膜拜。少主不仅修为通天，这御妻之术更是神乎其技，把正道天骄的肚子搞大了不说，还能让对方死心塌地，当众背叛家族。这等手段，放眼整个修仙界，也没几个人能做到吧？好，很好。深坑中，陆云山眼底闪过一丝玉石俱焚的狠厉。他知道陆家完了，但他也绝不能让这个毁了陆家的魔头好过。江辰，老夫就算死，也要拉着你整个天魔教陪葬。陆云山残破的身躯骤然亮起冲天血光，他竟彻底引爆了体内的准地本源。轰隆隆，一股贯穿天地的血色光柱拔地而起，直冲云霄。陆云山将自己的声音强行融合进这股毁天灭地的力量之中，化作传音，以极其恐怖的速度瞬间传遍了整个北域。天魔教少主江辰已掌握法则之力，天魔教少主江辰已掌握法则之力。江辰三无观察日志被主人玩坏的陆家老大选择了全服广播，备注：主人恐怕要麻烦了。天魔教少主江辰已掌握法则之力。宏大的回音在北域千百座主峰间激荡，久久不息。几处散发着腐朽气味的死关洞府内骤然亮起数道贪婪的目光，这些目光穿透虚空，遥遥望向南荒的方向。法则之力，南荒天魔教少主殿广场。陆云山自爆的血雾随风散去，三无站在江辰身侧，抬眼看着江辰：主人，你红了。江辰一阵无语，这老东不讲武德，临死还要玩一手全服大喇叭。此刻大长老严天面色阴沉，他像是想明白了什么，猛地一撩黑金法袍，单膝跪地，砰！坚硬的白玉砖被这一跪当场砸出裂纹。严天抬起头，声音嘶哑，却透着决绝：少主，法则之力干系太大，举世皆敌，已成定局。吾等决议，立刻开启天魔献祭大阵，燃烧众长老本源与神魂，定能为少主铸就千年不破的绝对防御。话音落下，其余8位长老没有丝毫犹豫，齐刷刷跪在江辰面前，愿为少主赴死。声浪直冲云霄，震散了漫天魔云，极度的悲壮与惨烈瞬间填满了整个空间。当年要不是江霸天，他们早就死了，如今自然也愿意为了少主献身。然而在这肃杀悲壮的气氛中，有一个人却显得格格不入。刚换上崭新10长老法袍的陆青竹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额头冒出细密的冷汗。等等，老夫背叛家族投靠过来，就是为了蹭个大好前程，这把交椅连屁股都没捂热，怎么就要连带着神魂一起被端上桌当祭品了？这魔教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为了主家拼尽本源和神魂，疯了吗？他双腿发软，缩着脖子就想往人群最后面退。便在此时，一只大手重重拍在他的肩膀上，啪！严天站起身，满眼感动地看着陆青竹。10长老弃暗投明，深明大义，老夫佩服。10方天魔阵你已熟悉，你大成期本源深厚，待会儿大阵开启，你来做主阵眼。放心，主阵眼烧得最快，走的时候没有痛苦的。陆青竹，谁他娘的怕痛苦？老夫怕的是死啊！他张了张嘴，嘴唇剧烈哆嗦，
想骂娘的心都有了。老夫，陆青竹脸色惨白，不知如何回答。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打断了悲壮的氛围。且慢，不用献计。陆飞渊迈步向前，他走到江晨身边，目光决绝地环视全场，声音斩钉截铁。既然已经举世皆敌，防是防不住的。陆飞渊转头看向江晨，眼神瞬间变得如水般温柔。我这就重返陆家，趁其他势力反应过来之前，夺取家主之位。我要将陆家残存的万年底蕴、所有的灵脉、功法、法宝，以及依附陆家的7大宗门，全部整合，尽数归于天魔教，化作抵御外敌的资源。炎天愣住了，8大长老呆滞了，数万名魔教教众听到这里，连手里的法宝都忘了放下，所有人都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位北域角色榜前3的正道天骄。刚才当众倒戈护肤，他们只觉得这女人烈性，可现在她竟然要主动跑回娘家，去把自家祖宗积累了万年的底蕴全刨了，连盆带碗的端来倒天魔教。这是什么级别的稻田？炎天艰难地咽了口唾沫，看向江晨的目光彻底变了，那是五体投地的膜拜。吃软饭不可怕，可怕的是这软饭吃出了绝代魔帝的气魄。少主仅凭一己之躯，不仅兵不血刃瓦解了强敌，还让敌人的天骄成了内应，这等手段放眼整个南荒都没人能做到啊！好，二小姐所言极是。陆青竹眼冒金光，一步从人群中窜了出来，义正言辞的附和：献祭大阵伤天河，岂能轻动？老夫身为陆家前太上长老，在族内威望上在就不众多，为了不被当成祭品烧掉，这位大成老祖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求生欲，彻底化身到贴级先锋。他单膝跪在陆飞渊面前，猛拍胸脯：老夫愿拼却性命，护送二小姐回族夺权，哪怕是陆家门口看门的狗，老夫也给少主牵过来。看着这场面，江晨心里乐开了花，这软饭确实香，不仅老婆倒贴，连老丈人家的太上长老都跟着一块倒贴。他上前一步，伸手替陆飞渊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鬓角。回北域夺权危机重重，哪怕有10长老护卫，我也不能让你空手去。说着，江晨意念微动，一道微弱的法则流光在他掌心闪过。江晨手腕一翻，一件材质奇特、布满菱形、镂空网眼的长筒黑色衣物出现在众人视线中，正是那件极道地冰渔网袜。这是……陆飞渊愣住了，周围的长老们也纷纷探出神识，却惊骇地发现，灵气在触碰这件衣物的瞬间，如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司炎天倒吸一口凉气，低声惊呼：没有任何灵气波动，却能吞噬灵力，若穿戴此物，或许能完全防住灵气攻击。江晨将那件渔网袜塞进陆飞渊手里，语气温柔：贴身穿上，若是遇险，他能保你一命。陆飞渊感受着手中那丝滑柔韧的触感，低头看了一眼那极其贴身，甚至有些羞耻的镂空设计，他白皙的脸颊瞬间飞上2抹红霞。夫君把这么珍贵的极道地冰炼制成如此贴身的款式，这是为了让我时刻都能感受到它的温度吗？他在用这种方式护我周全。夫君放心。陆飞渊紧紧攥着那双渔网袜，收入储物戒，眼神凌厉。半月之内，北域陆家必将改姓江。他转身，红衣如火：10长老，随我出发。陆青竹如蒙大赦：二小姐请，老夫给您开路。看着两人化作流光消失在天际，江晨伸了个懒腰，目光扫过严阵以待的众魔教长老。大长老，把广场洗干净，该杀的杀，该降的降。另外吩咐下去，天魔教全面进入备战状态。三无在旁边默默合上小本本，观察日志，主人的软饭碗今天又端稳了几分。